3000道州，中央圣州，长生叶家。只见一片七彩神辉自叶家祖祠升腾而起，诸天法香，大道和鸣，有真龙大皇腾天辟地，诸天圣人捧经吟唱。这一幕顿时震惊了整个中央圣州。哈哈，我孙儿叶萧有大帝之姿。祖祠之前，叶家族主叶战天一身鎏金长袍，白发苍苍，大声笑道：今日是叶家主脉第一序列传人叶萧入祖祠觉醒血脉天赋之日。虽说此时众人并不知晓叶萧觉醒了什么天赋，可单单这等天道异象就足够震惊3000道州，亿万宗族。嗡！就在此时，祖祠中突然传来一道嗡鸣声。只见一位白衣少年迈步走出，身披霞光，鲜颜束发，宛如一尊少年仙人，光华熠熠。拜见少主！一瞬间，整个叶家就沸腾了。众多叶家长老族人躬身拜喝，神色虔诚。唯独叶战天脸色一愣，上下打量了叶萧一眼，最终将视线定格在了他那一双眼瞳之上。众同，此时这位叶家老族主眼中明显闪烁着一丝惊诧与失落，无比复杂。原本他以为以叶萧的天赋，至少会觉醒一道圣体或是神体，再不济也应该是一根圣骨，结果却觉醒了一双重瞳。萧儿，你刚刚觉醒天赋，神子之战不如延后一些时日吧。叶战天叹了口气，重瞳并非不强，相反，据叶家史册记载，重瞳乃是一众血脉天赋中最神秘强大的一类。只是这双异瞳修为越高才越强势，以叶萧如今的境界，单凭重瞳天赋，怕是很难与那一众圣体圣骨序列抗衡。重瞳已是无敌路，神子之争何须延后？叶萧神色温和，云淡风轻，眼瞳中隐有清辉缭绕，万象升腾。重瞳已是无敌路。闻言，叶战天老脸颤动，心神轰然震荡。啧，你听听，啧，这样的心性不比什么圣体神体牛比，你能由此到心，爷爷就放心了。叶战天点了点头，脸色渐渐凝重了下来。小儿，有件事我想跟你说一下，你修书一封送去先皇古朝，将顾明月的婚约退掉吧。为何？叶萧眉头轻皱，他与顾明月连面都没见过，更谈不上什么好感。不过对于这位先朝女帝的名头，他倒是听过一些。3000道州第一美人，第一娇女，先皇古朝最年轻的女帝，这样的孙媳，叶战天还有什么不满意的？他修炼出了岔子，经脉尽断，如今修为已经废掉了。随着叶战天话音落下，叶萧眸光微凛，心底突然生出一丝不好的预感。爷爷，你说什么？顾明月修为已废，配不上你了。你放心，爷爷已经帮你物色了其他道州的几位天之娇女，皆是仙颜神姿，其中还有一对孪生姐妹花，肯定会让你满意的。仲童，修为废掉，退婚。我约你摸啊！我就说自从穿越以来，这仙途就顺风顺水，毫无挫折，丝毫不像所谓的天命主角那般历经磨难。仲童，退婚，这他妈不是妥妥的反派设定吗？这顾明月绝必是个天命之女，而且还是个大天命，这婚不能退。叶萧深吸了口气，缓缓摇了摇头。众所周知，天命之人修为尽废只是暂时的，一旦叶萧退婚，就会成功引发顾明月的恨意，最终成为他恢复修为后的第一波小高潮。顾明月现在最缺的是什么？是爱啊！我们要做的当然是给他足够多的洁白的爱啊！萧儿，你说什么？叶战天老脸震颤，总感觉今日叶萧好像有些不太对劲。我说这婚不退。叶萧深吸了口气，语气坚决地道：第一，恭喜宿主打破剧情设定，绑定造化万倍返还系统。从现在开始，宿主只要打破反派设定，绑定天命之人，就将得到万倍奖励返还。恭喜宿主成功下载系统，奖励：一，吞天魔功，可吞噬世间任何神体、圣体，打造诸天最强魔体、万化魔体；二，周天眼术，完美遮掩任何气息。系统检测到第一位天命之女顾明月。金手指，涅槃印，封印修为3年可破，直入至尊。宿主选择是否绑定。听到耳畔传来的系统声音，叶萧内心顿时掀起无尽波澜。好消息是，他等了18年，金手指终于来了，童子哥金手指中的爹。坏消息是，这爹是纯他妈反派设定。3年，你以为这是涅槃印的解封时间？这他妈是我的寿元啊！干！只是很快，叶萧就冷静了下来。既然这个系统的作用是打破反派设定，返还万倍奖励，那岂不是说他只要绑定这些天命之人，就能触发系统奖励，不停薅他们羊毛了？这不纯纯的福利机吗？不仅好用，还很好玩。绑定，恭喜宿主绑定第一位天命之女，获得气运加持 1%， 当气运加持达到 100%， 将全面解锁天命反派系统。小儿，
你去哪儿？先皇古巢。叶宵脚步迈出，直接朝着玄天道州而去。按照剧情发展，此刻顾明月修为封印，一定会遭遇诸多危机。他怕稍一耽搁，这位未来至尊就会喊出那句响彻寰宇、震慑9天的经典语录。这先皇古巢不带也罢。然后大概就是大家所熟悉的3年之期已到了。萧儿，叶战天神色苦楚，无奈地叹了口气。此时他根本想不通叶萧为何会拒绝退婚。在叶战天看来，如今的顾明月不仅是个废人，还是个累赘。叶萧虽是叶家第1序列传人，却并非是唯一的传人。叶家9脉9大序列，想要成为叶家神子，就必须要得到其他8大序列的臣服。以叶萧的天赋，18岁便已踏入仙道第3境魂海境巅峰。如若他能觉醒一道圣体、神体，坐上神子之位，堪称10拿9稳。可最终叶萧虽引来了天地异象，却觉醒了一双重瞳，短时间里很难碾压其他8位序列妖孽。我听说最近主脉术出族人中出现了一位天骄人物。叶战天沉吟片刻，突然张口道：“族主说的是叶凡吧？不错，这小子前几日觉醒了一根至尊骨。”叶家主脉大长老叶狼山轻轻颔首，眼底同样是一抹赞赏之色。让他来祖祠见我。天玄道州先皇地宫，只见一位身穿大红黄袍、肌肤细腻无瑕的女子端坐地位，冷眼俯瞰着一众仙朝大臣。她的长相极美，五官精致，绝代风华，尤其是眉心一点朱砂红妆，尽显雍容尊贵。姐姐，你修为已废，不如将地位传给我，你好好休息休息。大殿之下，另一位身穿金袍的年轻女子红唇轻抿，眼神挑衅地看着顾明月。陈恳请女帝以朝堂社稷为重，传位顾月堂。臣附议。哦。顾明月美眸轻挑，看着殿下一众跪拜的朝臣，神色清冷，毫无波澜。他并不在意这个地位，因为他是一名众生者。上一世他被叶萧辜负，重生后修为被封印，如今正好借此机会与叶萧解除婚约，好好闭关修行。只需3年，他就能恢复至尊修为，到时便可夺回这一切，然后再去找叶萧那个魔头报仇。嗡！就在此时，大殿之外突然传来一道嗡鸣声，只见一道白衣身影从天而降，径直朝着殿中走去。恭迎叶萧公子。殿外2名先皇神士身躯颤抖，竟被那白衣青年一缕眸光震慑，跪在了地上。叶萧看到来人，一众先皇朝臣眸光震颤，心底顿时有所猜测。而顾月堂嘴角则是掀起一抹浅淡弧度，主动朝着叶萧迎了上去。叶萧哥哥。此时他迈步极大，露出裙下一双修长雪白的玉腿，摇曳生姿，妩媚至极。如果他所料不错，叶萧此行一定是为了退婚而来。堂堂叶家第1序列，又怎么会娶一个废物女帝？假若他能有缝衔接，成为叶萧的未婚妻，日后玄天道州还有谁敢质疑他？叶萧不仅背景强大，天赋长相更是出众，鲜颜神姿。尤其是他那一双漆黑深邃的重瞳，像是一方万古大渊，一眼看去便叫人沉沦其中，难以自拔，只能是等他拔。公子是来退婚的吧？顾月堂掩嘴轻笑，小心翼翼地看了叶萧一眼。叶萧眉头轻皱，下一刹他根本没有一丝犹豫，手掌探出，狠狠抽在了顾月堂脸上。啪！随着一道清脆的巴掌声传来，顾月堂眼中的娇媚还未散去，就彻底凝固了下来。而他的身影更是在一众先皇朝臣目瞪口呆的注视下，直接倒飞而出，跌落在了地上，半边脸庞都被抽碎了。天地俱寂，所有人看着那一位白衣束发、鲜颜无双的年轻公子，眼底皆是一抹浓郁的困惑与不可思议。你也配叫我哥哥？还有，谁说我是来退婚的？叶萧神色清冷，语气漠然地道。一瞬间，顾明月原本慵懒的身躯一点一点挺直了起来，正襟危坐，将那一身大红黄袍勾勒得愈发凹凸浑圆。此时他的脸上同样有些诧异之色，黛眉轻蹙，眸光死死地盯着叶萧，像是要在他眼中看出一些破绽。不是来退婚的。以他对叶萧的了解，这家伙心狠手辣，唯利是图，怎么可能娶一个废物为妻？与此同时，随着叶萧眸光落在顾明月身上，只感觉一股寒意顺着脚底升腾而起，险些将天灵盖掀开。天命之女，顾明月，金手指，涅槃印，模板，至尊众生流，身份先皇古巢女帝，宿主上一世未婚妻。剧情走向：上一世，天命之女在新婚夜被宿主强行吞噬，血脉陨落，重生归来，记忆觉醒，将于3年后打破涅槃印，找宿主报仇。不是退婚流。原本叶萧还以为这顾明月走的就是一个简单的退婚流套路，结果这哪是退婚流，这是强者重生，
大女主手撕渣男的复仇流啊！这一刻，他终于明白了，为何顾明月修为被废后，非但没有掩盖这个秘密，还弄得天旋道周，人尽皆知。他多半是想以此为由，与自己解除婚约，从而隐于暗处恢复修为。可看着此时顾明月眼中闪烁的那一抹诧异，叶萧心底突然生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只见他抬脚走到为首的一位白发老臣面前，一把握住他的头发，将他整个人拎了起来。你刚才说什么？这一幕更是令一众朝臣眸光颤动，神情愤恨，偏偏一动都不敢动。哼，叶家小儿狂妄无礼，我乃先皇两朝老乡卫斯理，你啪！还不等这位老乡话音落下，就见叶萧一巴掌扇出，直接扇了他一嘴血，血肉模糊。我问你刚才说什么？叶萧眉头轻皱，众瞳中寒光迸射，法香天地。顿时间，整座大殿的气氛就彻底压抑了下来，就连一众先皇强者都被这股威能所震慑。顾明月修为废掉，难当大用，须将帝位传给其妹顾月堂。卫斯理牙关紧咬，老脸愤恨。咔嚓！随着他话音落下，就见叶萧手掌猛然用力，竟直接将这位两朝老相的头颅生生捏成了粉碎。咕噜，整座大殿突然陷入一片死寂，就连顾明月此时都是豁然起身，美眸中隐有一丝森冷。他还是没变，还是一样的残忍嗜杀，惨无人道。我叶萧的未婚妻，就算沦为凡人，也不许任何人欺凌。叶萧语气漠然，忽然将眸光落在了顾月堂身上。顿时间，这位先皇古朝二公主的脸色就彻底惨白了下来，娇躯颤动，长裙之下竟有一股黄色的水渍顺着那一双雪白的大腿流淌而出。花花叶萧，你了不起，你清高，你拿我命立人设，日后谁若敢欺顾明月分毫，便是与我长生叶家为敌，与我为敌。嗡！随着叶萧手掌横推，一缕可怖的威压轰然震落，直接将顾月堂肉身崩碎，鲜血内腑混着隐隐骨渣四溅而开，射了一地。叶萧，顾明月站在大殿之上，美眸颤动，隐有一丝迷茫。上一世他何时像现在这样庇护过我？虽然顾明月觉醒的记忆并不完整，可他还是清楚地记得叶萧最后看他的眼神中那种深入骨髓的冷漠与戏谑。可此时看着那站在殿下白衣染血鲜颜冷漠的青年，顾明月竟感觉有些陌生。难不成是他重生归来，改变了此界因果，冥冥中发生了一些无法预知的变故？不对，叶萧最擅长的就是伪装，上一世更是愚弄了整个圣州，他一定是在图谋什么。顾明月眼神逐渐平静了下来，神色清冷地道：叶萧公子，戏演完了，可以说一下你来的目的了吧？演戏？叶萧眉头轻皱，眼底是一抹淡淡的困惑。只见他从乾坤戒中取出一只瓷白玉瓶，朝着顾明月丢了过去。我听闻你修炼时伤了经脉，便去找丹圣求了一枚8品造化丹。什么？顾明月眸光轻颤，伸手接过玉瓶，缓缓打开。顿时间，一股沁人心脾的丹香气息就弥漫了整座大殿，而一众先皇朝臣脸上更是露出一抹震惊之色，浑身的血脉灵力都在沸腾。8品造化丹，这一枚丹药就足够抵上一方普通神朝的底蕴了。可如今叶萧少主却随手将其赠予了明月女帝，财大气粗啊！这样深情专一的长生世家公子，更是令殿中诸多女臣眼眶泛红，无比羡慕。第一，恭喜宿主赠予天命之女8品丹药，打破反派设定，激活万倍返还奖励。第一，恭喜宿主第一次激活万倍返还奖励，触发易倍暴击，获得仙丹、太上筑基丹1枚。丹药品阶1到10品灵丹、宝丹、仙丹、大罗金丹。一瞬间，叶萧脸上的那一丝肉痛就彻底消失了。果然可以，这万倍返还系统简直就是薅羊毛的神器啊！丹圣8品造化丹。顾明月看着手中那一枚白玉灵丹，眼神愈发困惑了。这位丹圣性情古怪，丹道无敌，向他求丹就必须要满足他的一些特殊癖好。据说之前有人曾将妻女送去陪玩了1年，叶萧又付出了什么代价呢？这一世他跟叶萧尚未有所交集，更没有任何感情可言。他这般付出，难不成是缠他身子？除此之外，顾明月根本想不到其他任何理由。我这还有许多灵材宝药，明月，不如换个僻静的地方，今儿我给你补补身子。叶萧神色温和，抬头看向顾明月。早知道这万倍返还系统这妖牛笔，他就该将整个叶家宝库搬过来了。好，顾明月眸光微凛，心底顿时冷笑一声，终于要露出狐狸尾巴了吗？嗡！随着两人走出大殿，来到一座藏书宝殿中，叶萧再度从乾坤界取出一堆灵药、大药，统统推到了顾明月身前。这些灵药兴许对你的伤势有用。哦，叶少主对我这般关切，
我该如何报答少主呢？顾明月眼眉轻挑，脸上竟露出一抹妩媚笑意，大红黄衣微微滑落，露出玉肩一片惊人的雪白，将脖颈映衬得愈发修长纤细。叶萧脸色一愣，并非是因为顾明月突然间的妖娆，而是他期待的系统提示音并未出现。系统，为何这次没有触发返还奖励？第一，万倍返还奖励触发机制说明，一位天命之人7日内只能触发1次奖励返还。你他妈怎么不早说？叶萧脸色一愣，看着地上堆满的天才地宝，轻轻咽了口水。爹，你他妈也没问啊！操！叶萧恨恨一语，抬头却见顾明月正一脸杀机地看着他。操！叶萧，你无耻！顾明月银牙紧咬，此时他但凡有一点修为，不用至尊境，也会毫不犹豫跟叶萧拼命。这个混蛋果然是想操他！5道13境，肉身、灵功、魂海、神轮、大成、天机、洞虚、斩道、虚神、真神、准圣、圣人、至尊。我无耻！明月，你是不是想多了？叶萧似笑非笑的上下打量着顾明月，不得不说，实在是凶啊！低头不见脚尖，说的就是顾明月这种吧。叶萧，你……顾明月眼神冰冷，狠狠咬了咬牙，耳根子却有些发烫。你先好好养伤吧，我过段时间再来看你。若是有人在为难你的话，可以来叶家找我。留下一句话后，叶萧便转身离去了。顾明月现在可是他的福利机，他肯定会多来光顾薅羊毛的。在他的关怀下，叶萧相信这位至尊女帝迟早会沦陷的。走了。顾明月黛眉轻蹙，颓然坐在书案之前，怅然若失。这还是他认识的那个唯利是图、自私自利的大魔头叶萧吗？随着他的重生，一些轨迹明显发生了变化，可他依旧无法排除叶萧竞技魔头的身份。他要抓紧时间修炼，早日恢复至尊修为，到时便可应对一切变数。与此同时，叶萧则是直接回到了叶家之中。虽然这一次他付出了一枚8品丹药以及10数株灵材大药，却换回了一枚太上仙丹，简直不要太值。如今他距离神轮境仅剩1步之遥，在神子争夺战前，他或许可以借助此丹尝试迈出这一步了。少主，您回来了。就在叶萧走入大殿之时，却被大长老叶狼天拦了下来。少主，族主正在祖祠等您呢。祖祠？叶萧心底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大长老，发生什么事了？我叶家庶出中出现了一位觉醒至尊谷的天才少年，族主将他带入了祖祠，说等您回来后就立马过去。叶萧眸光微凛，直接转身朝着祖祠中疯狂掠去。我的好爷，您这是生怕我多活1秒啊！叶家祖祠，叶萧哐当一声推开殿门，就看到叶战天站在祖祠之前，身旁空无一人。这一刻，叶萧浑身都麻了，语气颤抖地问道：爷爷，至尊谷呢？哦，萧儿，你都知道了。叶战天转过身来，朝着叶萧点了点头。我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急，爷爷已经帮你打探清楚了。叶凡，叶家主脉庶出之人，自幼父母双亡，前几日刚刚觉醒了至尊谷，如今已经被我封印神识，关在了后殿。萧儿，只要你能将至尊谷融入体内，再配合你的重瞳，1月之后的神子之战，叶家就再无人是你的对手。叶凡，父母双亡，挖谷。闻言，叶萧眸光微凛，紧绷的心弦这才放松了下来。姓氏对，名字对，孤儿还没挖，我拒绝。叶战天脸色一愣，皱眉看向叶萧。萧儿，你知道一根至尊谷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你将成为3000道州最妖孽的天骄，铜镜无敌，年轻至尊。重瞳已是无敌路，何须再借他人谷？叶萧神色肃穆，逼意盎然。至尊谷固然珍贵，可以想到他拒绝后得到的万倍返回奖励，叶萧顿时就有点小激动了呢。恭喜宿主打破反派设定，拒绝至尊谷，获得万倍返还奖励。先天道谷，请问宿主是否绑定天命之子？叶凡，果然。叶萧眼中闪过一丝狡黠，暗叹一声童子哥牛逼。先天道谷，他曾听爷爷说过，至尊只是3000道州的大道巅峰，而至尊之上还有地境、仙境、道境等等。叶家之所以被称为长生世家，就是因为族中曾经出现过大地强者，乃是真正的地血氏族。而先天道谷已经完全超脱了生灵范畴，真正的大道之谷。绑定第一，恭喜宿主成功绑定第2位天命之子，获得天命值 1%，2100。萧儿，爷爷，你什么都不用说了，我知道怎么做了，把乾坤借给我。叶萧摆了摆手，直接夺过叶战天的乾坤戒，匆匆朝着后殿走去。天命之子，叶凡，金手指，至尊谷，隐藏金手指，混沌神体，模板，
挖谷觉醒流，身份：叶家主脉术出弟子，先天真灵传人。剧情走向：天命之子被挖至尊谷，觉醒混沌体，逃离叶家，误入一座神秘山村，被真灵传道，无敌当代。后殿之中，叶萧看着床榻上躺着的黑衣少年，眼神略有沉吟。虽然他拒绝挖谷，得到了系统奖励的一根先天道骨，但叶凡被叶战天封印神石，囚困在此，多半已经猜到了自己的命运。这种时候，即便叶萧放他离去，也不可能再得到他的信任。而一尊混沌神体，未来对于叶萧而言，或是一个不错的打手。反派嘛，身旁怎么可以没有小弟追随？如果这些追随者都是天命之人呢？结，童子哥，只要是我送出去的造化，无论什么时候送，天命之人只要每隔7日打开，都会有奖励返还吗？叶萧沉吟片刻，顿时有所决断。与顾明月不同，叶凡对叶萧并没有任何感情基础，只有恨意，所以他想得到这位天命之人的臣服，就不能只送温暖。此时叶萧心底已经有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只要顺利实施，不仅能源源不断的薅叶凡羊毛，未来某一日还能叫他死心塌地的追随自己。第一，理论上是这样的。既然如此，叶萧从叶战天的乾坤界中挑选出一门名为元魔炼体诀的神通宝术，一枚7品筑基丹，一件上品道器九龙求天鼎，一株灵参大药，以及诸多神符宝材，将它们分别封印在了不同的乾坤袋中，并以境界区分打开它们的时机。按照叶萧的猜测，叶凡觉醒混沌神体，修为势必会快速攀升。即便他无法亲手赠予叶凡造化，但只要叶凡隔一段时间打开乾坤界，享用其中的灵宝灵材，就会给叶萧带来无穷返利。灵宝、宝器、灵器、道器、圣器、至尊器、地器、仙器。功法：武学、玄功、法诀、神通、至尊法、地诀、仙经。灵材：宝药、灵药、大药、仙药、不死药。第一，来自系统的认可，你他妈是真的狗。臭弟弟，忍着点，我要开始了哦。叶萧走到叶凡身前，突然探出一只手掌，准确无误地插入了他胸口之中。随着一缕灵纹掺杂着一丝魔意垂落下来，叶凡胸口的那一根金色骨骼当即变成了黑色，被完全遮掩，气息全无。周天眼术，这门宝术乃是系统奖励的至尊法，能够完美遮掩任何气息。如此一来，叶凡就会以为自己被叶萧挖掉了至尊骨，并不会影响他接下来的剧情走向。而他只有历经磨难，在仇恨中快速成长，神体大成，才会对叶萧有所用处。至于那一缕万化魔意，则是方便叶萧能随时察觉到他气息所在，以免被偷袭嘎掉。而且这缕魔意也将成为叶萧驯服叶凡的一个契机。我愚蠢的欧豆豆，憎恨我吧。嘶，痛。渐渐的，叶凡脸上露出一抹迷茫，有种被撕裂的痛苦，身体像是被人生生插入了什么。不过好在这种撕裂来自身前而非身后，否则叶凡还以为族主有什么特殊癖好呢。只见他缓缓睁开眼睛，看着身前那一位神色温和、双手染血的青年，眼眸骤然一凝。我的至尊骨。叶凡低头看向自己破碎的胸膛，脸色一片煞白。没了。此时他根本感觉不到任何至尊骨的波动，心底顿时猜到了什么。叶萧，你挖了我的至尊骨，你这个畜生！啪！还不等叶凡爆发，就见叶萧直接一巴掌扇在了他的脸上。无能狂怒是最无用的表现，你的至尊骨我收下了，这里面是一些丹药、功法，算是我对你的一些补偿，你可以走了。叶萧随手将乾坤界丢在地上，神色始终冷漠。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要，不过那样你可能失去的就不只有至尊骨了。叶萧摇头一笑，云淡风轻，转身朝着殿外行去，丝毫没有理会叶凡眼中的杀意与怨毒。为什么不杀了我？因为我善。叶萧头也不回地走出大殿，消失了踪迹。噗嗤！闻言，叶凡手掌紧握，一口鲜血直接喷了出来。在叶萧这位叶家第一序列眼中，他一个庶出之人与蝼蚁根本没有任何区别。这种被无视、被肆意玩弄的感觉，令叶凡心中好像有一团火在不停燃烧。嗡！就在此时，他的脸色突然一愣，眼眸中渐渐充斥着一丝骇然与不可思议。他能感觉到，在他至尊骨被挖的地方，一缕神妙古老的混沌气息正在缓慢复苏。这是……叶凡喉咙滚动，迟疑片刻后，突然弯腰捡起地上的乾坤戒，强忍着胸口的痛楚，朝着叶家族地之外疯狂逃窜。否则，一旦叶萧爷孙儿再发现他身上的秘密，又将不择手段夺走属于他的机缘。叶萧，你给我等着，迟早有一日，我会当着整个圣州的面，刨开你的胸膛，揭穿你的丑恶嘴脸，拿回属于我的一切。萧儿，你就这么放他走了？祖祠之前，叶战天看着那一道逐渐消失在山林中的身影，眼底隐有一丝顾虑。
虽然叶萧挖了叶凡的至尊骨，但他还是觉得应该斩草除根，杀了叶凡才是。爷爷，这件事我自有安排，你千万不要插手。对了，把叶家宝库的钥匙借我用一下。叶萧灿然一笑，朝着叶战天伸出一只手掌。有道是在家靠父母，出门当然是靠父母的钱财了。叶萧如今绑定了万倍返还系统，身上自然要多带些灵宝造化，以备不时之需。好，叶战天轻叹了口气。他虽然不理解叶萧所为，但他对于叶萧的任何决定都无比支持。如若叶凡真的敢报复叶萧，叶战天会亲手将他拍死。打了小的出来老的，有内为了时间流逝。等到叶萧回到自己的寝殿，看着手中一只装满神宝灵材的乾坤戒，眼底顿时闪过一抹沉吟。距离神子大战还剩下不足1月时间，而这1个月中，他总共可以薅顾明月4次羊毛。作为一个反派，叶萧深知他将要面临的凶险，所以他打算在顾明月身上捞一些能够保命的底牌。在此之前，叶萧还有7日时间可以用来修炼，正好可以将那一根先天道骨融合。系统融合先天道骨，随着他沉喝一声，周身顿时有大道气息澎湃。此时他根本没有遮掩这根先天道骨的意思，任由先天道运升腾而起，逐渐将整个叶家笼罩。轰隆隆，只听一道震耳的雷鸣声轰然响彻了整片天地。云蒸霞蔚，大道和鸣。一尊尊太古的大地真仙虚影突然出现在叶家族地上空，通体符文，足有万丈高大。在叶家所有强者目瞪口呆的注视下，那一尊尊地影仙影竟齐齐朝着叶家跪拜下来。大地俯首，仙人诵经。这一幕顿时惊动了整个3000道州。无数古老的身影自大地陵寝中走出，抬头看向中央圣州的方向。如此惊人的异象，就连这些仙宗仙主、不朽大教的圣主也是平生仅见，内心充满着好奇与惊恐。天玄道州，顾明月一身大红黄衣，矗立在地宫之前，眸光漠然地看向圣州方向。算算时间，上一世叶萧就是在神子大战前挖了一位族弟的至尊骨，才在大战中大展神威，成功坐上了神子之位。不仅如此，他当上神子的第一件事就是废掉了一众叶家序列，令叶家九脉彻底分崩离析，貌合神离。叶萧，看来你还是一点都没变啊。顾明月低头看着手中那一枚8品造化丹，眼底寒意升腾。可就在他转身的一刹，美眸却微微一凝。在其身前，一位身穿青衣、身材娇小却极为丰满的少女正似笑非笑地看着他。明月有心事了呢？是因为那个叶萧？我可是听说这位长生少主很是花心，明月可不要被他骗了。哦。顾明月径直走下城墙，朝着地宫方向走去。哼，看来得找个机会试探一下这个叶萧，让明月看清他的真面目。青衣少女沉吟片刻，青色的眼瞳中突然闪过一丝狡黠。大梵佛州山顶宝刹，一位眉毛雪白垂于地上的老僧突然放下手中的木鱼，抬头看向了身前弟子。阿弥陀佛，连生，你心乱了。师父。名叫连生的女僧俏脸微红，一身雪白袈裟，佛光莹映，连同一颗粉嫩的小头都泛起一抹淡淡的红晕。罢了，是劫是缘，就看你的造化了。你且下山去吧。荒天古州，一位身穿金色黄衣、身形修长的女子负手站在山巅之上。她的五官绝美，气质雍容，是一种熟透的妩媚，深入骨髓。原来老祖的预言是真的。随着她喃喃一语，身后似有9根白尾轻轻摇曳，媚香天成。圣州中央，一位身穿布衣、手持竹棍的老瞎子走到大街上，突然皱了皱眉头。仙迹降临，祸已起，这应该就是10大禁忌中的第一位，白衣获释了，大征之势由此开启啊。他摇了摇头，步履蹒跚，说着一些奇奇怪怪的话，朝着那仙迹出现的方向而去。与此同时，整个叶家早已陷入沸腾，九脉族老纷纷走出大殿，聚拢在祖祠之前。哪怕以他们的实力，在如此浓郁的先天道基遮掩下，都未能真正查探到它的源头。这一刻，整个叶家族的仿佛一处混沌之地，天机演化，处处仙气。是谁？不在祖祠之中，难不成是自身血脉觉醒？唯独叶战天神色平静，内心里隐有一些困惑。这般异象威势，可比至尊骨强大太多太多了。此时就连他都无法确定，这道异象究竟是不是叶萧引发的。嗡！就在此时，叶家祖地中突然传来一道震耳的嗡鸣。只见一道苍老身影迈步走来，身躯干瘦，宛如鬼邪。可随着他一步踏出，身外突然有惊人的气血沸腾，而他干瘪的身躯竟逐渐膨胀，化作一尊10尺壮汉从天而降。轰隆隆，一股难以言喻的圣意轰然盖压下来，直接将那九脉族老碾压在地。就连叶战天苍老的眼瞳中都闪烁着一抹浓郁的忌惮。圣人，他也没想到
叶家的这道异象居然惊醒了一位沉睡的圣人老祖。叶家族主叶战天拜见福天老祖。随着叶战天躬身一拜，九脉族老眼中顿时闪过一抹浓郁的骇然。叶家九祖叶福天，初代霸体。据说当初这位霸体老祖曾凭肉身战力锤杀真龙，硬抗至尊，打碎了一方上古世界。我叶家此世竟有真龙，就是不知道这位麒麟子究竟是谁。叶福天喟然一叹，如山般壮硕的身躯上气血喷涌，与天地齐鸣。嘿嘿嘿，在其身旁，霸体一脉的族老叶仲阳嘿嘿一笑。神子大战在即，霸体一脉的圣人老祖居然出世了。如此一来，他们这一脉的胜算无疑更大了几分。你知道是谁引来的异象？叶福天眉头轻皱，看着身旁嗤笑的叶重阳，沉声问道。回老祖，不知道。啪！随着一道清脆的巴掌声传来，叶福天直接挥手抽在了叶重阳脸上，将他生生抽飞了出去。不知道你笑个嘚儿呢。整整7日，叶家上空的仙影、地影才陆续退去，而叶萧的眼眸也在此时豁然睁开，低头看着自己胸膛上那一根散发着七彩霞光的先天道骨，嘴角隐有笑意。此时他能感觉到这根大道之骨中正在演化一种难以言喻的可怕力量。如果他所料不错，这应该就是先天道骨的天赋神通，真正的禁忌之力。B 温馨提示：7日时间已到，顾明月返还奖励次数更新。叶萧眼眉轻挑，看着手中一件金光璀璨的宝甲，脸上顿时露出一抹灿烂笑意。反派嘛，当然是狗命最重要了。天玄道州先皇地宫，叶萧身影从天而降，落在地宫之前，朝着那2名先朝侍卫比了个晋升的手势。随着他施展周天眼术，将气息遮掩，这才迈步走入了地宫。只见此时地宫中灵雾腾腾，仙光照耀，阵阵水液流淌的声音不停传来，引人遐想。哗哗，好多水儿啊！叶萧脸色一愣，眼底顿时闪过一丝恍然。看此时殿中的灵韵，顾明月此时多半是在沐浴洗髓伐骨，这不是巧了吗？叶萧走入大殿，绕过一扇屏风，眼眸骤然一凝。此时他看到，在那屏风之后，一道堪称完美的雪白背影正倚靠在白玉灵池中，不时扬起玉臂，洒落下一片水液灵酿。那一头浓墨长发盘在头顶，将玉颈映衬得愈发修长，细腻白皙如初雪般的美背被灵液打湿，微微泛红，散发着温润银白的辉光。他慵懒地抬起手臂，灵液划过他高耸纤细的锁骨，滴落在池中，荡起层层波澜。就连叶萧此刻都不忍打扰，静静地站在殿中，欣赏着这一幅旷世美景。再高一点，对，坐高一点呼。直到顾明月缓缓坐直身躯，腰肢舒展，那一双挺拔浑圆的雪白渐渐浮出水面，上下晃动，轮廓惊人，顿时令叶萧呼吸一滞。顾明月脸色一愣，豁然转头看向殿中站着的那一道白衣身影，眼眸骤然一凝。叶萧！随着一道惊呼声传来，顾明月刚欲起身，又似想到了什么，俏脸上顿时腾起一抹烟霞。你什么时候来的？来了有一会儿了。叶萧啧啧惊叹，正大光明地打量着顾明月。我见明月正在洗髓伐金，便未打扰你修行。你无耻！顾明月银牙紧咬，偏偏不敢乱动，将自己藏在水中，仅露出一颗头颅，竟有几分俏皮可爱之意。叶萧，你是不忍打扰我修行吗？哦，对了。叶萧突然想到了什么，从乾坤戒中取出一尊金丝软铠，放在了灵池之畔。这尊圣器软铠防御惊人，你修为尽失，一会儿穿上吧。顾明月俏脸一愣，不可思议地看向叶萧，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体贴了？这还是他印象里那个一心成仙、自私自利的大魔头叶萧吗？ B 恭喜宿主赠予天命之女圣器铠甲，激活10000倍返还奖励。至尊星辰法袍，至尊器。明月你安心修炼吧，我过段时间再来看你。还不等顾明月从诧异中反应过来，叶萧已经转身朝着殿外行去。哦，既然明月这么喜欢沐浴，我叶家倒是有一处好地方，等你有空来叶家的时候，我亲自带你去。臭宝，你切记，如果深情进不去的地方，就让灵宝带你进去。叶萧相信，在他持久且高频的输出下，顾明月的道心迟早都会动摇叶萧。直到叶萧气息完全消失，顾明月方才从旁边衣架上扯下一件素白长纱裹在身上，走出了灵池。此时他低头看着手中的金丝铠甲，内心愈发困惑了。一件圣器已经算是无上造化，可叶萧却随手送给他了，且没有提出任何过分的要求。他到底想干什么？嗡！与此同时，叶萧离开先皇地宫，身外突然亮起一缕缕星辰灵纹，古老玄妙，逐渐化作一件洁白法袍。有了这件至尊法袍，叶萧自信就算洞虚斩道境强者想要杀他，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不行，不能掉以轻心，还得从其他方面再下功夫。叶宵沉吟片刻，看着手中一本游蛟身法，露出了一抹阴邪笑意。嗡！就在此时，在他身前的山林中突然掠出一道娇小身影，直接窜入了叶宵怀中。顿时间，叶宵就感觉一团惊人的柔软撞在了他胸口，上下起伏。大哥哥救我！在其身后，一尊足数丈庞大的妖猿踏步走来，笑嘻嘻地朝着叶宵扑了上来。叶宵眉头轻皱，重瞳中灵辉迸射，只见他手掌探出，直接打落下数张符印，砸在了那妖猿头颅之上。一瞬间，这尊魂海妖兽的脸色就彻底呆滞了，不嘻嘻了。这么狗吗？我就是一魂海小妖，跟着少女嬉戏打闹，你至于砸下7张神符？而他硕大的头颅更是在叶宵符印下轰然破碎，鲜血骨渣四溅而开，射了一地。哇，大哥哥，你好厉害，我该怎么报答你呢？青衣少女红唇轻抿，一双青色的眼瞳中隐有迷离，就连呼吸都变得有些急促了。大哥哥，想要吗？叶宵眼眉轻挑，缓缓点了点头，想要。嘻嘻，想要什么？青衣少女银牙咬着嘴唇，微微垂目，娇媚至极。呵呵，要露馅了呢。想要山河永固，苍生幸福，诸位读者老爷长命百岁，万事顺遂。随着叶宵话音落下，那青衣少女的脸色微微一凝。虽然她有些听不懂叶宵在说什么，但好像跟她想象的有些不同。那大哥哥，你想收一只乖巧听话的纯血坐骑吗？很纯哦。不想。叶宵摇了摇头，神色肃穆。我这样的美人坐骑你都不收，那你想收什么？闻言，青衣少女神色愤恨，气鼓鼓的道：想收被黑暗种族侵占的道州疆域，人族故土。此时叶宵语气虽然平静庄严，却丝毫没有推开少女的意思。末了，他突然伸手拍了拍青衣少女的小脑袋，语重心长地道：你人虽然不大，但是思想也挺龌龊的。你……这一次，青衣少女终于按耐不住心底愤恨，直接挣开叶宵怀抱，逃似的消失在了古林尽头。试探我？叶宵冷哼一声，这才迈步朝着叶家族地而去，开玩笑：我叶宵天生专情，经得起任何考验。我发誓，我永远钟爱18岁，皮肤雪白，浑身滚烫的姑娘。噗嗤！与此同时，仙皇宫中，顾明月听着青衣少女的话，白皙绝美的俏脸上突然绽出一抹浅淡温和的笑意。明月你还笑？青衣少女银牙紧咬，显然是不曾想到叶宵居然如此正经，简直令人发指。他是正统者，你真以为你能在他面前隐藏修为妖身？顾明月摇了摇头，眸光悠悠。无论如何，他还是能感觉到这一世的叶宵与上一世有些不同。他不确定这种不同究竟是装的还是真的。时间流逝，2日之后，叶家族地上空再度有雷云聚拢，道纹起伏。只见一尊大道法旨徐徐显化，垂落下亿万神纹。这是天道异象，叶家又他妈出现天道异象了。整座圣州顿时传来阵阵惊哗声。所有仙宗仙主、不朽教主看着叶家族地的方向，脸上早已没有太大的波澜，像是已经习惯了。而此时，叶宵寝殿之中，只见他丹海处一枚白玉灵丹嗡鸣旋转，演化山川和月，混沌鸿蒙，太上筑基丹。终于在叶宵成功融合了这枚无上仙丹后，他的境界成功踏出魂海9重，突破到了神轮层次。丹海化神轮，天地一浊清。更令叶宵惊喜的是，在太上筑基丹的酝养下，他的丹海神轮竟呈现出一种金光色彩，雾霭蒙蒙，其中一缕缕混沌气升腾翻涌，无边无尽，浩瀚无垠。这是混沌神轮。混沌神轮，顾名思义，这道神轮可在丹海中孕育混沌之气，推演混沌丹海，灵力无尽。同境之下，混沌神轮中蕴藏的灵力将是寻常天骄的10倍甚至100倍。既然如此，那就让3000道州更震惊一些吧。叶宵咧嘴一笑，双手猛然一握，而他丹海中的混沌神轮顿时旋转嗡鸣，将那一枚太上筑基丹中的灵力尽数吞噬。轰隆隆，天地万里，神雷奔涌，山川、仙阙、真龙、大黄交替起伏，在眼乾坤。而叶宵的境界也在此时陡然攀升，神轮1重，神轮2重，神轮3重，神轮4重，神轮7重，直到他的境界突破到了神轮7重，方才逐渐稳固了下来。即便如此，叶宵丹海中的那一枚太上筑基丹仍旧未曾被完全吞噬，仅仅被融合了1/10的灵域。可他该出去了，因为7日时间已到。姐，娘子，我来了哦。第一，
恭喜宿主赠予天命之女神隐身法，获得万倍返还奖励。太清游龙部至尊法。照例，叶宵直奔先皇古巢，送完造化后根本没有半句废话，直接返回了叶家族地，再次闭关修行，留下顾明月一脸懵逼地站在大殿中，道心凌乱。他恨不得叶萧辱骂他，鞭挞他，像上一世那样伤害他，这样等到他涅槃印封印破除，就能毫不犹豫地将他捏死了。偏偏现在的叶萧对他无微不至，不离不弃，很难让人看到那个魔头的影子。接下来的半月时间，叶萧总是在7日之时准时前往先皇古巢，赠予顾明月各种灵宝法器，而他也同样在这位至尊女帝身上薅到了更为恐怖的机缘。星辰法袍、太清游龙步、虚空神符，有了这些保命的底牌，叶萧也算是在反派这条道路上稍稍站稳了脚跟，最起码不至于出去混个副本，装个逼就被天命之人把头儿打爆，完结撒花了。B， 恭喜宿主成功赠予天命之子元魔炼体术，获得万倍返还奖励。神魔不朽经至尊法。就在此时，叶萧耳畔突然传来一道系统提示音，而他魂海中顿时浮现出一尊万丈神魔法像，澎湃着最为精纯的力量波澜。神魔不朽经。叶萧眸光颤动，脸上露出一抹由衷的笑意。如今看来，他那个便宜弟弟叶凡应该已经进入了神秘山村，开始为接下来的复仇努力修行了。而叶萧只需要耐心等待，等到他彻底恢复修为，出现在叶萧面前时，就可以动手好好教训教训他了。臭弟弟嘛，不就是用来打的？随着叶萧闭目凝神，将这一尊神魔法相融入血骨肉身，顿时感觉一股恐怖的巨力充斥着他身体的每一处。按照这门至尊法的记载，人体内总共有40万亿细胞，而神魔不朽经可以在每一个细胞中凝聚一枚神魔粒子，一枚神魔粒子蕴含的力量就达到了恐怖的万斤之力。一旦此经大成，叶萧就相当于拥有40万万亿的神力，真正的力破万道。接下来的3日时间，叶萧始终在寝殿中修炼神魔不朽经，借助太上筑基丹中的灵力，他体内的神魔粒子很快就达到了1000之数，相当于拥有了1000万斤的巨力。这样的力量足以媲美大成境巅峰，根本不是当代之人所能抗衡的。当，就在此时，叶家族地上空突然传来了一道钟鸣之声，霞光万道，神岚起伏，顿时间整个叶家就彻底陷入了沸腾。九脉长老族人纷纷走出神宫大阙，朝着叶家神殿汇聚而来。今日是叶家神子之战，9大序列传人都将有机会争夺神子之位，而一旦有人坐上这个位子，就将成为叶家下一任族主继承者，得到叶家9脉的全力支持。虽说叶家鼓励9脉序列争斗，从而挑选出最强的一位传人，可叶家神子却是真正的众望所归，承在叶家荣辱。开始了吗？叶萧缓缓起身，舒展了一下筋骨，朝着殿外行去。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得到神子之位后，他不仅能够前往神子洞府修行，还会传承叶家至宝上古镇魂石。此时他已经有些期待，这件宝物万倍返还后将会是何等恐怖的机缘。与此同时，先皇古巢，只见顾明月端坐在书案前，手捧古卷，眸光却不时看向殿外方向。这1月时间，他已经完全掌握了叶萧的行踪规律。这家伙每隔7日便会降临地宫，给他送些灵材造化。在完全炼化了那一枚8品造化丹后，顾明月惊奇地发现，他涅槃印上的封印居然逐渐松动了，而他的修为也因此恢复到了神伦境界。按理说，今日已经是7日时间，偏偏叶萧迟迟未曾出现，他去哪儿了？难道是因为这1月来顾明月并未给他任何回应，他放弃了？顾明月放下手中书卷，美眸中隐有一丝淡淡的幽怨。明月，你没去叶家？就在此时，大殿之外突然传来一道婉转空灵的女声。只见那位青衣少女迈步走来，一脸诧异地看着顾明月。作为先皇古巢的护国神兽，清渊看着稚嫩，实则已经万岁了。叶家，我为何要去叶家？顾明月黛眉轻蹙，语气漠然地道：今日是叶家神子之战，你作为叶萧的未婚妻，难道不应该关心关心他吗？清渊朝着顾明月挑了挑眉毛，言辞揶揄地道：神子之战。闻言，顾明月俏脸一愣，原本心底的那一丝愤恨逐渐消散了。原来如此吗？神子之战关我何事？我巴不得他被其他叶家序列打死呢。哦，那你这是？清渊看着那朝着殿外走去的顾明月，大大的眼睛里满是困惑。中央圣州近日好像有秘境现世，我去看看能否得到一些机缘。话落，顾明月玉足轻点，黄衣震荡，踏入一尊白玉灵辇中，朝着叶家方向而去。叶家神殿，随着一尊尊恐怖的气息降临，浩荡的灵机升腾而起，风云震荡。叶家9脉9大族老境界皆在斩道境之上，甚至
叶家任何一脉的底蕴都不弱于一方仙宗古族。奈何自从叶家上一任族主，也就是叶萧的父亲云游诸天之后，叶家九脉就始终未能挑选出一位九脉共主。这一次神子大典，如若有人能坐上神子之位，势必能令叶家重振长生之威。嗡！就在此时，叶家族的突然有星光大盛，一颗颗星辰升腾而起，照耀诸天。其中一位身穿银白战铠、面容冷毅的青年迈步走来，脚踏星河，光彩熠熠。叶星辰，叶家第9序列，身怀星辰道体。呵呵，星辰，看来你的修为又有精进啊！还不等叶星辰身影落地，又听一道温和谦逊的笑声自远处大殿传来。另一位身穿灰衣、手持羽扇的儒雅青年摇头一笑，举止大方。他的身外隐有一缕金色灵气浮沉，演化山河日月，玄妙莫测。叶家第8序列，叶如，天生浩然正气，万邪不侵。陆续的又有2位叶家序列现身神殿，令这片天地的气氛彻底沸腾起来。其中一人头顶大黄法香，容颜清丽，正是叶家第7序列叶青黄，古黄血脉。另一位则是一位神色阴沉、身形消瘦的青年，一条手臂散发着灼目璀璨的圣辉。叶家第6序列叶浩，天生圣骨。这些人每一个都在圣州大地有着赫赫威名，凌驾在仙宗圣子、大教传人之上。可在叶家，他们却只能排在第6序列之后。嗡！天地间突然有道音震荡，只见一朵朵大道神莲徐徐绽放，涌现出无穷神辉。叶萧一袭白衣，温婉如玉，自叶家族的深处迈步走来。这一刻，天地失声，万籁皆寂。所有人看着那一道白衣束发、鲜颜无双的少年，眼底皆是一抹浓郁的忌惮与崇拜之色。叶家第1序列叶萧，作为叶家最妖孽的天骄，叶萧3岁踏仙途，10岁聚灵宫，18岁便已是魂海9重的无上妖孽。他的境界或许不是叶家序列中最高的，但他的天赋与修行速度却令一众叶家长老、老祖叹为观止。先皇古朝，故女地道。与此同时，叶家之外同样传来一道低沉喝声，钟鸣震荡，天地无光。一众叶家族人眸光微凛，纷纷抬头看去，眼眸骤然一凝。此时他们看到一道红衣绝世的身影翩然而落，出现在了众人视线之中。那一张白皙冷漠的仙颜，惊如天人。青罗发髻，凤眸深邃，琼鼻挺立，带着天生的雍容与尊贵。顾明月矗立虚空，衣袂飘飘，气质出尘超脱，又带着几分令人惊悸的帝仪，绝世而独立。此时他的神情很是平静，可心中却泛起无尽波澜。眼前的山河大殿，一草一木，他再熟悉不过了。上一世他仰慕叶萧，爱至骨髓，时常会来叶家。叶战天爷爷对他极好，时常送他一些灵宝神材，无微不至。可先皇古朝位于天玄道州，与长生叶家的底蕴尚有差距，自始至终叶萧都对他极为冷漠。越是如此，顾明月才越发刻苦修行，想要得到他的认可。这种卑微非但没有令叶萧满意，反而愈发厌恶。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顾明月才终于明白，这位叶家神子自始至终都只是在利用他而已，将他天赋耗尽，仙朝底蕴耗尽，一步一步站上了圣州之巅。最终大婚之夜，叶萧更是施展魔功，将他肉身神魂尽数吞噬，成就仙道之巅。明月，你怎么来了？就在顾明月恍神之时，叶萧的身影突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语气轻柔，一如初见。有那么一瞬，顾明月心底竟生出了一丝暖意。明月多么亲昵的称呼，他曾经梦寐以求的认可。只是很快，他就被这个想法惊出了一身冷汗，脸色逐渐冰冷了下来。我路过叶家，过来看看叶爷爷。还不等顾明月话音落下，就见叶萧突然伸出一只手掌，轻轻握住了他的玉手。顿时间，顾明月身躯都僵硬了下来，俏脸上腾起一抹烟霞。无论前世今生，他从未与任何男子有过肌肤之亲，尤其是叶萧，始终与他保持着一段无法逾越的距离。可今日叶家神子大战，九脉族老族人皆在此地，叶萧却主动伸手牵起了他的手掌。这一刻，顾明月竟有一种极不真实的感觉，盯着叶萧那一双深邃漆黑的重瞳，道心轻轻颤动。万众瞩目，执子之手，这是他上一世渴望而不可求的尊重与认可，亦是他道心最深的伤痕。难不成他发现了我身上的秘密？顾明月深吸了口气，强行令自己冷静下来。在没有完全弄清楚叶萧的目的之前，他绝对不能再轻易相信这位叶家神子了，否则他的下场很可能比上一世还要凄惨。明月，你能来我很开心。叶萧神色温和，似乎并未察觉到顾明月的异样，与他一同走向神殿，来到了一众叶家族老，
长老之前，宛如一对神仙眷侣，羡煞旁人。呵呵，明月女帝。叶战天颔首轻笑，此时他终于明白为何叶萧拒绝退婚了。以顾明月的美貌，不愧为3000道州第一美人。可惜如今她修为尽废，否则与叶萧的确是天造地设。叶族主，各位族老。顾明月先言轻冷，不着痕迹地抽回那一只被叶萧牵着的手掌，微微躬身道：既然叶萧少主到了，那神子大战就此开始。叶家二脉，族老叶青山踏前一步，语气低沉地道：叶萧少主，你应该了解神子之争的规则吧？叶萧轻轻颔首，脸上并不见太多波澜。叶家9脉9大序列，想要成为叶家神子，就必须要战胜其他8位序列之人，或是得到他们的臣服与支持。既然如此，叶萧少主，请。随着叶青山退到一旁，将整个大殿广场让与叶萧。顿时间，整个叶家的视线统统落在了这位叶家第1序列身上。而叶萧的眸光也是逐一在叶星辰、叶如等人身上掠过，清俊的脸庞上忽然扬起一抹温和灿然的笑意。一个一个暂时再无趣，你们一起上吧。什么？听到叶萧所言，无论是叶家9脉族老，还是叶星辰这些当代序列，脸上皆浮现出一抹震撼之色。一起上吧？叶萧疯了吗？他虽然是叶家第1序列，但也是沾了主脉传人、族主嫡子的光。对于叶萧的天赋，叶家无人质疑，可被称为叶家序列的，谁又弱呢？唯独顾明月神色漠然，似乎早有预料。他是此地唯一知晓叶萧底细之人，这个家伙不仅觉醒了众同，还在神子大战前偷偷挖了一位叶家庶出之人的至尊骨。如果顾明月所料不错，当日叶家的意向就是叶萧融合至尊骨引来的众同、至尊骨，这2大无上天赋，足够叶萧横推当代，无敌之资。萧儿，你的意思是？叶战天喉咙滚动，眼底同样有所惊悸。叶家神子只能是我，只配是我，你们只配遥望我的背影。叶萧语气平静，白衣凛冽，尽显霸道。男人嘛，不就3个爱好吗？第1，装个逼；第2，漂亮娘们儿；第3，在漂亮娘们儿面前装个逼。更何况他想要得到叶家9脉的认可，就必须要用最直接霸道的方式碾压其他8位序列之人。毕竟这世上的忠心都是打出来的。狂妄！叶星辰、叶如等人对视一眼，直接踏步出现在了叶萧身前。下一刹，两人身外皆有灵纹缭绕，气息逐渐沸腾。可就在他们催动灵力酝酿底牌之时，却见叶萧双手紧握，直接横砸而下。轰隆隆，可怖的力量波澜宛如惊涛骇浪，轰然砸落。叶星辰头顶刚刚浮现的一颗星辰更是瞬间炸裂，整个人直接坠落在地，浑身骨骼尽碎。与此同时，叶如脸色巨变，刚欲迈步向前，却见叶萧眼中神纹交织，宛如2轮9天神旋，旋转嗡鸣。下一刹，叶如所在的整片虚空就彻底扭曲了下来，时光停滞，万道消磨，而叶萧的身影竟如鬼魅一般，脚下游龙乍现，一步跨越虚空，出现在了叶如头顶之上。咕噜，这一刻叶如头儿都麻了，嘴唇颤抖，轻声说道：神子，别打脸。噗嗤，叶萧一脚踏下，直接踩在了叶如脸上，将他踹飞出了100丈距离，挣扎片刻后再无一丝动静。叶萧！就在此时，叶浩却找寻时机出现在了叶萧身后，而他那一只金光璀璨的手臂上更是有圣纹缭绕，宛如一条黄金臂，神圣浩荡，印在了叶萧后背之上。当，还不等叶浩脸上的狠辣散去，就一点一点凝固了下来。此时他看到叶萧身外白衣上突然泛起一缕氤氲星光，而他的圣骨威势竟顷刻间荡然无存，根本未能对叶萧造成任何伤势。这就是你的倚仗，一根圣骨。叶萧缓缓转身，一把握住叶浩的那一条圣骨手臂，神色平静地道。顿时间，叶浩眼中就闪过一抹真正的恐惧。此时他有一种感觉，只要叶萧稍稍用力，就能将他圣骨捏碎，彻底废掉。神子，我错了。咔嚓！就在叶浩话音落下之时，却听一道清脆的断骨声悄然响彻，而他那一只缭绕圣辉的手臂直接被叶萧生生捏碎了。啊！痛苦的哀嚎声顿时响彻了整个叶家族地，震慑人心。你的态度我很喜欢，但你的错要付出代价。叶萧随手将叶浩丢到了一旁，像是在丢一件垃圾，而他的眸光也渐渐落在了叶青黄身上，顿时令这位叶家娇女身躯颤动，双腿紧绷，像是在努力克制着什么。万众瞩目下，叶青黄突然深吸了口气，恭恭敬敬地朝叶萧跪了下去。神子，我乃古皇血脉，可化凤凰真形，如果神子愿意的话，可以骑我。天地俱寂，此时所有叶家族老族人的脸上皆是一抹浓郁的震撼。仅仅一刹，
4大序列，3废1贵。叶萧的狠辣强势，非但没有令这些叶家族老心生愤恨，反而无比激动。叶家神子这个身份就注定将会引来无数嫉恨、挑战以及仇视。如今的叶家早已隐世许久，九脉离析，圣州大地有很多势力并不愿看到叶家再有神子出世。若无这份狠辣，这条神子之途势必会凶险重重。没有施展至尊骨吗？人群中，顾明月黛眉轻蹙，看向叶萧的眼神愈发忌惮了。他突然发现，这一世的叶萧不仅心思更深邃了，实力也更强了。不过，唯一没变的是他这份狠辣残忍的心性。哼，本性难移。哈哈哈哈，牛逼！就在此时，叶家深处突然传来一道大笑声。只见一道高大壮硕的身影从天而降，宛如一颗流星般砸落在了大殿之前。轰隆隆，顿时间，大殿前的青石广场就被生生踏碎了。无尽的烟尘中，一位皮肤黝黑、宛如小山般的身影迈步走来，一张方正威严的脸庞上是一抹狂妄霸道的笑意。叶萧，我跟你打。叶萧眉头轻挑，缓缓点了点头。叶家第5序列，叶苍，苍天霸体传人。据说叶苍的肉身战力仅次于叶家第2序列，只是他性格过于莽撞，才被排在了第5序列。叶萧，我知道你重瞳很强，灵宝众多，但是今天我只跟你比肉身力量。叶苍咧嘴一笑，抱着膀子，丝毫没有在意周围一众族老眼中的无奈。不然，你就算赢了我，我也不承认你的神子身份。好。令在场一众族老诧异的是，此时叶萧竟点了点头，同意了叶苍的无理要求。虽然叶苍脑子不太好使，无赖一个，但他的苍天霸体却是3000道州公认的力量巅峰。况且这家伙早已踏入神轮境，比叶萧早了整整10年。叶萧想要凭借肉身力量碾压他，很难。哈哈哈，痛快！叶萧，你今日要是赢了我，我给你当狗。你他妈可别说话了，赶紧打吧！大殿之前，叶家5脉族老叶仲阳拍了拍额头，绝望咆哮道：轰隆隆！闻言，叶苍冷哼一声，双手猛然一握，在其头顶，一方苍穹轰然坠落，其中似有一尊古老的战影踏临诸天，凌驾实地。叶萧，我也很吊的。叶苍咧嘴一笑，头颅之上突然覆盖起一层金色的鳞片，在其额头，2根金色的龙角蜿蜒而出，紫色的气血轰然沸腾，而他的2只手爪更是化作白虎之形，锋芒无限。这一幕顿时引来周围一阵惊哗声，而叶仲阳老脸上也是露出一抹得意之色，不着痕迹地看了一眼远处苍穹。苍天霸体9大神形，叶苍虽然脑子不好使，但霸体天赋却是万古独一。如今他仅仅神轮之境就演化了龙首、虎爪2大神形，未来可期。一拳解决你！随着叶苍话音落下，他那一只硕大的拳印上顿时喷涌出紫色血芒，霸势非凡。苍天霸体霸拳，下一刹，叶苍一拳盖压，宛如10万山岳从天坠落。这一拳还未落下，整座白玉广场就被碾压出无数裂痕，触目惊心。霸拳！叶萧仰头看着那从天坠落的叶苍，眼底并不见一丝波澜。这叶苍莽是莽了一点，但却不傻，一出手就是霸体霸拳，底牌尽出。当然，以叶萧的实力，只要施展太清游龙步，就能轻易躲过这道攻势。可这一战，他并非是为了取胜，而是为了震慑叶家9脉。嗡！一念至此，叶萧那一条手臂上同样有辉光点亮，在其体内1000神魔粒子齐齐发出颤银，将虚空震荡模糊。在一众叶家族老、年轻族人震撼的眼神中，他同样一拳探出，迎着叶苍怒灌而去。轰隆隆，天地震荡。此时众人看到叶萧背后的虚空中竟裂开一道诡异的裂痕，其中似有一尊神魔法相矗立，足足万丈，从中探出了一只缭绕着亿万符文的手掌。当2人拳印碰撞的一刹，那一片天地都在破灭，而叶苍脸上的霸道几乎瞬间呆滞了下来，嘴唇颤动，欲言又止。谁赢了？叶家上下所有人的眸光都汇聚在了虚空中那2道交错的身影之上。可随着一道清脆的断骨声传来，众人脸色骤然大变，而叶苍的身影更是从天砸落，坠在了一众叶家族老身前。此时他那一条探出的手臂早已扭曲破碎，血骨淋淋。这一刻，整个叶家再度陷入了死寂。败了！堂堂苍天霸体，叶家最强肉身，居然被叶萧一拳打碎了手臂，怎么可能？叶苍神色茫然，缓缓起身，看着那一条垂在一旁的手臂，轻轻咽了口水。先学2声狗叫我听听。远处广场，叶萧白衣潋滟，负手而立，眼神中是一种睥睨天地的漠然。闻言，叶苍牙关紧咬，怒声嘶吼，
我还没输。够了！就在他脚步迈出，欲要朝夜宵奔掠而去时，天穹上却突然传来一道沉喝声。只见一道苍老壮硕的身影踏步走来，出现在了众人身前，拜见伏天老祖。众人眸光颤动，朝着叶伏天躬身拜下。而这位叶家初代霸体，则是冷冷看了叶苍一眼，还嫌不够丢人吗？话落，他径直迈步走到了叶萧身前，恭恭敬敬拜了下去。叶家九祖叶伏天拜见神子。这整个叶家轰然震荡，所有叶家之人，上至族老，下至当代青年，脸上皆是一抹浓郁的震撼与不可思议。圣人俯首，哪怕叶萧天赋再强，成功坐上神子之位，又如何配得圣人俯首？自今日起，叶萧为我叶家神子，九脉之主，我叶家将倾注一切资源，助神子踏临大道之巅。若有阳奉阴违者，诛十族，除族谱，斩轮回。随着叶伏天话音落下，叶家族的落针可闻。所有人看着那一位白衣出尘、气质温婉的年轻神子，皆是心神震荡，由衷敬畏。就连顾明月此时看向叶萧的眼神中，都有一丝淡淡的复杂之色。那年18，意气风发，而且这不仅是我的意思，也是其他诸族的意思。什么？闻言，一众叶家族老神色愈发肃穆，纷纷朝着叶萧躬身拜下，拜见神子。叶家诸祖复苏，从此刻起，叶家再无九脉，只有一族。神子，明日我将开启叶家祖地，由你率领叶家序列，闯圣路，成雷伐，祖气贯体。叶伏天声如洪钟，震荡苍穹。只见他手掌轻挥，一枚古老的石印自祖祠方向升腾而起，绽放出万丈魂光。镇魂石，阵阵惊华响彻天地，所有叶家族人眸光颤动，浑身血脉都在沸腾。这枚魂石乃是叶家祖传之物，是曾经叶家那位大帝先祖所留，别誉为3000道州10大神宝之一。据说此石是盘古开天辟地时劈落的一枚9天仙石，能镇压一切邪魂妖魄，万鬼不侵。同时它也是叶家神子的身份象征，万载间始终被供奉在祖祠之中，享受九脉香火。今日叶萧盖压当代，成为叶家第11任神子，自当魂石护体，我道无敌。嗡！随着叶伏天手掌轻挥，那一枚魂石顿时从天而降，宛如一颗七彩的流星，坠入了叶萧手中。拜见神子。叶家族地万千族人此时皆是躬身跪拜，共朝一人。多谢老祖。叶萧低头把玩着手中魂石，眼底隐有一丝狡黠笑意。只见他忽然抬头看向顾明月，径直朝他走了过去。如今明月修为尽失，这枚镇魂石就暂且借你防身用吧。话落，叶萧直接将那一枚叶家传承之物递到了顾明月手中。什么？闻言，不仅顾明月愣在了原地，就连叶伏天、九脉族老都是瞪大了眼眸，狠狠咽了口水。而叶青黄等一众叶家娇女更是小唇微张，逐渐湿了眼眶。那可是镇魂石啊，3000道州最顶尖的造化神物。如今叶萧神子竟当众将其赠与明月女帝，只为护她安稳。叶萧，顾明月眸光震颤，一时竟有些恍惚。这枚魂石即便在上一世中也是叶萧最强大的底牌，助他镇压了无数年轻至尊难不成他是在故意试探自己？那明月就却之不恭了。顾明月红唇轻抿，伸手将镇魂石接过，眼神漠然地观察着叶萧脸上的神色。可自始至终，这位叶家神子都没有表现出一丝惊讶或是愤恨，顿时令顾明月彻底陷入了茫然。算了，这礼物太贵重了，叶萧神子还是收回去吧。在我眼里，这世上的任何造化都没有明月的生命贵重。叶萧摇了摇头，神色真挚地道：毕竟顾明月只有活着，他才能源源不断地薅啊。哥，这一刻叶家族的歌声一片，狗吠四起，死好像突然吃饱了呢。大家都散了吧。叶伏天与叶战天对视一眼，赶忙挥手驱散了广场上的众人。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接下来该干什么？怎么干？不用我多说了吧。年轻人血气方刚，这不得一日一夜啊。第一，恭喜宿主成功赠送天命之女叶家传承之物镇魂石，地气，获得万倍返还奖励。太初祖符，仙气。太初祖符可熔炼9大地符，蜕变开天辟地第一混沌古堡，无视境界，镇压一切进入宿主魂海的神魂。9符归一，将揭开宿主与万化魔体的宿命因果，开启诸天大事。听到耳畔的系统提示音，叶萧眼眸微凝，隐有深邃。一件仙气。纵观3000道州无数纪元，他也未曾听说有仙气降世。而且这枚太初祖符居然能蜕变混沌古堡，与万化魔体的宿命因果有所牵扯。诸天大事。这一刻，叶萧突然意识到，他融合系统觉醒万化魔体似乎并非偶然，更像是一种使命，
关乎着3000道州与叶家的未来。这种感觉就好像无形中有一只黑色的大手在掌控着他的命运。夜宵神子这枚镇魂石，顾明月皱着眉头，直到此时他还是无法理解夜宵为何会将他保命的底牌送给自己。如果说之前这位叶家神子送他灵宝造化是别有所图，缠他身子，可这一枚镇魂石的价值很难用造化衡量了，这简直相当于多了一条命啊！你就安心炼化吧，我不是说了吗？借给你的，等你修为恢复了再还给我。叶宵摆了摆手，脸色已经恢复了平静。等我修为恢复？顾明月眸光轻颤，心底轻叹了口气。叶宵，如果你知道我修为恢复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你是否会后悔现在送给我的这些造化神物呢？夜宵神子，时候不早了，我也该回去了。夜宵摇了摇头，忽然伸手握住顾明月的玉手。明月，今日天色已晚，不如明日再走吧。明日。闻言，顾明月身子一僵，尤其是夜宵眼中的那一丝深邃，更是令他心底刚刚生出的一丝愧疚荡然无存。放开我！这一刻，顾明月整个人突然变得冷漠至极，逐渐明白了夜宵的险恶用心。如今他修为尽失，在夜宵眼中毫无威胁，他能送给自己镇魂石，自然能轻易将它拿回去。嗡！一念至此，顾明月根本没有丝毫犹豫，周身隐有灵辉浮现，符文凝聚，朝着夜宵怒应而下。明月，你修为恢复了。夜宵惊呼一声，眼底却不见一丝波澜。从他看到顾明月的第一眼，就察觉到了这位先皇女帝气息的变化。不仅如此，在他的重瞳威能下，他还看到了顾明月的逆天资质。先天道胎，半生9天玄牝体，其中先天道胎已经是3000道州至强天赋，孕育先天之气。而9天玄牝体，如果夜宵没有记错的话，这应该是9天实地最顶尖的双修体质。只要夜宵能帮顾明月觉醒先天道胎，就能助他觉醒玄牝之体，日后就能开辟另外一种简单快乐的修行方式了。1、2、3、4，换个姿势。看来明月你瞒了我很多事情啊。夜宵别有深意地看了顾明月一眼，下一刹，他身外同样有灵纹起伏，众瞳中光华大盛，一股更为浩荡恐怖的神轮威压垂落下来，直接将那一片虚空禁锢了。你的境界。顾明月眼眸圆瞪，还不等他继续挣扎，就被夜宵拦腰抱起，朝着足的深处掠去。夜宵，你干什么？放开我！此时顾明月真的慌了，原本他还以为凭他现在神轮一众的境界，就算不是夜宵的对手，自保足矣。可他实在没想到，夜宵的修为竟然突破得如此之快。上一世，顾明月时常期待与夜宵打破那一层隔膜，真正融为一体。可现在的他早已对夜宵失望透顶，只剩恨意，又怎么可能允许自己的肉身被他玷污？干什么？夜宵神色清冷，仿佛又恢复了上一世的冷漠。长夜漫漫，还能干什么？夜宵，你无耻！放开我！顾明月银牙紧咬，奈何他越是挣扎，夜宵手臂反而越用力了。夜宵，你弄疼我了，这点疼算什么？待会我会让你更疼的。听到两人之间的争吵，叶家神殿、叶福天等一众叶家族老脸上顿时露出一抹玩味之色。年轻人，血气方刚啊！恐怕明日一早，射在顾明月脸上的就不仅是阳光了。嗡！直到夜宵身影从天而降，落在了叶家后山一处封印之地，直接迈步走了进去。这里像是一片世外净土，乃是叶家神子独有的修行洞府。灵霞升腾，混沌之气流转而开，仿佛天地初开，日月同眼。可怖的道韵演化成一尊尊祥瑞之象，钟灵毓秀。大道宝药，万年参枝遍地都是，更有一些外界难得一见的仙葩，绽放出9种不同的色彩。而在洞府中央，则是一汪仙池，其中流淌的尽是上古宝血，9天玄液。一瞬间，顾明月就感觉他浑身的血脉都在沸腾，就连涅槃印都有了松动的迹象。这是我叶家的上古仙池，叶家神子独有的修行秘境。叶宵深深看了顾明月一眼，眼底是一丝淡淡的失望。叶宵，你……这一刻，顾明月只感觉心神颤动，突然有所恍然。所以，你让我明日离开叶家，其实是想带我来此疗伤，不然呢？叶宵轻叹了口气。顾明月，我在你眼里究竟有多无耻不堪啊？顾明月玉手紧握，心底第一次生出了一丝紧张，尤其是叶宵眼里的失落，竟令他感觉到了一丝愧疚。叶宵，这一次是我误会你了。这一次，顾明月，你似乎误会我也不止1次2次了。叶宵忽然俯身，看着眼前那一张白皙绝美的脸庞，你打算怎么补偿我？叶宵，你不要太过分。既然我在你眼里是这么无耻的人，索性今日我便无耻一次。话落，叶宵做事就要吻下，顿时吓得顾明月身躯扭动，波澜乱颤，俏脸上隐有红霞升腾。
你说吧，怎么补偿？只要不是太过分的话。哦，那叫声夫君来听听。第一，天命之女第一次向宿主妥协，奖励宿主可观看她宿命一角。夜宵，你做什么？红烛罗帐，软塌相防。顾明月头戴凤冠，青狮粉黛，美艳不可方物。此时他脸色惊恐，眼睁睁地看着夜宵一只手掌插入了他丹海之中，将他的先天道胎生生挖了出来。顿时间，房中就有魔气翻涌，像是一方万古魔域，朝着顾明月身上的每一个洞孔侵蚀而去。夜宵，你想要我的先天道胎，其实你可以告诉我的，为什么要这样对我？顾明月眸中雾水升腾，凄楚而绝望。仅仅一刹，这位先皇女帝至尊强者的身躯就被腐朽成灰。夜宵，你不要太过分。随着顾明月一声沉喝，夜宵眼前的宿命场景顿时消散一空，而他也终于明白了，为何无论他如何努力，都未能减少顾明月对他的戒备与抵触。大婚之夜，活挖到胎，这不是畜生吗？这不是。最关键的是，上一世的夜宵同样修炼了魔道法诀，如今他想要改变顾明月的观念，就不能一味遮掩万化魔体，吞天魔功，而是要想个办法让顾明月接受这个秘密过分。看来明月并没有意识到你对我的伤害，我对你的伤害。顾明月银牙紧咬，眼看夜宵就要强行吻下，当即咬牙切齿地道：夫君，现在可以放我下来了吗？扑通，夜宵摇了摇头，直接抱着顾明月迈入了仙池之中。嗡，一缕缕大道气息扑面而来，雾霭升腾，将两人身影笼罩。一瞬间，顾明月身上的衣衫就被仙液浸湿，紧紧地贴在身上，勾勒出惊人的轮廓。这方仙池中的道韵浓郁，应该对你的伤势有所帮助，静心融合吧。夜宵低头看着顾明月胸前波澜，一本正经地道。夜宵，顾明月神色愤恨，从夜宵怀中挣扎而出，眼看就要彻底爆发了。我要修炼了，请娘子不要打扰我了。话落，夜宵直接盘坐下来，浑身血脉发出震耳的轰鸣。在其身后，一尊神魔虚影轰然凝现，疯狂吞噬着此地的道法本源，而他体内的神魔威力更是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攀升。1000、2000、3000威力，足足3000万斤神力。这样的肉身力量，别说当代之人，就算大成巅峰强者不小心挨上一下子，也会被瞬间打爆。哼！顾明月深吸了口气，勉强压抑下心中愤恨，同样走到仙池一畔，盘坐了下来。系统太初祖符融合。与此同时，夜宵魂海中一枚金色的神符凭空显化，像是一轮万古的神日，绽放出灼目的光华。这一刻，他的整片魂海都像被这股金光充斥，神性盎然，固若金汤。时间流逝，当夜宵眼眸睁开，一双重瞳中顿时有金光迸射，斩灭天地，而他的眸光也是逐渐落在了身前那一道曼妙挺直的倩影之上。此时顾明月正襟危坐，身形更显凹凸，一双白皙修长的玉腿完全裸露在衣裙之外，细腻无瑕，宛如白玉般散发着莹莹辉光。青丝沾黏在额上、颈上，有种说不出的妩媚妖娆，腰肢不足一握，将上下两处映衬得愈发浑圆。隐隐间，夜宵能嗅到他身上散发出的一种淡淡的幽香，沁人心脾。9天玄牝铁。夜宵喃喃一语，胸前道骨突然爆发出璀璨仙辉，将整座仙池笼罩其中。他的这道先天道骨与顾明月的先天道胎近乎同源。如今夜宵只需借助此处仙池中的道运仙机以及道骨中的先天之力，就能彻底激发顾明月的先天道胎，半生9天玄牝。这样一来，顾明月身上就会留下他的气息，日后无论这位天命之女去往何处，都难逃夜宵感应。作为一个众生者，顾明月一定知晓3000道州诸多的造化秘境，甚至这些秘境的出世时间。那些危险的地方，夜宵又怎么舍得自己这位小娇妻独自前往？结。第二日天色刚亮，整个叶家族的就响起阵阵钟鸣声，仙霞万里。夜宵走出仙池，看了一眼其中仍旧闭目盘坐的顾明月，直接离开洞府，朝着祖祠方向而去。直到他气息完全消失，顾明月睫毛颤动，这才缓缓睁开了眼眸。先天道胎，怎么可能？顾明月眉头轻皱，低头看着自己丹海中的那一道金色道胎，眼底尽是困惑。按照他上一世的成长轨迹，这尊先天道胎是他踏入天机境界，感悟了大道法则后才觉醒的，为何这一世他竟在神轮境觉醒了先天道胎？眼前这方仙池虽然恐怖，短短一夜就令他的境界恢复到了神轮3重，却不足以支撑先天道胎的孕育。难道他的重生真的改变了此界的大道规律？若是如此，夜宵的性格以及生命轨迹会不会？顾明月俏脸一肃，强行压抑下心底杂念。他已经死过一次了，这样的教训还不够吗？嗡！一念至此，
顾明月当即起身，朝着洞府之外行去，悄悄离开了叶家。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这个时间节点，那一座阴虚神墓应该就要出世了。上一世，他也是在这座神墓中遇到了一个来自小世家的少年。这个少年虽然长相普通，可天赋极高，乃是一位圣体天骄。此行他更是在神墓中斩获无上机缘，从此跻身圣州顶尖。只要顾明月能截取了他的机缘，或许就能更快地解开涅槃印的封印了。那个时候，叶宵，我一定要亲手挖出你的心，看看它到底是黑的还是红的。嗡。与此同时，祖祠之前，叶宵眉头轻皱，转头看了一眼神子洞府方向。顾明月如此着急离开，宁愿舍弃仙池中的灵液道玉，显然是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抢未婚妻的机缘应该不叫抢吧？既然人都到齐了，那就准备开始吧。随着叶福天话音落下，在其头顶的虚空中，隐约可见3道古老的身影静静矗立。下一刹，3人同时出手，打落下万道符文，将那一片天地撕开。金色的雾霭开始升腾，只见一条黄金大道从天坠落，道音轰鸣，仿佛太古之时人间的那一条封仙之路，通彻天地。圣路，一众叶家序列眸光震荡，眼底隐有战意沸腾，而他们的眸光也在此时落在了叶宵身上，像是在等待这位叶家神子的命令。其中一道身穿黑衣、容貌清俊的青年，眼中更是澎湃着一股浓郁的战意。祖气贯体，乾坤未定，他要在这圣路之巅9脉之前，亲手将叶宵碾压，夺回神子之位。规矩你们都懂，祖气贯体虽是无上机缘，能够逆天改命，但万古以来，我叶家也只有一人踏上圣路之巅，熬过了长生雷法。叶福天深深看了叶宵一眼，他口中的那个人正是叶宵的父亲，曾经叶家当之无愧的第一天骄，所以万事不可强求。是，老祖。闻言，9大序列包括叶宵眼中战意非但没有一丝削减，反而愈发浓烈了。那就开始吧。随着叶福天话音落下，9大序列中顿时有一位青衫少年迈步走出，脚下剑气轰鸣，宛如一柄出鞘的宝锋，直接朝着圣路踏去。虚空、时光乃至圣路中的阻境威压都未能阻拦下他的步伐。仅仅一刹，他竟攀上100道石阶，从容不迫，是叶玄。叶家第4序列叶玄，玄天剑体，当代剑仙。他的剑道天赋曾引来剑修圣地龙渊剑主的赏识，却被叶玄果断拒绝。用叶玄的话说，他要走一条与世不同的剑路。走！叶苍等人对视一眼，朝着叶宵微微躬身，直奔圣路而去。顿时间，这条黄金圣路之下就只剩下3道身影，除了叶宵，还有一男一女。女子名为叶玲珑，一袭白衣出尘至极，容颜温婉，有种天生的清冷。她的眼眸很是明亮，像是2颗瑰丽的琥珀色宝石，闪烁着动人的光华。青丝洒落，垂至腰间，透露着出尘与超然。相比于这些，叶玲珑最令人着迷的莫过于那一双修长挺拔的玉腿，在白衣下若隐若现，风韵肥美，与纤细的腰肢形成鲜明的对比，甚至比一些天命之人的命都要长些。9窍玲珑心，这位叶家第3序列拥有一颗9窍之心，天资聪颖，任何功法神通观之极物。而剩下的一人则是一位面容坚毅、身材瘦弱的青年，他的身上穿着一件黑色绣云长衫，发丝随意地披散在脑后，身材并不算壮硕，偏偏给人一种极为恐怖的压迫感。叶家第2序列叶晨，在叶宵尚未出世之前，叶晨也被看作是叶家未来的领袖，真正的无敌之姿。他的荒古圣体因其强大的战力被天道诅咒，世代封印，而叶晨却凭借顽强的意志一路崛起，战天骄，拜神子。叶家曾有老祖断言，叶晨只要能打破5道天道枷锁，就将成为叶家万古最强大的天骄，没有之一。如今这位叶家第2序列已经打碎了4道枷锁，距离老祖口中的第5道枷锁近在咫尺。当日若非叶福天突然降临，指定叶宵为叶家神子，其实叶家9脉族老中近一半人会认为叶晨的战力才是当代中最强的。毕竟叶宵觉醒的重瞳天赋很难真正限制荒古圣体的威能，而叶晨的境界可是达到了惊人的神伦9重，年轻至尊。叶宵，我在圣路尽头等你。话落，叶晨的身影顿时如一尊少年真龙，踏入圣路，横冲而上。叶晨还是掉啊！一众叶家族老喟然叹息，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叶福天。之前灵仙老祖夜观天象，以人间浩然卜了一卦。叶福天神色平静，看着那一道金光身影一步一步踏向圣路巅峰，喃喃说道：我叶家此世将有双龙出世。闻言，一众族老眸光微凛，似有恍然。长生真龙，天生地者，如若叶家当真有双龙出世，那岂不是将会诞生2大帝境？只是
叶福天轻叹了口气，苍老的眼瞳中隐有一丝愁绪。灵仙老祖还算道：“我叶家双龙合则无敌于世，分则灭宗屠族。”什么？叶萧神子，您还不准备登圣路吗？圣路之前，叶玲珑红唇轻启，眸光狡黠地看着叶萧玲珑姐：“我们就不用这么客套了吧？”叶萧无奈一笑，叶玲珑这一脉是叶家9脉中最特殊的一脉，他们始终秉承叶族血统纯正，同族婚配。按照二脉族老叶青山的话说，同族婚配诞生返祖血脉的概率最高，所以叶家2脉每一代中几乎都会出现一位天资绝顶之人以及一群智障。而叶玲珑从小就看上了叶萧，对他死缠烂打，百般调戏。嘻嘻，叶萧小弟弟，快让姐姐看看，你长大了吗？一瞬间，叶玲珑脸上的淡然优雅就彻底消散了，一双琥珀眼瞳中是一种毫不遮掩的贪婪。你现在是叶家神子了，姐姐可是对你一片忠心，不信你可以调查我一下。说着，叶玲珑更是双手抱住叶萧的胳膊，在他耳畔吐露芳兰，轻轻磨蹭。玲珑姐，你也知道我订婚了。叶萧轻叹了口气，谁能想到堂堂叶家第3序列，外表优雅冷傲，被圣州无数圣子神子是做梦中神女的叶玲珑，背地里竟会如此反差。订婚怎么了？不是还没成婚吗？再说，就算你成婚了，还不能找几个侍妾？姐姐会很多只，是有空我们深入交流交流。玲珑姐，我们登圣路吧。话落，叶萧揉了揉额头，根本没有给叶玲珑继续张口的机会，直接朝着圣路走去。哼，小叶萧，你躲得了初一，躲得了15吗？早晚姐姐要将你推倒，狠狠咬你。叶玲珑妩媚一笑，整理了下发丝，又重新恢复了往日的清冷。嗡！随着两人一前一后踏上圣路，一股骇然的威压顿时垂落下来，仿佛10万大山同时坠落。只是在叶萧眼里，这样的威压实在不值一提，脚下游龙奔腾，直接越过叶如等人，直奔山巅而去。这般速度顿时引来一片惊哗，直到叶萧身前出现了一尊身穿银铠的高大战魁，他的脚步方才停滞下来。战魁之前，叶璇、叶苍等人皆一脸凝重，迟迟未曾出手。此时他们能够感觉到这尊战魁的境界在神伦巅峰。整个叶家当代，除了已经越过此地的叶晨，恐怕无人能战此魁。叶萧神子，不如我们一众叶家天骄联手，打破这尊首路战魁。叶璇手握一柄青铜古剑，周身剑气缭绕，转头看向叶萧道：“闻言，叶萧摇了摇头，神色漠然地道：“你们算什么天骄？”此时他的眸光越过众人，落在了圣路尽头那一袭黑衣之上。叶家9脉，唯一有资格与叶萧一战的，只有叶晨。这一次，他要为众同证明。叶萧，叶璇牙关紧咬，握剑的手掌不停颤动。以他的剑道天赋，整个圣州从无人敢如此小觑。我不算天骄，我叶璇堂堂叶家第4序列，当代剑仙，在叶萧眼里居然不算天骄。嗡！就在此时，叶萧出手了，只见他一拳砸落，3000神魔粒子轰鸣震荡，一股令人惊悸的力量波澜，直接将虚空打成了齑粉。噗！而那一道银铠战魁的身躯更是瞬间炸裂，竟被叶萧一拳打碎。天地巨寂，所有叶家序列眸光惊恐地看着那一道渐渐走远的白衣身影，眼底皆是一抹浓郁的震撼与不可思议。我不算天骄，就连叶璇此时都是忍不住咽了口水，喃喃自语。以他神伦3重的境界，再配合玄天剑体，斩杀一位神伦5重不在话下。可面对这样一尊神伦巅峰的战魁，他根本没有任何还手的余地。而叶萧仅用了一拳，就叫在场所有叶家序列认清了他们之间的差距。我给你们时间追赶，直至你们遥望不见叶苍，你的肉身力量与神子相比，如何？叶玲珑忽然转头看向叶苍，眼瞳中是一抹迷离与崇拜。原本他还以为叶萧最强大的是众同天赋，如今看来，这位叶家神子的肉身也是邦邦硬啊！这样的肉身强度，1日之间不得3日啊！我，叶苍冷哼一声，神色睥睨，霸势非凡。就在众人以为这位苍天霸体又要装逼之时，却见他忽然仰头看向叶萧的背影，语气低沉地道：“我算什么？我甚至不如神子的一根掉毛。”闻言，不仅是叶玲珑，在场7大序列脸色同时一愣，露出一抹苦涩笑意。这还是他们印象中那个不服天不服地的莽夫叶苍吗？如果叶玲珑没有记错的话，当初叶苍曾与叶晨有过一战，结果叶晨砸碎了他18根肋骨，愣是没换来叶苍一句服软求饶。如今这位霸体传人竟主动将自己比作叶萧神子的一根掉毛。轰隆隆！就在此时，圣道之巅突然传来一声轰鸣，只见一尊金铠战魁从天踏临，
手持黄金战戟，足有数丈。他横立圣路，如同一方金色的山岳，一戟抽出，竟直接将叶辰的身影抽退出了100丈距离。大成战魁，叶辰眸光微凛，抬头看向圣路尽头的9尊白玉蒲团，眼底隐有一丝激动。这9大蒲团代表着9位叶族先祖的祖气传承。据说当初曾有叶家天骄以祖气贯体，圣骨蜕变成了至尊神骨，无敌于世。叶辰想要真正碾压叶萧，夺回叶家神子之位，唯一的办法就是打破荒古圣体第5道枷锁。只是眼前这尊大成战魁战力无双，毫无破绽，哪怕叶辰尝试了数种办法，仍旧无法跨越此地。哒哒，就在他内心沉吟之时，身后突然传来一道低沉的脚步声。叶辰眸光轻颤，缓缓转头，眼眸骤然一凝。此时他看到那一道熟悉的白衣身影迈步走来，径直从他身旁走过，朝着大成战魁走了过去。这一幕再度引来周围天地一片惊哗声。所有叶家族老序列眼中皆是一抹震撼与紧张，尤其是叶福天眉头轻皱，苍老的脸庞上隐有一丝深邃。这尊大成战魁并非单纯是为了考验9脉传人的实力，叶家神子固然地位崇高，可想要真正带领叶家登临圣州乃至3000道州巅峰，少不了其他8脉的扶持与拥护。而这尊大成傀儡根本不是当代之人所能抗衡的，需要9脉传人同心戮力。可看叶萧此时的举动，似乎根本没有要与叶辰联手的意思啊！嗡！随着一声轰鸣响彻，只见那大成战魁再度挥出一戟，朝着叶萧横扫而来。可怖的金辉将虚空压抑出一层层波澜，像是打通了域外。这一戟中蕴含的力道几乎达到了2000万斤的可怕程度，就连一众天机长老眼底都是一抹浓郁的惊悸。就在此时，叶萧众瞳中突然浮现出一缕缕神妙恐怖的光纹，金光璀璨，神性盎然。顿时间，那一片虚空就被彻底定格，而他仅仅伸出了一只手掌，竟将那一尊金色大戟握在了手中。咔嚓，一瞬间，他脚下的圣路就在坍塌，裂痕贯穿。偏偏此时的叶萧纹丝不动，白衣震荡，竟真的凭借一缕眸光挡下了这一道大成攻势。叶萧神子，这一刻，整个叶家死寂无声，无数叶家娇女身躯颤动，不自觉地张开了嘴，唇皆有晶莹流淌。嗡！还不等众人反应过来，就见叶萧眼瞳中再度有光纹流转，宛如2轮纪元漩涡。众瞳，永恒放逐！万丈金辉从天倾泻，浩浩荡荡，蕴含着最为古老恐怖的时光之力。而那一尊大成傀儡所在的虚空，顿时波荡起一圈圈诡异的涟漪，像是打开了一条时空通道。下一刹，他的身影竟然直接诡异地消失在了众人眼前，无声无息。咕噜，天地聚寂，在众人敬畏、震撼的眼神中，那一道白衣身影终于一步踏出，站在了圣路之巅。白衣潋滟，云淡风轻。此时的叶萧宛如一束光，深深插入了叶族众人身心最深处。谁说众瞳不如圣体？渐渐的，众人的眸光就落在了圣路巅峰那一黑一白2道少年身影之上，眼神逐渐热切。叶家双龙，荒古圣体战众瞳。这一战不仅是神子证明之战，更关乎叶家未来10万年格局。怎么可能？叶辰眉头紧锁，看着地上早已没有一丝灵微波澜的战魁，手掌渐渐紧握。此时他的道心同样被叶萧所震慑，以他的圣体之威，尚无法抗衡那一尊大成战魁。可叶萧却只用了一道眸光，就将他彻底禁锢撕碎了。我给你个机会，祖气贯体吧。叶萧神色漠然，语气平静地道。什么？闻言，叶辰眸光颤动，从未被人如此轻视。只是以他现在的实力，的确很难战胜叶萧，唯有解开第5道圣体枷锁。叶辰深吸了口气，径直迈步踏上山巅，朝着其中一座白玉蒲团走去。轰隆隆，天穹尽头突然传来一道恐怖的雷鸣声，只见一道金色的雷霆从天劈落，宛如一条神瀑倾泻下来，顷刻间将叶辰身躯笼罩。下一刹，在所有人目瞪口呆的注视下，叶辰身上的皮肤竟崩裂出诸多的裂痕，鲜血喷溅间，叶辰的惨叫声当即传遍了整个叶家族地。啊！这一幕再度令一众叶家序列望而却步，脸上皆是一抹苦楚惊悸之色。作为叶家第2序列，叶辰的荒古圣体乃是真正的禁忌之体，受天道桎梏。可此时在这道圣路雷罚之下，他却仅仅坚持了3息时间，就险些被轰碎肉身。哎，连叶辰的荒古圣体也不行吗？祖祠之前，一众叶家族老轻叹了口气，眼底皆是一抹失落之色。我不信！随着一道怒喝声传来，叶辰周身突然浮现出9根金色的枷锁，大道轰鸣。此刻整个叶家上空都似有道音响彻，震荡苍冥。咔嚓，
在众人震撼的眼神中，那9根枷锁中竟有4根轰然破碎，而叶晨的气息更是骤然攀升，隐隐有着突破大成的迹象。更可怕的是，在他浑身皮肤上，一道道古老苍茫的神纹开始浮现。山河大岳，古阙神宫，像是一幅纪元的画卷，在叶晨身上徐徐展开。这一刻，整片天地的灵气都在朝着他体内汇聚，与那一片圣路雷伐轰然碰撞。叶萧眸光微凛，抬头看着那一片恐怖的结云，若有所思。叶晨若是无法承受这片雷伐淬炼，恐怕剩下的一众叶家序列更无一人能够承担下来。噗嗤，随着一道闷哼声传来，叶晨头顶的荒古法相轰然破碎，眼看就要被雷劫湮灭。不，只见他眼眸怒睁，经文迸射，眼底是一抹真正的恐惧与绝望。荒古法相已碎，他再无抗衡这道雷劫的力量了。嗡！就在此时，叶晨头顶的虚空中突然探出一只仙兽手掌，撕开层层雷霆，一把握住了他的肩膀，将他从那一道白玉蒲团中拽了出来。顿时间，此地的雷云神罚就诡异地停滞了下来。叶晨喉咙滚动，转头看向身后那一道白衣挺拔的身影，眼底是一抹深邃复杂之色。多谢。叶萧神色漠然，忽然迈步朝着第一道白玉蒲团走去。叶萧，神子。叶晨牙关紧咬，轻叹了口气。这神罚不仅淬炼肉身，还会侵蚀神魂。哦。闻言，叶萧轻轻颔首，并未多言，直接站在了第一道蒲团之上。下一刹，在一众叶族强者序列震撼的眼神中，他竟再度迈步朝着第2道蒲团走去。然后第3道蒲团，第4道蒲团，直到9道白玉蒲团上皆有仙辉亮起，整条圣路的气息突然变得无比暴躁。轰隆隆，天地间雷云聚拢，金色的雷霆在虚空盘踞，像是一尊万古的神龙，正在酝酿一场灭世的劫罚。叶萧在干什么？他同时触发了9大祖气传承9道雷劫神罚。疯了！叶萧疯了！就连叶晨此时眼瞳中都闪烁着一抹浓郁的骇然。以他的荒古圣体，尚且连一道雷罚都难以抗拒，而叶萧此时竟同时引动9劫罚身。不愧是我看上的男人。唯独叶玲珑容颜轻婉，红唇掀起，露出一抹风止妩媚的弧度。轰隆隆，随着第1道金色的神雷坠落下来，整条圣道顿时崩塌破碎了。紧接着，一道道神雷宛如太古的神龙，洞穿虚空，朝着叶萧当头落下。9大雷罚，9重天劫。一瞬间，周围的古灵山岳、楼阁殿宇就被生生破碎了，化作齑粉。而叶萧的身影瞬间就被这股浩荡的雷罚湮灭，消失在了天穹之上。萧儿，叶萧，叶战天等人脸色巨变，刚欲迈步向前，眼眸骤然一凝，像是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物。此时他们看到，在那金色的雷海中，突然有一缕清辉升腾，大道神音此起彼伏，刹那间万千异象遮掩天际。大黄真龙，祥瑞乍现。叶家族地亿万里山河突然有紫气东来，先天道运此起彼伏。其中一道白衣挺拔的身影踏步走出，矗立在万千雷罚之下，浑身道运悠然，法香天地。在其胸膛上隐约有一缕先天道光绽放，镇压玄黄万古。万般因果，尽家无身，统统给我碎！只听一道低沉喝声响彻天穹，那一缕先天清辉悠然澎湃，宛如上苍之光，将那雷云生生撕裂。这一刻，整个叶家再度陷入了沸腾，而叶福天与叶战天更是对视一眼，眼底似有恍然，充斥着无尽的惊喜与震撼。以凡人之躯硬扛9大祖劫。嗡！叶家族地深处突然有一缕浩然真气升腾而起，将诸天封印，万象遮掩。这股气息是8祖。天地俱寂，所有人看着那一道矗立在天穹之上的白衣身影，看着他一袭白衣凛然如仙，脸上皆是一抹由衷的敬畏与虔诚。先天道骨，原来之前叶家那个觉醒了无上天赋的妖孽变数，竟然正是叶萧神子。嗡！与此同时，9道白玉蒲团上突然有仙纹缭绕，祖气复苏。叶家序列，随我一起，祖气灌体。叶萧神色漠然，身影从天而降，落在了最中央的蒲团之上。闻言，无论是叶晨还是叶璇等人，神色皆是一凛，嘴巴渐渐张大，像是大吃了一惊。尤其是叶玲珑，更是激动的全身颤抖，白皙绝美的俏脸上腾起一抹红晕，眸光迷离，像个疯批。这一刻，叶萧在他脑袋里老遭罪了。神子！下一刹，众人根本不敢有一丝犹豫，纷纷迈步走出，端坐在蒲团之上，任由那一缕缕玄妙祖气贯穿肉身，洗髓法骨，载助神通。叶家大势将至。叶福天等人神色激动，看着圣路尽头齐齐盘坐的9大序列，手掌紧紧握拢。这一刻，叶家9脉
所有族老强者心中最后一丝不甘彻底消散了。祖气贯体，通天机缘。如今叶萧以一己之力，凡人之躯，硬抗9大神阀，开启9大传承，带领9脉序列一同问鼎圣路巅峰，这样的神子，谁人不爱？叶家何愁不兴？传令下去，叶家族地3万里内生灵退避。叶战天深吸了口气，豁然转头看向其他8大族老：你天道法旨，昭告3000道州，我叶家神子今日出世。轰隆隆，天地震荡，可怖的道音如钟鸣大吕，神威惶惶。叶家族的深处，一张金色法旨徐徐升腾，上映诸天，下照苍冥。整个3000道州突然掀起惊天的喧哗，无数仙宗古族的老祖、圣祖皆自大殿泥土中爬出，抬头看向那一张遮掩了整个圣州的法旨，眼瞳中皆是一抹真正的忌惮。叶家地址，圣州中央，一道身穿金色地袍的青年男子，负手站在一座天上神城前，俯瞰着整个圣州大地。他的眼瞳是一种纯粹的金色，像是2轮太阳，开合间神纹流转，法香天成。在其身后还站着一位黑衣黑发、面容苍白的老者，不时轻咳几声。吕老，我记得上一次叶家地址现世，还是3万年前吧。金袍青年摇头一笑，一张白皙清俊的脸庞上是一抹淡淡的深邃。他的长相极为秀美，剑眉神眸，红唇皓齿，有种天生的慵懒气质。叶擎苍。黑袍老者缓缓点头，只说了一个名字，苍老的眼瞳中却是一抹无法掩饰的惊悸。叶家地址，神子象征。时隔3万年后，长生叶家居然又出现了一位9脉共尊的神子。此时他还清楚地记得，当初那一道白衣绝世的身影几乎杀进了9州天骄。咕噜，吕老，派人带上厚礼，去叶家祝贺一下。金袍青年舒展了一下腰肢，与3000道州所有宗门势力的震撼与紧张不同，此时他的脸上仍旧是一抹云淡风轻之色，转身朝着神城中央而去。哦，对了，让神使有空回来一趟，就说我有事要问。是。黑袍老者躬身一拜，目视着那一位金袍少年走入神宫，消失了踪迹。而他则是犹豫片刻后，直接踏步朝叶家方向而去。时间流逝，7日过后，圣路尽头突然有星光大盛，轰鸣不止。只见9颗神星徐徐升空，悬浮天际，绽放出凛冽璀璨的银白神辉。而叶星辰的气息也在此刻陡然攀升，竟直接跨过魂海门槛，踏入了神轮境界。成了，我成了星辰神轮。哈哈哈！轰隆隆，紧接着，叶如、叶金黄头顶同样有法相矗立，灵纹游走，齐齐踏入了神轮之境。这个境界已经是3000道州天骄与妖孽的划分。当代之中，但凡能够踏入神轮境界的，无不是仙宗传人、古族少主。渐渐的，诸位叶家序列陆续从祖气贯体中苏醒，尤其是叶玲珑、叶璇，境界更是达到了神轮9重，年轻至尊。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圣体、血脉更是在这股祖气淬炼下愈发纯粹，有所小成。咔嚓！就在此时，叶辰身外的天道枷锁突然发出一道诡异的破碎声。下一刹，浩荡的神辉席卷苍穹，一尊通天的法相矗立在天地尽头，足有万丈庞大，仿佛轻易就能撕开万古。荒古神像，一众叶家族老惊声呼喊，神情震撼。以他们的境界，在这尊荒古神像面前，都有一种心惊胆战之感。难以想象，一旦叶辰打碎了荒古圣体9大枷锁，他的实力又该强大到何等地步？不愧是叶家真龙啊！叶福天喟然一叹，内心充满希冀。如今叶家9大序列同时祖气贯体，天赋蜕变，堪称万古独一。这样的神迹，既是叶家气运象征，亦是打破长生世家，成为3000道州主宰的契机。他不是叶家真龙。就在此时，祖祠中突然传来一道低沉温和的声音。只见一位身穿白衣、发丝雪白的清瘦老者迈步走出，神情矍铄，儒雅随和。他的身上并没有一丝圣威，偏偏给人一种浩荡无尽、不可窥探之感。拜见八祖！一瞬间，在场所有叶家强者纷纷躬身拜贺，神情肃穆。叶家八祖叶灵仙，浩然一脉第一人。据说，这位灵仙老祖千岁之前并未修行，整日读书，于书山学海中感悟浩然大道，从此步步青云，成为了叶家9祖之一。而叶灵仙最擅长的便是堪舆卜算，推演天机变幻。叶辰不是叶家真龙。闻言，叶福天等人眸光震颤，面面相觑。整个叶家除了叶萧，就属叶辰天赋最强，境界最高。如果他不是叶家真龙，谁才是叶家真龙？另外一位叶家真龙不在叶家之中。叶灵仙轻叹了口气，仰头看向圣路巅峰那9道年轻挺拔的身躯，眼底隐有惆怅。不在叶家。一众叶家族老喃喃自语，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
眼眸骤然一凝。难不成在那一脉中？老祖，族主！就在此时，远处天穹突然掠来一位叶家长老，族地之外有诸多仙宗、古族的长老前来拜贺。10息之内滚不出叶家族地，杀无赦。叶灵仙神色淡然，声音震荡八方。顿时间，一股杀伐大势轰然沸腾，席卷万里山河。谁能想到，这位外表儒雅的叶家八祖，竟有如此杀伐之心？轰隆隆！就在叶灵仙话音落下的一刹，叶晨的身影也是缓缓起身，与其他7名叶家序列并肩而立，神色敬畏地看着那一道仍旧在接受祖气灌体的白衣身影。此时他们看到叶萧胸膛中一根白玉道骨散发着莹莹辉光，像是一方古老的世界正在推演。死！叶苍眉头轻皱，突然探出脑袋，使劲揉了揉眼睛，一脸懵逼地盯着叶萧胸前为何神子的神骨在冒乌光。当！就在叶苍话音落下的一刹，却觉一股神力从天盖压，还不等他反应过来，整个人就被生生捶倒在地，疼得龇牙咧嘴。叶晨神色冷漠，冷冷看了一眼剩下的几位叶家序列，日后谁若敢对神子不敬，我叶晨第一个不答应。对于叶晨而言，叶萧不仅救了他一命，更是用绝对的天赋战力碾压了他。当然，真正令叶晨敬畏的是叶萧的大义。这位叶家神子以一己之力开启9大传承，带领9大序列一同接受祖气传承，这样的胸襟与魄力，令叶晨从心底认同了叶萧的神子身份。嗡！随着一道嗡鸣声响彻，叶萧眼眸骤然睁开，灵辉迸射，一瞬间，在他身前的虚空竟诡异地扭曲了下来。而叶萧胸骨之上，一道道乌金神纹升腾而起，化作一尊混沌神魔，脚踏苍天，背负玄冥。这一刻，整个叶家的大道神韵都在沸腾，道音轰鸣。胸骨运神魔，这是先天之气。叶灵仙等人眸光震颤，豁然转头看向叶家族地之外。10息已到，下一刹，他的身影陡然消失在了原地，出现在了万里之遥。叶祖！只见那里2位仙宗老祖神色惊恐，扑通跪地，神色慌张。而叶灵仙根本没有半句废话，手掌探出，掌心像是握着日月山河，将2位准圣强者的肉身神魂尽数破碎。先天道骨，怪不得以他的神机算术，也根本未曾看到前几日的天地异象究竟是何人引来。原来叶萧觉醒的根本不是什么仙骨、地骨，而是真正的先天道骨。这样的天赋已经不能用恐怖形容，而是真正的万古独一。眼前这些仙主、圣主，有人是为了攀附叶家，可有人却是为了窥探叶家神子的底细。对于叶灵仙而言，他们并没有任何区别，全杀了就好了。轰隆隆，圣路尽头，叶萧缓缓起身，看着眼前8位叶家序列，脸上并不见一丝波澜。拜见神子！叶晨心神颤动，连叶萧的一缕眸光都难以抵挡，与其他7大序列齐齐躬身，朝着叶萧拜了下去。第一，恭喜宿主打破剧情设定，得到叶家8大序列真心臣服，奖励万化魔体2转，觉醒万化魔域。这也行。叶萧脸色一愣，看着眼前的系统界面，明显有些诧异。此时他的境界并没有太大的提升，就连刚刚灌入肉身的祖气都统统沦为了万化魔域的养料。可想而知，这道魔域一旦施展，该是何其恐怖。宿主叶萧，境界神伦7重，身份叶家神子，法宝星辰法袍、至尊器、太初祖符、仙器，功法周天眼术、仙经、太清游龙步、至尊法、神魔不朽经、觉醒5000神魔粒子、至尊法，天赋神通重瞳、逆转时空、先天道骨、上苍劫光、万化魔体、1转万化魂印、2转万化魔域。这一次叶萧之所以将造化分享给叶家其他序列，自然是为了收拢人心，得到他们的认可与臣服。作为叶家神子，只有叶家当代统统强大，才有能力应对接下来的天地大劫、人间大事。神子，我有一个不情之请。叶晨深吸了口气，忽然抬头看向叶萧，眼底澎湃着一抹战意。我想看一看与神子的差距。虽然叶晨知道他不可能是叶萧的对手，但他还是渴望与叶萧一战，不为地位、荣誉，只为正道。哦，叶萧轻轻颔首，神色始终平静。出手吧，神子，我希望你能施展全力。叶晨躬身一拜，天道枷锁轰然降临，整片天地顿时被映照成一片灿烂，金光沸腾。咔咔，随着5道枷锁破碎的声音传来，叶晨整个人的气势开始攀升，头顶法香，脚踏神辉。他一拳探出，金光贯穿万里，凝聚成一尊古老法印，荒古圣印，一印震天地。轰隆隆，一瞬间，
整条圣路就彻底破碎了，可怕威压轰然沸腾，将叶璇、叶玲珑等人生生撞飞了出去。太可怕了！在彻底打碎了第5道天道枷锁后，叶晨的荒古圣体已经步入了小成境界，真正的无敌之姿。施展全力，叶萧眼眉轻挑，无奈地摇了摇头。只见他手掌猛然一握，3000神魔威力嗡鸣复苏，头顶神魔虚影降临天地，与那一尊荒古圣像遥遥对峙。下一刹，两人攻势悍然碰撞，而叶晨脸上的神色几乎瞬间凝固了下来。咔嚓，一瞬间，那一尊荒古圣印就彻底破碎了，化作漫天金光洒落，绚烂至极。而叶晨的身影更是直接从圣路尽头坠落下来，倒地昏死了过去。整片天地突然寂静了下来。只是对此，一众叶家强者却已经习以为常了。别说荒古圣体，现在叶萧就算一拳打爆他爷叶战天，叶家众人也不觉得奇怪。唯独叶苍神色肃穆，啧啧惊叹：哎呦卧槽，荒古圣体确实牛逼，倒头就睡这招我是万万没想到。叶萧神子，我有一些修炼上的事情想向您请教，不知神子今夜可有时间？玲珑院夹道欢迎呢。叶玲珑红唇紧抿，俏脸清纯，偏偏眼神中却是一种毫不掩饰的妩媚，宛如一汪春水，波澜惊人。仙儿！就在此时，叶灵仙、叶福天两位叶家老祖从虚空走来，落在了叶萧身前，苍老的眼眸中皆是一抹欣赏之色。仙儿，这位是我叶家8祖叶灵仙，浩然一脉始祖；这位是9祖叶福天，霸体一脉始祖。叶战天朝着叶萧使了个眼色，腰杆挺直，沉声介绍道：拜见两位老祖。叶萧躬身一拜，神色谦卑，温婉如玉。这一幕更是令两位叶家老祖轻轻颔首，看向叶萧的眼神愈发满意了。萧儿不必多礼，有一件事，我想还是要提醒你一声。叶灵天轻叹了口气，眼神逐渐肃穆下来。其实我叶家并非9脉，而是10脉。我叶家除了9脉之外，其实还有一方隐脉，乃是我叶族始祖嫡血传承。叶灵仙轻轻颔首，深深看了叶萧一眼。哦。闻言，叶萧顿时心领神会，明白了叶灵天话的深意。这方隐脉始终单传，并没有太多族人。当初你父亲与这一脉传人争夺神子之位，将其重创，从而令他们怀恨在心，离开了叶家。前几日我夜观天象，见我叶家有一黑一金2条真龙现世，两龙若合，则我叶家掌胜；两龙相争，势必士族破人亡。随着叶灵仙话音落下，周围一众叶家序列脸上当即闪过一抹诧异之色，显然也是第一次听到隐脉之说。叶家真龙，一瞬间，叶萧脑海中就浮现出一道少年身影，叶凡。虽说这个叶家少年并不在序列之位，可他却是叶家唯一的天命之人，自然是真龙之一。至于那条黑龙，如果叶萧所料不错，应该代表的是邪恶与毁灭，自然指的是他自己。不过听叶灵仙的意思，怕是以为那条真龙藏身在了叶家隐脉中。萧儿，我会派人找到隐脉之人，我希望你。老祖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了。等找到隐脉踪迹，劳烦老祖告知一声，我会亲自去找他们的。叶萧神色温和，忽然转头看向远处天穹，众瞳变幻。此时他能看到，在叶家族地不远处的地方，似乎有一缕金辉升腾而起，造化万千，而顾明月的气息恰巧就在那个方向。果然吗？叶萧嘴角微扬，朝着一众叶家老祖强者微微躬身：诸位老祖，我要离开叶族一段时日。话落，他径直转身朝着顾明月所在之处掠去。之前他就猜测，顾明月此时离开先皇古朝，一定是另有所图。作为一名众生者，他对于3000道州的秘境了如指掌，一定会想方设法截取其中造化。而叶萧要做的，就是紧跟顾明月的脚步，找到这些秘境所在。然后，他只要将这些秘境造化赠送给顾明月，不仅能攻略这位女帝娇妻，还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惊喜。至于叶家隐脉，按照剧情来看，这一脉的遭遇似乎也很符合天命之人的设定。至于他们能否回归叶家，要看他们的价值。嗡！与此同时，圣州西北，只见顾明月一身大红黄衣，矗立在一座荒山之巅，眺望着远处一座金光璀璨的山岳。上一世，他就是在此遇到了那个叫凌晨的少年，并亲眼看到他一夜之间从魂海7重突破到了神轮5重境界。虽然顾明月并不知晓他究竟得到了什么机缘，不过这一次他一定会盯紧凌晨，截取此地的造化。这里的动静很快就吸引了附近众多宗族。只见一道道身影从天而降，落在了古山之下，眼底皆是一抹浓郁的贪婪。虚空之上，一座金色的教辇静静悬浮，帘幕垂落，倒映着其中一道曼妙无双的身影。单单一道身影就透露着无与伦比的尊贵。金辇四周还追随着数名身穿金铠的侍卫，气息雄浑，肃穆威严。更远处的地方，一位白发老者负手而立，神色漠然，
冷眼俯瞰着下方的一众宗族天骄。凌晨，没想到你还真有一手，竟找到了我殷墟古教创教先祖的陨落之地。其中一位金发青年咧嘴一笑，身外金铠灿灿，璀璨如日。在其身旁还站着一位身穿灰色布衣、模样普通的少年，正是顾明月口中那个夺取了此地造化的凌晨。凌晨公子，现在可以前往殷墟古墓了吗？帷幕之后，一道清冷动听的声音传来，顿时令凌晨眸光微凛，微微摇了摇头。如梦圣女，再等等吧，现在还不是打开古墓的最好时机。凌晨，再等，恐怕整个圣州的宗族传人都要被吸引来了。金发青年眉头轻皱，神情桀骜。他叫姬无力，乃是殷墟圣女姬如梦的堂弟，在殷墟古教同样占据一个真传弟子的身份。无力公子若是有办法破开古墓外的禁制，那就好了。凌晨转动了一下手指上的一枚古老石戒，语气漠然地道：你。闻言，姬无力牙关紧咬，却被姬如梦一个眼神制止了下来。那就听凌晨公子的，再等一等。对于姬如梦而言，一个魂海之人蝼蚁一般，可凌晨已经证明他的确有办法找到先祖遗墓。这种时候，姬如梦并不愿与他翻脸，生怕错过了墓中的先祖传承。小陈，待会儿进入殷墟古墓，先不要着急去主殿，先帮我去找到那一枚阴阳神髓，等我修为稍稍恢复，就可以帮你夺取其中的那一尊通天神宝了。就在此时，凌晨魂海中突然传来一道轻柔温和的女声，而凌晨则是默默地点了点头，眼底隐有一丝狡黠。他之所以将此处的秘密告知姬如梦，就是为了利用他接近这处古墓遗址，否则以凌晨的身份，恐怕刚刚触动此地禁制，就会被殷墟古教的强者随手抹杀了。随着此地汇聚的宗族天骄越多，姬无力的脸色也是愈发阴沉。此时他竟在人群中看到了数位大教传人、仙宗圣子，都是圣州之地赫赫有名的天骄，他们的身后或多或少都会站着一些护道者。殷墟古教虽是圣州无上大教，媲美长生世家，但以姬如梦、姬无力两人的实力，未必能将此地天骄统统镇压。此行之前，姬如梦姐弟根本没有真的相信一个魂海青年能够找到殷墟先祖的陨落之地，所以他们只带了4名殷墟神士以及一位斩道境长老同行。可谁想到凌晨这逼居然真的误打误撞开启了先祖遗墓。姐，要不要传信教中再多派些长老前来？姬无力眸光凝重，沉声问道。这座古墓中的封印境界越高，压制越强，所以姬公子还是不要白费力气了。凌晨神色漠然，微微摇了摇头。凌晨公子，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姬如梦突然轻叹了口气，语气中隐有一丝困惑。你为何如此帮我殷墟古教？下月初道宗道子论道，道宗秘境开启，我想请姬圣女赠我一枚论道令。凌晨挠了挠头，露出一抹憨厚诚挚的笑容。噗，就你一个魂海之人，居然也想与道子论道？姬无力嗤笑一声，可就在他话音落下的一刹，脸色却陡然一凝，豁然低头看向了身下之处。只见那里一座黑色的大墟悠然浮现，神光万道，七彩的仙霞升腾而起，天地间道音起伏，震荡苍冥。殷墟古墓出事了，是先祖的气息。惊眼之中，姬如梦惊呼一声，眼瞳中隐有一丝震撼。此时他看到，在那荒山深处突然裂开了一道黑色的缝隙，两侧岩壁凸起，缝中像是有白色的水液潺潺流淌，很是神秘。片片霞光升腾而起，道音轰鸣，一尊黑色的古殿倒映在大渊尽头，引来无数精华。诸多强大的气息纷纷朝着此地汇聚而来，落在古山之下，眼神贪婪地看向那一条黑色大渊。姐，再不进去，恐怕整个圣州的势力都要被吸引来了。姬无力眼神贪婪，在这股神辉沐浴下，他感觉浑身的血脉都在沸腾。此行他们若能找到先祖遗骸，得到先祖传承，修为天赋都将再上一层，成为真正的当代顶尖。凌晨公子，姬如梦看向凌晨，似在征询他的意见。这一幕更是令凌晨心中有种说不出的得意，渐渐体会到了权势的滋味。不着急，此时古墓中的封印之力最为恐怖，若是贸然闯进去，只会沦为别人的踏脚石。凌晨神色漠然，微微摇了摇头。好，这一次先祖遗墓之行就全仰仗公子了。话落，在那金眼帷幕之中，突然伸出了一只白皙纤瘦的玉手，纤纤如玉，柔弱无骨。单单这一只手掌，就令凌晨眸光微凛，心底不自觉地泛起一缕涟漪。他本就是来自山野荒村的少年，从未见过圣州的繁荣壮阔，身边接触的也尽是些小城天骄。而殷墟圣女姬如梦，却是圣州大地赫赫有名的无上娇女，神姿仙颜，追求者数不胜数。据说她的未婚夫是一位年轻至尊圣体天骄，背景实力都是当代顶尖。这枚论道令就赠与公子了。姬如梦屈指一弹，一枚白玉古令顿时洞穿虚空，
出现在了凌晨身前。姐，你不是说这次稻子论道要带我去的吗？姬无力神色一滞，看向凌晨的眼神愈发愤恨了。你能跟凌晨公子比吗？如果林公子不嫌弃的话，到时论道我们可以同行。姬如梦声音婉转，竟主动放下身份结交凌晨。据他所知，当初先祖陨落是因为与一尊盖世妖魔争夺一道通天至宝，如果他能顺利得到这件宝物，就能在接下来的道宗秘境中大展神威。相比于眼前的阴虚古墓，道宗秘境才是中央圣州最大的秘境之一。据说其中不仅有诸多上古生灵遗迹，还有数不胜数的天才地宝、大道传承。好。闻言，凌晨神色平静，内心却已经泛起滔天的波澜。阴虚圣女相邀，这样的殊荣，就算寻常古族世家的传人少主也享受不到。至于这座古墓中的造化，他与幽姬，也就是他戒指中的那道大妖残魂，早已有所计划。到时他只需略施小计，不仅能得到机缘，或许还能得到这位如梦圣女的芳心，一举两得。至于姬如梦的那位未婚夫，呵呵，只要带了就不算给。轰隆隆！就在此时，大渊中突然传来一道震耳的嗡鸣声，只见一片阴云水自渊中喷溅而出，演化成一道道灵宝神材，朝着天地四处四散飞溅。顿时间，此地众人的脸色就彻底呆滞了下来，眼瞳中皆透露着一抹浓郁的贪婪。抢！随着一道怒喝声传来，所有天骄身外皆有灵灰沸腾，朝着那一件件灵宝机缘奔掠而去。姐，而姬无力的眸光也被其中一张金色的纸帛所吸引，轻轻咽了口水。去吧。这一次，姬如梦倒是并未阻拦，眼睁睁地看着姬无力踏步走出，浑身金光照耀，宛如一尊战神般威风凛凛。他的这位堂弟性格虽然跋扈，但天赋却十分不弱，修为早已踏入神伦一重境界。只是就在姬无力出手欲要收取那一页金帛之时，却见一只白皙手掌忽然从旁探出。姬无力脸色一愣，眼眸中顿时喷涌出一抹怒火。他豁然抬头看向身前之地，却见一道红衣身影翩跹而至，宛若惊鸿，将那一页金帛握在了手中。那是一个女子，身材高挑，肌肤细腻雪白，浑身闪烁着莹莹辉光。哪怕此时她的脸上有霞光遮掩，可仅仅一个侧颜轮廓，仍旧是惊艳无双，令天地黯然。甚至与姬如梦这位圣州前10的美人相比，眼前的红衣女子气质更为出尘超脱，身上有一种寻常女子少有的地位。姬无力喉咙滚动，眼中愤恨顿时凝固了下来，露出一抹温和笑意。这位姑娘，这页金帛可是我先看到的，当然如果姑娘喜欢的话，我也可以送给你，就当与姑娘交个朋友。滚！红衣女子声音清冷，看都没有多看姬无力一眼，转身就欲离开。找死！这一幕顿时令姬无力神色怨恨，怒声喝道：你知道我是谁吗？我乃阴虚古教真传弟子姬无力，这里是我阴虚先祖的遗墓，你抢我交机缘，就不怕我灭你全族？闻言，周围一众古族大教传人的脸上顿时闪过一抹惊悸之色，显然也是对阴虚古教4个字有所忌惮。我给你2个选择，要么交出金帛给我道歉，要么……嗡！这一次还不等姬无力话音落下，就见那红衣女子玉手轻挥，衣袂飘飘，直接打落下一缕仙光，朝着他盖压而下。你！姬无力眸光震荡，只感觉一股寒意自心底升腾。他做梦也没想到，在他阴虚古教之地，居然有人敢对他下此杀手。轰隆隆！下一刹，姬无力身外突然有金光迸射，战铠上灵纹游走，像是一轮太阳，照耀诸天。噗嗤！可就在那一缕仙辉坠下的一刹，这位阴虚古教真传弟子的身躯突然颤抖了一瞬，口中鲜血喷溅，整个人直接倒飞了出去，砸落在了山林之中。整片天地顿时陷入了一片死寂。所有人看着那一道红衣曼妙的倩影，眼底皆是一抹骇然与不可思议。该死！你敢伤我，有本事报上名来！姬无力挣扎起身，浑身骨骼都似破碎了，脸上煞气惊人。嗡！而那红衣女子仍旧未曾多言，玉手探出，就欲将姬无力当场震杀。住手！就在此时，虚空中突然传来一道清冷喝声，紧接着一股斩道威压从天而降，将那红衣女子的身影瞬间压制。你是何人？居然敢对我教真传出手！姬如梦声音漠然，高高在上，对这红衣女子的强势无比愤恨。娘子何不告诉她你是谁？为夫在这圣州还是小有名气的。还不等那红衣女子张口，就听一道更为冷漠的声音自天穹尽头传来，顿时吸引了此地所有天骄的眸光。姬如梦黛眉轻蹙，抬头看去，眼眸骤然一凝。此时他看到天穹尽头一道白衣身影迈步走来，束发鲜颜，气质温婉。一瞬间，
姬如梦心底就不自觉地生出了一丝惊悸，有种未知的惶恐。那是叶家神子叶萧。一道道金华声轰然响彻，震荡万里。所有人，无论是仙宗传人还是大教长老，此时眼中皆是一抹浓郁的震撼与惊悸。不久之前，叶家帝旨现世，正式宣告叶萧登临神子之位。这样的身份足够媲美帝庭少帝，至高无上。敢对我未婚妻出手，你是真的勇啊！叶萧身影从天而降，落到顾明月身旁，冷冷看了姬无力一眼。闻言，姬无力身躯一颤，突然感觉自己好像有点死了呢。有没有受伤？万众瞩目下，叶萧双手捧起顾明月那一张完美无瑕的脸庞，眼底是一抹淡淡的忧虑与责怪。为何不辞而别？顾明月眸光轻颤，竟有些心虚地低下了头，再不似方才那般冷傲强势。这一幕顿时引来周围众人一片哗然，目露艳羡。未婚妻，你是先皇女帝顾明月。姬如梦眼眸骤凝，迈步走出金辇，出现在了众人身前。只见此时她一身金袍，神情肃穆，那一张清瘦绝美的仙颜上带着一丝淡淡的苦楚。她的身材极为纤瘦，胸前波澜堪堪一握，却极为挺翘，五官精致，腰肢曼妙，修长纤细的玉腿在金袍下若隐若现，有种弱不禁风的柔弱，楚楚动人，让人恨不得将她懒腰抱起，抵在墙上，用力揉碎。一瞬间，在场一众宗族天骄就被这位阴虚圣女迷成了会计，记记账账的。原来是叶萧神子，看来是个误会。哪怕以姬如梦的身份，此时在叶萧面前也不敢有一丝忤逆，微微躬身道。这一幕更是令凌晨心底掀起无穷波澜，看向叶萧的眼神里隐有一丝嫉恨与忌惮。在他眼里，姬如梦已经是3000道州真正的无上妖孽，无论身份还是实力，都叫人望而生畏，不敢亵渎。可他眼里至高无上的神女，在这个叶萧面前却如婢女一般卑微拘谨。原来这才是权势真正的意义。如果他能借此机会装上一逼，是否能令姬如梦对他刮目相看？虽然凌晨的境界仅在魂海5重，可他身上却隐藏着一个足以震惊3000道州的底牌。小陈，这个叶萧千万不要招惹。就在此时，幽姬的声音突然自凌晨魂海中响彻，带着一丝淡淡的忌惮。哦，凌晨眉头轻皱，前辈当初不是说有你在，这圣州无人敢与我为敌吗？唉，长生叶家屹立万古，底蕴惊人，就算在我那个时代也是禁忌存在。幽姬叹了口气，语气低沉地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凌晨冷哼一声，他好不容易攀附上了姬如梦这棵大树，又怎么可能轻易放弃？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他凌晨就是要踩着这些长生神子、大教圣子的尸骸，踏上天地巅峰。这是他的道，也是他的道心坚持。总之你听我的，我们只需得到此地造化，就赶紧离开。这一次，幽姬不仅没有夸赞他道心坚韧，不畏强权，反而有所无奈。终究，像凌晨这种自小地方走出来的天骄，还是少了一份眼界与阅历。他根本没有见过真龙，又怎知真龙的可怕？误会？死人有什么误会？听到姬如梦所言，叶萧轻轻颔首，脸上却不见一丝波澜。下一刹，在所有人目瞪口呆的注视下，他突然探出一只手掌，朝着姬无力轰然砸落。轰隆隆，可怖的力量波澜顷刻间将虚空破碎。叶萧身后，一尊神魔法相轰然凝现，神伦7重的可怕威压盖压下来，将姬无力牢牢碾压在地，屎尿横流，哪还有方才那副桀骜不驯的模样？姐，救我，救我啊！叶萧神子，住手吧！见此一幕，姬如梦身后的那一位白发老者突然踏前一步，出现在了叶萧头顶之上。叶萧神子，老朽乃阴虚古教3长老姬邦印，还请神子看在老朽的面子上，饶恕姬无力。话落，姬邦印身上一股斩道境威压从天坠落，令在场所有大教强者的脸色骤然一变。面子？你有什么掉面子？叶萧嗤笑一声，胸前道骨光华灿灿，大道之意弥漫而开，竟丝毫没有理会姬邦印的威胁，拳印轰然盖落。扑哧，一瞬间，姬无力的脸色就彻底扭曲了，浑身颤抖，欲罢不能。只听一道骨骼破碎的声音传来，这位古教真传的头颅竟直接被叶萧一拳轰碎，直挺挺地躺在了地上。咕噜，这一幕顿时令周围众人眼眸骤凝，寒意入髓。叶家小儿，你放肆！姬邦印老脸一愣，气得浑身梆硬。只见他手掌探出，宛如一尊镇世的磨盘，演化出大虚神痕，朝着叶萧盖压而下。可怖的道威倾泻下来，像是10万座山岳同时坠落，将虚空碾成齑粉。一瞬间，这一片天地都彻底黑暗了下来。只是就在他话音落下的一刹，眼眸却骤然一凝。
下一刹，他豁然转头看向天穹之上，眼底是一抹真正的骇然与绝望。嗖！只见一缕光华撕开云幕，自天地尽头洞落而下，而姬邦印那一只探出的手掌竟直接被这缕光华斩断，一滴滴蕴含道韵的鲜血洒落下来，将下方的山林古月统统碾成齑粉。谁？姬邦印到心震颤，刚欲抵挡，身躯却陡然一颤，只见那缕光华直接洞穿了他的眉心，在其脑后溅起层层骨渣鲜血，触目惊心，而他的身影更是从天坠下，生机尽泯。这是天地巨迹。所有人抬头看向那一枚悬浮在天穹的金辉，眼眸骤然一凝。那是一枚金色的古令，嗡鸣浮沉，其上一个叶字光华熠熠，霸势凛然，流转着一丝真正的大道圣意。一叶压万古，一领震圣州。这一刻，整个圣州万千仙宗古族中皆有金华响彻，道音震颤。夜宵神子，姬如梦娇躯轻颤，偏偏一动都不敢动。一枚叶家族令，遥隔万里射落，居然震杀了一位斩道境大能。这位挥令之人的境界至少达到了圣境层次。此事的确是阴虚古教有错在先，姬邦印长老自恃境界强大，欲教训叶家神子，死不足惜。可叶家的霸道还是有些超出了姬如梦的预料。圣女也想起舞。叶宵站在顾明月身前，将他牢牢护在身后，抬头看向姬如梦道。此时他的眸光不自觉地落在了姬如梦身旁的凌晨身上，眼眸微微一凝。天命之子凌晨，金手指，戒指里的上古妖魂，焚天圣体，模板废柴崛起流，身份火焰城林家少主。剧情走向：凌晨凭借上古妖魂记忆，将在阴虚古墓中为其找寻一枚天地神材阴阳神髓，助其修为恢复，从而镇压古墓中的一道古强残魂，得到上古神兵鹿仙古剑。隐藏关系：天命青梅，未来天命道侣。看着眼前的系统界面，叶宵脸色虽然平静，可内心却掀起了无尽波澜。终于在离开叶家的第一日，他居然就遇到了如此经典的一位天命模板。当初那一句30年河东30年河西，末期少年穷曾叫无数人热血沸腾，那也是叶宵回不去的青春啊。可沸腾归沸腾，该杀还是得杀。天命青梅，天命道侣，几乎算是这类玩火少年的标配了。如果叶宵所料不错，他的那个天命青梅一定还有着极大的背景。突然间，叶宵心底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如果他能取代凌晨，得到原本属于他的机缘，成为这段剧情的主角，是否就能得到他的这些天命情缘？臭妹妹，快开门，我是我哥。系统，如果我成功斩杀一位天命之人，会得到什么奖励？叶宵眸光深邃，沉声问道。第一，成功绑定天命之人，可得到1%天命铸造值，成功斩杀天命之人，可获得5%天命铸造值。天命铸造值每达到10%，将获得天道宝箱，有机会抽取上古灵兽、天道法宝、禁忌功法。哦，闻言，叶宵眼眉轻挑，看向凌晨的眼神愈发喜欢了。该杀杀，该绑绑，天命值、天命美人和天道宝物我都要。与此同时，看着眼前那一道白衣挺拔、鲜颜冷漠的身影，顾明月眼底同样闪过一丝恍惚。他也没想到，叶宵竟然愿意为了他，不惜招惹一方不朽大教，甚至斩杀了一位大教真传、一位大教长老。上一世，这位叶家神子为了能站上圣州之巅，很少去主动树敌。在诸多仙宗圣教，甚至凡人眼中，他是温婉正义、心怀苍生的叶家神子。唯独顾明月知晓，背地里他做的事究竟有多肮脏。为什么？如果说之前叶宵赠予他灵财宝物是为了骗取他的好感，另有目的，那么此时他为何愿意为了自己与阴虚古教为敌？叶宵神子，若是无事，如梦就先退下了。姬如梦深吸了口气，勉强压抑下心底惊怒，转身就欲离开。等一下！就在此时，叶宵却突然张口，瞬间令姬如梦身躯紧绷，眼中愤恨一闪而逝。叶宵神子，人你也杀了，气也出了，还要如何？阴虚古教欺负我未婚妻，你这位阴虚圣女就这样一走了之了？叶宵摇了摇头，脸色虽然温和，可说出来的话却叫人心底寒意升腾。怎么，神子是打算连我一起杀了吗？姬如梦银牙紧咬，冷声哼道。虽说长生叶家底蕴深厚，可阴虚古教同样不会任人欺凌。作为阴虚圣女，姬如梦代表着这方不朽大教的颜面与底线。如果今日叶宵真的敢将她镇杀，就是对阴虚古教的挑衅，势必会掀起一场真正的不朽战。也不是不可以。叶宵轻轻颔首，脚步迈出，直接朝着姬如梦走了过去。一瞬间，姬如梦心底就生出一抹凛冽寒意。此时他突然发现，叶宵竟然真的敢对他出手，
丝毫没有顾虑阴虚古教的意思。这，在其身旁，凌晨手掌紧握，眼底同样是一抹紧张之色。他虽不畏惧叶萧，但叶萧背后的那位护道者却是他如今根本无法招惹的。这一刻，他才真正明白了幽姬话里的深意，对于权势愈发渴望了。可如果叶萧镇杀了姬如梦，就会打乱他所有计划。前辈，我们真的要袖手旁观吗？小陈，我知道你不甘心，可你要明白，现在的你在叶萧神子面前，与蝼蚁根本没有任何区别。闻言，凌晨脸色一愣，微微皱了皱眉头。虽然幽姬说的是真的，可还是令他感觉到了一丝不舒服。叶萧，你到底要怎样？大不了我再补偿一些灵宝给你，这样总可以了吧？姬如梦喉咙滚动，终究是不敢赌叶萧的狠厉。灵宝？叶萧神色不屑，指了指身后的顾明月，我给你2个选择，要么跪下给我未婚妻道歉，要么死。你简直霸道！姬如梦神情愤恨，有种骑虎难下的窘迫。就在此时，他身旁的凌晨却迈步走出，站在了姬如梦身前。叶萧眉头轻挑，眼底却不见一丝波澜。天命之子嘛，不装逼能叫天命之子？叶萧神子。凌晨微微躬身，脸上是一抹谦卑之色。我可以带神子前往这座古墓找寻造化，还请神子高抬贵手，放击圣女一马。哦。闻言，叶萧神色愈发玩味了，心底顿时有所猜测。按照天命之子的尿性，这凌晨一定是憋着什么坏水，想要套路他呢。叶萧，算了吧。还不等叶萧张口，顾明月突然走到他身旁，微微摇了摇头。凌晨看似弱小，毫无背景，可只有他知晓其底牌和未来成就。如果顾明月没有记错的话，凌晨日后还会得到一位媲美长生世家传人的娇女赏识，一跃成为了中央圣州最炙手可热的天骄。一旦叶萧今日招惹了他，势必会引来无穷灾祸。我为何会替叶萧考虑？顾明月脸色一愣，竟对自己有所恼怒。这一次就当还了他方才为我出头的情谊。哦。叶萧点了点头，冷冷看了姬如梦一眼。既然明月说算了，那就饶你一次吧。不过姬如梦，再有下次，你或许就没这么幸运了。你带路吧。话落，叶萧朝着凌晨招了招手，神色冷傲地道：凌晨，你要出卖我？姬如梦神情愤恨，朝着凌晨神魂传音道：圣女放心，待会我会想办法困住叶萧，你去收取造化。哦。凌晨，你最好能帮我得到先祖遗物，否则我不会放过你的。哼。闻言，凌晨并未多言，直接走到了叶萧身前。你妈个逼，刚才在叶萧面前也没见你这样牛逼。姬如梦、叶萧，你们给我等着，看我这一次怎么玩弄你们这些神子圣女。哼，秘境之中死个神子什么的，再正常不过了吧。况且此处大渊封印恐怖，当初就连阴虚仙祖都被困死其中，即便叶萧身后有护道者追随，也根本不可能轻易踏足。优势在我。嗡！天地间突然有嗡鸣响彻，只见那一条黑色的大渊中再度有乳白色的灵辉喷溅，水雾腾腾，一座金色的古门徐徐浮现，光华流转，神秘非凡。出现了。走。这一次凌晨根本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带领着叶萧、顾明月、姬如梦等人踏入了灵门之中。剩下一众仙宗传人、古族少主对视一眼，纷纷抬脚跟了上去。随着众人踏入大渊，顿时感觉到一股恐怖的封印之力坠落下来，将他们的境界牢牢压制在了神轮之下。就连一些大教长老此时都是惊恐地发现，他们体内的灵力、血脉逐渐凝固了。这边，凌晨一路前行，穿过诸多禁制神纹，像是早已对此地驾轻就熟。此时众人看到，这座大渊之中遍布着诸多遗迹大殿，巨大的青石神柱坍塌破碎，断壁残垣，像是一处上古的仙宫由此破败。更可怕的是，在那断裂的石柱上雕琢着诸多古老复杂的图腾符文，哪怕过去了无尽岁月，却仍旧流转着惊人的波澜。其中一些宗族天骄稍不留神，就被这股力量崩碎了肉身，神魂尽泯。前辈，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凌晨眸光轻颤，浑身都在紧绷。以他的眼界，何曾见过如此恐怖的神迹，眼底除了震撼，还有一丝淡淡的贪婪。这里是阴虚古教的旧址，当初被一尊大魔打碎封印了。幽姬声音漠然，似乎对于此地极为熟悉。阴虚旧址，大魔。凌晨心神颤动，轻轻咽了口水。按照计划，他会将姬如梦等人引诱到那一座传承神殿，借助其中的封印禁制将他们囚困，再趁机去找寻阴阳神髓，帮幽姬恢复实力。可如今叶萧和顾明月的突然出现却打乱了他的计划。凌晨的想个办法，将叶萧这个祸患抹除，才能继续攻略姬如梦，俘获这位阴虚圣女，也好在接下来的道宗秘境中有所作为。放心吧，
只要我能得到阴阳神髓，在这大渊封印中就无人是我的对手了。幽姬轻叹了口气，与叶萧这些长生家族的神子相比，凌晨的心性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前辈，那我们能不能将叶萧彻底留在此地？不知为何，从凌晨看到叶萧的第一眼，就对这位叶家神子无比厌烦，像是一种宿命本能。幽姬沉默片刻，突然语重心长地道：小陈，我能理解你的心情，虽然你现在一无所有，但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做，迟早都会成为当代顶尖。叶萧神子背景强大，不是你能招惹的，你最好不要再对他有所敌意，否则……闻言，凌晨脸色一愣，眼神愈发阴沉了。前辈误会了，我并不是嫉恨叶萧，而是……好了，这样的话我不想再听到了，待会儿你按我说的做，我们得到机缘就离开此地。这一次，幽姬却没有给凌晨张口的机会，冷声斥责道：别说他现在只是一道残魂，就算全盛之时，也根本不敢招惹长生叶家。无知者无畏啊！哼！凌晨冷哼一声，突然感觉好像自从叶萧出现之后，无论是幽姬还是姬如梦，对他的态度都变了。该死！明月之前不辞而别，难道是想要独占此地造化？凌晨身后，叶萧似笑非笑地看向顾明月。闻言，顾明月眸光轻颤，竟有些做贼心虚的感觉。唉，太伤心了，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叶萧叹了口气，眼神失望地道：你想要的东西，难道为夫还会跟你抢不成？对此，顾明月却未曾理会，神色始终漠然。他和叶萧之间永远都隔着一层无形的隔阂。对于一尊大魔，顾明月不可能放下所有顾虑，再次令自己陷入万劫不复。嗡！就在此时，前方大渊中突然爆发出璀璨的光华，只见一座黑色的大殿静静地盘踞在黑暗之中，符文流转，魔意惊天，像是一尊太古大妖，给人无尽的压迫。到了！凌晨惊呼一声，哪怕他早就知晓此地的机缘，可在这座古殿之前，还是感觉到了一种淡淡的恐惧。姬如梦等人眼眸微凝，同样被这座气势恢宏的古殿所惊慑。此时他们能够感觉到殿中似乎澎湃着一股极为浩荡的生机威能。难道先祖还活着？一瞬间，姬如梦心潮就彻底澎湃了，眼神阴沉地瞥了叶萧一眼。轰隆隆！就在众人内心沉吟之时，他们头顶的虚空中突然传来一声轰鸣，只见一只燃烧着黑色烈焰的掌印从天盖压，将叶萧等人尽数囊括。叶萧眼眉轻挑，心底顿时有所猜测。刚刚他已经查看过凌晨近期的剧情，走向这位天命之人会先帮戒指里的大妖残魂恢复实力，再来此地收取造化，或许顺便还可能上演一场经典的英雄救美戏码，彻底俘获姬如梦的芳心。至于未婚夫什么的，只要打死他，不就是为亡人系列了？眼前这一道妖光掌印，很可能就是凌晨戒指里的那位老爷爷。不好！随着凌晨惊呼一声，他突然转头看向姬如梦，神魂传音道：姬圣女，我引开这尊护殿妖魔，你先进殿。话落，他根本没有一丝犹豫，周身同样有火焰沸腾，遮天蔽日。这是……一瞬间，姬如梦的脸色就有所苍白，被这股火焰气息深深惊慑。唯独叶萧与顾明月神色始终平静，似乎早就知晓了凌晨的底牌。轰隆隆，两道攻势碰撞的一刹，凌晨的身影顿时从天跌落，口中鲜血喷溅。姬圣女，走！只听他一声沉喝，身影陡然朝着大渊深处逃窜而去。而姬如梦眼中则是闪过一丝淡淡的诧异，朝着大殿中奔掠。叶萧与顾明月对视一眼，眼底皆有深邃，尤其是顾明月黛眉轻蹙，像在沉吟。按照上一世的剧情，这里的机缘最终会落到凌晨手中。眼前这座大殿明显蕴藏着一道惊人的造化，很可能就是阴虚先祖传承所在。而凌晨此时主动引开此地妖魔，多少是有些怪异。明月，你守在此地，为夫去帮你取造化。叶萧忽然一笑，整个人直接消失在了原地。顾明月脸色一愣，并未轻举妄动。上一世，姬如梦最终死在了古墓之中，看样子应该是凌晨故意算计他，让他成了替死鬼。只要顾明月盯死姬如梦，就不怕凌晨不回来。叶萧自以为是，多半要竹篮打水一场空了。顾明月红唇掀起，迈步朝着那一尊黑色大殿走去。此时他竟在与叶萧的斗智斗勇中感觉到了一丝有趣。一想到待会儿叶萧气急败坏的模样，顾明月心底就有种莫名的开心，比得到造化还开心。古墓深处，凌晨身影从天而降，落在了一座破败的大殿之前。在其身后，一道无比高挑曼妙的身影徐徐显化，黑发垂臀，面容模糊，一双修长笔直的美腿被一缕缕乌光妖纹缭绕，像是穿着一层黑丝，很是神秘。没追来吗？幽姬喃喃一语，转头看向身后的黑暗，眼底隐有一丝沉吟。
以他的神魂感知，当代之中根本不可能有人在他面前遮掩气息。很明显，即便以夜宵、顾明月的心性，还是未能抵挡住造化的诱惑，任由凌晨引开妖魔进殿夺宝去了。前辈，看来他们上钩了。凌晨淡然一笑，紧绷的心弦渐渐放松了下来。按照幽姬所说，那座大殿中不仅有着一道极为强大的禁制，且其中的传承也根本不是当代之人能够染指的，甚至就连当初的阴虚仙祖都被这道机缘反噬，生死道萧夜宵虽然背景恐怖，当代无敌，又怎么可能跟阴虚仙祖相提并论？只要他们踏入大殿，就会被彻底囚困。而凌晨只需得到此地的阴阳神髓，助幽姬恢复修为，就能将三大天骄尽数碾压，夺取最后的传承。妙啊！幽姬轻轻颔首，抬头看向远处一座破败的古殿，眼眸骤然一凝。前辈，怎么了？殿中有一道魔翼，应该是当初被阴虚仙祖击杀的那位魔道巨擘。幽姬眉头紧锁，眼底渐渐有所决断。小陈，我想办法引开这道魔魂，你进殿找寻阴阳神髓。前辈，这太危险了，要不你去？幽姬冷冷看了凌晨一眼，眉头轻皱。以前他会觉得这些关心很温暖，很细节，可不知为何，在亲眼看到夜宵强势阵杀机而帮硬，庇护顾明月后，他突然很反感这种毫无意义的嘴上功夫。凌晨尴尬一笑，挠了挠头，目视幽姬走入了大殿之中。很快，殿中就传来了一道惊天的轰鸣声，魔翼席卷，而幽姬的身影则是奔掠而出，朝着大渊入口逃窜而去。在其身后，一道通体被魔物遮掩的身影紧追而来，发出阵阵愤怒的咆哮声。小陈，我坚持不了太久，而且此地的动静很快就会引来其他仙宗强者。那道灵髓就在大殿中央的玉台上，你要快。随着幽姬的声音自凌晨魂海中传来，后者脸上也是闪过一丝凝重，抬脚朝着前方大殿中掠去。与此同时，大殿之中，夜宵站在大殿中央一座白玉灵台前，嘴角扬起一丝玩味。以他的周天眼术，别说幽姬一道残魂，就算至尊强者也很难发现他的行踪。只见他伸手拿起灵台上的一只黄金宝匣，取出其中一块黑白两色不停变换神形的玉髓，又在宝匣中留下一道魂石标记，重新将其放回了原地。此时夜宵眼中有着一缕淡淡的邪恶。如今凌晨身上还隐藏着两条剧情主线，天命青梅以及天命未婚妻，还未耗尽全部光热。而且对于凌晨身后的那一道黑丝大长腿的女子，夜宵同样有所兴趣。在她身上，夜宵能够感觉到一股远古妖魔的气息，若是好好调教一下，或许能当个不错的坐骑，有事儿做一做，没事儿骑一骑那种。凌晨，你前辈很美，现在她是我的了。嗡！一念至此，夜宵挥手打落下一道道魔纹，将整座大殿封印，只留下一个入口，身影消失在了原地。很快，凌晨的身影就急匆匆地闯入殿中，直奔白玉灵台而来。这是当看到那一只摆放在灵台上的宝匣时，他整个人都澎湃了，热血沸腾。虽然此时他并未看到宝匣中的阴阳神髓，可单单玉台上残留的一丝阴阳道韵，就令他许久未曾突破的境界有了一丝松动的迹象。造化之物，按照幽姬所说，当初阴虚仙祖就是凭借这道神髓才打破了真神境界，踏入了圣境层次，而他只要将这道神髓融入体内，至少能恢复真神境界。那个时候，凌晨再也不用忌惮那些所谓的宗门圣子、仙宗传人了。呼！凌晨深吸了口气，一把将黄金宝匣握在手中，小心翼翼地将其打开。嗡！下一刹，他的脸色陡然一愣，豁然盖上宝匣，抬头看向大殿四周，然后打开，合上，打开，合上。同时，凌晨还在不停变换着姿势，像是在印证什么。怎么可能？直到大殿外突然传来阵阵急促的破风声，凌晨的脸色方才一点一点凝固了下来，低头看着空空如也的宝匣，整个人都骂了。没有，毛儿都没有。这也就意味着他接下来想要前往中央古殿镇压夜宵、顾明月、收服姬如梦、夺取传承的计划彻底破灭了。怎么会这样？此时他心中不仅有困惑，还有一缕浓郁的不安与惊悚。如果这里压根没有阴阳神髓，为何幽姬会骗自己进殿取宝？啊！就在此时，殿外突然传来了一道凄厉的惨叫声。凌晨脸色一白，朝着入口之处疯狂逃窜。可就在他的身影踏出古殿的一刹，整个人再度呆立在了原地，嘴巴渐渐张大了。此时凌晨看到一道乌光缭绕的魔影矗立在大殿之前，一拳砸落，竟生生将两名古族传人的肉身砸成了齑粉。更远处的地方，一些头颅破碎的尸骸躺在地上，鲜血骨渣四溅而开，宛如炼狱之景。这大魔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凌晨眼眸骤凝，像是想到了什么，小心翼翼地遮掩气息，
朝着一旁偷偷溜走。就在此时，那道乌光魔影突然转身朝他看了过来，一瞬间，凌晨浑身就有寒意升腾，在那一双漆黑深邃的魔眸注视下，尿意激增。他根本没有一丝犹豫，周身烈焰浮沉，演化成一双火焰神羽，朝着虚空疯狂逃窜。在此地所有仙宗传人、古族少主目瞪口呆的注视下，那一道乌光魔影轻轻颔首，像是得到了某种指令，周身魔气愈发浩荡。杀无赦！刚刚那个少年是凌晨，姬如梦的追随者，他居然勾结邪魔，这邪魔是他的仆从，怪不得阻拦我们进殿，原来是在帮凌晨夺取造化。轰隆隆，众人面面相觑，还不等他们从震惊中反应过来，就见一缕乌光从天垂落，宛如一方魔域大界，欲要将他们囚困其中。逃！仅仅一刹，此地就有10数位年轻天骄被这股魔意笼罩，肉身腐朽，一道道灵光身影划破天穹，朝着入口之地疯狂逃窜。而在他们身下的地方，一方诡异魔域盖压天地，将其中的天骄尸骸尽数吞噬，无声无息。吼！半晌之后，那一方破败的古殿中就传来了一道愤怒的魔吼声。只见那一尊大魔魂影再度踏出大殿，浑身魔气滔滔，愤怒至极。发生什么了？听到这道魔音声，大渊四处，一众宗族天骄脸色大变，心底渐渐生出了一股浓烈的不安。嗡！与此同时，凌晨的身影则是出现在了中央古殿之前，这里是他和幽姬约定的地方。此时，这位天命之子的脸色明显有些阴沉。阴阳神髓去哪儿了？那尊大魔残魂为何会挡在殿外，屠杀宗族天骄，偏偏放过了自己？以幽姬的神魂感知，若是早就知道殿中并无神髓，又为何让自己冒险前去夺取？小陈，随着一道温婉轻柔的女声传来，幽姬身影从天而降，她的眼中明显有些期待之色，红唇微微掀起。得手了啊！凌晨挠了挠头，露出一抹尴尬之色，将那一尊宝匣递到了幽姬手中。可就在幽姬打开宝匣的一刹，整个人突然愣在了原地，眼底顿时闪过一丝凛冽寒意。小陈，虽然阴阳神髓很珍贵，但魂海境界很难将其完全炼化，而有我炼化的话，前辈，我得到这个宝匣时，里面就是空。凌晨轻叹了口气，他能理解幽姬的心情，可他真的没有看到阴阳神髓啊！什么？幽姬眉头轻皱，思绪百转，将整个过程重新回忆了一遍。有人先你一步抢走了阴阳神髓？没有。凌晨无奈地摇了摇头，最起码他并未看到有人闯入古殿。不可能。幽姬银牙紧咬，看向凌晨的眼神里是一抹毫不掩饰的失望。方才他踏入古殿引走大魔残魂时，真真切切感觉到了阴阳神髓的气息，可此时凌晨却告诉他并未看到这道神髓。幽姬并不相信有人能在他眼皮子底下遮掩气息，唯一的解释就是凌晨得到了神髓，并不愿交给自己。前辈，那道大魔残魂举止很是怪异，他帮我拦住了所有宗族天骄。这一刻，幽姬心底突然生出了一丝迷茫。他不是不相信凌晨，恰恰相反，如今他的命运已经与这个少年交缠融合。幽姬想要重塑肉身，恢复巅峰实力，只能是仰仗凌晨，与他一起成长。可凌晨此时说的话实在太匪夷所思了。前辈，我觉得我们可能被人算计了。凌晨手掌紧握，内心里有种难言的不安，好像无形中有一只大手在肆意拨弄着他的命运。啊！就在此时，远处黑暗中突然传来一道凄厉的惨叫声，而幽姬的身影顿时消失在了原地，回到了凌晨的石界中。前辈，因需先祖的机缘，走吧。以你的实力，根本不可能炼化那一尊魔宝，我也不行。若是再因此得罪了夜宵神子，又是夜宵。凌晨神色愤恨，总感觉幽姬对这位神子的态度过于卑微了。在他眼里，幽姬不仅是他的前辈，更是师尊，甚至有些莫名的情愫。两人经历了无数凶险磨难，在生死间历练成长，宛如最亲密的伴侣，不离不弃。如今随着夜宵强势现身，似乎令幽姬对他的态度有了些许变化。小陈，你也不要太伤心了，只要你能进入道宗秘境，圣州当代就再无人是你的对手了。幽姬深吸了口气，勉强压抑下心底的愤恨，轻声安慰道：他能怎么办？人是自己选的。我知道了。凌晨轻轻颔首，如今他想要更快的成长，还需要依赖幽姬的阅历。这种时候，他绝不能和这道大妖残魂撕破脸面。小陈，快走！我感觉那尊大魔气息朝这儿来了。闻言，凌晨深深看了一眼远处大殿，转身朝着大渊入口掠去。嗡！直到两人气息完全消失，夜宵的身影方才从黑暗中走出，手里把玩着那一枚阴阳神髓，嘴角隐有一丝玩味。这一次他截取神髓，不仅是为了薅顾明月羊毛，同时也是为了给凌晨和幽姬心底埋下一根刺。
从此之后，这对狗师徒再也不可能像之前那样彼此信任了。等到时机成熟，叶萧只要拿出足够的筹码，就能令幽姬归心，凌晨归西。30年河东，30年河西，哪比得上天生富贵？只是此时叶萧仍旧没有踏入中央古殿，而是朝着凌晨追了上去。嗡！一路之上，凌晨自然遇到了诸多古宗天骄，而他们在看到凌晨的一刹，瞬间施展神通宝术，疯狂逃窜。这一幕更是令凌晨心中的不安愈发浓郁了。怎么会这样？凌晨神情愤恨，偏偏无从解释，只能是遮掩气息，尽快离开这处是非之地。如此半晌之后，大渊入口突然跌宕起一缕淡淡的魔纹波澜，将整座大渊封印其中。只见夜宵身外魔意滔天，重新朝着黑暗中踏步而去。如今他想要做石凌晨邪魔之名，为其拉满仇恨，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屠戮渊中这些宗族传人。不好，那邪魔把大渊封印了。远处虚空，一众年轻天骄奔掠而来，妄图逃离此地。我就说凌晨不会放过我们的，我们撞破了他与邪魔勾结的秘密，他这是要将我们赶尽杀绝。该死的凌晨，一起出手！嗡！其中一位身材魁梧的蓝衣青年手中突然浮现出一尊银辉神宝，朝着夜宵镇压而下。而夜宵根本没有半句废话，一拳砸出，魔纹浩荡，宛如山海般澎湃轰鸣。轰隆隆！一瞬间，那蓝衣青年祭出的灵宝就被夜宵一拳轰碎，银光乍泄，连同肉身身躯一同碎了。跟他拼了！一时间，此地就有光华迸射，灵纹流转，将虚空轻易破碎。在渊中封印下，众人的境界皆被压制在神轮层次，又怎么可能是夜宵的对手？噗噗！随着一道道诡异的破碎声传来，夜宵踏步云穹，每一道拳印落下，都能轻易砸碎一位天骄，从而将他们的血气、神魂尽数吞噬炼化。逃啊！虚空之上，夜宵看着那几道重新逃入大渊深处的身影，脸上并不见一丝波澜。此时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那里将会有另外一头真正的大魔在等待他们。数百位宗门传人进入阴虚古墓，尽数葬身其中，势必会震惊整个中央圣州。凌晨的邪魔身份也注定会响彻天地，黑锅背死。这等危难时刻，天命之子举世皆敌，是不是要有一些背景强大的天命青梅闪亮登场了？哥哥才不是魔，夜宵大坏蛋，又是一波小高潮呢。妹妹，你听我说，你哥或许不是原来的你哥了，可夜宵哥哥一定会永远疼爱你的。结。相比于这些，夜宵更在意的还是顾明月。在他亲眼看到了这位至尊女帝的宿命一角之后，已经明白了他心中真正的顾虑。夜宵想要打破他的道心顾虑，并非是一味的隐藏魔身秘密，而是要让他接受这个秘密。眼下就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嗡！就在夜宵的身影出现在中央大殿中时，顿时感觉到一股惊天的魔意扑面而来。很明显，一个能令凌晨背后的上古大妖望而却步的，一定不是机缘，而是危机。只是这种魔意对于寻常天骄而言，或许意味着无尽凶险，可对于修炼了吞天魔功、觉醒了万化魔体的夜宵而言，却根本没有一丝威胁。随着夜宵不停深入，他能看到殿中诸多破碎的禁制法阵，应该都是被顾明月与姬如梦打破的。而夜宵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碍，就来到了大殿尽头。只见此处矗立着一扇古老的青铜大门，其上符文雕琢，透露着惊人的魔意与封印之力，像是一座远古的门庭，连通着未知的纪元世界。随着夜宵探手而出，顿时感觉一股浩荡恐怖的威压轰然坠落，欲要将他碾压在地。哼！夜宵冷哼一声，胸前大道之骨绽放出七彩的光华，将这股封印之力尽数抵挡。而他的身影则是掠入青铜古门，彻底消失了踪迹。与此同时，顾明月与姬如梦静静盘坐殿中，脸色皆是无比煞白。整座大殿魔气惊人，地上洒落着诸多白骨与神宝碎片，可怖的阵纹铭刻在大殿墙壁上，绽放出一缕缕氤氲璀璨的光华，将殿中魔意封印禁锢。即便如此，以顾明月与姬如梦的实力，仍旧很难将这股魔意阻拦下来，眼中乌光缭绕，渐渐被魔意侵蚀。怎么会这样？姬如梦银牙紧咬，周身灵光澎湃，头顶一枚金色宝珠静静悬浮，洒落下万丈辉光。原本他还以为只要他能找到先祖遗骸，就能得到此地的传承造化，可他做梦也没想到，先祖遗骸是见到了，却不是机缘，而是滔天的魔意在其身旁。顾明月神色漠然，眼底隐有一丝困惑。他抬头看着大殿上放一道早已干枯的尸骸，黛眉轻轻蹙着。此时他看到，在那尸骸眉心，一柄古老普通的石剑将其头颅贯穿，钉死在了座椅之上。而殿中的魔意正是源自这柄古剑。顾女帝看来想要离开此地，得想办法封印这股魔意啊。姬如梦沉吟片刻，转头看向顾明月道：
如今他已经不奢望什么先祖传承，只希望能活着走出此地。此时他突然有些想念凌晨，不知他若在此，是否有办法解决眼前的困境。哦，闻言，顾明月眼眉轻挑，缓缓点了点头。虽说有夜宵之前赠予他的镇魂石，这些魔翼短时间里无法对他造成威胁，可殿中的封印之力却同样在压制他的修为神魂。时间一长，顾明月是必会被魔翼沾染，影响道心、道基。姬圣女有什么好办法吗？我阴虚古教传言，先祖曾经得到了一柄邪剑，名为陆仙，斩过真仙，沾染了一丝仙道因果。姬如梦轻叹了口气，他虽然不明白先祖为何会被自己的剑斩杀，但想来那一柄魔翼今天的实剑，应该就是这柄传说中的陆仙邪剑了。然后呢？顾明月眸光微凛，心神愈发困惑。如果此殿中最大的造化是这柄斩过真仙的古剑，那上一世凌晨是如何在一夜时间从魂海五重踏入神伦三重境界的？还是说这座古墓中还隐藏着其他机缘？难道凌晨的确是故意离开此地，将姬如梦和自己困住的？那样一来，那一尊阻拦众人的大魔又是怎么回事？凌晨是如何掌控他，配合演这一场戏的？突然间，顾明月心底竟生出了一丝淡淡的不安。原本他还以为夜宵去追凌晨将会一无所获，如今看来，这个混蛋似乎早就看穿了凌晨的目的与计划。该死！临行前，教主给了我一张神符，内含先祖一缕魂石。如若我们能借此唤醒先祖意志，或许就能压制此剑。姬如梦从乾坤戒中取出一枚金光古符，神色逐渐凝重了下来。这枚神符算是他最后的底牌，一旦失败，就真的是穷途末路了。顾女帝，就劳烦你了。好。顾明月并未拒绝，缓缓站起身来，周身隐有一丝先天之气流转，在其周身丈许之地，所有魔翼翻涌退散，宛如一尊黑色漩涡，缭绕着惊人的波澜。只见他接过姬如梦手中的灵符，一步一步朝着阴虚仙族走了过去。在姬如梦期待紧张的眼神中，顾明月直接挥手，将那一枚古符打落在了阴虚仙祖尸骸之上。下一刹，一股更为惊人的魔翼轰然席卷，直接将顾明月撞飞了出去。而那一尊尸骸紧闭的眼眸也在此时豁然睁开，透露着无尽的阴森与魔翼。轰隆隆，可怖的魔翼波澜顷刻间席卷了整座大殿，将所有封印神纹尽数破碎。这一刻，无论是顾明月还是姬如梦，眼底皆是一抹真正的惊悸与绝望。嗡！就在此时，顾明月身后的虚空中忽然传来了一道诡异的嗡鸣声。只见一道白衣身影迈步走来，周身仙辉璀璨，道韵盎然，直接伸手将顾明月揽入怀中，任由一旁的姬如梦被魔翼撞飞，砸落在地上，嘴角流落下一缕血渍。顾明月眸光惊颤，转头看向身后那一张近在咫尺的俊朗容颜，眼眸骤然一凝。夜宵！轰隆隆，大殿之中，可怖的魔翼席卷而开，宛如一座炼狱冥府，欲要将一切闯入的生灵尽数吞噬。走！夜宵一把握住顾明月的肩膀，将他用力朝着殿外掷去，而他的身影则是迎向了那一道奔掠而来的尸骸魔影，白衣飘荡，无怨无悔。这一刻，他的身上好似在发光，将顾明月阴霾的道心照亮了一角。夜宵！还不等顾明月身影落地，就见一座魔翼大界轰然坠落，将夜宵与那一尊魔师的身影尽数笼罩，消失无踪。整座大殿顿时陷入了死寂，就连姬如梦脸上都是一抹惨白之色，眼瞳中尽是绝望。如若今日夜宵死在他阴虚仙族的古墓中，恐怕整个阴虚古教都会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夜宵！顾明月红唇颤动，眼中闪烁着一抹茫然无措。他之所以重生归来，就是为了亲手将夜宵捏死，以解心头之恨。可看着眼前的魔翼大界，想起方才夜宵奋不顾身的场景，他的心底竟有一种刺痛之感。怎么会这样？这个家伙竟然真的愿意为他付出生命的代价。刚刚那一尊魔师乃是阴虚仙祖尸骸演变，被陆仙古剑中的仙道因果诅咒，绝无可能作假。即便夜宵手段众多，也不可能从他面前全身而退。顾女帝，我们还是先离开此地吧。姬如梦走到顾明月身前，轻叹了口气。不。闻言，顾明月却摇了摇头，静静地站在原地。此时他心底无比矛盾，明明他想要的就是夜宵惨死，可在真正看到他陷入绝境后，又不甘心。我只是不想他死在别人手中，我要亲手杀了他。顾明月深吸了口气，玉手紧握。夜宵，你可一定要活着出来。嗡！与此同时，万化魔域，夜宵立于虚空，脸上的惊慌早已平静了下来。此时他能感觉到，这尸骸身上的魔翼皆源自他眉心的那一柄古老石剑。这种魔翼虽无法与他的万化魔翼相提并论，却掺杂着一股极为恐怖的因果之力。而这或许就是夜宵真正打开顾明月身心的契机。
一念至此，夜宵再不犹豫，胸前道骨轰然爆发。只见一缕七彩神辉升腾而起，将阴虚先祖身躯笼罩，魔意压制后，一瞬间，这位圣人老祖的尸骸上就有魔气翻涌，眼中魂光迸射，竟逐渐恢复了一缕神智。小贝，你是？阴虚先祖眉头紧锁，四下打量了一番周围魔域，眼神愈发精寂了。嘘，前辈别说话，我先帮您压制体内魔意。夜宵神色肃穆，周身仙辉闪烁，超凡脱俗。好。阴虚先祖沉吟片刻，缓缓点了点头。他明白，一旦他这缕神智泯灭，就会被陆仙邪剑彻底掌控，沦为行尸走肉，轮回不入。前辈，敞开神魂，不要抵触我。随着夜宵话音落下，阴虚先祖眸光微凛，并未拒绝。下一刹，两人眼瞳中皆有魂光沸腾，而阴虚先祖嘴角却忽然扬起一抹隐晦阴邪弧度，而他的这缕残魂竟毫无征兆地撕开虚空，没入了夜宵魂海之中。小子，不用这么麻烦，你把这道肉身给我不就得了？哦。对此，夜宵却没有丝毫意外，身影渐渐自魂海中显化，神色漠然地看着眼前那一道苍老魂影。其实，无论是他魂石侵入阴虚先祖的魂海，还是这位圣人老祖夺舍他，结果都不会有任何改变。早在夜宵以先天道骨将其唤醒的那一刻，这位阴虚先祖的下场就已经注定了。以夜宵的实力，根本不可能是这头魔尸的对手。他想要解决眼前的麻烦，最好的办法就是解决这道魔尸中的残魂。小子，难道你家长辈没有告诉过你，不要随随便便敞开魂海吗？而且还是在一道饥渴的骨残魂面前。阴虚先祖摇头一笑，眼底是一抹淡淡的讥讽。当初他与那一尊圣境大魔争夺陆仙古剑，虽然勉强将其斩杀，却同样伤了道基，最终被陆仙中的鲜血因果反噬，身死道消。如今夜宵将其残魂唤醒，令阴虚先祖重新看到了一丝生的希望，又怎么甘心沉眠在这潮湿阴暗的地底大墓中？这条仙途本就如此，众生争渡，哪有那么多的情感友谊、先辈传承？死道友不死贫道，众生修行皆是为求长生。哦，那前辈有没有想过，我为何让你进入我的魂海？夜宵灿然一笑，顿时令阴虚先祖心神惊颤，有种莫名的不安。此时他根本没有丝毫犹豫，直接探出手掌，朝着夜宵镇压而下。晚了。夜宵眸光深邃，头顶突然有一缕金光垂落下来，太初祖浮萍空显化，将整座魂海笼罩其中。一瞬间，阴虚先祖浑身都凉透了，脚步停滞，轻轻咽了口水。哪怕以他的境界，在这股神辉下都有一种难言的恐惧，神魂被牢牢压制。小子，你要练我神魂？这般行径与邪魔有何区别？此时阴虚先祖终于明白了，这个少年竟然是故意将他引到魂海之中，欲要猎杀。他怎么敢的先祖说什么？晚辈怎么会是邪魔？倒是先祖这具尸骸，我想圣州正道应该会有很多人感兴趣的。夜宵温和一笑，掌控太初祖符轰然盖压，宛如一尊万古神日，将一切魂石灵光尽数湮灭。我跟你拼了！阴虚先祖牙关紧咬，脸色狰狞怨恨，在其周身一缕缕魂纹弥漫而开，朝着太初祖符阻挡而去。只是在这一尊无上仙气面前，这些魂纹仅仅坚持了片刻时间，就被彻底湮灭了，连同阴虚先祖的魂体都被碾成了齑粉。嗡！一股浩荡的神魂波澜悄然弥漫了整片魂海，而夜宵当即盘坐下来，将这道圣人残魂彻底炼化。仅仅一刹，夜宵的神魂气息就开始攀升，朝着大成境界突破而去。神轮7重，神轮8重，神轮9重，大成1重。轰隆隆，整片魂海顿时掀起惊天的波澜。可在太初祖符的镇压下，这些波澜很快就恢复了平静。而夜宵的眼眸也在此时陡然睁开，眸光如剑，撕裂万古。大成神魂。在炼化了阴虚先祖的残魂后，夜宵缓缓起身，看着眼前早已失去生息的尸骸，眼神逐渐凝重了下来。哪怕以他的魔体道骨，在这柄陆仙古剑面前都有一种难言的荆棘。仙，如今这种存在于古籍秘典中的境界，早已在3000道州销声匿迹。如果这柄剑真的斩过真仙，那么斩仙的人境界又该恐怖到了何等地步？夜宵缓缓探出手掌，握在了这柄十剑剑柄之上。下一刹，一缕诡异的暗金血纹忽然自剑身中迸射而出，将夜宵整条手臂缠绕，宛如活物一般朝着他体内侵蚀而去。而他浑身的皮肤同样有魔纹浮沉，吞仙魔功轰然运转，将陆仙古剑连同那一尊圣人尸骸一同笼罩。嗡！可怖的魔意席卷而开，此时的夜宵宛如一尊上古的魔神，乌光缭绕，蕴含着真正的灭世威能。按照系统描述，
这门魔功乃是开天辟地第一魔道神通，而万化魔体更是万魔之祖，黑暗源头。任何魔意、魔类在这道魔体面前都会被压制、臣服。眼前这柄石剑曾经斩过真仙，牵扯了一缕仙人因果。但凡想要掌控此剑之人，都会被这道因果之力反噬，最终沦为此剑傀儡。可对于叶萧而言，这种魔意非但没有一丝威胁，反而与他魔体契合，威势更强。嗡！时间流逝，大殿之中，顾明月神色紧张地看着眼前翻涌的魔意法剑，哪怕以他的实力，在这股魔意面前都感觉无比渺小，根本无从窥探。就在此时，层层魔意中突然亮起一缕青光，只见一道乌光身影从天而降，直接砸落在了地上。一瞬间，顾明月眼中就闪过一抹淡淡的惊悸。更远处，季如梦惊呼一声，紧绷的心弦突然放松了下来。他看到这一道跌落的身影并非叶萧，而是先祖遗骸。嗡！随着这道尸骸的出现，殿中原本弥漫的魔意顿时如潮水般退散，露出了其中一道白衣挺拔、鲜艳冰冷的身影。叶萧！顾明月眸光颤动，眼眸骤然一凝。此时的叶萧神情冷漠，手握那一柄古老石剑，整个人的气息竟仿佛变得无比阴邃。噗嗤！随着一道气血声传来，叶萧身躯陡然一颤，直接从天跌落了下来。叶萧！顾明月一步踏出，像是一种本能，直接将叶萧揽入了怀中。你感觉怎么样？很软。叶萧整张脸庞扎进顾明月怀中，缓缓闭上了眼睛。此时他能嗅到顾明月身上散出的那一缕幽香，感受着他胸前惊人的柔软，露出一抹享受之色。你！顾明月银牙紧咬，可看着叶萧脸上的苍白以及染血的白衣，终究是未敢将他推开，心底轻叹了口气。不知为何，此刻他心底突然有种难言的不安，总感觉叶萧的伤势比表面看来的还要严重。一位圣人施魔，一柄被先诅咒过的邪剑，尤其是方才叶萧眼中缭绕的那一缕寒彻，毫无感情，竟令他看到了上一世叶萧的几分神采。顾明月心神一颤，突然想到了一种可能，难道叶萧的魔意是由此而来？他为了救自己，才被殿中魔意侵蚀，一步一步坠入了魔途。顾明月并不确定上一世的叶萧有没有出现在阴虚古墓中，而他也从未想过叶萧会被魔意侵蚀，更没在意他的伤势与异常之处。这是他作为未婚妻的疏忽。这一世，顾明月心中最大的顾虑就是叶萧的魔身秘密。如今看来，他似乎并非故意修炼魔功，而是迫不得已。突然间，顾明月眼中竟闪过一丝淡淡的悔意。如果他没有离开叶家，偷偷前来抢夺凌晨造化，就不会令自己置身险境，叶萧也就不会为了救他被尸魔困在魔界之中。如果他真的因此坠落魔道，成为了举世皆敌的大魔，顾明月又该作何抉择？长生叶家手段众多，一定有办法解决叶萧身上的魔意。顾明月深吸了口气，将叶萧搀扶起来，朝着殿外行去。我送你回叶家。明月，等一下。叶萧挣扎起身，脸色无比苍白。只见他从乾坤戒中取出一枚黑白两色的神髓，递到了顾明月身前。诺，这才是此地最大的机缘。嗡！顿时间，一股阴阳之力流转而开，异象升腾，生生不息。而顾明月与姬如梦的脸色几乎同时呆滞了下来，红唇微张，一脸的震撼与惊悸。阴阳神髓，顾明月喃喃一语，整个人愣在原地，眼眶渐渐有些红润。之前他就怀疑这阴虚古墓中很可能还隐藏着其他造化，而凌晨趁机离开，就是为了甩开众人，利用此地的尸骸魔意困住他们。如今看来，他的猜测是对的，可最终凌晨也未能如愿，反而被叶萧截取了造化。我怀疑之前那个对我们出手的妖魔是凌晨的人。叶萧默然一语，顿时令姬如梦心神一颤，寒意遍体。第一，恭喜宿主成功赠予天命之女阴阳神髓，获得万倍返还奖励。阴阳转轮珠内含阴阳本源，可参悟阴阳大道。叶萧，你也受伤了，这道神髓。顾明月轻叹了口气，感觉再这样下去，他又要沦陷在这位叶家神子怀中了。我说了，你想要什么，我都会帮你找来，下次不要再不辞而别了。走吧，先离开此地。叶萧摇了摇头，牵起顾明月的手掌，朝着殿外走去。两人身后，姬如梦轻叹了口气，看向顾明月的眼神里是一抹淡淡的艳羡之色。随着三人走出大殿，一路看到无数天骄横尸渊中，断肢残骸洒落一地，其中不乏一些古族传人、仙宗圣子，死相极惨，甚至一些尸骨上还有诸多被啃食的痕迹，无比瘆人。快看，是姬如梦，叶萧神子。神子，快离姬如梦远一些，他是邪魔。就在三人出现在大渊入口之时，仅剩的5名古族传人顿时惊呼一声，朝着叶萧疯狂呐喊：魔！你们说谁是魔？姬如梦脸色一愣，心底的那一丝不安
愈发浓烈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叶宵眉头轻皱，抬头看向大渊上方笼罩的魔翼封印。方才他炼化陆仙古剑时，曾感觉到一股淡淡的魂石波澜逐渐湮灭了。如果他所料不错，这道神魂波澜应该就是之前守护阴阳神髓的那尊大魔的。他被陆仙古剑斩杀，沦为了此剑剑魁，被掌控了一缕魂石，因此未曾真正陨落。随着叶宵炼化此剑，那一缕被囚困的魂石就此破碎，大魔仅存的生机自然是荡然无存。凌晨，就是那个追随姬如梦的灰衣青年，他勾结妖魔，杀了所有进入古墓的人。对，我亲眼看到他去殿中夺宝，一尊妖魔替他拦下了所有天骄，并将他们统统杀了。我也看到了，那尊妖魔还向他躬身行礼呢。5名宗族少主神情愤恨，眼底皆是一抹浓郁的怨毒，太可怕了。这2日时间，他们在渊中东躲西藏，提心吊胆，简直比死都要痛苦。哦，闻言，叶宵缓缓转头看向姬如梦，眼神逐渐冰冷了下来。姬圣女，你知道的，我叶家与邪魔势不两立。咕噜，姬如梦喉咙滚动，双指并拢，指向苍天。叶宵神子，我发誓，我跟凌晨并无勾结，是他主动找上阴虚古教，说可以帮我找到先祖遗墓，我也是被他利用的。哦，叶宵轻轻颔首，脸上隐有些为难之色。就算我愿意相信你，可那些死去的宗门天骄，顾女帝，请你一定帮我证明，我也是被凌晨坑骗，险些死在那一尊尸魔手中。此时姬如梦真的慌了，俏脸煞白，她明白，一旦古墓中的事情传扬出去，阴虚古教就将沦为众矢之的。那些死掉传人、圣子的宗门一定不会善罢甘休。哼，神子千万不要相信他，我看阴虚古教就是别有居心，故意坑杀周围一众宗族传人，巩固自己的霸主地位。是啊，这件事绝对不能这么轻易算了。聒噪！就在一众宗族天骄叫嚣之时，却见叶宵忽然斩落一剑，剑气轰鸣。一瞬间，那5位修为达到神伦一众的宗族传人，脸色瞬间呆滞了下来，眉心洞穿，直接从天跌落，生机尽泯。这一幕更是令姬如梦娇躯颤动，一双笔直纤细的玉腿渐渐紧绷。走吧。叶宵神色漠然，再度一剑斩落，将大渊上方的封印生生斩碎，与顾明月一起离开了此地。叶宵神子，姬如梦银牙紧咬，强忍着心中惊悸，朝着叶宵追了上去，请叶宵神子一定为我证明。我为何要为你证明？你跟我有关系吗？叶宵冷笑一声，丝毫没有理会姬如梦眼中的哀求，与顾明月一同朝着叶家方向而去。如果他没记错的话，这位阴虚圣女的未婚夫是一位年轻至尊圣体天骄，而叶宵的万化魔体恰好需要吞噬5道圣体血脉才能完成第3转。如果姬如梦不是傻子，他就会明白，现在唯一能够救他和阴虚古教的只有叶宵。叶宵神子，大渊之畔，姬如梦玉手紧握，忽然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朝着叶宵2人追了上去。叶宵，你既然打算帮他，为何还要这样吊着他？叶家族弟顾明月黛眉轻蹙，有些疑惑地看了叶宵一眼。上一世里，他并未听说凌晨与邪魔勾结，总感觉这一趟阴虚古墓之行出现了诸多变数。也正因如此，他内心里莫名生出了一丝希冀。求人帮忙，至少要有个求人帮忙的姿态。我并不是对谁都愿意付出一切。叶宵忽然转头看向顾明月，这不经意的深情更是令顾明月俏脸一愣，脸上渐渐腾起一抹烟霞。叶宵，你的伤估计要闭关一段时间了，这几日我便不去先皇古巢看你了。叶宵无奈一笑，伸手将顾明月额前一缕乱发绕至耳后，这般温柔的动作更是令顾明月心神一颤，有所无措。那你保重。顾明月轻嗯了一声，神色虽然清冷，可步履却已显慌乱。此刻他的道心微乱。出来吧。直到顾明月气息消失，叶宵的脸色才一点一点冷漠了下来，身影从天而降，落在了神子大殿之前。在其身后，姬如梦神色紧张地看了一眼周围天地，这才现出身形，朝着叶宵微微躬身。神子，这还是他第一次来到长生叶家，顿时被此地的景象所震慑，可怖的仙气弥漫，宫殿恢宏，宛如古老的天庭神景。更远处的地方，日月星辰流转，隐约可见一缕缕大道神痕勾勒，发出浩荡澎湃的嗡鸣。这里就像是一片独立的宇宙，大道宏宏，法则壮阔。那位是，好像是阴虚圣女姬如梦。牛比啊，神子这才刚刚订婚，就敢带阴虚圣女回族了。我怎么记得姬如梦有未婚夫？圣女，你也不想你的未婚夫丢掉性命吧？有画面了。叶家族弟叶苍、叶如等人看着那一道站在叶宵身后的金袍倩影，眼底皆是一抹浓郁的敬佩。作为圣州赫赫有名的娇女，姬如梦长相绝美，五官精致，
身上那种柔弱可怜的气质更是吸引了无数追求者。可此时，这位世人眼中的无上娇女，在叶萧面前却如婢女一般，一副随时都可以给的谦卑姿态。说吧，跟着我做什么？叶萧走入神殿，端坐在长案之前，抓起一只酒壶，轻抿了一口。神子。姬如梦深吸了口气，脸色逐渐肃穆了下来。原本以她的身份，根本无需在叶萧面前如此卑微，可在亲眼目睹了这位神子的冷血杀伐之后，姬如梦内心竟对他有种本能的恐惧。我想跟你做个交易。哦，交易？叶萧饶有兴致地看了姬如梦一眼。你不会是想告诉我，我杀姬无力和姬邦印的账一笔勾销，但是需要帮你洗刷罪名吧？姬如梦脸色一滞，银牙轻咬着红唇。叶萧神子，你也杀了好多天骄。噗嗤。闻言，叶萧摇头一笑，忽然站起身来，走到了姬如梦身前。下一刹，他直接探出一只手掌，握住了姬如梦雪白修长的脖颈，将她整个人拎在了半空之上。别说姬无力这些人，就算我杀了你，又如何呢？你看着眼前那一张清俊冷漠的脸庞，姬如梦红唇颤动，眼中渐渐有雾水升腾。叶萧神子，到底怎样你才能帮我？我只帮自己人，而你并不是，除非你给我当个婢女。什么？听到叶萧所言，姬如梦整个人顿时愣在了原地，而叶萧则是随手将她丢到一旁，就像是在丢一只牲畜，毫无怜悯。这一幕再度令姬如梦骄傲的内心被狠狠践踏了一下。她堂堂阴虚圣女，圣州最顶尖的娇女，无论背景、天赋，甚至长相，都足以排进圣州前10之列，却被叶萧如此羞辱。偏偏如今姬如梦以及阴虚古教的命运，统统被叶萧握在手中，根本不敢有一丝挣扎。叶萧神子，能不能请您换一个条件？我阴虚古教可以付出任何代价。姬如梦深吸了口气，强忍着心中怨怒，沉声问道。我的耐心很有限，在我没有改变主意之前，要么滚，要么照我说的做。叶萧重新坐回长案之前，端起酒壶，自顾饮酒。他根本不担心姬如梦会拒绝，从他踏入叶家族地的那一刹，就再也不可能安然离开了。好，我答应你，不过叶萧神子应该知道，我有未婚夫的。姬如梦沉吟片刻，银牙紧咬，恨恨地瞪着叶萧道：姬圣女想多了，以你的身份，还没有资格上我的床榻。叶萧淡然一笑，忽然抬头看向姬如梦，敞开魂海吧。我有那么差吗？姬如梦气得跺了跺脚，又忽然反应过来，眼眸骤然一凝，敞开魂海。叶萧神子，不要，这可由不得你。叶萧神色温和，眼瞳中神魂迸射，化作一枚漆黑古老的印记，朝着姬如梦魂海落下。顿时间，整座大殿中就有神纹缭绕，气象万千，而姬如梦的身躯更是被这股威压牢牢压制，发丝凌乱，动弹不得。为什么？我明明都已经答应你了。姬如梦神色委屈，眼泪簌簌滴落。此时他有种预感，一旦他敢有一丝挣扎，就会瞬间被这股魂力崩碎魂海，生死道消。我不信任你。叶萧摇了摇头，掌控那一道魂印，狠狠印向姬如梦。嗡！浩荡的魂力怒灌而来，几乎将姬如梦魂海撑碎。停下！叶萧！随着姬如梦一阵惶恐无助的惊呼声传来，她的身躯直接瘫软在了地上，浑身冷汗凛冽，有种说不出的羞恼。过来，给我捶捶肩膀，说说你跟凌晨是怎么认识的。叶萧语气漠然，魂海中一缕魂石悄然而逝。从此刻起，这位阴虚圣女就将是他最忠诚的奴仆，只要叶萧一个念头，就能让他欲生欲死。是，神子。你叫我什么？叶萧眼眉轻挑，眼底魂纹缭绕，而姬如梦娇躯陡然一颤，像是打开了某种开关，双腿渐渐紧绷。主人！只见他银牙紧咬，缓缓走到叶萧身后，轻轻揉捏着他的肩膀。虽然他的动作稍显笨拙，但眼眸中却再不见一丝抵触。这么说，他帮你打开阴虚古墓，就是为了换取一枚论道令，得到一个进入道宗秘境的资格。叶萧嘴角微扬，心底顿时有所猜测。天命之子嘛，天天没掉事儿，不就喜欢开副本认兄弟？叶萧之所以收姬如梦为奴，不仅仅是为了诬陷凌晨，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他的那位圣体未婚夫。接下来的道子论道，叶萧只要稍稍布置手段，就能将凌晨、姬如梦、未婚夫统统收割。如果运气好的话，凌晨的那位小青梅很可能也会送货上门，前提是他得知道凌晨遇到了危险啊。是，主人。姬如梦红唇轻抿，小心翼翼地看了叶萧一眼。主人接下来有什么打算？你回一趟阴虚古教，将凌晨邪魔的身份公之于众，到时候我会以叶家神子的身份向世人证明你说的话。叶萧手指轻轻扣打着桌案，眼底渐渐闪过一丝沉吟。凌晨处心积虑想要进入道宗秘境，一定是其中隐藏着他的专属造化。这种时候，
他唯一能够指望的就是戒指里的那头大妖残魂。只是之前在阴虚古墓中，叶宵提前劫走阴阳神髓，已经在这两人心底埋下了一根不信任的尖刺。接下来叶宵只需稍稍拨弄，就会让两人痛不欲生，貌合神离。是，主人。姬如梦轻轻颔首，朝着叶宵躬身一拜，转身就欲离开此地。你那个未婚夫也会去天道城吧？就在此时，叶宵的声音忽然从他身后传来，顿时令姬如梦心神颤动，发出一声轻嗯。主人放心，我们没有感情，我不会让他碰我的。去吧。叶宵摆了摆手，目视姬如梦走出大殿，消失在了天地尽头。很快，阴虚古墓中发生的事情就以一种惊人的速度传遍了整个圣州。邪魔凌晨屠戮无数宗族传人，妄图设计坑杀阴虚圣女叶家神子。虽说最终两人侥幸逃过一劫，可叶萧神子仍旧是受了不轻的伤势。而这个消息也被一众叶家长老印证，彻底震惊了3000道州。谁能想到叶家神子刚刚出世就遭此大劫，一时间凌晨之名以及他的画像就被张贴的到处都是，甚至一些古族仙宗更是派遣长老传人四处找寻凌晨踪迹，就为能借此机会除掉这头邪魔，讨好叶萧神子。该死！古城之中，凌晨看着城中张贴的告示画像，手掌紧握，眼瞳中尽是愤恨。小臣不用在意，以我的易容之术，不会有人认出你来的。幽姬的声音自他魂海中传来，顿时令凌晨的心神稍稍平静了一些。前辈，道宗秘境中真的隐藏着一道天地灵火吗？当然，当初是我亲手将其封印在秘境中的，不仅有灵火，还有诸多神材地宝，足够支撑你突破到斩道境界。好了，别话了，前辈放心，只要我神诀大成，一定会帮你炼制一枚完美塑形丹，助你恢复肉身，重回巅峰。凌晨摆了摆手，语气里隐有一丝不耐烦。之前阴虚古墓开启，幽姬也是这么跟他吹牛逼的，什么万无一失，什么当世无敌。结果呢，仅仅一个夜宵就吓得幽姬落荒而逃，险些尿了。唉。闻言，幽姬轻叹了口气，总感觉自从阴虚古墓之后，他和凌晨之间就多了一层隔阂。如今这种相互喂饼的方式，更是令两人都有一种莫名的恶心。莫名的，幽姬眼前竟浮现出一张清俊温和的脸庞。如果当初他遇到的是叶萧神子，后者断然不会贪图一道阴阳神髓吧。而幽姬心底深埋的秘密，或许也并非不能解决。一想到当初他亲眼看到的那一场屠杀，幽姬还是心神惊颤，寒意入髓。3000道州还有希望吗？兰花婆婆，你快一点啊！圣州边陲，只见一道身穿冰蓝长裙、发丝雪白的少女踏步走来，一张白皙绝美的脸庞上隐有一丝忧虑。她的身形极为纤瘦，含苞待放，才露尖角，五官精致，宛如雕刻般完美无瑕，有一种极为出尘尊贵的神性。那一双冰蓝色的眼瞳，更像是9天最空灵的神泉，清澈纯粹，不染纤尘。此时她玉足赤裸，脚脖间系着一根红绳，落在一片山林之间。顿时间，她脚下的草木大地就结出一层寒霜，晶莹剔透。洛熙公主，不行，老奴实在走不动了。远处天穹，一位灰发老妪摇了摇头，大口大口喘着粗气。婆婆，再晚就来不及了。公主，我们洛神族早已隐世，你此番瞒着族主出来，若是被那些老东西知道了，知道就知道吧，反正他们也不是第一次惩罚我了。洛熙神色漠然，脑海中倒映出一张灿烂坚毅的脸庞。哥哥有难，我不可能坐视不理。嗡！随着他话音落下，整片山林竟诡异的寂静了下来，可怖的寒意将天地冰封，万物枯竭。此时洛熙身上好似在发光，玉足温润细腻，冰蓝色的眼瞳中倒映出一方上古雪国。雪白的冰晶开始飘洒，洋洋洒洒，将洛熙身影映衬得愈发神圣。哎，公主，其实你已经报答完恩情了，当初如果不是你求我出手，他怎么可能逃得过血魂殿的追杀？兰花婆婆欲言又止，轻叹了口气。婆婆，我再说一遍，血魂殿未灭，这个恩情就不算还完。还有，你最好不要让哥哥知道这些事，否则……洛熙冷冷看了兰花婆婆一眼，玉足轻点，朝着圣州中央迈步行去。还有不足10日时间，就是圣州最大的盛事道宗论道。即便哥哥不会现身，但那个诬陷哥哥的坏蛋神子也一定会现身的。如今她已经不是曾经那个整日跟在哥哥身后的小丫头了，她是洛神族公主，10大道州北元滨州未来的主宰。无论是谁敢伤害哥哥分毫，她都不会轻易放过。哼！与此同时，长生叶家，叶萧端坐在神子大殿中，看着手中一枚阴阳两色的宝珠，眼底隐有一丝深邃。这几日时间，他又陆续得到了系统赠予的一枚仙丹，以及一部名为虚空大手印的至尊法。很明显，
如今叶凡在神秘山村中也在拼命修行，时刻准备向他复仇。主人！就在此时，大殿之外突然传来了一道低沉温婉的声音。只见姬如梦的身影自殿外走来，朝着叶萧躬身一拜。事情都办好了。叶萧眼眉轻挑，放下手中茶盏，而姬如梦则是乖巧地走到他身前跪下，轻轻颔首：主人放心，按照您的吩咐都已经准备妥当了。火焰城林家查清楚了吗？查清楚了，大概10年前林家被血魂殿覆灭，凌晨侥幸被一位神秘强者所救，至此下落不明。哦。闻言，叶萧眸光微凛，血魂殿作为10大道州幽冥天州中的顶尖势力，底蕴深不可测，而这位神秘强者既然能从血魂殿手中救出凌晨，实力可见一斑。如果叶萧所料不错，这位神秘强者很可能就是凌晨那位小青梅的护道者。至于他为何没有将凌晨带回族中，多半是看不上凌晨的身份啊。关于9大地符的消息，也已经按照您的吩咐传出去了，我阴虚古教也会派人找寻地符下落。姬如梦红唇轻抿，笑容清浅，他并不理解叶萧神子为何会将9大地符的消息传扬出去。按照神子所说，这9枚地符乃是人间气运象征，谁若能融合地符，就能成为这场乱世的主角。若是有人能集齐9枚地符，就将开启一个新的纪元。可作为神子的一个奴，姬如梦要做的就是听话办事。做得不错，我要闭关一段时间，你来给我护道吧。话落，叶萧直接将那一枚从叶凡身上薅来的仙丹丢入口中，又祭出阴阳转轮珠，悬浮在了头顶之上。轰隆隆，一瞬间，整座神殿就被一股浓郁的仙韵笼罩，大道神音此起彼伏。而姬如梦的脸色几乎瞬间呆滞了下来。这一刻，他感觉自己体内的灵力宛如江水澎湃，险些顺着大腿溢出体外，要崩坏了呢。哪怕以姬如梦的身份，也从未见过如此恐怖的灵气波澜，单单一缕就险些将他肉身塞满。此时他突然发现，即便是做叶萧的一个婢女，对于他们大教圣女、仙宗神女而言，也是天大的机缘。做神子的奴只吃丹丹不吃苦，虽然如今他还不是很适应这个身份，还不会很多知识去讨神子欢心，日后只能是在干中学。嗡，仅仅一刹，叶萧的境界就开始攀升，周身符文万道，霞光沸腾。神轮7重，神轮8重，神轮9重。主人！姬如梦娇躯颤动，再一次被叶萧的可怕天赋所震慑。可还不等他从震惊中反应过来，就见叶萧头顶宝珠轰然破碎，其中阴阳两气自其天灵灌下，洗涤肉身，淬炼筋骨，最终汇聚在了他丹海之处。嗡！一瞬间，叶家上空就有霞光浮沉，神音万里。而叶萧丹海中混沌神轮徐徐显化，与阴阳两气融合交织，演化成一幅两仪之景。隐约间，姬如梦竟在其中看到了星辰日月，江河山川混沌生阴阳，阴阳化乾坤。这是创世之力。叶家族地之外，一位双眼森白的布衣老者手持竹棍，抬头看向天穹之上，眼底隐有一丝震撼。旋即，他手指轻捻，苍老的脸庞上竟浮现出一丝阴森笑意。道祖神臂，轮回交织，3大禁忌同现天地，白衣或是万古一帝，还有一位是9天那位吗？死！姬如梦打了个冷战，整个人直接愣在了原地。此时他能清楚地感觉到，叶萧神轮中孕育的力量比寻常灵力要浩瀚数倍，已经完全超脱了灵力范畴，更像是一种大道感悟。如果他没有猜错的话，这种力量已经是道则范畴。只是道则之力是踏入天机境界的门槛，叶萧不过神轮层次，怎么可能领悟这种大道法则？他的天赋究竟逆天到了何等地步，居然跨越了大成境界，感悟了道则。而且叶萧感悟的道则之力并非是普通的5行道则，而是3000道则中最顶尖的混沌与阴阳道则。这2种力量皆蕴含创世之威能，一念天地，造化万千。肆一瞬间，姬如梦整个人都软了，喉咙滚动，看向身前那一道白衣身影的眼神里尽是崇拜与迷恋这股意象。叶家族弟叶苍等人站在大殿之前，眺望着头顶意象，眼底皆是一抹淡淡的苦楚。自从神子大战过后，叶晨、叶玲珑已经重新闭关，准备打破第6道天道枷锁，而叶璇则离开叶家，前往3000道州历练，感悟自己的剑道真意。唯独叶苍等人如今经过祖气贯体，天赋蜕变，正需要一些酣畅淋漓的大战。道宗论道，秘境开启，这对于任何圣州当代天骄而言都是难得的历练机会。而道宗的那处秘境更是号称圣州最古老的秘境之一，传说其中有一位太古的巨擘陨落，正是因为他的陨落才造就了道宗辉煌，秘境中百族滋盛。嗡！就在此时，远处天穹突然传来一道嗡鸣声，只见一道白衣身影迈步走来，
衣袂飘飘，凛然如仙。在其脚下，一条金色的神图延展而开，铺天盖地，一直蔓延到众人脚下。而在叶萧身后，还追随着一位金袍女子，鲜颜清冷，皮肤细腻，身材纤瘦柔弱，宛如婢女一般落后叶萧半步。拜见神子。叶苍等人眸光颤动，朝着叶萧深深拜下。叶苍，随我去一趟天道古城。随着叶萧话音落下，叶苍当即咧嘴一笑，朝着叶如等人露出一抹得意笑意。是，神子。叶萧迈步走出，朝着族地之外行去。当初道祖飞升9天仙域，以毕生感悟在道宗铸造一块大道神臂，能够窥探前世今生。自从叶萧融合太初祖符之后，就始终感觉他的这道肉身来历并不寻常。他究竟是谁？与那一尊开天辟地的万化始魔有何宿命牵扯？或许那一块大道神臂会给他一些答案。顿时间，叶家族的就有金辉升腾。只见一尊金色教辇徐徐腾空，朝着天道古城奔掠而去。叶萧斜躺在教辇之中，枕在姬如梦雪白温润的大腿之上，一副慵懒之色。而姬如梦则是手捏灵果，一粒一粒剥开，递入他的口中。如今的姬如梦哪还有半分曾经阴虚圣女的傲然与尊贵，完全一副婢女的姿态。时间流逝，随着道宗论道即将开始，天道古城中也是陆续降临了诸多宗族圣子、大教传人。诸多平日难得一见的年轻至尊齐聚在古城之中，等待着道宗道子下山论道。据说这位道子天生神童，乃大能者转世，参天悟地，于轮回中得见真我。而他在圣州的地位丝毫不弱于帝庭少帝、长生神子。你们凭什么把我们赶出来？天道古城万宝阁前，一位身穿青衣的少女神情愤恨，漆黑灵动的大眼睛里隐有一丝委屈。在其身后，另一位褐袍青年不停朝他使着眼色，脸上是一抹尴尬难堪之色，不停转头看向周围人群。少女一身青衣，面容清纯，虽没有顾明月等人那般雍容贵气，却多出了几分灵动与单纯。此时她站在万宝阁前，看着那一群拦在她身前的黑衣奴仆，有种无措卑微之感。哼，我们云天古宗少主正在万宝阁挑选灵宝，闲人免进。其中一位脸上带着刀疤的男子冷笑一声，丝毫没有将青衣少女两人放在眼里的意思。云天古城虽不是圣州顶尖的势力，但也勉强算个二流宗族，更何况云天古宗背靠大日圣宗，在这天道古城周围也算是赫赫有名。凭什么？于青之银牙紧咬，转头看向身后的青年，李焚师兄，你不是说天道城乃是修行圣地，道宗更是讲究一视同仁吗？师妹，别闹了，我们走吧。李焚苦笑一声，心底无奈地叹了口气。作为天剑宗真传弟子，他在他们那片山野也算是小有名气。可这是哪儿？这是天道城，是圣州最负盛名的古城，连城中的一条狗都可能出身圣地仙宗，不朽大教，根本不是他们能够招惹的。更何况万宝阁是什么地方？万宝阁背后的万宝商会是3000道州最大的商行，珍藏着数以万计的灵宝神材。凭李焚手里的那几个逼子儿，别说万宝阁中的灵宝神材，恐怕连张符箓都买不起。哦，于青之脸色一愣，尤其是周围众人脸上的嘲弄与鄙夷，更是令他心底有种难言的悲意。原本在他眼里，师兄就是他最大的靠山，无所不能。可看着李焚脸上的阴沉，于青之心底仅存的尊严被彻底践踏了。哼，两个土包子居然也想进万宝阁，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刀疤男子嗤笑一声，毫不掩饰眼中的讥讽。就在他话音落下的一刹，却听一道温和平静的声音忽然自人群中传来：云天古宗，很吊吗？云天古宗，没听说过。随着一道粗犷玩味的笑声从旁传来，顿时吸引了周围众人的眸光。谁？哪个不长眼的敢侮辱我云天古宗？嗡！还不等那刀疤男子反应过来，就见一只金光璀璨的拳印轰然盖压，直接砸落在了他胸膛之上。一瞬间，这位修为达到魂海7重的奴仆，整个身躯直接炸了，血肉骨骼碎了一地。死！整座古城顿时传来阵阵倒吸冷气的声音。所有人看着那一道迈步走出的高大身影，眼眸中皆是一抹浓郁的震撼。天道古城2条铁律：第一，道子论道期间，除当代天骄、城中修者，任何护道者不可入城；第二，古城中严禁打斗，更不可随意杀人。任何人无论宗门出身，一旦违反了这2大铁律，轻则逐出古城，重则直接会被城中的执法长老镇杀。这个青年是谁？居然敢当众杀人！嗡！与此同时，古城中央突然传来一道震耳的嗡鸣。只见一道身穿白衣、发丝雪白的老者迈步走来，气息竟达到了斩道层次。师兄！宝阁之前，于青之眸光颤动，看着地上的碎肉残骸，只感觉一股寒意自脚底升腾，根本无从遏制。让你不要惹事，
这下好了，我天剑宗怕是要大难临头了。李焚牙关紧咬，朝着于青之使了个眼色，转身就欲离开此地。且不说云天古宗他们招惹不起，一旦天道城中的道宗执法长老赶来，恐怕今日他们一个也别想活着离开。站住！就在此时，宝阁中突然传来一道低沉愤怒的冷喝声。只见一道身材肥胖、小眼如豆的青年，怀抱着一位打扮妖艳的女子迈步走出，正是云天古宗少主云和。此时他下巴微微扬起，上下打量了于青之两人一眼，又将眸光放在了远处那一道高大壮硕的青年身上。是你们打死了我的家奴？不是我们，师兄。还不等李焚话音落下，就见于青之忽然踏前一步，站在了云和身前。此时他的脸上虽有些紧张之色，却并未退缩。于青之明白，方才那位公子之所以出手，是看不惯这群恶奴欺负他师兄妹两人。师尊说过，一名剑修任何时候都要行得正，站得直。如若今日他一走了之，势必会愧疚一生。人群中，叶萧嘴角扬起一抹浅淡温和的笑意，看向于青之的眼神里隐有一丝深邃。天命之女于青之，金手指，先天剑骨尚未觉醒，身份天剑宗小师妹。剧情走向：天道城中受尽冷眼，性格自卑偏执，因在道宗秘境中误杀上古彝族少主，被彝族强者追杀，觉醒先天剑骨，引发宿命剧情。请问宿主是否绑定？不是他。叶萧眉头轻皱，眼底隐有一丝失望。原本他还以为眼前这个身具气运的少女或许是凌晨那个始终未曾露面的小青梅，可看她的剧情走向，明显与凌晨毫无关联。不过对于叶萧而言，这种送上门来的天命之人，他又怎么忍心放过？更何况还是一位剑仙模板。顺手的事儿，绑定。第一，恭喜宿主成功绑定第3位天命之人，获得天命值 3%。 小丫头，你知道我是谁吗？居然敢在天道城杀我的仆人！云和冷笑一声，抬脚朝着于青之走了过来。作为大日圣宗附庸势力，云和不能说牛逼，但在这天道城中也小有名气。小师妹，你在干什么？你真的要将我天剑宗推向覆灭吗？李焚牙关紧咬，强忍着心中怨怒，狠狠瞪了于青之一眼。云和少主，误会。啪！可就在他话音落下的一刹，却见云和直接抬起一只胖手，狠狠抽在了他的脸上。即便如此，李焚仍旧不敢表现出一丝怒意，点头哈腰，陪着笑脸。少主息怒。息怒。云和上下打量了于青之一眼，肥脸上渐渐露出一抹阴邪笑意。也不是不行，不过得换个地方好好息息啊。嗡！就在此时，远处虚空突然传来一道剑音声。叶萧屈指一弹，一缕剑气洞穿虚空，直接斩在了云和身下之处。啊！短暂的沉寂过后，一道痛苦绝望的嘶吼声陡然响彻了整片天地，而云和的身躯更是一点一点蜷缩下来，身下鲜血喷溅，触目惊心。这一刻，太阳的光芒好像突然有些暗淡，只剩下赤橙黄绿青，唯独少了蓝紫。现在熄了吗？随着一道低沉温和的声音传来，一道白衣身影迈步走出，顿时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视线。哇，好俊俏的公子，这也太英俊了吧！我也想被公子插出血来。一众宗族娇女眸光颤动，嘴唇渐渐张开了。住手！天穹之上突然有破风声响彻，紧接着一道愤怒苍老的声音轰然响彻，震慑人心。只见一位白发老者从天而降，身后追随着诸多身穿银白战铠的道宗侍卫，是天道城的执法长老吕山。吕长老，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啊！他咯尖儿，咯尖儿。云和痛哭哀嚎，一路朝着吕山爬了过去，身下拖出一道嫣红刺目的血痕，吓得于青之脸色苍白，不停后退。他所在的天剑宗不过是天道城周围一个不起眼的小宗门，连参加道子论道的资格都没有。这一次他跟随李焚前来，原本是为了长见识的，却没想到居然遇到了如此灾祸。如今在吕山这位斩道境强者面前，他的道心都在震颤。啪！还不等云和爬到吕山身前，就见叶苍再度一脚踹出，直接将他踢翻在了地上。你是歌姬吧？在这儿给我唱歌谣呢，还咯叽咯叽，放肆！吕山怒喝一声，老脸愈发阴沉。他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敢在天道城如此放肆。可在那白衣青年抬眸的一刹，他的脸色却陡然呆滞了下来，眼眸圆瞪，像是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物。然后这位天道城执法长老径直走到了云和身前。吕长老，求你为我做主啊，你算歌姬吧。在所有人目瞪口呆的注视下，吕山一脚踏出，直接将云和头颅踩成了粉碎，浓郁的血腥气息弥漫而开。而叶萧则是径直迈步从吕山身旁走过，朝着万宝阁中走去。你想进去逛逛吗？叶萧忽然驻足，转头看向身旁呆立的于青之，一张清俊无双的脸庞上露出一抹温和浅淡的笑意。
一瞬间，于青之感觉浑身都在紧绷，心跳加速，就连耳尖都腾起一抹红润。公子，我可以进去吗？当然，天道城是一个人人平等的地方。夜宵神色温和，与于青之一同朝着万宝阁中走去。恭送夜宵神子。两人身后，吕山喉咙滚动，低头看了一眼地上的云和尸骸，轻轻咽了口水，顿时间，整个天道城突然陷入了死寂。吕山长老喊他什么？他是夜宵神子。看着那躬身拜贺、神色拘谨的吕山，周围一众宗族天骄的脸上顿时浮现出一抹惊恐震撼之色。夜宵神子，这云何居然敢在神子面前装逼，死有余辜。这一刻，众人心中的困惑突然烟消云散了。此时他们终于明白了，为何这位白衣公子能够公然打破天道城的规则铁律，令道宗长老俯首恭送。原来他就是如今3000道州第一妖孽，长生叶家唯一的神子夜宵。呼！直到夜宵与于青之走入万宝阁，吕山方才缓缓起身，紧绷的心弦这才放松了下来，把云山古宗的人统统逐出天道城。是，吕长老。算了，云山古宗破坏天道城规矩，欺凌少女，罪大恶极，都杀了吧。不要啊，吕长老饶命。轰隆隆，整座天道城顿时掀起无尽的喧哗。只见一位卫道宗神士出手，将云天古宗一众弟子奴仆尽数砍杀，鲜血断肢洒落一地，触目惊心。而周围一众看热闹的宗族天骄也是纷纷离开了此地，以免遭到殃及。看到了吗？规矩这东西永远都是为上位者服务的。唯独一位发丝雪白、身材纤瘦的少女站在街道尽头，一双冰蓝色的眼瞳中隐有一丝困惑。这夜宵虽然霸道了一些，但看上去并非不明事理之人，看来得找个机会单独试探他。只听他喃喃一语，转身消失在了街道尽头。远处酒楼，凌晨眉头轻皱，站在2楼窗前，看着万宝阁前熙熙攘攘的人流，眼眸微微一凝。方才他恍惚看到一道白发身影一闪而逝，脸上顿时露出了一抹无奈笑意。错觉吗？自从林夕离开火焰城，林家覆灭已经有10年时间了。这10年间，他与幽姬一直在圣州历练，找寻各地埋藏的古葬遗址，期待能够登临圣州巅峰的一日。期间，他也曾打探过妹妹林夕的下落，却始终未能找到关于她的任何消息。小陈，你怎么了？幽姬的声音自凌晨魂海中传来，带着一丝淡淡的关切。他怕这个来自小山村的少年看到夜宵之后，又会做出一些不理智的事情。没事。凌晨犹豫片刻，终究未像以前一样，将自己心底所有的秘密都告诉幽姬。小陈，夜宵神子到了，你可千万不要冲动，绝对不能再招惹他了。夜宵神子，你既然这么怕他，干脆我们现在就离开天道古城好了。凌晨冷哼一声，眼底隐有一丝怨恨。虽然他并不知晓阴虚古教的一切都是夜宵算计，可冥冥中他又对夜宵无比厌恶，是一种发自内心里的敌意。小陈你……幽姬轻叹了口气，语气中难掩失望，而凌晨则是深吸了口气，勉强压抑下心中厌恶。前辈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道子论道，万宝阁必然会拿出一些镇阁宝物，我有感觉，打开那座传承的最后一块钥匙碎片就在万宝阁中。幽姬声音凝重，道宗秘境开启在即，他想要帮凌晨得到第2道天地灵火，就必须要找到这枚钥匙。每一次道子论道，万宝阁都会趁机拍卖诸多灵宝造化，但愿这一次一切都能顺利一些，不要像阴虚古墓那般一无所获。凌晨轻轻颔首，低头看着手中3枚黑铁碎片，心底轻叹了口气。不知为何，从看到夜宵的那一刹，他的心底就有一种难言的不安，感觉这条仙途似乎又多舛了呢。与此同时，万宝阁中，于青之看着眼前琳琅满目的灵宝神材，一双清澈灵动的大眼睛里尽是震撼，尤其是其中一本泛黄的古籍，更是瞬间吸引了于青之的注意。破天剑诀，姑娘看上这本剑道神通了吗？现在万宝阁正值论道盛会，所有商品一律80%优惠哦。一位宝阁婢女笑语盈盈地站在于青之身后，轻声介绍道：神通。闻言，于青之眸光轻颤，脸上顿时露出一抹为难之色。怪不得他看到这本剑诀第一眼就感觉到了一种若有若无的剑意，原来这竟然是一本剑道神通，仅次于至尊法的无上功法。小师妹，天色不早了，我看我们还是回天剑宗吧，不然师尊怕是要着急了。在其身后，李焚脸色苍白，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远处那一道白衣身影。以他的身份，在这位叶家神子面前，只感觉无比压抑，像是蝼蚁窥探真龙。这种渺小卑微之感，令他十分不自在，恨不得现在就逃回宗门。李焚自小与于青之一起修剑，青梅竹马，早就将这位小师妹看成敬类。如今夜宵的突然出现，更是令他感到了莫大的危机。这位姐姐，这门剑诀要多少灵石？
于青之并未理会李坟，转头看向身旁的红衣婢女，小声问道：“888万灵石。”什么？闻言，不仅于青之脸色一愣，就连李坟眼中都闪烁着一抹荒谬震撼之色。800万灵石，这他妈比他命都贵，甚至整个天剑宗所有底蕴加起来，也不够这本剑诀的一个零头。听到此处的动静，叶萧拿起手中一只玉盒，抬脚朝着两人走了过来。喜欢吗？此时他的脸上仍旧是一抹温和笑意，温文尔雅，与方才那副冷傲霸道的模样判若两人。太贵了，公子，我买不起。于青之苦笑一声，神情坦荡真挚，却难掩眼中的自卑。他明白，今日他只是恰巧遇到了叶萧，否则以他的身份，这辈子都很难与这位叶家神子有任何瓜葛。无妨，我送给你。公子。于青之俏脸一愣，慌忙摇了摇头，这太贵重了，青之不能要。他虽出身贫寒，但自小就读圣贤书卷，知道无功不受禄的道理。我相信这世间一切相遇都是缘分，等你将来成了大剑仙，或许我还需要你庇护呢。叶萧随手丢给红衣婢女一只装满灵石的乾坤袋，将玉盒收入乾坤戒中，抬脚就欲朝着宝阁外行去，希望下次遇见你已经是圣州赫赫有名的剑道妖孽了。叶萧神子。于青之手握剑诀，漆黑清澈的眼眸中渐渐浮现出一抹希冀与执着。多谢神子。现在的他连站在神子身旁的资格都没有，可叶萧的话却给了他莫大的鼓励，给了他更坚定的剑道追求。大剑仙。相比于那些整天嘲笑他怯懦弱小的师兄弟们，此刻的叶萧就像是一束光，深深地插入了他道心最深处。第一，恭喜宿主成功赠送天命之女破天剑诀神通，获得万倍返还奖励。无中剑诀至尊法。叶萧神子果然财大气粗。就在此时，宝阁2层中突然传来一道冰冷漠然的声音。只见一道黄衣倩影迈步走出，身后还追随着一位长相妖娆的墨袍美妇。一瞬间，叶萧脸上的温和就一点一点凝固了下来，转头看向那两道并肩走来的身影。明月，你怎么在这里？我在这里，打扰到你了。顾明月神情清冷，眸光漠然地看了于青之一眼。没人的时候喊我娘子，现在喊我明月。哼，还不等叶萧继续张口，他径直从两人中间走过，朝着宝阁之外行去。叶萧摇了摇头，脸上非但没有一丝恼怒，反而带着一抹淡淡的玩味。顾明月这是吃醋了。以前他虽然对叶萧无比冷漠，但始终大方得体，举止端庄。可方才他看向于青之的眼神里，明显带着一丝威胁意味。此时又不顾叶萧颜面，径直离开了万宝阁，这不是吃醋是什么？神子，那位姐姐是不是误会什么了？于青之手握着破天剑诀，清秀的脸庞上同样是一抹惊慌之色。以他的身份，别说被叶萧看中，连做婢女的资格都没有。可他还是不愿看到叶萧神子因为他被人误会，当即将手中剑诀归还给了叶萧。没事。叶萧摇头一笑，抬头看向那一位墨袍美妇。与顾明月、于青之这些当代女子相比，眼前这位美妇风韵更盛。她的身材无比丰满，容颜美艳，胸前波澜随着迈步不停颤动，腰肢扭动间是一种熟透的妩媚。斩道境。作为圣州最大的商会，万宝商会的财力据说足以抵得上整个圣州万千宗族，是当之无愧的第一财族，势力遍布3000道州。而万宝商会的背后的苏家，虽不是长生世家，从未出现过地境以上的强者，可就算帝庭也根本不敢轻易招惹他们。苏家在修炼一途中并无太大建树，可他们麾下收揽的强者却足以媲美任何大教仙宗、长生古族。万宝阁天道成阁主柳嫣然拜见叶萧神子。叶萧轻轻颔首，神色早已恢复了往日的淡漠。明月他何时到的？回神子，顾女帝已经到了一个时辰了。柳嫣然别有深意地看了于青之一眼，朝着身旁婢女招了招手，带这位姑娘去选一柄圣品古剑，算是我送给她的见面礼。她虽与顾明月有些交情，但叶萧作为长生叶家神子，自然更值得她攀附。一柄圣品古剑对于叶萧而言或许不算什么，但对于这样一个出身小宗族的少女而言，却是天大的造化。不用，多谢柳阁主。于青之慌张无措地看向叶萧，玉手紧张地揉搓着衣角。圣器古剑，这是连他师尊、师祖都不曾触及的宝物啊！去吧，既然是柳阁主送的，不要白不要啊！叶萧莞尔一笑，柳阁主，明月都在你这买了些什么？买了一些天材地宝，还有一些清心镇魂、克制魔意的灵丹。叶萧眸光轻颤，缓缓点了点头，径直转身朝着顾明月追了上去。劳烦柳阁主替我招待一下我这两位朋友。很明显，之前他在阴虚古墓中的表现已经引起了顾明月的怀疑。如今这位先皇女帝多半以为叶萧是为了救他才会被陆仙古剑中的魔意所侵蚀，
才会在暗地里为他找寻克制魔翼的宝物。如此一来，距离叶宵打破他的道心屏障，无疑又近了一大步。恭送神子。柳嫣然躬身一拜，脸上始终是一抹谦卑温和的笑容。两位看看还需要些什么？今日全算在柳某账上。不用了，多谢柳阁主。于青之神色苦楚，从小到大，他还从未享受过这种待遇。这一刻，他心底的某些枷锁突然破碎了，有了更深的渴望与向往。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蝼蚁窥天才是这个世上最残忍的事情。他们会渐渐被欲望支配，要么压垮道心，要么臣服权势。于姑娘，这柄碧云剑你拿着，否则就是不给刘某颜面了。师妹，夜宵神子不会是看上你了吧？万宝阁前，李焚眼神阴沉地看着于青之手中的灵剑，剑诀冷声笑道：师兄说什么呢？神子怎么会看上我这样的普通女子？于青之红唇轻抿，眼底却是一丝淡淡的失落。你明白最好，夜宵神子的未婚妻可是大名鼎鼎的先皇女帝顾明月，3000道州第一美人，甚至想做她婢女的都是无上仙宗的娇女传人。你在她眼里最多就是个玩物。李焚神色肃穆，语重心长地叹了口气：师兄，请不要把你的肮脏想法放在神子身上。于青之黛眉轻蹙，冷冷看了李焚一眼。他的确配不上夜宵，但他一定会努力让他看到。我也是为了你好，你啊，最好断了一些不该有的想法。走吧，看来今晚是回不了宗门了。待会儿我去打几只野鸡吧，给你烤你最喜欢吃的鸡腿。李焚心神愤恨，可脸上却一副关切之色。只是就在两人准备离开天道城时，却见那一道高大壮硕的身影静静地站在万宝阁外，像是在故意等待他们。于姑娘，这是道宗神令，神子说如果你有兴趣的话，3日后可以前往道宗进道宗秘境历练。叶苍将手中一枚金令递到于青之手中，直接转身离开了。什么？道宗神令？这可是道宗最尊贵的身份象征，整个圣州不足10枚。这一刻，即便以李焚的心性，都有些羡慕于青之了。有了这枚神令，于青之不仅能自由出入道宗，聆听道祖讲道，甚至可以进入道宗秘境试炼。这样的机会，对于3000道州任何宗族天骄而言，都是通天的机缘。夜宵神子，于青之玉手轻捂着嘴唇，眼眶微微泛红。他一个出身山野小宗的弟子，何时见过如此珍惜的造化？突然间，他觉得之前李焚师兄给他烤的鸡腿好像都不香了呢。相比于手中的剑诀、古剑，这种身份地位上的提升，才是真正令于青之无从抗拒的东西。夜宵神子随随便便赠予他的一枚古令，就将他从一个连道子论道都没有资格踏足的小宗女子，直接送上了圣州最强势力的贵客之列。他都不敢想象，当他踏上道宗的那一日，内心该是何等的紧张与激动。这一刻，于青之忽然有些迷茫，为何夜宵神子会对他如此呵护，即便引来未婚妻顾女帝的猜忌也在所不惜。小师妹，小师妹。李焚看着眼前眸光呆滞，脸上烟霞升腾的于青之，突然感觉头皮痒痒的。小师妹，以你的境界，若是贸然踏入道宗秘境，恐怕……师兄，我想试试。明月，你听我解释。天道城中，夜宵跟在顾明月身后，眼底隐有一丝苦楚。明月，在其身旁，顾明月黛眉轻皱，眼神愈发淡漠寒彻了。他之所以前往万宝阁，其实并非是为了找寻打破涅槃印的灵材宝物，而是想要为夜宵找些能够压制魔翼、净化道心的丹药神材。当日夜宵被阴虚先祖重创，很可能被魔翼侵蚀。对此，顾明月心中始终有所愧疚。如今他的道心已经有所迷茫，对于这一世的夜宵有了一些浅淡的期待。可今日看到他竟然为了一个初见的女子，不惜打破天道成铁律，当众镇杀了一位古宗少主，又豪掷千万灵石讨其欢心，顾明月突然觉得自己之前的感动实在有些廉价。你听我解释。夜宵苦笑一声，突然牵住了顾明月的玉手，将其拽到了身前。好，我听你解释。顾明月深吸了口气，神色冷漠地看着夜宵。此时无论夜宵说什么，他都打定主意不再相信了。他很像我母亲年轻的时候。一瞬间，顾明月的脸色就彻底呆滞了下来，红唇微张，欲言又止。关于夜宵的身世，他自然再了解不过了。据说他的母亲并非圣州之人，甚至不是正道之人。当初夜宵父亲横推天地，白衣绝世，吸引了无数宗族娇女的青睐。可最终，这位叶家最强真龙却选了一位魔道女子为妻，不惜与圣州亿万宗族为敌。而在这位魔道女子诞下夜宵之后，便一去无踪，再未回归叶家。夜宵的父亲也从此游历天地，消失在了世人眼前。所以夜宵从小便是跟随爷爷叶战天长大，表面上风光无限，却从未感受过父母亲情。夜宵，如果我真的想要找一个侍妾，会选一个毫无背景、长相普通的小宗女子吗？夜宵摇了摇头，神色逐渐冷漠了下来。顾明月，我在你眼里
就如此不堪吗？叶宵，顾明月眸光颤动，尤其是叶宵眼底的那一丝失落，更是令他心底的愧疚愈发浓郁了。是啊，他是叶家神子，九脉共尊，仙颜神姿。以叶宵的身份，若是想要一个侍妾，圣州所有仙宗古族都会排着队将娇女送到他面前。原来是自己误会他了。我刚才听柳阁主说，你选了一些压制魔翼的灵材宝物，怎么？明月是在提防什么？叶宵忽然笑了，就连声音都变得有些冷漠。无理取闹吗？谁不会啊？趁此机会，叶宵可以稍稍挑明一下关于他魔身的消息。顾明月既然早就知晓了这个秘密，却始终不曾将其泄露出去，证明他想要亲手揭穿叶宵，为上一世的自己报仇雪恨。这种时候，就算叶宵摊牌，也不会有暴露的风险，反而会让顾明月逐渐产生一种错觉。叶宵连魔身秘密都敢承认，还有什么好隐瞒的？接下来叶宵要做的是让凌晨彻底背上邪魔的黑锅。以顾明月的心性以及轮回转世的身份，不可能看不出一些端倪。此时叶宵主动承认，反而会令他放下心中芥蒂，不会对叶宵之后的布局所排斥。最主要的是，顾明月是爱极生恨，对叶宵有着近乎刻骨的情愫。顾明月俏脸微凛，转而看了一眼周围人群，玉手渐渐紧握。他太了解叶宵了，知道这位叶家神子越是平静的时候，越是危险。如今他唯一不确定的是叶宵的魔翼究竟源自何处。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顾明月默然一语，大红衣袍下的身躯渐渐紧绷，时刻防备着叶宵出手。这个家伙向来是宁杀错不放过，哪怕自己是他的未婚妻，可一旦触及到他的仙途霸业，也会毫不犹豫地出手。尤其是叶宵身上那一缕淡淡的杀意，更是令他心神颤动，眼神渐渐冷冽。都到这种时候了，明月还打算隐瞒吗？我的众童能够看到未来一角。之前我被陆仙古剑中的魔翼侵蚀，曾看到我在大婚之夜。叶宵，顾明月惊呼一声，做梦也没想到叶宵居然会主动承认他被魔翼侵蚀的事情。虽然现在我将这股魔翼压制了，但如果未来有一日我真的被魔翼侵蚀，做出一些伤害你的事情。叶宵轻叹了口气，眼神愈发凝重。你一定要记得杀了我，不要留情。什么？还不等顾明月张口，就见叶宵忽然伸手将他揽入了怀中，双手逐渐用力。正是这样的举动，让顾明月真切地感受到了他内心的彷徨与无助。堂堂叶家神子，不可一世的绝世妖孽，居然在他面前露出了这样软弱的一面，这是一种信任，更是顾明月曾经无比渴望的相互依赖啊！叶宵，我之前听柳阁主说，这世上有9大地符，是支撑3000道周天道气运的根基，对于魔翼天生有着克制作用，或许能压制陆仙古剑中的仙人因果。这一次，顾明月却未挣扎，而是静静地趴在叶宵怀中，轻声喃喃道：虽说他不可能一下子原谅叶宵，忘记上一世的事情，但总归此刻，在叶宵吐露心声之后，他内心的那道隔阂终于是稍稍破碎了一些。再说吧，以我的先天道骨，暂时倒是可以压制这股魔翼，只是不知道随着修为提升，这股魔翼是否还会复苏。叶宵洒脱一笑，从乾坤戒中取出一只玉盒，递到了顾明月手中。其实9大地符的消息是他之前故意透露出去的，这种上古神物，凭他一个反派如何找寻？当然得有天命之人代劳。按照系统所说，只要他能集齐9大地符，就能令太初祖符蜕变成3000道州唯一的混沌古堡。那个时候，他不仅能凭借此符横推天地，还能开启一场真正的诸天大事。叶宵隐有预感，万化魔体、太初祖符之间一定关乎着一场真正的天地心秘，很可能与当初那一场仙魔大劫有所牵扯。这是什么？顾明月脸色一愣，眼底明显有些诧异，缓缓打开玉盒，却见其中摆放着一只白玉灵簪，宝气氤氲，透露着一种空灵之意。方才去万宝阁时看到的，就顺手买下来了。我觉得它很配你的气质。叶宵，顾明月眼眶微微泛红，相比于之前叶宵送给他的诸多灵宝，这一只玉簪显得很是普通。可玉簪这样的贴身之物，只有最亲密的人才会相互赠送。这一刻，顾明月心底竟有些莫名的感动，眼眸中隐有一丝雾水升腾。前世今生，他渴望的从来都不是什么神子道侣、圣州巅峰，而是叶宵的真心。当然，对于于青之的那一丝小幽怨，此刻也已经荡然无存了。明月，我不指望你能一下子接受我，但日后能不能多给我一些信任？你是我的妻子，如果连你都不相信我，那这世上还有谁愿意相信我呢？见时机差不多成熟了，叶宵脸上顿时露出一抹期待之色。哦。闻言，顾明月并未像之前那般抵触，反而轻轻点了点头。我听闻之前姬如梦一直在叶家之中。顾明月收起玉簪，抬头看向叶宵，眼中隐有一丝深邃。按照上一世的剧情，此时姬如梦已经死在阴虚古墓中了，叶宵与他根本不该有任何牵扯才是。
我收她做了婢女，为她证明凌晨在古墓中屠戮各宗天骄之事。叶萧轻轻颔首，一把握住顾明月的玉手，将那一只白玉灵簪从盒中取出，轻轻插在了她发丝之间。婢女，如此温柔的举动，更是令顾明月眸光波荡，内心泛起一丝涟漪。即便他不确定叶萧究竟是真心还是假意，可此刻还是感觉很温暖，有种淡淡的喜悦。这是上一世的叶萧从未给过他的爱意。我总感觉凌晨不简单，季如梦告诉我，他要了一枚论道令，很可能会现身天道古城，留下这个祸患，日后怕是会有大麻烦。叶萧轻叹了口气，神色渐渐凝重了下来。你是想利用姬如梦引出凌晨？顾明月轻轻颔首，顿时猜到了叶萧的意图。现在凌晨怕是恨死我了，一定会想办法对付我的，所以我打算……叶萧凑在顾明月耳畔轻语了几句，顿时令后者眼眸微凝，似有恍然。这样的性格才符合他心中的那个叶萧啊，冷血杀伐，残忍阴碎。叶萧，凌晨不简单，你最好小心一些。其实顾明月并不在意叶萧的手段，当初他也曾为了这位未婚夫残杀了诸多当代天骄，也不是什么心慈手软之人。可上一世凌晨一路逆袭，斩杀了无数年轻至尊，最终登上圣州巅峰，心性可想而知。放心吧，为父的手段你还不了解吗？叶萧灿然一笑，云淡风轻，有种运筹帷幄的从容与自信。这样的神采更是令顾明月一阵恍惚，他总感觉此时叶萧话里似乎有些深意。神子！就在此时，远处街道上突然走来一道身影，正是叶苍。看到来人，顾明月慌忙挣开叶萧怀抱，脸上突然闪过一丝诧异。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上一世叶萧登临神子之位后，第一个杀的就是这位霸体传人。叶苍性情霸道，谁也不服，被叶萧当众打碎头颅，挂于殿前，用来震慑叶家九脉。可看此时这位叶家霸体序列对叶萧的态度无比恭敬，简直匪夷所思。难道他的重生真的改变了众人的命运，影响了天道秩序？事情都办好了。叶萧眉头轻皱，冷冷看了叶苍一眼。哼，神子，都办好了，那我就不打扰神子和女帝亲热了。叶苍挠了挠头，转身朝着城中央窜去。牛啊！什么女帝、圣女，在神子面前还不都是投怀送抱？别说，如果叶苍是个女的，在叶萧的光芒照耀下，亲情也得变质。叶萧，道子论道，天骄齐聚，你最好还是收敛一些。顾明月的脸色又恢复了往日的清冷，衣衫飘飘，绝世独立。道宗那位道子，上一世同样在上古秘境中得到了通天的机缘，与轮回有关。而且他对顾明月似乎始终存在着一丝想法。娘子，你这是在关心我吗？叶萧莞尔一笑，眸光深情地看着顾明月，我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要不日后明月你就负责貌美如花。哦。顾明月脸色一愣，对叶萧突然的深情有些不知所措。我负责插花。就在他内心波荡之时，又听叶萧玩味笑道：你无耻！顾明月银牙紧咬，俏脸上腾起一抹烟霞，直接转身逃离了此地。而叶萧则是舒展了一下筋骨，朝着城中走去。如今的顾明月明显已经不像之前那般抵触他了，只要叶萧再接再厉，迟早都能令这位仙朝女帝彻底敞开心。至于于青之，这位剑仙模板的天命之女，性情刚正，但骨子里却很卑微，很可能是个反差。先留个心眼，日后再说。兄弟你切记，我们要做到心中无女人，而不是身边无女人。嗡！就在此时，远处城中突然传来一缕恐怖的寒意，一瞬间，整座古城的街道楼阁上就挂上了一层银白霜华，雾霭飘飘，美轮美奂。如此惊人的寒意，顿时令叶萧眼眸轻挑，嘴角扬起一抹玩味，而他的身影同样消失在了原地，直奔城中央的天道楼。那里正是道子论道天骄宴会之地。让开！天道楼前，一位身穿冰蓝长裙、发丝雪白的少女黛眉轻蹙，正是洛神族公主洛曦。她的长相本就绝美，白发蓝瞳更是有种说不出的空灵神性，天生尊贵，叫人忍不住想要深入了解她。此时她赤裸玉足，周身寒意升腾，像是一位来自神话中的雪女，不染纤尘。哼，姑娘，雷某并没有其他意思，只是单纯的想交你这个朋友。在其身前，一位身穿银白战铠、面容威严的年轻男子摇头笑道。这里的动静很快就吸引了周围无数的天骄，所有人看着那一道高大的银铠战影，眼眸骤然一凝。天雷圣子，雷无敌。人群中，凌晨眉头轻皱，抬头看向天道楼前。他最痛恨的就是这种爱出风头的宗族圣子，仗着背景强大，肆无忌惮。可就在他的眸光落在那一道蓝衣曼妙的倩影上时，脸色突然一愣。仙儿！此时他浑身都在颤抖，血脉沸腾，
就欲朝着天道楼奔去。小陈，你怎么了？前辈，那个少女是我妹妹。凌晨神色激动，他幻想过无数次与灵犀相见的场景，却没想到竟会在如此狼狈的境地。希儿，大了呢。妹妹，就是你之前说的那个失踪的灵犀。小陈，你不要冲动，夜宵神子也在城中，一旦你身份暴露，对你妹妹而言也是灾难。幽姬轻叹了口气，顿时令凌晨的脚步陡然停在了原地。是啊，夜宵也在城中，一旦他与希儿相认，很可能是命与妹皆失。姑娘应该是第一次来天道城吧？没有论道令的话，你是进不去天道楼的。雷无敌身材壮硕，一张刚正威严的脸庞上带着一抹爽朗笑意，在其脸颊两侧各有一道银白雷纹，像是两颗獠牙，给人极大的震慑。他的境界达到了神伦六重，虽不是年轻至尊，但他修炼的雷法刚猛霸道，战力恐怖。据说雷无敌体内融合了一道上古神雷，一旦祭出便有毁天灭地的威能。此时他看着眼前这个身材娇瘦、白发雪肌的女子，眼底是一抹毫不掩饰的惊艳。他最喜欢的就是这种娇小幼嫩的美少女了，香香烫烫的，最好再扎个双马尾，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那里从来都不会堵塞。姑娘可以打听一下，我雷无敌在天道城是什么水平？如果你想进天道楼的话，我可以带你进去。不用了。洛熙眉头轻皱，顿时感到一阵恶心。婆婆说过，男人无事献殷勤，就是馋她身子。闻言，雷无敌眼中顿时闪过一丝阴沉，可当着众人的面儿，还是保持着一份气度与理智，否则会显得他口儿很急。姑娘，你是不是没听懂我说的话？我说我可以带你进天道楼，你听不懂人话吗？洛熙神色清冷，顿时令整片天地的温度彻底寒彻了下来。咦？街道尽头，一位手持竹竿的瞎眼老者坐在茶铺之前，苍老清瘦的脸庞上明显闪过一丝诧异。守护者一脉，怪不得啊。只见他忽然从怀中掏出一本古卷，以纸为笔，认真写下了一个名字。放肆！雷无敌怒喝一声，浑身银光乍现，雷纹游走。放眼圣州，有谁敢跟他这样说话？除了夜宵神子、道宗道子、大日圣子，这样算算，敢这么跟他说话的人还是挺多的，但绝不应该是眼前这个连天道楼都进不去的少女。雷无敌，你敢！人群中，凌晨看着那一道银光璀璨的身影，脸色早已狰狞下来。小陈，别冲动，以你魂海境界的修为，就算出手也帮不到灵犀，反而会害了他。闻言，凌晨手掌紧握，最终在一怒之下怒了一下，渐渐冷静了下来。此时他总感觉幽姬的话里充满着对他的鄙夷。回来了，那种被人轻视嘲讽的感觉，好像统统回来了。如果当日凌晨能得到阴虚古墓中的造化，又何至沦落于此，眼睁睁地看着妹妹被人羞辱欺凌。如今他背负魔名，贸然现身，只会引来无穷麻烦。希儿，你放心，只要我能得到道宗秘境中的天地灵火，我一定亲手帮你拧下雷无敌的头颅。噗嗤！人群中突然传来一道嗤笑声，只见一道紫裙倩影迈步走来，腰肢扭动，妖媚至极。她的衣着极为火辣，紫裙齐披，露出一双修长浑圆的玉腿，那一对白皙圆润的波澜更是有大半露于裙领之外。随着她迈步间上下晃动，呼之欲出。天魅宗圣女胡妹儿。看到来人，雷无敌眉头轻皱，眼中非但没有一丝贪图，反而闪烁着一抹忌惮。反观周围一众宗族天骄，脸上却泛起一抹潮红，口水流落，像是中了蛊毒。呵呵，胡圣女神采奕奕，昨夜不知又有几位年轻天骄成了圣女的裙下之臣啊！雷无敌嗤笑一声，整个圣州无人不知，胡妹儿天生媚骨，修炼的乃是天魅宗最强媚功百花朝元大法。但凡被她魅惑的男子，最终都会被吞干精元，沦为她的宠奴。昨夜吗？应到一人，时到一人，刚到一人。胡妹儿掩嘴轻笑，一双媚眼光华流转，逐渐落在了洛熙身上，香舌轻舔了舔嘴唇。好漂亮的小姑娘，雷无敌，你眼光倒是不错。胡妹儿，我看上的人你也敢抢？雷无敌面色一沉，冷冷看了洛熙一眼，再不过来，若是落到他手中，怕是连骨头都要被吸干了。话落，他顺势就欲去牵洛熙的玉手。滚开！洛熙俏脸冷漠，掌心顿时有寒光缭绕，直接将雷无敌手掌拍开。不知死活！哪怕雷无敌再能忍耐，可在洛熙在三拒绝下，还是爆发了。他堂堂天雷圣子，当代顶尖的天骄，居然被一个连天道楼都进不去的小族女子连番拒绝羞辱。这件事若是传出去，日后他还如何跟那一帮圣子神子吹笔喝酒？轰隆隆！一念至此，雷无敌手掌探出，周身雷光喷涌，就欲强行擒下洛熙。我不是记得天道成铁律，城中不许出手吗？就在此时，一道温和平静的声音突然自远处街道传来。一瞬间，雷无敌眼中的愤恨就悄然泯灭了下来，
转头朝着人群中看去。谁？哪怕以他的身份，也根本不敢真的触犯道宗铁律，否则他被逐出天道城是小，错过了进入道宗秘境的机会，可就得不偿失了。夜宵。而在看到那一身白衣、神色温和的青年时，雷无敌身躯突然抖了一下，浑身雷光尽泄。夜宵神子，在其身旁，胡妹儿更是惊呼一声，眼神迷离。作为圣州第一世加长生叶家的神子，除了帝庭那一位，圣州当代几乎无人能与夜宵媲美，更何况这位神子仙颜绝世，气质出尘，实在叫人垂涎。夜宵，唯独洛熙眸光轻颤，眼底隐有戒备。他这次离开洛神族，不远万里前来圣州，就是为了找夜宵算账的。洛熙根本不信凌晨会是邪魔，屠杀了数十位宗族传人。可方才夜宵强势镇杀云天宗少主，帮助弱小女子的一幕，稍稍令洛熙对他的印象有了一丝改变。如今看他强势现身，为自己出头，这种改观似乎更大了呢。或许他和凌晨哥哥之间有什么误会？这位叶家神子仙颜神姿，尊贵优雅，怎么看都不像是十恶不赦的人。私自在天道城动手，案罪应当如何处罚？夜宵抬头看向天道楼前的2名道宗弟子，语气漠然地道：案罪轻则逐出天道城，重则当场镇杀。2名道宗弟子喉咙滚动，根本不敢有一丝怠慢。道宗脚下，天道城中，雷无敌当街强掳女子，还有王法吗？还有公道吗？夜宵神色肃穆，义正言辞，顿时令周围众人心神震荡，目露崇拜。神子，正道的光。之前夜宵强势阉割云河，已经令他在天道城中名声鼎盛，如今云河火了，也火化了。此刻夜宵再度展露神子风采，不畏强权，庇护弱小，简直是无辈楷模。我建议天道城执法长老即刻出手，击毙雷无敌。随着夜宵喝声落下，整座天道城顿时陷入了死寂。这就击毙了？你他妈！雷无敌轻轻咽了口水，心底怒骂一声。他是不敢招惹夜宵，但是他也不想死啊。你清高，你了不起，你他妈杀我就有公道王法了。哼，夜宵神子，误会，我只是想帮他进入天道楼，是吗？我看是你想进入吧。小妹妹别怕，有夜宵哥哥在，这个畜生伤害不了你。就在此时，夜宵忽然伸手蹭了蹭洛熙的小脸，顿时间，这位洛神族公主脸上就腾起一抹绯色的烟霞，双手绞在身前，明显有些无措。如此亲昵的举动，更是令凌晨脸色扭曲，比杀了他都要难受。先是朋友，后是妹，最后都是小宝贝。哦，天道城规定不能杀人，但好像没有规定不能杀畜生吧？夜宵神色威严，径直朝着雷无敌走了过去。这一幕更是令凌晨牙关紧咬，后槽牙都快咬碎了。好逼都让夜宵装完了啊！灵犀，她单纯慢热的好妹妹，会不会因此对夜宵心生感激？毕竟就连幽姬这样的上古妖魂，都因为夜宵的出现对她改变了态度。前辈，我如果神魂传音提醒一下希儿，应该没问题吧？凌晨深吸了口气，他已经失去了很多东西，绝不能再失去这个妹妹了。最好不要。且不说以你的境界，神魂传音会不会被此地的道宗强者听到？你能保证灵犀听到你的声音不会露出破绽？幽姬轻叹了口气，看向夜宵的眼神里满是忌惮。他总感觉这位叶家神子的手段比表面看来的还要恐怖得多。一旦凌晨暴露了身份，下场只有死路一条。难道我要眼睁睁看着希儿被人诓骗欺凌吗？凌晨神色狰狞，无声嘶吼道：有夜宵神子在，应该不会再有人敢欺负灵犀了吧？夜宵，你就知道夜宵。就在凌晨内心无能狂怒之时，却见天道楼前夜宵突然发出一声轻疑，转头朝他看了过来。一瞬间，凌晨身上的杀机就泄了，甚至连跟夜宵对视都不敢，默默走入了人群中。他认出我来了？不可能吧？凌晨心神震颤，根本无法理解为何他都已经易容遮掩了气息，却还是被夜宵注意到了。前辈，甚至此时就连幽姬都被吓得蜷缩在魂界中，大气都不敢多喘一下。他有一种预感，凌晨好像真的落入了一场惊天的阴谋中。夜宵，你不要欺人太甚。雷无敌的脸色已经难看到了极点，双手紧握，努力克制着心中怒火。他又不是傻子，夜宵能够盖压叶家九脉，坐上神子之位，实力可想而知。虽说在场绝大多数人并未见过这位叶家神子出手，可就单单叶家神子这4个字，就是一种天大的震慑。你欺负别人的时候，我看你也挺开心的。夜宵神色漠然，手掌探出，掌心符文缭绕，宛如一片虚空大印，朝前横推。整座天道城再度传来阵阵惊哗声。所有人看着那2道彼此对峙的身影，
眼底皆是一抹浓郁的震撼与期待之色。雷无敌，光从名字上就能看出这位天雷圣子有多吊。他名无敌，自出世之后便以无上雷法纵横圣州，鲜有对手，被看作是迟早成就年轻至尊的当代天骄。而夜宵之名近日更是传遍了整个3000道州。当日叶家神子出世，叶家上空异象万里，遮天蔽日，惊慑整个圣州。之后阴虚古教3长老及帮印对其出手，被一枚遥隔万里的叶家族令当场镇杀。更可怕的是，阴虚古教居然咽下了这口气，连屁都没敢放一个。3000道州似乎一夜之间又回到了万载之前那个被一袭白衣支配的时代。如今道子论道尚未开始，这2个无敌天骄居然爆发了冲突，这对于任何圣州天骄而言都是一场真正的视觉盛宴。你觉得夜宵神子和雷无敌谁更强一些？一众天骄看着头顶那一尊金光掌印，眼底皆是一抹震撼与兴奋之色。5-5开吧。你这么看好雷无敌？无锡，雷无敌死5次。夜宵，你欺人太甚。雷无敌怒喝一声，同样探出一只手掌，可怖的雷霆符文缭绕而开，宛如一只雷龙手爪，其上的每一片鳞甲都像是雷霆真意的演化，磨灭诸天。这种暴躁的力量顿时将虚空破碎，霸道无比。2道攻势碰撞的一刹，周围所有的天骄脸色陡然大变，竟被其中散出的一缕余威撞飞了出去。大地破裂，鼓楼神殿坍塌崩灭，好似2颗陨星碰撞。噗嗤，下一刹，雷无敌的身影就在众人惊骇的眼神中倒飞了出去，口中鲜血喷溅，身外战铠轰然炸裂。就连洛西冰蓝色的眼瞳中都透露着一丝骇然。夜宵的实力比他想象的强大太多了啊！夜宵，我跟你拼了！就在此时，雷无敌身外突然爆发出璀璨的雷光，而他浑身的皮肤上竟浮现出一圈圈古老暴虐的银色雷纹，整个人散发着毁天灭地的力量。这种雷霆神力正是他融合的那一道上古神雷九霄龙雷。隐隐间，在雷无敌头顶的虚空中，一尊银色龙影盘踞而下，将他身躯囊括。这一刻，雷无敌就像是一尊上古的雷神，就连眼瞳都变作了一抹银白之色，神性复苏。吕长老，我们不出手吗？天道楼上，几名道宗弟子看着下方的雷海神威，轻轻咽了口水。一旦今日夜宵神子在天道城被人重伤，恐怕整个道宗都会付出代价吧。你知道打扰神子装逼会是什么下场吗？道宗长老吕山神色肃穆，一本正经地道：一个雷无敌，别说威胁到夜宵神子，怕是连神子一根掉毛都不如吧。吼！随着一道悠扬古老的龙吟响彻，雷无敌头顶那一尊100丈雷龙腾飞而起，张牙舞爪，朝着夜宵怒撞而来。天地失色，在雷龙奔掠之处，一缕缕银白雷霆迸射而开，撕天裂地。所有人的脸色瞬间苍白了下来，眼睁睁地看着夜宵的身影被那一尊雷龙神影笼罩，彻底消失了踪迹。唯独一道黄衣绝世的身影，神色漠然地站在原地，不为所动。夜宵，我不说话，就静静地看你装逼。你最好提前给我想清楚，这个白毛少女又像谁？这就是你的倚仗。一道上古劫雷，无尽的雷霆神辉中突然传来一道冰冷漠然的声音。只见一道白衣身影徐徐腾空，撕开万里雷幕。下一刹，夜宵手掌猛然一握，身后竟有一尊神魔法相轰然凝现，足有100丈高大，像是蕴含着最古老的神魔本源。在周围众人震撼的眼神中，夜宵直接一拳灌落，3000神魔威力轰然颤动，朝着那一头雷龙头颅盖压而下。当，随着一道震耳的天音响彻，那雷霆神龙蜿蜒的身躯陡然挺直，僵硬，轰然炸裂。一道道雷霆法纹从天坠落，像是一场绚烂的光雨，美轮美奂，将天穹照耀。可夜宵的拳印却没有丝毫停滞的迹象，继续朝着雷无敌震下。仅仅一刹，这位天雷圣子的身躯就彻底崩碎了，鲜血混着骨渣四溅而开，整个人瘫软在地，神色绝望地看着那一只拳印越来越近，出现在了他头顶上方。不要！雷无敌嘴唇颤动，眼中突然有泪水滑落，发出阵阵绝望的哀嚎。夜宵神子，求求你！唉！远处天穹突然传来一道叹息声，只见一位身材魁梧、发丝虬结的老者踏步走来，一步跨越山海，出现在了雷无敌身前。夜宵神子，夜宵眼眉轻挑，眼底却不见一丝意外。作为天雷圣地的圣子，雷无敌前来道宗问道，身后不可能没有护道者追随。眼前老者的气息，至少在虚神境，周身同样流转着一丝雷霆波澜，应该是天雷圣地的强者。神子恕罪，老朽雷无节，乃是天雷圣地太上长老，与叶家夜郎天长老有几分交情，请神子手下留下，我天雷圣地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换雷无敌一条狗命。话落，这位圣地太上
直接躬身朝着夜宵拜了下去。这一幕再度引来周围一片哗然声。谁能想到，堂堂虚神境强者，天雷圣地太上长老，圣州真正的巨擘，竟然会向一个当代青年行此大礼？哦，夜宵做出一副为难之色。其实雷无敌死不死的，对他没有任何影响。他之所以出手，是为了接近那个白发少女。像雷无敌这种毫无气运之人，压根没有丝毫威胁。可如果夜宵能趁机敲诈天雷圣地一笔，岂不是就多了薅羊毛的本钱？似这一刻，这条仙途好像形成了闭环。妙啊！神子，小小心意，不成敬意。雷无杰悄悄将手指上的乾坤戒摘下，递到了夜宵手中。嗨嗨，雷长老这是干什么？难道我教训雷无敌是为了你这点心意？夜宵轻叹了口气，稍稍感知了一下乾坤戒中的灵宝造化，直接将其收入了囊中。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匡正天道城的秩序，帮雷无敌改正恶习，否则他迟早会死在别人手里。神子大义。雷无杰老脸一颤，狠狠咽了口水。无耻啊！他还是第一次见这么无耻的人。今日如果不是他及时现身，这会儿雷无敌怕是早成一滩了。偏偏以雷无杰虚神境的修为，此时也不敢表现出一丝鄙夷。他怕稍稍反驳，就会像鸡帮印一样，被叶家某一位老祖当场射印了。无敌，还不过来，跪谢神子！雷无杰深吸了口气，一把薅住雷无敌的头发，直接将他拎了过来。如果不是雷无敌招惹夜宵，他堂堂虚神强者，何须受此屈辱？跪谢！雷无敌嘴唇颤动，一张脸庞胀得通红。明明是夜宵险些把他打死，结果太上长老不仅赔上了满满一乾坤戒的造化，还要对夜宵感恩戴德。啪！雷无杰狠狠一巴掌抽在雷无敌头上，将他抽倒在了夜宵身前。废话什么呢？多谢神子不杀之恩，无敌谨遵今日教诲。以后做个人吧。夜宵轻轻颔首，转头看向洛西，你跟我来。洛西眸光微凛，竟在夜宵眼眸中看到了一丝不可忤逆的威严。单单一缕眸光，就令洛西娇躯紧绷，道心止不住嗡鸣。他低头看了一眼掌心的寒冰神符，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朝着夜宵追了上去。夜宵神子，两人身后，狐妹儿神色娇媚，语气轻柔地道：神子晚上有空吗？妹儿能去你那里吗？如果有人就坐坐，没人的话就坐坐。滚！夜宵冷喝一声，与洛西一齐消失在了众人眼前。夜宵，人群陆续散去，唯独凌晨手掌紧握，看着那两道并肩而行的身影，心底疯狂嘶吼。奈何，就像幽姬所说的，以他如今的实力，别说对付夜宵，恐怕这位叶家神子身后随便一个追随者都能轻易将他碾压了。幽姬前辈，如果我融合了第二道天地灵火，真的能打得过夜宵吗？以你的焚天圣体，只要融合第二道天地灵火，就能迈入神伦巅峰境界。幽姬犹豫片刻，语气低沉地道。他也不确定凌晨能不能打得过夜宵，方才这位叶家神子展露的实力已经完全超脱了当代范畴，甚至幽姬隐约感觉自始至终夜宵都没有施展真正的底牌。可他能怎么办？这会儿若是告诉凌晨他内心的想法，恐怕凌晨的道心真的就要崩了。与此同时，夜宵与洛西的身影则是出现在了天道楼顶层一座金碧辉煌的寝殿之中。此时他看着身后的少女，脸上渐渐露出一抹温和笑意。天命之女洛西，金手指，寒冰圣体，模板，远古冰主转世，身份洛神族公主，天命之子凌晨的青梅竹马。剧情走向：洛西因为洛神族变故，被迫流落火焰城，被凌晨之父凌战收养。10年前，洛西觉醒寒冰圣体，被洛神族强者接引回族。血魂殿为找寻至宝魂戒，出手覆灭凌家。洛西暗中派人救下凌晨，却因忌惮血魂殿，始终不敢向凌晨说明真相。请问宿主是否绑定？绑定！恭喜宿主成功绑定第4位天命之人，获得天命值 4%。你笑什么？洛西眉头轻皱，总感觉夜宵看他的眼神里有种莫名的深意。你就是希儿吧？夜宵脸上忽然浮现出一抹哀伤，其实从他感觉到那股寒意之时，心底就已经有所猜测。凌晨玩火，他妹玩冰，夜宵玩他俩，岂不是冰火两重天，双倍快乐？妹妹开门，我是我哥希儿妹妹，我终于找到你了。你……洛西瞳孔紧缩，根本不敢有一丝犹豫，手中冰符打入虚空，垂落下万千灵纹，一瞬间，整座大殿就被寒冰覆盖，宛如一座冰雪囚笼，阻隔天地。而洛西的气息更是在此时骤然攀升，冰蓝色的眼瞳中神辉迸射，像是燃烧了宿命因果，神性复苏。当初他离开洛神族时，就预想到有一日会与夜宵交手，所以
洛西偷偷从洛神族宝库中带出了这一枚上古神符寒冰古符。据他的父皇所说，这枚冰符足以囚困斩道之人，对付夜宵绰绰有余。原本洛西还想跟在夜宵身旁，从他口中套听一些凌晨哥哥的消息，可他实在没想到，这位叶家神子竟然识破了自己的身份。不过正因如此，洛西心底的疑惑更浓郁了。他想不通，夜宵是如何知晓他身份，又将他认出来的。当初洛西离开林家之时，不过是个6、7岁的孩童，如今10年过去了，他无论长相还是身材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洛西都怀疑，就算凌晨哥哥见到他，也未必能一眼认出他来。说，你为何要诬陷凌晨哥哥是魔？还有，你是如何认出我来的？洛西矗立虚空，发丝飘荡，冷冷地盯着叶宵道。此时他那一双赤裸的玉足下，隐有一缕缕冰纹游走，宛如一尊冰雪王座，将他的身影映衬得愈发超脱尊贵。在这座寒冰囚牢中，他并不担心叶宵会耍什么花样。诬陷？叶宵眼眉轻挑，无奈地摇了摇头。可爱的东西并不代表没有危险，要慢慢调教啊。此时叶宵眼瞳中隐有一丝哀伤苦楚之色，像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希儿妹妹，你最好还是快点离开天道城吧。闻言，洛西眉头轻皱，眼底闪过一丝寒彻。死到临头还敢嘴硬，我看你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随着洛西话音落下，他的手中逐渐有一柄冰晶神枪缓缓凝现，符文缭绕，朝着叶宵怒灌而来。可怖的寒意直接撕开虚空，将一切冰封破碎。在这股寒冰之力下，就连叶宵的发丝皮肤上都逐渐结出了一层晶莹霜雾。洛西的模板本就是崛起刘天命前期最强的底牌之一，而在这样一座冰雪法界中，他的战力丝毫不弱于任何神伦巅峰的年轻至尊。凌晨死了，只是就在洛西手中冰枪出现在叶宵眉心丈许之地时，却陡然停滞了下来。你说什么？他愣愣地看着叶宵，红唇颤抖，眼瞳渐渐圆瞪。叶宵轻叹了口气，伸手握住了那一柄寒冰神枪，感受着其中澎湃的寒意，眸光微微一凛。这柄枪的品阶至少在圣器范畴，而且还是一柄绝品圣器，不愧是洛神族，这般底蕴丝毫不弱于圣州最顶尖的宗门古族了。原本是不想告诉你的，方才我在天道楼看到你的那一刹，就感觉到了一种莫名的亲切。我猜这一定是凌晨兄弟冥冥中对你的庇护吧。叶宵神色苦楚，语气渐渐有些低沉。叶宵，你休想骗我，说到底发生了什么？洛西强忍着心中不安，死死地盯着叶宵，像是要从他的眼中看出一些破绽。可惜此时叶宵眸光哀伤，毫无慌乱，不像演的。其实我跟凌晨兄弟也才认识不久，不过却很投缘，他的死我有责任。叶宵伸手从乾坤界中取出了一团黑白两色的灵髓，正是当初他从凌晨手中截取的那一道阴阳神髓。从他看到凌晨的剧情走向时，就预料到了这位小青梅的出现，所以在叶宵将阴阳神髓赠予顾明月时，就提前留下了一部分，为的就是今日。这是……洛西越听越困惑，可内心却有些莫名的悲伤，像是被叶宵的情绪所感染。这道神髓是凌晨兄弟冒着生命危险交给我的，谁成想最后竟成了他的遗物。叶宵手掌紧握，低头看着手中不停变换神形的阴阳神髓，心底已经在暗暗期待待会儿将会从洛西手中换回怎样的造化神物了。我听凌晨兄弟说，当初林家覆灭之后，他被一位神秘强者所救，无意间在林家后山崖下捡到了一枚戒指。戒指？洛西将信将疑，眼中的戒备逐渐消散了一些。如果叶宵与凌晨哥哥不是朋友，他根本不可能知晓当初林家的变故，更不可能知道他的身份。那枚戒指中有一道上古妖魂。什么？闻言，洛西心底突然有所猜测，眸光狠狠一颤。最开始凌晨兄弟与这道妖魂相处还算融洽，可后来随着这道妖魂实力提升，他的野心也越来越大了。而这道阴阳神髓就是他逼凌晨兄弟去找寻的，目的就是为了恢复实力。凌晨兄弟早就看出了他的阴谋，故意将这道神髓送给了我。可惜即便他再小心翼翼，还是被那妖魂看出了端倪。你的意思是哥哥被那道妖魂夺舍了？洛西娇躯一颤，眼眶瞬间泛红，险些跌倒在地上。你哥哥临死之前告诉我，他心中有2件事放不下，其一就是林家被屠的仇恨，其二就是你。所以你故意诬陷哥哥是魔？这一刻洛西隐约猜到了一些事情，看向叶宵的眼神已经没有太多抵触了。第一，既然凌晨兄弟对我如此信任，我自然不能辜负他的信任，以你们兄妹的情谊，听闻这件事后一定会来找我报仇。第二，凌晨兄弟能将阴阳神髓这等神物送给我，我叶宵又岂是忘恩负义之辈？即便那道上古妖魂极其可怕，屠杀了所有进入阴虚古墓的天骄强者，但我一定要为凌晨兄弟报仇，亲手送他归西。话落，
夜宵忽然牵起洛熙的玉手，入手一片冰凉，柔若无骨，将那一道阴阳神髓放在了他掌心之中。夜宵神子，洛熙喉咙滚动，眼中泪水不停滑落。此时他能感觉到这道神髓中蕴含着一缕真正的阴阳本源，通天造化。其实就算夜宵将其收入囊中，洛熙也根本不可能知晓，可他却选择将这道神髓交还给洛熙，品行可想而知。最起码就算以洛熙的心性，也未必能抵挡下这样的诱惑。原来他一直都误会夜宵了，这位叶家神子竟已深入局，无惧凶险，就是为了能找到自己，为哥哥报仇雪恨。第一，天命之女道心动摇，对反派产生感激，恭喜宿主成功打破剧情设定，获得奖励冰魄神枪至尊器。第一，恭喜宿主成功赠予天命之女阴阳神髓，获得万倍返还奖励永恒冰晶，蕴含寒冰法则。听到耳畔传来的系统提示音，夜宵眼底顿时闪过一丝阴邪。很明显，此时的洛熙已经相信了他的话。你以为这就完了？臭妹妹，接下来我会告诉你，地狱为何会有18层。呼，洛熙深吸了口气，朝着夜宵深深一拜。夜宵神子，谢谢你能将哥哥的遗物交给我。此时他虽找不出夜宵身上的任何破绽，但内心还是有些困惑。夜宵口中的上古妖魔究竟是谁？凌晨哥哥究竟有没有被他夺舍？想要解开这些困惑，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到凌晨，或者说那头妖魔，亲自印证一下。以后不要叫我神子，叫我哥哥。虽然凌晨兄弟记了，但你记住，你不是一个人。夜宵神色肃穆，伸手将洛熙脸上的泪水擦掉。先叫哥，再叫妹，最后都是小宝贝。天命之人嘛，但凡落到夜宵手中，无非就2种下场，要么沦为寻宝鼠，像凌晨一样四处找寻造化，等耗尽光热后成为夜宵的魔体养料，要么就是像洛熙这样成为他刷造化的福利金儿。我知道以你和凌晨兄弟的感情，一定很难接受这个事实，但我不希望你冒险做任何事，我会把他引出来，让你亲眼看看他的凶残。什么？闻言，洛熙顿时愣在了原地，心底对于夜宵的最后一丝戒备彻底消散了。如若他是骗自己的，又怎么敢让自己见凌晨？夜宵哥哥，你需要我做什么吗？你什么都不用做，就乖乖待在天道楼中，否则你再有个3长2短，日后我如何向凌晨兄弟交代？夜宵摇了摇头，又忽然想到了什么。等会你先把这道神髓炼化吧，以免夜长梦多。这好吧。洛熙稍稍沉吟，最终未曾拒绝。这样的天地至宝，一旦被人察觉到，势必会招来无穷灾祸。如果夜宵是为了利用他引出凌晨，绝对不会让他炼化此髓。好了，时间不早了，你早些休息。话落，夜宵眼中突然闪过一缕魂光，太初祖浮萍空显化，竟生生将眼前的寒冰法界撕开了一道裂痕，而他的身影则是踏入其中，消失在了洛熙面前。这一幕更是令洛熙心神颤动，对于夜宵愈发敬畏了。原来夜宵神子的实力居然恐怖到了这等地步，连寒冰神符都无法将其囚困。这岂不是说方才夜宵想要杀他根本不是什么困难的事？凌晨哥哥，洛熙看着手中的阴阳神髓，眼中再度有雾水升腾。他也没想到这10年间凌晨居然一直被一道妖魂掌控。早知如此，当初他就算拼上性命，也该让大长老将凌晨带回族中了。你放心，如果夜宵哥哥说的都是真的，我一定会为你报仇雪恨，亲自打碎你的脑袋，将那道妖魂抹杀。阿 T。 与此同时，天道楼中，凌晨盘坐在一座楼阁中，忽然打了个喷嚏，眼底隐有阴沉。自从见到洛熙之后，他内心就始终无法安宁。夜宵的手段他已经亲眼目睹过了，这位叶家神子心性狠戾，又极善装逼，希儿落入他的手中，怕是凶多吉少。可他能怎么办？打又打不赢，装又装不过，难道只能选择原谅他？不行，我要去找希儿。凌晨豁然起身，就欲朝着屋外走去。小陈，你去何处？就在此时，在他身前的虚空中突然荡漾起一缕涟漪，只见幽姬的身影从天而降，冷冷看了凌晨一眼。前辈，我不能看着希儿被夜宵糟践。小陈，你为何对夜宵神子如此抵触？幽姬轻叹了口气，对于夜宵有种本能的畏惧。放心吧，方才我看到夜宵神子离开了天道楼，并未与你妹妹共处一室。什么？夜宵走了？闻言，凌晨紧绷的心弦这才有所放松，只是转念，他的眼中就闪烁起一缕激动。那我岂不是可以去找希儿了？万一是个圈套呢？还不等凌晨迈步，又听幽姬忽然张口道：一瞬间，凌晨脚底就有寒意升腾，险些将他天灵盖掀开。前辈的意思是，万一夜宵知晓了灵犀的身份，故意引你现身呢？这……凌晨颓然瘫坐在床榻之上，轻叹了口气。明月，你在里面吗？这边
叶宵离开洛溪，直接来到了顾明月所在的寝殿。作为他的未婚妻，顾明月的住处同样是一处独立的大殿。此时叶宵丝毫不担心洛溪会悄悄离开，更不怕凌晨暗中与洛溪见面。当初叶宵取走阴阳神髓，将装神髓的宝匣留在原地，并在其中布置了一缕魂石标记。无论凌晨走到他都能清楚地感觉到这位天命之人的气息。哐啷，随着殿门打开，顾明月一脸困惑地看着叶宵，一双凤眸中隐有冷意。这么晚了，你来干什么？为夫难道不能来看看你吗？叶宵径直走入殿中，丝毫没有理会顾明月眼中的愤恨。你不去与你的白毛妹妹亲近，来我这做什么？顾明月神色清冷，一日之间，叶宵居然主动庇护了2位年轻貌美的女子。于青之长得像叶宵母亲，这个理由他还能勉强接受。那么今日，那个被雷无敌看中的白发少女呢？她长得又像谁？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呵，推。叶宵眉头轻皱，脸上露出一抹困惑之色，四处打量着什么。你放心，我才不会像某些人，金屋藏娇，毫无廉耻。顾明月默然一语，朝着后殿方向走去。哦，我还以为是谁打翻了醋坛子，酸溜溜的，原来是明月你啊。叶宵莞尔一笑，顿时令顾明月银牙紧咬，强装冷漠。既然明月不喜欢我在这，那我回去找他好了。说着，叶宵起身就欲离开。你敢！顾明月轻喝一声，转身却见叶宵正似笑非笑地看着他，根本没有离开的意思。顿时间，他的脸上就腾起一抹烟霞，愈发羞愤。你就不好奇，我为何要救那个白发少女？叶宵一把握住顾明月的玉手，将她拽入怀中。呵，她不会是长得像你哪个白月光吧？顾明月并未挣扎，也不看叶宵，扭头看着别处。你知道什么叫白月光吗？什么？白月光就是那个想操却没操到的人，与他相反的叫朱砂痣，是指那个永远操不够的人。叶宵忽然低头凑到顾明月耳畔，不知明月是想当我的白月光，还是朱砂痣？叶宵，顾明月脸色一愣，只感觉一股热气吹入耳中，身躯一颤，就连脖颈都泛起一抹红润之色。下一刹，他浑身突然有灵纹奔涌，可怖的先天气息开始沸腾，就欲朝着叶宵出手。不逗你了。叶宵眼眸微凛，缓缓站起身来，在顾明月彻底爆发之前退开了数丈距离。娘子，你修为恢复得挺快啊。此时他能感觉到顾明月的气息竟然恢复到了神伦7重境界，而且除却这一股先天道韵外，居然还有一股微妙的阴阳气息。9天玄牝体吗？逗我？顾明月黛眉轻蹙，总感觉叶宵好像还有很多事情瞒着自己。那个白毛少女是凌晨的妹妹，洛神族公主。叶宵莞尔一笑，自顾走到桌案之前，端起上面的酒盏，轻抿了一口。见此一幕，顾明月俏脸上烟霞更盛，欲言又止。这只酒盏，他刚刚用过了。突然间，顾明月像是想到了什么，眼眸骤然一凝。凌晨的妹妹，我之前曾派叶家长老去打探过凌晨的过往，他有一个妹妹10年前失踪了。这一次凌晨遇难，他不远万里从北原赶来，就是为了找我报仇的。叶宵神色渐渐冷厉了下来。有那么一刹，顾明月恍惚看到了上一世那个冷漠杀伐、运筹帷幄的他，所以你把他杀了。闻言，叶宵脸色一愣，露出一抹无奈之色。在娘子眼里，我就是这么冷酷无情、残忍是杀的人吗？这与邪魔有何区别？哼！顾明月冷哼一声，心底暗道一声：你不是吗？你打算怎么办？利用那个白毛少女引凌晨上钩。我说了，你只需负责貌美如花就好了，剩下的事情交给我。叶宵顺势牵住顾明月的玉手，将她拽入怀中。长夜漫漫，不如娘子我们做些爱做的事情。叶宵，你不要太过分。顾明月银牙紧咬，眼底隐有一丝愤恨。他明明还没有原谅叶宵上一世的恶行，却发现自己好像已经不那么抵触他了。说起过分，娘子这1日之间好像已经误会我2次了，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些补偿？叶宵低头看着怀中那一张白皙绝美的脸庞，嘴角微微扬起。夫君。在叶宵这一双深邃温柔的眼眸注视下，顾明月只感觉心跳的厉害，从未有过的紧张。这个惩罚可不够。叶宵，你这一次还不等顾明月挣扎，就见叶宵忽然低头吻在了他唇上。一瞬间，顾明月全身都僵硬了，尤其是嘴唇上传来的那种酥麻温热的感觉，更是令他道心止不住地颤动。前世今生，他从未与任何男子有过任何肌肤之亲，就连上一世的叶宵也从未碰过他一下指导。叶宵缓缓起身，顾明月这才从震惊中反应过来。叶宵，此时他的脸色早已红透，玉手紧握，神色羞愤地朝着后殿逃去。而叶宵则是微微一笑，自顾饮酒，回味着方才顾明月嘴唇的甘甜芬芳。虽说如今这位至尊女帝
还未完全接纳他，但看样子已经放下了大半防备。所谓日久生情，不久怎么生情？如今顾明月的九天玄牝体已经觉醒了，这东西从来都是零和无数次的区别啊！干就完了。嗡！叶萧从乾坤戒中取出那一枚永恒冰晶，稍稍沉吟后，直接将其吞噬，融入了体内。此时他突然发现，这系统的每一次返还奖励，似乎会随着天命之女的模板而变换。同样都是阴阳神髓，顾明月返还的就是一枚阴阳转轮珠，蕴含先天阴阳本源，而洛熙则是这枚永恒冰晶，只能领悟到泽之力。当然，这并不是说道泽之力不珍贵，恰恰相反，道泽之力乃是踏入天机境界的门槛。可相比于顾明月，洛熙的奖励返还是有所差距。这也不难看出，顾明月的天命属性要比这位未来宾主还要恐怖。顿时间，整座大殿就掀起一股恐怖的寒意，虚空大地结出层层冰蓝色的霜华，宛如一座冰雪神宫，美轮美奂。顾明月黛眉轻蹙，悄悄从后殿中探出头来，小心翼翼地看了叶萧一眼，而在看到他周身缭绕的冰霜灵纹时，眼眸骤然一凝。这个家伙居然敢在他眼皮子底下修炼，就不怕他偷袭吗？叶萧，再让你得意一段时间。时间流逝，第二日天色刚亮，整座天道城就传来了惊天的喧哗。今日是道宗道子论道天骄宴开始之日，而天道楼中早已被精心布置，摆放着诸多长案灵台，其上摆满了山珍海味，宝果神材。最中央的地方，一方白玉高台静静矗立，宝华熠熠，正是今日道子的论道台。此时天道楼中早已坐满了诸多圣州年轻一代的天骄妖孽，他们中有不朽大教的传人，有仙宗圣子、古族传人，个个气血雄浑，精神抖擞。作为圣州最令人瞩目的盛事之一，论道期间，他们不仅能与同辈之人切磋论道，聆听道子讲道，还能参加万宝阁的拍卖盛典，见识到一些平日难得一见的造化之物。之后，众人更有机会登道山、叩道中，亲自前往当初道祖留下的那一尊大道神臂，观心悟道，窥探宿命。最终，道宗将打开那一处上古秘境，供所有弟子前往历练。传言道祖正是因为在这处秘境中得到机缘，一朝悟道，称尊道祖。据说此处曾是上古一处天外天地，留有诸多大能者残骸传承，生存着一众上古遗族。如若有人能够在其中寻到一处传承福地，就有机会像道祖那般打破天地枷锁，成就万古独一。轰隆隆！就在此时，天道楼外突然传来一道震耳的轰鸣声，只见一缕璀璨神辉撕裂云穹，落在了道楼之外。其中一位身穿金袍，有着一头金色长发的壮硕青年迈步走来，眉心处那一轮赤色的烈日图腾熠熠生辉，震荡苍冥。这是大日圣子向坤，年轻至尊。天道楼中，一道坐在角落中的黑衣身影埋着头，小心遮掩着气息。连年轻至尊都来了，此行秘境即便有造化现世，也不可能落到我手中，甚至还有一成几率会死在彝族手里。一成几率与找死有什么区别？这道宗秘境不去也罢，我还是回宗门重要吧。撤！天道楼中人声鼎沸，此时所有人的眸光皆汇聚在了向坤身上，丝毫没有在意那道悄悄离去的黑衣身影。作为圣州最顶尖的势力，大日圣宗麾下号称有10万宗族附庸，圣子向坤更是真正的圣体天骄，修为达到了可怕的神伦9重，年轻至尊。放眼3000道州，除了那些感悟天机、藏身在大势之后的古代怪胎、大弟子嗣、荒古遗种，当代中很难有人是他的对手。当初大日圣宗联手阴虚古教，为圣子向坤以及阴虚圣女姬如梦定下婚约，更是令这位年轻至尊的声名达到了鼎盛。今日在场的众多圣子传人中，无一人能与向坤相提并论。只见他踏入天道楼的一刹，整座仙楼顿时陷入了死寂。所有人看着向坤周身缭绕的金色圣辉，只感觉浑身血脉凝滞，神魂欲碎。他就是姬如梦的未婚夫。仙楼之中，凌晨端着一只茶盏，轻轻抿了一口。哪怕是他，在这位大日圣子面前，都有一种自惭形秽之感，被向坤身上迸射的日势深深震慑了。太可怕了！同为圣体天骄，凌晨的境界足足比向坤低了9重，而这便是山村少年与圣宗传人之间的差距。纵使你气运逆天，可一个人的力量又如何与一方传承了数万载的宗门相提并论？30年河东，30年河西，又如何敌得过3倍巅峰万世之族？小陈，别灰心，你迟早也会像他一样的。幽寂的声音自凌晨魂海中传来，顿时令凌晨暗淡的眼神中重新生出了一丝希冀。凌晨将杯中茶水一饮而尽，脸色渐渐平静了下来。自从他来到天道城，就始终没有见到姬如梦。对于这位阴虚圣女，他同样没有任何好感。当日若非夜宵突然降临，
凌晨有信心将姬如梦玩弄于股掌之中。想到这，凌晨心中的愤恨这才稍稍消减了一些。圣宗圣子又如何？年轻至尊又怎样？你的未婚妻我也舔过。哼哼，相兄，好久不见。就在此时，天道楼外又走来了几道身影，身后皆有追随者跟随。其中一人面容俊朗，一身青衫绣绘山河，神采奕奕。原来是云虚圣子。向坤抬眼看了青衫男子一眼，轻轻颔首，径直走到天道楼最中央的桌案前坐了下来。见此一幕，云虚圣子贺流云无奈一笑，并未恼怒，走向了另外一处席位。他的境界同样是当代顶尖，在神伦七重，云虚圣法更是修炼到了第9层，天资卓绝。可与向坤相比，这样的天赋还是稍显逊色。更何况如今向坤并非是一个人，他的未婚妻姬如梦同样是当代顶尖。这两位妖孽联手，试问圣州谁人能敌？陆续的又有几位年轻天骄降临此地，引来阵阵精华。其中上古王家少主王长青、天魅宗传人胡妹等人的出现，更是吸引了诸多视线与议论。有这些天骄在此，寻常古族仙宗的传人弟子就显得黯然了许多。快看，是夜宵神子！就在此时，人群中突然传来一道惊哗声，而向坤、王长青等人的眸光顿时朝着楼外看去，眼底皆有一丝淡淡的凝重。这几日，天道城关于夜宵的传言甚嚣尘上，他不仅公然打破了道宗铁律，接连镇杀了云和、雷无敌两人，更是以一副正直大义的形象俘获了众多宗族娇女的芳心。毕竟一个背景无上、仙颜神姿、正直强大的长生世家神子，谁能不爱呢？而凌晨眼中更是闪烁着一抹刻骨的杀机，端着茶盏的手掌渐渐紧握。他之所以前来道子论道，并非是为了聆听道子讲道，而是为了万宝阁的拍卖盛会，看看能否找到最后一块秘境碎片，打开那一处封印灵火造化的古藏。此时随着夜宵降临，凌晨心底竟突然生出了一丝淡淡的恐惧，像是有了阴影。天道楼外，两道身影并肩走来，其中那名年轻男子白衣如雪，身材清长，俊朗的仙颜上带着一丝浅淡温和的笑意。在其身旁，顾明月一身大红黄衣，凤眸清冷，地仪雍容。那一张白皙绝美的脸庞上并不见太多波澜，细腻无瑕，宛如9天仙子误入凡尘，惊艳至极。这两人站在一起，顿时引来众人一片惊叹。神仙眷侣，不外如是。而在夜宵身后还追随着3道身影，其中叶苍同样是威名赫赫，苍天霸体，力破万道。可就在众人的目光落在另外一道金袍曼妙的身影上时，眼眸却骤然一凝，那是姬如梦。一瞬间，整座仙楼就彻底陷入了死寂，所有人的眸光皆是不自觉地看向了大日圣子向坤。作为他的未婚妻，姬如梦此时却如婢女一般追随在夜宵身后，一副卑微之色。原本姬如梦的长相气质就稍显柔弱，如今站在夜宵身后更是可怜无助，像是随时都能被肆意玩弄。向坤脸上的冷傲几乎瞬间凝固了下来，只见他缓缓起身，看向夜宵的眼神里隐有一丝杀机。如梦，你在干什么？向坤。姬如梦俏脸苍白，嘴角掀起一抹苦涩。偏偏此时他根本不敢轻举妄动，小心翼翼地看了夜宵一眼，像是一只听话的小母狗在征询主人的意见。这一幕更是令向坤手掌紧握，一头金发随风飘荡，甚微升腾。万众瞩目下，他的未婚妻居然在讨好另外一个男子，这让向浩瞬间感觉到了莫大的耻辱，感觉头皮痒痒的。当然，此时感觉头皮痒的不仅有向浩，还有凌晨。他的眸光同样落在了夜宵身后那一头白发的洛熙身上。更令凌晨感觉愤怒的是，洛熙脸上非但没有一丝惶恐，反而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偶尔看向夜宵的眼神中竟有几分崇拜之色。短短一刹，天道楼中唯二的2位圣体天骄道心都碎了。姬如梦，你过来。向坤深吸了口气，脸色已经彻底狰狞了下来。他兴冲冲地跑来赴宴，原本就是为了见姬如梦的。什么道子论道，他堂堂大日圣体，年轻至尊，需要听他人讲道吗？可他做梦也没想到，未婚妻是见到了，但是好像不对劲了。向坤，别胡闹了。姬如梦红唇轻抿，竟然当众斥责了向坤一句。轰隆隆，这一刻，向坤心底压抑的怒火终于是彻底爆发了。夜宵，今日你若不给我一个解释，我就算死也要让你付出代价。天道楼外听到向坤的怒喝声，那一位神秘的黑衣青年顿时打了个冷战。你听听，多狠啊，直接上来先把命撂这儿了。外面世界太可怕了，既然灵种都已经买齐了，我还是继续回宗门重要吧。等什么时候修为踏入至尊境界，再出来跟这些当代天骄切磋论道。一念至此，韩长生再不敢犹豫，一路小跑着离开了天道城。此时他大概没想到，
就是这一次的出事，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哦，叶宵眼眉轻挑，看向向坤眉心的那一轮烈日图腾，眼底隐有一丝凛冽。当初他之所以收姬如梦为奴，就是为了制造与这位圣体天交的矛盾。叶宵的万化魔体需要吞噬5大圣体本源才能突破第3转。向坤，你听听，就这个名字，他能忍受未婚妻被夺吗？你以为这就完了？同为叶宵的仇人，如今凌晨在见识到叶宵的可怕战力后，早已是惊弓之鸟。按照天命之人的尿性，他一定会为自己找寻一些志同道合的兄弟，共同承担对付叶宵的风险。死道友不死贫道，大不了等兄弟死后，我替你照顾你未婚妻呗。等到凌晨主动找上向坤，这场好戏才算真正开始。解释？你想要什么解释？叶宵忽然转身揽住姬如梦的肩膀，将她推到了身前。如梦，你来跟他解释一下。这一幕顿时令向坤眸光轻颤，比杀了他还难受。他的未婚妻他都没舍得碰一下，居然被叶宵给揽住了。向坤，我现在是叶宵神子的女奴。姬如梦俏脸苦楚，深深看了向坤一眼。什么？闻言，整座天道楼中再度掀起惊天的喧哗。所有宗族天骄看着那一道白衣绝世的身影，眼底皆是一抹浓郁的震撼。放眼整个圣州，有谁有如此胆魄，居然敢收阴虚圣女姬如梦为奴？叶宵。向坤深吸了口气，眼底突然有金光沸腾。下一刹，他直接踏步朝着叶宵奔掠而来。与此同时，在其手臂之上，一道道金色的圣辉开始绽放，璀璨如日。随着他一拳砸出，虚空都被焚烧出层层波澜。隐隐间，向坤头顶似有一尊金色的神轮旋转嗡鸣，与他眉心印记交相辉映，散发出可怖的圣意威压。那是大日圣宗的传承圣物大至日神轮。阵阵金华声轰然响彻，充斥着浓郁的骇然与不可思议。向坤，凭你也敢对我族神子动手？叶苍咧嘴一笑，同样踏出一步，朝着向坤迎了上去。在其天灵盖上，气血喷涌，逐渐化作2只蜿蜒的龙角。只见叶苍一拳探出，白虎神爪撕开天地，周身皮肤上竟有一层层金色的鳞片覆盖。霸体9大神形，龙首、白虎爪、麒麟甲。在经过祖气灌体之后，叶苍的境界不仅踏入了神轮6重，更是成功修炼出了第3大霸体神形，肉身战力堪称无敌。哪怕他的境界不如向坤，可单论气血力量，他根本不惧任何当代之人，除了叶宵。轰隆隆，2道拳印碰撞的一刹，整座天道楼中顿时亮起诸多法纹神辉，铺天盖地，将这股威势尽数镇压。而叶苍与向坤脚下的大地顿时崩裂出一道道恐怖的裂痕，可怖的力量波澜更是令周围一众宗族天骄心神震颤，头皮发麻。就连王长青、贺流云这等顶尖妖孽都是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感觉这一拳若是落到他们身上，直接会被当场打爆。万众瞩目，叶苍与向坤各自倒退了数步，眼底皆是一抹浓郁的诧异。尤其是向坤，原本心中燃烧的怒火更是被叶苍这一拳打灭了大半。众所周知，叶苍仅是叶家第5序列，叶家至少还有4位比他更屌、战力更强的当代天骄，其中叶家神子叶宵更是横压9脉，打服了其他8大序列才坐上了神子之位。难以想象叶宵的战力又该恐怖到了何等地步。向坤，你可以啊，能够挡下老子一拳，你足以自傲了。叶苍咧嘴一笑，眼中战意愈发澎湃。就在他脚步迈出，再度朝着向坤走去之时，却见姬如梦忽然跪在了叶宵身前，眼眶微微泛红。神子，请给奴婢一分颜面，饶向坤一次吧。见此一幕，向坤脸色一愣，眼中顿时闪过一丝震撼。此时他有种预感，姬如梦还是爱他的，他是被叶宵给逼迫的。如果今日向坤再继续与叶宵为敌，恐怕最后受苦的还是姬如梦。我让你替向坤求情，我让你替向坤求情丝，有画面了。哦。闻言，叶宵神色淡然，缓缓点了点头。既然如梦这么说了，叶苍，你回来吧。话落，他径直迈步朝着角落处走去，丝毫没有在意向坤愈发阴沉的脸庞。而姬如梦则是起身，不着痕迹地朝着向坤摇了摇头，快步朝着叶宵追了上去。如梦，向坤手掌紧握，眼中的杀意很难真正压抑下来。可他能怎么办？一个神轮6重的叶苍就能完全阻挡下他的大日圣体，叶宵的实力只会比叶苍更恐怖。大日圣宗再强，在长生叶家面前仍旧有些微不足道。可等到道宗秘境开启，他就算拼上血脉根基，也一定要救出姬如梦。看样子姬如梦也被叶宵掌控了。角落处，凌晨眉头轻皱，冷冷地看向向坤的方向，眼底隐有一丝沉吟。夺妻之仇，不共戴天。或许他可以想个办法，利用这段仇恨与向坤联手对付叶宵。否则
以他一个人的力量，即便能够得到道宗秘境中的灵火，也很难是叶萧、顾明月以及叶苍的对手。我与相兄一见如故，你滚开！就在凌晨暗暗沉吟之时，却听身前突然传来一道冷喝声。凌晨眉头轻皱，抬头却见叶萧等人居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一瞬间，这位天命之人心底就生出了一丝凛冽寒意，全身都麻了。还不等他从惊恐中反应过来，就见叶苍一脚踹下，直接将他踹飞了出去。神子，请！叶苍微微躬身，舔着一张黑脸，神色拘谨地站在叶萧身后，而叶萧则是与顾明月并肩落座，并未理会那跌落在地上的凌晨。你妈个逼！凌晨欲哭无泪，却不敢表现出一丝愤恨，走向了临近的桌案。叶萧，待会儿万宝阁会在天道楼中举行一场拍卖。顾明月神色清冷，深深看了叶萧一眼。这个家伙故意与姬如梦演了这场戏，挑起与向坤的仇恨，恐怕目的并非向坤，而是那个隐藏在暗处的凌晨啊。可稍稍令顾明月有些疑惑的是，姬如梦什么时候被叶萧调教的如此乖巧温顺了？哦，拍卖会。叶萧眼眉轻挑，脸上笑意愈发玩味了。宝物反着买，别墅靠着海，天命买啥我买啥，我比天命灵石多啊！就问你气不气？叶萧哥哥，你为何要抢人家未婚妻啊？你自己没有吗？洛西托腮看着叶萧，眼瞳中隐有一丝困惑。闻言，顾明月嘴角顿时掀起一抹浅淡弧度，眼神玩味地看向叶萧。这个……叶萧无奈一笑，轻咳了2声，脸色忽然变得无比凝重。大人的事，小孩别多嘴。洛西姑娘，我是自愿追随神子的。在其身后，姬如梦红唇轻抿，替叶萧解释了一句：方才他被叶萧羞辱，其实是为了做给向坤看的。自从叶萧在他魂海中种下魂印之后，一直都对他很是关照，从未逼迫姬如梦做任何事情。甚至当日叶萧融合阴阳转轮珠，更是令姬如梦从旁护道，有幸感受到了阴阳本源的滋养。如今他的境界同样有所突破，足以抵得上10年苦修。最开始姬如梦的确对魂奴这样的身份极其抵触，可随着与叶萧相处，他渐渐明白了，即便只是神子的一个奴仆，也是常人根本无从触及的尊贵身份啊！闻言，洛西眼中顿时闪过一丝疑惑，心底渐渐有所猜测，难不成叶萧有什么特殊的癖好？人妻。与此同时，听到洛西对叶萧的称呼，一旁的林晨后槽牙都咬碎了。叶萧哥哥，仅仅1日，他的青梅竹马居然成了叶萧的好妹妹。诸位，就在此时，天道楼中突然走来一道曼妙身影，正是之前叶萧在万宝阁中遇到的那位柳嫣然柳阁主。只见她一身墨绿紧身长裙，将身材勾勒得无比曼妙，腰肢扭动间是一种当代女子无可比拟的风骚妩媚，像是一颗熟透的蜜桃，让人忍不住想要咬上2口。原本喧嚣的宝阁顿时陷入了一片寂静，一众当代天骄眼眸微凝，就连呼吸都变得急促了。蚩溜这种熟妇风情与狐媚修炼的媚功截然不同，一颦一笑都是诱惑。在其身后还追随着数位衣着清凉的粉衣少女，身穿薄纱，露出大片惊人的雪白。此时他们手中皆端着一只木盘，用红绸遮掩，隐约能够感觉到阵阵惊人的灵韵波澜。趁到子还未现身，我万宝阁将拿出几件压箱底的宝物拍卖，预祝诸位能够在接下来的道宗秘境中皆有所获。话落，柳嫣然玉手轻拍，身后顿时走出一位婢女。第一件是一件圣品神宝寒冰神冠，起拍价1枚灵石。什么？1枚灵石？随着柳嫣然话音落下，整座天道楼中顿时传来惊天的哗然声。一件圣器神宝，起拍价居然1枚灵石。此时就连一些小宗族的传人都有些蠢蠢欲动了，唯独凌晨眼眸微凝，看向了最后一尊宝盘。这些年他跟随幽姬掘了不少强者的陵寝墓葬，搜罗了诸多灵石宝物。此时他能感觉到，在其中一位宝阁婢女手中有着一丝他极为熟悉的波动。天命在我，1万灵石。随着一道怯懦轻柔的女声传来，整座天道楼再度寂静了下来。所有人看着那一位蓝衣白发的少女，眼底皆是一抹毫不遮掩的嘲弄。这个憨批少女不会真以为能在万宝阁手中捡漏吧？她如果不是坐在夜宵神子身旁，众人怕是早就开吵了。希儿喜欢这道冰冠。夜宵眼眉轻挑，有些诧异地看向洛西。这道神冠中有一缕寒冰气息，与我的圣体颇为契合。洛西俏脸上腾起一抹烟霞，这一次他偷偷离开洛神族，并没有携带太多灵石造化，自然少了几分底气。此时看着众人眼中的讥讽，洛西顿感羞恼，恨不得找个石头缝钻进去。闻言，夜宵并未多言，突然竖起2根手指，指向了楼中众人。一瞬间，在场众人的脸色就彻底呆滞了下来，眼眸圆瞪，像是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噗嗤！只是对此，凌晨却不以为意，
这叶萧除了装逼还会干什么？他真以为凭借身份就能震慑所有天骄，不敢与他争宝？幽姬轻叹了口气，语气低沉地道：小臣这个手势在拍卖行中意味着叶萧神子点天灯了。点天灯？点什么天灯？就是无论别人出任何价格，他都会跟。幽姬语气无奈，愈发感觉凌晨的眼界与阅历实在太欠缺了，在叶萧这样的长生神子面前，他就像个土狗，丢人至极。什么？那我岂不是随便寒暑就能坑他一下了？凌晨脸色一愣，自然感觉到了幽姬语气里的失望与无奈，心底愈发愤恨了。我劝你最好不要这样扰乱拍卖秩序，你很可能走不出天道楼。幽姬冷漠一语，再未多言。1000万灵石。与此同时，向坤眼中同样闪过一抹阴沉之色，沉声喝道：今日叶萧让他丢尽颜面，他又怎么可能错过坑叶萧的机会？2000万灵石。叶萧神色漠然，顿时令洛熙与向坤的脸色同时呆滞了下来。2000万灵石，这样的价格已经完全超出了一件圣器的价值。尤其是洛熙，冰蓝色的眼瞳中更是闪过一丝淡淡的感动。她虽贵为洛神族公主，可从小到大真正这样在意自己的只有凌晨。如今叶萧突然间的举动，令他平静的内心突然泛起一缕涟漪。兄弟们切记，那些你进不去的地方，就让钱财带你进去。向坤圣子，您还跟吗？柳嫣然红唇轻抿，神色玩味地看向向坤。哼！向坤冷哼一声，心底却在暗爽。他随随便便抬了一下价，就坑了叶萧1000万灵石，这就是装逼的代价。唯独顾明月眼底似有一丝深意，眸光随意地看向了周围众人。以他对叶萧的了解，这个家伙突然如此大方，绝不可能毫无缘由。在知晓了洛熙的身份后，他猜凌晨这个倒霉蛋一定就在附近。叶萧哥哥，谢谢你。洛熙眸光颤动，从叶萧手中接过那一尊寒冰神棺，眼神里隐有一丝崇拜与感激。2000万灵石，这是他连想都不敢想的数字啊！可此时，叶萧却因为他的一句话，随随便便丢了出来。你记住，从今往后我就是你亲哥，我们之间无需客气。叶萧伸手揉了揉洛熙的小脑袋，一脸宠溺地道：你妈个逼！两人身后，凌晨手掌紧握，一口鲜血险些喷了出来，又被他小心翼翼地咽了下去。从小到大，他对希儿无微不至，以命庇护，都未换来他一句感谢。结果叶萧这逼只用了1个晚上就成亲哥了，比吃屎都难受呢。接下来这件宝物就有意思了。柳嫣然嫣然一笑，掀开身前木盘，露出了一截洁白骨骼，宛如神玉打造，晶莹剔透。嗡！顿时间，整座天道楼中就有仙辉迸射，光华熠熠。一缕先天道基自玉骨中喷涌而出，瞬间吸引了楼中所有的目光。这是先天之物，这截神骨乃是我万宝阁长老在一处上古战场中得到的，其中蕴含着一缕先天气息。随着柳嫣然话音落下，周围顿时掀起惊天的哗然。所有人看向那一截神骨的眸光，皆闪烁着一抹火热与贪婪。起拍价1个灵石，10万灵石，100万灵石，500万灵石。顾明月突然张口，顿时令喧哗的鼓楼陷入了安静。此时他们顾虑的不仅仅是这位先皇女帝，还有她的未婚夫叶萧神子。这造化虽好，也得有命享受啊！1000万灵石。就在此时，向坤眼中再度闪过一丝阴邪，沉声喝道：刚刚叶萧为了那个白毛丫头都能豪掷2000万灵石装逼，如今他的未婚妻看中了这根神骨，叶萧又怎么可能让他落入别人手中？2000万。叶萧面无表情，轻抿了一口杯中酒水。3000万。向坤暗道一声果然，不急不缓地喊出了一个令人惊恐的数字：3000万灵石。这般数目已经抵得上一方古族仙宗的底蕴，相当于3件圣器的价值。眼前这根神骨虽蕴含着一丝大道气息，但也仅是一丝而已，并没有太大的用处。向坤这逼坏得很啊，明显是要坑叶萧神子一笔。只是就在向坤心底暗爽之时，却迟迟未曾听到叶萧出价。一瞬间，向坤的脸色就苍白了下来，头顶渐渐有冷汗渗出。不应该啊，以叶萧的性情，怎么可能错过这等装逼的大好机会？3000万灵石啊，就算以大日圣宗的底蕴，短时间里也根本凑不出如此数量的灵石。短短一刹，向坤就将叶族上下18辈都亲切问候了一遍。如果无人竞价的话，那这块玉骨就属于向坤圣子了。柳嫣然掩嘴轻笑，朝着向坤轻轻颔首：圣子，请来后殿支付灵石。向坤喉咙滚动，拖着沉重的步伐朝着后殿走去。他有个尖儿的灵石啊，可扰乱拍卖秩序，后果同样不是他能承受的。干！叶萧，看来你也没有很爱我呢。顾明月红唇轻启，假装幽怨地看着叶萧道。以他对叶萧的了解，
这家伙多半是想要白嫖了。既然神骨在向坤手中，只要叶宵杀了他，就能得到神骨，省下3000万灵石，何乐而不为？娘子说什么呢？夫妻过日子当然要勤俭，该省省，该花花。叶宵神色温和，趁机将顾明月揽入怀中。况且为夫最烦装逼之人，花3000万买根破骨头，这不是傻逼吗？噗嗤，哪怕以顾明月的心性，此时都是忍不住嗤笑出声。叶宵这是打算活活气死向坤吗？当面骂傻逼你他妈！闻言，远处向坤身躯一颤，险些一口血喷了出来。诸位，接下来将是此次拍卖的最后一件宝物了。柳嫣然的脸色逐渐肃穆了下来，亲自揭开了最后一块红绸，其下一块通体漆黑的碎片静静摆放在木盘之中，毫无波澜，像是一块再普通不过的铁片了。这是？一众天骄眸光颤动，眼底皆有些困惑，唯独凌晨身躯渐渐紧绷，就连脸色都泛起一抹红润。这是一块铁片，具体是干什么用的？其实我万宝阁也不知晓。随着柳嫣然话音落下，天道楼中顿时传来阵阵嗤笑声。不过这枚铁片出自道宗秘境，我万宝阁中的一位长老曾在这枚铁片中感知到了一缕至尊气息。什么？闻言，一众天骄的脸色顿时呆滞了下来，眼眸陡然圆瞪。至尊气息，单单这4个字就令他们浑身血脉都在沸腾。呼，凌晨深吸了口气，手掌渐渐紧握。如今他的手中算上各种丹药、灵材，价值足有1000万灵石。这枚铁片再神妙，也不可能抵得过一件圣器的价值。凌晨自信，他一定能成功拍到此物，打开秘境古藏，融合天地灵火，站上当代巅峰，夺回希儿。其上幽姬想着想着，凌晨感觉自己浑身都印了3000万灵石。就在凌晨内心沉吟、踌躇满志之时，却听身前突然传来一道温和平静的声音。一瞬间，凌晨刚刚燃烧的战意就被彻底熄灭了，嘴唇渐渐张大，眼底是一抹真正的茫然与怨恨。叶宵，只见他牙关紧咬，发出一道低沉愤怒的嘶吼。你能理解吗？那种装逼装到一半突然卡住的感觉。这一刻，凌晨愈发确定他和叶宵之间有一种难以言喻的羁绊，不死不休。这一缕杀意顿时令叶宵等人脸上露出一抹诧异之色，纷纷转头看向了凌晨。咕噜，凌晨身躯颤动，连眼神都变得清澈了。你刚才叫我什么？叶宵眉头轻皱，眼神冷冽地看向凌晨。果然，就像他猜测的那样，这种铁片碎片就是专程为天命之子准备的。我……凌晨喉咙滚动，勉强挤出一抹笑容。恭喜神子得到这枚碎片，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这应该是一枚至尊谷藏的钥匙。哦。闻言，叶宵脸上顿时露出一抹好奇之色，心底却不禁冷笑。此时凌晨这逼故意说出铁片的用途，多半是为了引起众人对叶宵的敌意。至尊谷藏，这样的诱惑可不是谁都能经受得住的。你是如何知晓这铁片是谷藏钥匙的？难不成你身上还有其他碎片？一瞬间，凌晨就感觉周围众人看向他的眼神逐渐火热了起来。以他的身份，在任何人看来，好像都更像那个任人揉捏的软柿子。我没有，我是一名神元师。这么说，你是觉得万宝阁的那些神元师都是垃圾喽？连一枚至尊谷藏的钥匙都认不出来？叶宵轻轻颔首，就见凌晨的脸色愈发苍白了。此时他突然意识到，在万宝阁这样的势力眼中，像他这种毫无背景且天赋出众的神元师，很可能比这枚碎片还要珍惜啊！一旦凌晨落入他们手中，和进了园区有什么区别？咕噜，道子道。就在此时，天道楼外突然传来一道低沉喝声。叶宵眼眉轻挑，缓缓转头看去，下一刹，他的眼眸骤然一凝，像是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物。这个模板有点火热啊！整座天道楼突然陷入一片死寂，所有人的眸光皆是不约而同地看向了那一道迈步走来的灰衣身影。那是一位年轻男子，身材清长，一张清俊的脸庞有些病态的苍白，带着一丝淡淡的冷冽，尤其是他的眼眸呈现出一种诡异的森白色彩，其中有一圈圈紫色的灵纹流转，神秘非凡，像是能够轻易看破大道轮回。道宗道子凌天。关于这位道子，世间传言众多。据说他是大能者转世，参悟轮回，于时光之外看破红尘大道，纪元因果随着他迈步走来。楼中一众天骄顿时起身肃立，目露崇拜，让出了一条笔直的道路。而凌天则是径直走到中央玉台，席地而坐，目光逐渐落在了楼中唯一坐着的叶宵等人身上。下一刹，他的眼眸同样一凛，紫色灵纹旋转嗡鸣，看向叶宵与顾明月的眼神里有着一丝淡淡的深邃。叶宵，这位道子对轮回之力有所感悟，能够看到宿命因果、未来之景。顾明月别有深意地看了叶宵一眼，像是要看破他的内心。
这一世，叶萧对他的态度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他所做的一切都是装的，很难瞒过这位道子的眼眸。哦，闻言，叶萧也没轻佻，缓缓点了点头。那待会儿一定要跟道子多喝2杯，让他帮我们看看日后有今儿几女。噗嗤，如果这位道子真的如此牛逼，他就不该出现在叶萧面前，沦为猎物。天命之子，凌天，金手指，轮回塔，封印时光轮回，诸天神魔，模板，轮回流天命，身份，道宗道子。剧情走向：凌天误入一处上古禁地，被玲珑仙主囚禁100年，取经修行，获得至宝轮回塔，并答应玲珑仙主3个条件：找寻遗失在圣州的轮回地符，觉醒上一世的记忆，重回禁地救出玲珑，走上人生巅峰。看着眼前的系统模板，叶萧眸光微凛，心底顿时有所困惑。这个模板套路他并不陌生，最近爆火。可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玲珑仙主应该是10大道州中荒天古州的主宰，太玄仙宗的主人，真正的人间巨擘。只是自始至终，叶萧也没听说这位仙主失踪的消息。难不成太玄仙宗中有人取代了他的身份，愚弄了整个荒天古州？有意思，一瞬间，叶萧眼底就有魔意闪烁，看向凌天的眼神愈发玩味了。像他这样的天命之人，绝不可能贸然出现在天道城中。如果凌天前往道宗秘境，也就意味着其中很可能有与他相关的机缘。轮回地符，如果我们得到这枚轮回地符，重回禁地，玲珑仙主一定会相当惊喜吧。对于叶萧而言，这位被禁锢的玲珑仙主才是真正的机缘啊。夫人，你也不想一直被困在禁地中吧？一场秘境，2大天命，只要叶萧顺利将凌晨和凌天收割，天命铸造值就将达到 14%， 得到一次抽取天道宝箱的机会。你闻言，顾明月脸色一愣，俏脸上顿时腾起一抹烟霞。上一世他同样在天道城中遇到了这位道宗道子，且与他有所渊源。最终凌天在道宗秘境中得到了通天机缘，实力大增，之后就神秘失踪了。直到顾明月被叶萧亲手杀死，他也未再见过凌天。这次顾明月前来道宗，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抢夺这位道子的机缘诸位，今日我来是为了与诸位谈心论道，印证道心。凌天道子神色温和，朝着叶萧与顾明月轻轻颔首，转而看向了楼中众人。噗嗤，还不等凌天话音落下，就见叶萧直接一口酒水喷了出去，恰好喷了凌晨一脸。一瞬间，这位玩火少年的心态就彻底崩了。他发现好想无论他做什么都难逃叶萧的针对。见此一幕，凌天眉头轻皱，眼底隐有一丝阴沉。叶萧神子，难道我说的不对吗？道子道心不稳啊，自己的道还需向别人印证吗？叶萧神色漠然，简简单单一句话就令凌天眸光震颤，道心轻颤。闻言，顾明月嘴角同样掀起一抹浅淡弧度。他也没想到叶萧只用了一句话就为这场论道画上了句号。神子教训的是。凌天深吸了口气，朝着叶萧躬身一拜。这一幕再度引来周围一片惊哗声，而这一场道子论道还未开始，似乎就已经结束了。传出去，凌天道子。很快，随着夜幕降临，天道楼中众多天骄杯盏交错，相互恭维，而叶萧更是被一众年轻娇女簇拥，应接不暇。与之对比，向坤这位大日圣子自从回到席位之后，脸色就始终铁青，像是受了极大的委屈。等到他起身离开，凌晨眼中顿时闪过一丝沉吟，悄悄跟了上去。见状，叶萧嘴角顿时掀起一抹笑意，朝着姬如梦使了个眼色。一瞬间，这位阴虚圣女娇躯陡然一颤，像是收到了某种命令，转身消失在了人群之中。这一刻，姬如梦终于明白了，当初叶萧究竟为何会收她为奴。主人的任务，明月女帝。就在此时，凌天的身影却出现在了顾明月身前，清俊的脸庞上带着一丝温和笑意。我们很熟吗？顾明月黛眉轻蹙，抬头看了叶萧一眼，语气冰冷地道。他虽痛恨叶萧，却不愿利用任何男子来引起后者的误会。我有几句话，希望女帝可以认真考虑一下。凌天眼中灵纹流转，从他看到顾明月的第一眼，就察觉到了他身上那股浓郁的轮回气息。这种气息与他极为契合，若是利用得当，或许能更快地找到轮回地符。方才叶萧一句话，就令他颜面尽失。在这位叶家神子身上，他似乎感知到了一种极恐怖的气息，像是真正的魔意。如果他能趁机提醒顾明月，或许能助他躲过此劫，甚至对他心存感激。哦，顾明月黛眉轻蹙，缓缓放下手中杯盏，抬眸看向了凌天。滚！我看到女帝未来命途坎坷，很可能会被邪魔利用，这才想要好心提醒。哦，被邪魔利用，那也总好过沦为鼎炉吧。
还不等林天话音落下，就听身后突然传来一道冰冷声音。一瞬间，整座天道楼就彻底寂静了下来，所有人看着那两道彼此对峙的身影，眼底皆是一抹浓郁的震撼与惊悸。唯独顾明月，红唇掀起一丝弧度，眼底竟有风情流转，妩媚动人。叶萧这是吃醋了。说起宿命未来，其实我的正统也能看到一些，道子金元亏空，怕是要精尽人亡啊。叶萧神色冷漠，眼中杀机毫不遮掩。你，林天眸光颤动，在叶萧一双重瞳注视下，竟真的有种赤身裸体站在雪地里的感觉。难不成他真的看到了？那黑暗的100年，起初他还很硬，后来全靠吃药到子方才说被邪魔利用。谁是邪魔？我吗？叶萧默然一语，顿时令整座大殿的气氛彻底压抑了下来。以叶萧如今的地位，3000道州谁敢与他为敌？况且长生叶家乃正道之首，祖上曾镇压过黑暗动乱。今日凌天道子诬陷神子是邪魔，堪称大逆不道。我只是看到了女帝的一些命运场景，并无诽谤神子的意思。凌天牙关紧咬，强忍着心中怒意，沉声说道。他的确看到了顾明月的宿命一角，却并未看清那个杀他的究竟是谁。到了叶萧这种层次背景，其实他是不是魔已经没有意义了。只要叶家说他不是，整个3000道州就无人敢说他是魔。你的意思是，你就是在撩我的未婚妻？叶萧眸光森冷，下一刹，他直接一拳砸落，3000神魔威力轰然爆发，可怖的神力几乎将虚空打穿，隐有域外的星辰在炸裂。你，凌天眸光颤动，同样被叶萧拳印中蕴含的神力所惊慑。此时他根本不敢有一丝犹豫，眉心处突然裂开一道诡异的缝隙，其中一缕金光迸射而出，与叶萧拳意轰然碰撞。当，随着一道震耳的天音震彻，只见一尊金色的古塔凭空显化，垂落下万丈符文。而凌天的身躯则是悄然一颤，嘴角溢出一缕血渍。叶萧眼眉轻挑，看向这尊金色古塔的眼神里是一抹淡淡的深邃。轮回塔，作为玲珑仙主的本命之物，这尊宝塔的品阶达到了可怕的至尊器范畴。如果是寻常至尊器，叶萧自然不会如此诧异。从之前的系统面板中，叶萧已经知晓，这尊古塔不仅能封印时光轮回，其中还封印着诸多神魔。叶萧神子，我无意冒犯，如果你再逼我的话。凌天手掌紧握，内心早已掀起惊天波澜。方才叶萧不过是随便打落一拳，竟然就逼他祭出最大的底牌。逼你怎么了？叶萧神色温和，一步踏出就欲朝凌天掠去。此时他并非真的要将凌天镇杀，而是为了给他一些压力，好在接下来的道宗秘境中勤恳一些。夫君。就在此时，顾明月突然张口将叶萧拦了下来。他也担心叶萧万一真的将凌天打死了，还如何带他去找寻机缘。叶萧眉头轻皱，佯装困惑地看向顾明月，娘子怎么了？算了吧。顾明月微微摇了摇头，神色逐渐冰冷了下来。凌天道子，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可我相信叶萧永远不会做任何伤害我的事情，对吧，夫君？此时他的眼底隐有一丝期待，眸光灼灼地看着叶萧。虽然他明知道叶萧说的未必是真话，可他想听。这一幕顿时令周围一众宗族天骄脸上露出了一抹艳羡之色。夫唱妇随，不过如此。无论别人如何诬陷你，我心依旧，死生契阔。就算有朝一日我坠落成魔，途径苍生，此生定不负顾明月。若为此事，叫我。叶萧深吸了口气，眼神同样肃穆下来。还不等他话音落下，就见顾明月伸出一只手掌，轻轻捂住了他的嘴巴。别胡说，你永远不会成魔，那些诬陷你的才是。突然间，周围一众宗族天骄的脸色就彻底呆滞了下来。感情他们今日压根就不是来听道子论道的，他们是来看叶萧神子和明月女帝秀恩爱的。哼！凌天冷哼一声，径直朝着楼外行去。此时他已经在暗暗盘算，等到秘境开启后，该如何洗刷今日耻辱，让这对狗男女生不如死。轮回塔，按照玲珑所说，只要他能找到轮回地符，就能打开这座神塔中的封印，掌控其中被封印的神魔。那个时候，别说区区2个当代之人，就算圣人强者也不可能威胁到他。整整100年，你们知道这100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吗？我睁开眼就被干，一直被干，直到凌天气息消失。顾明月与叶萧相视一笑，娘子为何不让我出手杀他？难不成是动了恻隐之心？你吃醋了？顾明月红唇轻抿，脸上是一抹罕见的妩媚之色。上一世他从未见过叶萧为他动怒，永远都是一副冷漠姿态。乍见他一脸恼怒的样子，竟莫名有些可爱。不然呢？难道我该看着你被别人讨好，无动于衷？
叶宵眉头轻皱，忽然走到顾明月身前，做事就欲吻下，像是要证明什么。叶宵，一瞬间，顾明月眼中就闪过一丝慌乱，显然还未真正做好与叶宵亲密接触的准备。道宗秘境中有一处轮回古藏，只有凌天能够开启。哦，娘子是如何知道的？真是伤心啊！看来娘子还隐瞒了我很多事情啊。叶宵轻叹了口气，不过娘子好像学坏了呢，懂得利用别人了。你，顾明月银牙紧咬，恨恨地瞪了叶宵一眼，心道这还不都是跟你学的。与此同时，天道楼上，只见向坤神色阴沉地走入寝殿之中，眼底隐有一丝愤恨。方才他被柳嫣然带入后殿，逼迫写下欠条，交出了乾坤界中所有的灵石造化。若非向坤再三哀求，保证道宗秘境之后就会返回宗门凑齐3000万灵石，恐怕就连那一尊大至日神轮也要被柳嫣然夺去了。该死的叶宵，等到秘境开启，我一定要将你碎尸万段。向坤圣子，你在里面吗？就在此时，殿外突然传来了一道低沉声音。向坤眉头轻皱，推开殿门，却见凌晨鬼鬼祟祟地站在殿外，不时看向身后之处。你是谁？向坤圣子，我有要事商议，是关于叶宵的。凌晨深吸了口气，并未敢真的挑明身份。对于向坤，他自然不可能完全信任，不过是枚棋子罢了。进来吧。向坤眸光微凛，一听是关于叶宵的事情，当即点了点头，与凌晨一同走入了大殿之中。说吧，到底找我何事？向坤圣子，叶宵逼迫如梦圣女为奴，实在罪大恶极。如果圣子愿意的话，我可以与圣子联手一起对付他。凌晨深吸了口气，眼底闪烁着一抹惊人的杀意。就凭你一个魂海之人？向坤嗤笑一声，显然没有将凌晨放在眼里。这样的魂海天骄，他随便一巴掌就能拍死10几个。圣子不相信我？凌晨并未恼怒，周身渐渐有一缕火纹缭绕，可怖的炙热顷刻间弥漫了整座大殿。就连向坤在感觉到这股火焰气息时，都是忍不住心神颤动，五脏六腑都像在焚烧。你如何？我有资格与圣子联手吗？凌晨脸上露出一抹桀骜，冷声问道。如果今日他顺利得到了最后一枚黑铁碎片，自然不会铤而走险，冒着暴露身份的风险与向坤联手。可凌晨想要打开秘境中的灵火古藏，就必须要从叶宵手中夺回那枚碎片。向坤是唯一一个对叶宵恨之入骨，有望跟他联手的当代天骄。你为何要对付叶宵？向坤眉头轻皱，眼底隐有一丝戒备。我叫凌晨。凌晨深吸了口气，脸上光霞退散，露出了一张平凡坚毅的脸庞。什么？你是那个邪魔？一瞬间，向坤周身就有灵纹升腾，一副如临大敌的姿态。这段时间，关乎凌晨的传言甚嚣尘上。据阴虚古教传出的消息，凌晨不仅屠杀了所有进入古墓的宗族天骄，还险些设计坑杀了叶宵与姬如梦。向坤实在没想到，这个邪魔居然如此胆大，敢现身天道楼中。我如果真是邪魔的话，怎么敢现身与圣子相见？凌晨叹了口气，眼底是一抹毫不掩饰的愤恨。此时他已经笃定，当初阴虚古墓中发生的事情一定与叶宵脱不了干系，甚至那些宗族天骄很可能就是被这位叶家神子屠杀，故意栽赃自己的。你，向坤皱了皱眉头，心底顿时有所猜测，所以这一切都是叶宵故意嫁祸你的。不错，我怀疑姬圣女也是被他逼迫的。凌晨点了点头，他并不担心向坤会暴露自己的身份，毕竟一旦他那么做了，就要背上一个勾结邪魔的罪名。以这位大日圣子如今与叶宵的矛盾，恐怕叶宵第一时间就会以此为由将他诛杀。不错，今日如梦为我下跪求饶，显然也是逼不得已。向坤沉吟片刻，忽然看向凌晨道：凌晨兄弟，你想怎么做？等到秘境开启，我们可以提前布好陷阱，由我将叶宵引入其中，联手将其斩杀。凌晨眼神阴森，以向坤神轮9重的境界，加上他的灵火之威，难不成还杀不了一个叶宵？可是顾明月、叶苍他们，放心吧，我自然有办法对付他们。虽然幽姬如今尚未恢复实力，但拦住顾明月等人绰绰有余。等到了秘境之中，他就无需再顾虑叶宵身份了。凌晨兄弟，既然我们都对叶宵恨之入骨，那就一起将这个畜生除掉。向坤紧咬牙关，神色狰狞地道。他不信凌晨敢诓骗自己，毕竟如今后者的处境比他要凶险得多。向坤只是绿了，赔上了宗门底蕴，但好歹还活着。可凌晨现在已经被叶宵扣上了邪魔之名，真正的举世皆敌。向坤。就在此时，大殿外再度传来一道温柔女声。听到声音，向坤脸上顿时露出一抹惊喜之色。如梦。在其身前，凌晨眼眸微凝，脸上再度有霞光遮掩，朝着向坤比了个噤声的手势。向坤圣子，我们的计划最好不要让姬圣女知晓。
向坤眉头轻皱，缓缓点了点头。他并非不相信姬如梦，实在是对叶宵顾虑太深。一旦这位叶家神子知晓他与凌晨暗中勾结，恐怕整个大日圣宗都会因此遭到连累。哐啷，随着店门打开，姬如梦的身影迈步走来，金袍宽松，俏脸羞怯，顿时令向坤眼眸微凝，寂寂胀胀的。如梦，向坤双手张开，就欲将姬如梦拥入怀中，却被他轻巧地躲了过去。还有人呢？哦，向坤眼中闪过一丝阴沉，转身走入店中，露出一抹温柔笑意。如梦，你怎么来了？叶宵在下面应酬，我抽空上来看看你，你怎么样？没受伤吧？姬如梦脸上露出一抹关切之色，眼神狐疑地看向凌晨。这位是？他是我的一个小兄弟，叫狗蛋。向坤憨厚一笑，被姬如梦几句话迷得神魂颠倒。原谅吗？舔狗的自我修养。此时他愈发笃定，姬如梦一定有什么难言的苦衷，他一定是爱自己的，否则也不会大半夜跑到自己的寝殿来了。如梦，到底是怎么回事？叶宵究竟对你做了什么？向坤，不要问了，你千万不要与叶宵为敌，他的实力太强大了。姬如梦轻叹了口气，眼底闪烁着一抹惊悸之色。越是如此，向坤反而彻底放下了戒备。你们看到了吧，他在担心我爱如梦你受苦了。你放心，等道宗秘境开启，我一定会救你的。向坤喉咙滚动，尤其是姬如梦这副楚楚可怜的模样，更是令他有种说不出的火热。嗨嗨，狗蛋兄弟，我这里好像没酒了，要不你去找点酒来，你我兄弟两人好好聊聊。哦，好。凌晨顿时心领神会，转身朝着店外行去。直到他气息消失，姬如梦眼中方才闪过一丝玩味，从乾坤戒中取出一只酒壶。向坤，我这里有酒，我陪你喝一杯。此时他心底对于叶宵愈发忌惮了。这位神子对于人性的把控已经到了一种匪夷所思的程度，连凌晨到此，向坤贪图自己美色，统统都算到了。如梦，向坤眼眸微凝，深夜酒后乱思，突然有些小劲儿动了呢。向坤，对不起，今晚让你受委屈了。姬如梦斟满2只酒杯，眸光苦楚地看着向坤道。此时向坤根本没有一丝犹豫，接过姬如梦递来的酒杯，一饮而尽。如梦，你说什么呢？我是你的未婚夫，是我让你受委屈了。随着他话音落下，脸色却一点一点凝固了下来。他看到姬如梦脸上的笑意竟忽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抹冷漠与厌恶。一瞬间，向坤心底就生出了一股凛冽寒意，感觉浑身的血脉灵力都在溃散。坤坤，该喝药了。姬如梦，你对我做了什么？向坤挥手打碎了姬如梦递来的酒盏，身躯踉跄，险些跌倒在地上。没什么，就是在向兄酒里下了一些风铃散罢了。大殿之外突然传来一道温和笑声，只见一道白衣身影推门而入，出现在了向坤身前。看到来人，向坤心中最后一丝希望彻底消散了。主人。姬如梦红唇轻抿，眼眸中隐有一丝期待，像一只抓住耗子的猫咪，在等待主人的夸赞与爱抚。这一刻，向坤整个人都麻了，是麻辣隔壁的麻啊。他终于明白了，从他踏入天道楼的那一刻起，就落入了叶宵、姬如梦这对狗男女的圈套。无论是叶苍一拳震慑，还是姬如梦当众下跪，都是为了令他放下戒备，相信姬如梦是被叶宵逼迫的。向坤圣子怎么不笑了？是不爱笑吗？叶宵摇了摇头，抬脚朝着向坤走了过来。下一刹，他手掌猛然探出，直接握住了这位大日圣子的脖颈。以向坤神轮9重的境界，再加上圣体之威，即便叶宵能将他震杀，也绝不可能悄无声息。可如今他喝下掺了风铃散的毒酒，短时间里修为尽失，再没有一丝挣扎的余地。你指望我一个反派正大光明的去跟人单挑，然后被天命之人逆风反杀？正经反派都会下药。向坤的死只是这场棋局的开始。叶宵的确需要吞噬5大圣体本源，觉醒万化魔身第3转，但相比于这位大日圣子，凌晨和洛熙这样的天命之人才是叶宵真正的目标。叶宵，你阴险，有种跟我公平一战。向坤牙关紧咬，脸色早已狰狞下来。阴险？我可从来没觉得阴险是一件丢人的事情。叶宵摇头一笑，这条仙途从来都是成王败寇，那些掌天之人，谁的脚下不是尸骸万丈，血骨堆叠？你真的敢杀我？感觉到叶宵掌心突然传来的可怖威能，向坤眼中终于露出了一抹惶恐哀求。你放心，很快我就会送你的小兄弟下去陪你的。叶宵莞尔一笑，掌心魔纹缭绕，朝着向坤体内侵蚀而去。此时他的脸色无比温和，像是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可他眼中的魔意却如一方万古的大渊，黑暗深邃，叫人不敢直视。你！一瞬间，向坤的脸色就彻底惨白了下来，寒意入髓。是你？这一切都是你在幕后主导，凌晨，我都在你的算计之中。
哪怕向坤再蠢，此刻也终于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只感觉头皮发麻，欲罢不能。原来叶萧才是那个举世皆敌的邪魔，他之所以要杀自己，很可能是为了嫁祸凌晨，令后者替他背上这口黑锅。如此一来，就算大日圣宗日后追查，也根本查不到叶萧头上。太可怕了，这般心计环环相扣，不死都难。嗡！就在此时，向坤魂海中突然传来一声恐怖的嗡鸣，只见一缕金光升腾而起，宛如一尊璀璨的神日，爆发出浩荡的金光。大至日神轮，作为大日圣宗的传承之物，这尊神轮中蕴含着真正的火焰神威。如今向坤危在旦夕，竟引来此宝自行护主。叶萧眼眉轻挑，脸上毫无波澜。随着他眉心亮起一缕魂光，太初祖浮萍空显化，直接将这尊神轮笼罩，拽入了魂海之中。噗嗤！这一刻，向坤眼中最后一丝光彩彻底消散了。为什么？姬如梦，我对你不好吗？你为何要与叶萧联手害我？此时向坤的声音变得无比虚弱，浑身血肉枯竭，甚微溃散。你……姬如梦红唇掀起，眸光迷离，微微摇了摇头。你也配跟神子相提并论？噗嗤！嗡！随着一缕黑暗将向坤身躯笼罩，这位大日圣子的肉身顷刻间化为灰烬，仅剩下一颗头颅，死不瞑目，透露着无尽的怨毒与惊恐。接下来怎么做，知道吗？叶萧伸手将向坤的乾坤戒从地上捡起，语气平静地道：这里面还放着一根价值3000万灵石的神骨，当然不能浪费了。主人放心。姬如梦微微躬身，玉手轻挥，殿中竟有梦幻灵纹游走，恢复如初。见此一幕，叶萧这才点了点头，身影消失在了原地。接下来他只需等待凌晨上钩，今夜这场好戏才算真正拉开序幕。而在叶萧离开之后，姬如梦则是拢了拢发丝，朝着殿外走去。时间流逝，此时天道楼中的盛宴已经逐渐接近尾声。在凌天道子离开之后，这场宴会的主角就只剩了叶萧一人。叶萧神子，等道宗秘境开启，还望神子多多照应啊！一众古族传人红光满面，举杯拜喝，而叶萧则是颔首轻笑，始终一副谦卑温和之色。你去哪儿了？直到他的身影回到顾明月身旁，后者眼中突然闪烁起一丝淡淡的狡黠。看来什么事情都瞒不过明月啊！叶萧摇头一笑，从乾坤戒中取出那一根上古神骨，悄悄递到了顾明月手中，去为娘子取骨了。顾明月眸光惊颤，慌忙将那一根神骨收入戒中，心跳得厉害。叶萧，你疯了！此时他已经猜到向坤多半是记了，可他实在无法理解叶萧是如何在短短片刻悄无声息地斩杀了一位年轻至尊的。难不成这家伙的实力已经能够屠杀大成了？怕什么？娘子不是说了会与我面对一切挫折苦难吗？难不成你是骗我的？叶萧眼眉轻挑，神色玩味地盯着顾明月。你……顾明月银牙紧咬，突然感觉叶萧在坦白了魔身秘密后愈发肆无忌惮了。啊！就在此时，天道楼上突然传来一道惊慌绝望的嘶吼声：是你杀了向坤！啊！我的夫，你死得好惨啊！天道楼，向坤请殿。姬如梦神色哀伤，脚下酒壶碎了一地，冷冷地看着凌晨。姬圣女，不是我。在其身前，凌晨神色茫然，看了一眼桌上摆放的那一颗坤头，脸都绿了。方才他借故出去找酒，其实是为了给向坤和姬如梦一些深入交流的时间。可等到半个时辰过去，他重回向坤寝殿，却看到了此生最惊悚的一幕：向坤头颅摆放在桌上，怒目圆瞪，死不瞑目。在幽姬的催促下，凌晨转身就欲离开，却恰巧撞上了端着酒壶回来的姬如梦。不是你，不是你，你跑什么？姬如梦银牙紧咬，拦在凌晨身前，毫不让步。姬圣女，我还有事，麻烦你让开。凌晨神色慌张，尤其是方才姬如梦的惊呼声，势必会引来楼下一众宗族天骄。可这里是天道楼，他根本不敢贸然借助幽姬的力量，自然也不是姬如梦的对手。想走没那么容易，在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你哪也不能去。嗡！还不等姬如梦话音落下，就见凌晨身后突然有一双火焰神羽延展而开，而他的身影更是撕开虚空，朝着天道楼外疯狂逃窜。嗡！就在此时，远处楼中突然有一缕剑意斩落，生生将凌晨的脚步阻拦了下来。而叶萧、顾明月、洛熙以及一众宗族传人的身影则是迈步走来，出现在了寝殿之前。向坤。在看到殿中的向坤头颅时，众人眼中无不闪烁着一抹浓郁的惊悸与不可思议。堂堂大日圣宗圣子，年轻至尊，居然被人悄无声息地宰杀了。姬如梦出现在此，他们能够理解，
毕竟这位阴虚圣女是向坤真正意义上的未婚妻。如今她虽做了夜宵的女奴，但抽空来看看未婚夫也是情有可原。可这个布衣少年是谁？一脸慌张，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夜宵。凌晨身影落地，眼底明显闪烁着一丝惊悸。此时他突然有种预感，今日发生的一切很可能与这位叶家神子脱不了干系。如梦，这是怎么回事？夜宵眉头轻皱，脸上同样是一抹困惑之色。神子，请神子一定要为我做主。姬如梦哭得梨花带雨，本就娇柔的脸庞愈显可怜无助。魏王人。这一刻，姬如梦身上似乎又多出了一种光环。随着他将事情的始末娓娓道来，周围一众天骄脸色愈发震撼，看向凌晨的眼神里尽是戒备。他们也没想到，这个看上去只有魂海境界的少年，居然能杀得了向坤。这家伙，不就是之前那个神元师吗？是他，是你杀了向坤。叶宵走到向坤头颅之前，眼眸悄然一凛，不对，向坤并非是被人斩首，而是被吞掉了圣体血脉。什么？闻言，众人眸光震颤，心底顿时生出一股浓烈寒意。吞掉肉身，这般手段定是邪魔所为，难道天道楼中混入了邪魔？唯独顾明月红唇轻抿，静静地看着叶宵演戏。他突然发现，在叶宵主动承认了被魔意侵蚀之后，他对于叶宵的魔身秘密似乎不那么抵触了，甚至看着他一本正经的陷害凌晨，顾明月竟感觉有些有趣。从一开始，他在乎的就不是叶宵的魔身，而是他的心。这条仙途从来都是肉弱强食，强者为尊，仙也好，魔也好，皆是成王败寇。不是我一个魂海之人，如何杀得了向坤圣子？凌晨神色阴沉，强忍着心中惊悸，试图辩解。再说，我与向坤圣子无冤无仇，为何要杀他？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向坤之前曾失了大日圣宗传承之物大至日神轮，现在这尊圣宝也失踪了。叶宵沉吟片刻，突然看向了凌晨手指上的那一枚黑色古戒。你如果想洗刷冤屈，就打开乾坤戒让大家看一看。闻言，凌晨的脸色顿时苍白了下来，嘴唇渐渐张大了。向坤的确不是他杀的，他的乾坤戒里也没有大至日神轮，可他的乾坤戒里藏着一尊上古妖魂啊！突然间，凌晨像是意识到了什么，豁然抬头看向了叶宵。难道这家伙真的识破了自己的身份？怎么可能整个天道城唯一知道他身份的就是幽姬队啊？打开乾坤戒让我们看一看。快看，他汗流浃背了。一众宗族天骄怒声嘶喝，眼睁睁地看着凌晨伸出手掌，却迟迟未曾打开乾坤戒。没办法了。凌晨轻叹了口气，脸色反而平静了下来。此时他想逃出天道楼，唯一的指望就是幽姬。哎，小陈，我都跟你说了，不要跟夜宵神子作对，你偏偏不听。幽姬轻叹了口气，到了此时，他也大概猜到今日一切很可能都是夜宵在幕后主导。然后呢？这一场棋局天衣无缝，无论凌晨打不打开乾坤戒，都会坐实邪魔之名。即便凌晨和幽姬说出事情的真相，又有几人会相信？自始至终，叶宵都站在棋局之外，像是一位旁观者，根本没有留下任何破绽。这样的手段，就连幽姬都感觉无比惊悸，寒意入骨。前辈，我们还是先想办法离开此地吧。这种时候，叶宵估计也不会在意你的死活吧。凌晨神色冷漠，眼底隐有一丝愤恨。你，幽姬未再多言，语气冰冷地道：敞开魂海，让我掌控你的肉身。凌晨轻轻颔首，这种方式他和幽姬之前已经尝试过无数次了。每当他遇到凶险，幽姬总能掌控他的肉身，爆发出远超当代的战力。除此之外，凌晨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嗡，仅仅一刹，他的眼眸中就翻涌起惊天的魔意。只见一缕缕黑暗火焰流转而开，像是燃烧自地府的名言，阴碎邪意。你是凌晨？见气氛烘托的差不多了，姬如梦突然惊呼一声，顿时令整座天道楼彻底陷入了死寂。什么？邪魔凌晨？嗡！随着凌晨一步踏出，背后再度浮现出一双黑色的羽翼，遮天蔽日，而他的身影直接撕开虚空，朝着天道楼外疯狂逃窜。凌晨，是他！这个邪魔简直无法无天，居然敢在天道城中屠杀向坤圣子！一众宗族天骄惊喝出声，却迟迟未敢轻举妄动。此时凌晨的气息浩荡阴邪，至少媲美大成巅峰。以他们的实力，连向坤都打不过，又如何阻拦下这尊邪魔？凌晨，洛熙眸光颤动，愣愣地看着那一道乌光身影从他头顶掠过，消失在了远处黑暗之中。隐隐间，他能看到凌晨脸上的霞光正在消散，露出了一张曾经无数次出现在他梦里的脸庞。只是，他眼中的那一丝冰冷，无比陌生，透露着一丝古老沧桑的韵味。
原来叶宵哥哥说的是真的，凌晨真的被妖魔夺舍了。凌晨，哪里逃？随着叶萧晨喝一声，他的身影同样迈步走出，朝着凌晨追了上去。此时他并未掩盖气息，像是在故意吸引谁的注意。叶萧神子，小心啊！神子！见此一幕，一众宗族天骄脸上顿时闪过一丝诧异，显然是没想到叶萧神子竟然如此勇猛，敢独身一人去追这尊大成妖魔。这般品行再度令众人心底生出了一股由衷的敬畏。有些人的嫉恶如仇是用嘴说的，可叶萧神子却是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啊！叶萧哥哥，我来帮你。洛熙深吸了口气，心底渐渐有所决断，紧跟叶萧而去。走，我们不能让神子一人面对凶险。神子，我们助你斩魔。半晌之后，当众人冲出天道楼，哪还有幽姬与叶萧的身影？自始至终，顾明月都没有表现出一丝担忧，静静地看着叶萧的身影消失在了黑暗之中。以他对这位未婚夫的了解，又怎么可能将自己置身危险之中？那尊妖魔的气息虽然强大，但也不过再大成层次。单单叶萧手中掌控的灵宝神符，恐怕就能轻易将其碾死。叶萧，哪个才是真正的你啊？顾明月轻叹了口气，深深看了姬如梦一眼，转身离开了此地。如今的叶萧似乎已经在他面前彻底放下了伪装，甚至他偶尔的深情更是令顾明月意乱情迷，无从抗拒。可今日在亲眼见识到叶萧算计向坤与凌晨的手段后，顾明月还是本能的感觉恐惧。这一刻，他仿佛看到了上一世那个阴险冷漠的叶家神子，幕后主导一切，玩弄苍生，从未改变。与此同时，天道城外，只见叶萧身影从天而降，落在了一处荒山之上。出来吧！此时他的脸色早已冷漠了下来，负手站在月光之下，白衣猎猎，不染纤尘。嗡！在其身前，凌晨的身影迈步走出，一双纯黑色的眼瞳中魔意流转，满是戒备。既然叶萧找到了他的藏身之处，自然有办法逼他现身。唯一令幽姬有些困惑的是，这位叶家神子为何敢孤身前来？如果他真的想要镇杀凌晨或是自己，何不率领到宗强者或者叶家强者降临？饶是以幽姬的心性，此时也有些捉摸不透，自然不敢轻举妄动。叶萧神子，幽姬微微躬身，态度极其恭谨。这一幕更是令凌晨的魂石无比愤恨，偏偏毫无办法。此时他这具肉身仍旧在幽姬的掌控之中，他虽然能看到外界发生的一切，却根本无法挣脱魂海，重掌肉身。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前辈应该就是凌晨背后的那位高人吧？叶萧轻轻颔首，脸上并没有丝毫意外。在叶萧身子面前，我算什么高人？不过是天地间一道孤魂，心中有些怨念难平，想要再搏一搏命运罢了。幽姬轻叹了口气，像是触动了某些不堪回首的记忆，神色间竟有些哀伤。哦，叶萧眼眉轻挑，缓缓点了点头。那前辈是否考虑过换一人追随？如果我猜的不错的话，前辈每次现身应该都会折损神魂吧？长此以往，怕是真的无力回天了。闻言，不仅幽姬脸色一愣，就连他魂海中的凌晨嘴巴都是渐渐张大了。叶萧在干什么？挖墙脚吗？这都不装了吗？直接当着他的面开始秀了。如今洛熙已经被叶萧诱骗，认贼为歌。若是幽姬再被挖走，凌晨就真的是一无所有了。嗨嗨，叶萧神子，我虽掌控了凌晨的肉身，但他还是能够听到我们对话的。幽姬无奈一笑，眼神愈发困惑了。按理说，以叶萧的身份，应该不屑挑拨他和凌晨的关系吧？难不成他看出了自己的来历？听到又如何？前辈跟着凌晨，最后的下场就是被他耗尽魂石，彻底陨落。可如果前辈追随我的话，我保证半年之内帮前辈重塑肉身，1年让你重回巅峰。叶萧神色淡然，根本没有将凌晨放在眼里。至于前辈说的心中怨念，我想我长生叶家应该有能力帮前辈摆平一切敌人吧。这幽姬眸光颤动，有那么一刹，他心底的确有所犹豫。他之所以苟活至今，就是因为知晓3000道州一个惊人的秘密。这个秘密不仅令他族人尽死，就连他这位9幽族万古最强大的妖孽都险些魂飞魄散，轮回不入。可幽姬明白，以他如今的身份，一旦说出这个秘密，不仅不会有人相信，甚至会被当场镇杀。长生叶家底蕴深厚，的确是他最好的选择。反观凌晨这个少年，无论眼界阅历，都无法与叶萧神子媲美。别说指望他为幽姬复仇，就单单重塑肉身，恐怕也得180年。叶萧，你无耻！凌晨绝望嘶吼，可他突然发现叶萧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实话。这一刻，凌晨突然慌了，就连语气都变得卑微了。前辈，你还记得当初我捡到你的时候，我们2个都受了很重的伤，可我还是把身上唯一一枚3品的丹药都给你吃了。如果我死了，
你的道心永远都会留下瑕疵吧。呼，幽姬深吸了口气，脸色重新恢复了平静。他虽出身妖族，却并非十恶不赦的妖魔。相反，当初的九幽一族曾是蛮荒大洲真正的主宰，万妖之首。若非凌晨，如今的幽姬恐怕早就魂飞魄散了。如果此时他背叛凌晨，转投夜宵麾下，就算重塑肉身，道心也永远会有瑕疵。神子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凌晨对我有救命之恩，我是不会背叛他的。幽姬摇了摇头，此时他能听到凌晨的无能怒吼，心底对于这位传人愈发失望了。他的情绪轻易就会被夜宵拿捏，失去理智，难成大器。反观夜宵，无论心性手段，亦或者背景天赋，都是万古独一，真正的枭雄之姿。这样啊，夜宵轻轻颔首，眼中虽有一些失落，可看向幽姬的眼神却愈发欣赏了。而在夜宵这道灼灼眸光下，幽姬只感觉心神颤动，双手无措地揉搓着衣角，竟有一种难言的羞涩。按照妖族的年龄计算，其实幽姬也不过刚刚成年而已，只是陨落的时间太久罢了。前辈忠贞，实在叫人敬佩。凌晨这个废物能够得到前辈赏识，的确是他的荣幸。夜宵叹了口气，忽然从乾坤戒中取出一株碧绿灵药，递到了幽姬面前。这是一株养魂草，应该能令前辈神魂恢复一些。如果前辈改变主意了，随时都可以来找我，我可以再给前辈一些时间。话落，夜宵根本没有给幽姬反驳的机会，直接将这株大药塞到了幽姬手中，转身离开了此地。夜宵神子，夜宵看着那一道消失在黑暗中的白衣身影，幽姬眸光颤动，眼底隐有一丝苦楚。前辈，你可千万不要相信他，这个混蛋最是阴险，你当心这株药。够了！幽姬沉喝一声，直接退回到了古界之中，将肉身还给了凌晨。下一刹，他并没有一丝犹豫，将那一株养魂草塞入了口中。这等天地大药，汇聚日月之精，寻常难得一见。这些年，他和凌晨挖掘了诸多古藏秘境，都未曾找到一株温养神魂的药材。如果夜宵真的想要杀他，幽姬相信今夜他和凌晨都逃不了。到了此时，他已经猜到，无论是阴虚古墓还是向坤，都是这位叶家神子的手笔，目的就是为了将凌晨逼上绝路。可说到底，最开始的古墓之行，是他和凌晨先算计了夜宵、顾明月等人。凌晨沦落到如此境地，纯粹是咎由自取。前辈，你……凌晨牙关紧咬，脸色早已阴沉了下来。他实在没想到，夜宵竟然阴险到了如此地步，竟当面挖他墙角，这可比杀了他还要难受。在他眼里，幽姬早已沦为境类，朝夕相处，同生共死。可在夜宵面前，他引以为傲的感情基础似乎一文不值了。甚至，即便此时他告诉世人向坤等人是夜宵杀的，恐怕也根本无人相信。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找到第二道天地灵火，亲手将夜宵杀掉，彻底结束这一段因果。再不走的话，天道城的那些强者可要找来了。幽姬默然一语，此时他能感觉到浑身澎湃的魂力波澜，这一株大药竟令他的魂体有了突破的迹象。哼！凌晨冷哼一声，转身朝着山林中走去。就在此时，他头顶的虚空中突然泛起一缕恐怖的波澜，只见一缕缕寒冰灵纹垂落下来，将天地冰封，万物枯竭。仙儿！一瞬间，凌晨眼中就闪过一丝激动，豁然转头看向古林深处，眼眸骤然一凝。此时他看到一道苍老的身影迈步走来，很快就出现在了他和幽姬面前，正是洛西的那位护道者兰花婆婆。之前他被阻拦在天道城外，始终关注着城中动向。方才夜宵追踪凌晨到此，并未掩盖气息，吸引他追到了此处。虽说他并不理解夜宵为何突然放过了这位妖魔，但兰花婆婆心底始终对凌晨有所敌意，他是不是魔，兰花婆婆根本不在意。只有凌晨死了，洛西才能了却心中的羁绊，回到洛神族中安心修行。夜宵他招惹不起，但一个山野少年，他还不是随手可杀。你是谁？凌晨眸光颤动，心底突然有种难言的不安。而兰花婆婆却没有半句废话，手掌探出，携着漫天冰雪朝着凌晨镇压而下。轰隆隆，一瞬间，这片天地就被霜华笼罩，寒雾四起。而凌晨眼中刚刚消退的魔意又重新蔓延而开。小陈，走！幽姬怒喝一声，又重新掌控了凌晨的肉身，同样探出一掌。浩荡的黑色冥岩席卷而开，像是自地府冥域刮来，与兰花婆婆悍然碰撞。可即便幽姬吞服了养魂草，恢复了一部分实力，却仍旧不是这位虚神强者的对手。下一刹，凌晨肉身直接倒飞了出去，背后双翼延展，化作一方黑色漩涡，将他身影笼罩，消失在了原地。这是九幽一族的天赋神通。兰花婆婆脸色一愣，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眼眸骤然一凝。与此同时，山林尽头，
叶萧冷眼看着眼前的一幕，嘴角是一抹浅淡温和的笑意。从他看到洛熙之时，就派人暗中盯上了这位兰花婆婆。方才他故意追杀凌晨，就是为了将这位洛神族强者引至此地。当初林家被血魂殿覆灭，洛神族既然没有将凌晨带回族中，一定是看不上凌晨的身份。如今他坠落成魔，洛神族想要斩断凌晨和洛熙的因果，最好的办法就是将他杀掉。而这位兰花婆婆也将成为凌晨与洛熙彻底决裂的契机。叶萧低头看着手中的那一枚黑色铁片，眼底魔意闪烁。他拍下这枚铁片，并非是为了找寻那一处灵火古葬，而是为了逼凌晨与向坤联手。像这样的天命专属造化，其中一定蕴含着诸多凶险，非凌晨不能得到。而叶萧只需将这枚铁片重新送回凌晨手中，就能顺着他的脚步躲避凶险，摘取机缘。从凌晨开始怀疑幽姬的那一刻起，这位天命之子的下场就已经注定了。神子，叶萧身后，叶族2位真神强者静静矗立，神色漠然。杀了吧，不要留下痕迹。叶萧神色平静，转身朝着天道城方向行去。此时他能感觉到那里同样有一道冰冷气息正朝着此地奔掠而来。我从山中来，逮着兰花草。嗡！天地间突然有神纹坠落，将整片山林尽数笼罩。兰花婆婆脸色一愣，心底生出一抹浓烈的不安。还不等她反应过来，就见一道道神纹铺天盖地，将她身影彻底淹没了。听到身后的动静，叶萧脸上却不见一丝波澜。从兰花婆婆看到她和幽姬交谈的那一刹，今夜无论她现不现身，都是死路一条。如今这最后一枚棋子落下，这一场道宗秘境之行再无变故了轮回地符、天地灵火。单单这2大机缘，就叫人有些小尖动了呢。大道神臂，不知能否在这尊臂中看到一些宿命因果啊？叶萧喃喃一语，直接迈步朝着天道城方向而去。以兰花婆婆的实力，方才她那一击势必会令幽姬重伤。接下来的秘境之行，凌晨无疑少了一大臂主。关于九幽一族，叶萧倒也有所耳闻。这方妖族曾是蛮荒大洲的妖族主宰，却在一夜之间人间蒸发。有人说他们举足飞升，打破天道枷锁，前往了9天仙域。也有人说这一族洞察天机，预知大劫将至，躲入了秘境世界。可无论如何，自从之后3000道州再没有任何九幽族人现世。叶萧也没想到，这位躲在凌晨戒指中的妖魂居然有着如此恐怖的来历。从幽姬的话里，叶萧隐约感觉到这一族的遭遇恐怕不像世人想象的那般美好。有意思，先是荒天古域的主宰玲珑仙主被困境地，利用轮回塔吸引道宗道子凌天为其找寻轮回地符，接着又是九幽一族重现天地，背负血海深仇。这2大势力皆是真正的人间至高，却仿佛被一只大手轻易抹除，甚至没有留下一丝痕迹。这一刻，叶萧突然意识到3000道州的背后很可能隐藏着一个惊人的秘密，有人在暗中掌控着苍生命运。叶萧哥哥。就在此时，远处黑暗中突然传来一道惊呼声。只见洛熙的身影从天而降，一双赤裸的玉足在月光照耀下更显白皙细腻。希儿，你怎么来了？叶萧眸光轻颤，佯装出一副诧异之色。我不放心你，所以跟过来看看。凌晨，那个邪魔呢？洛熙走到叶萧身前，上下打量了他一眼。哥哥，你没受伤吧？没有，我追凌晨到了此处，就失去了他的踪迹。叶萧轻叹了口气，看了一眼远处天穹。算算时间，兰花婆婆应该已经死在那2位叶家强者手中了。轰隆隆，随着一道轰鸣声响彻，洛熙小脸上突然露出一抹淡淡的诧异。那股气息，下一刹，她径直迈步，朝着兰花婆婆所在的古林奔掠而去。希儿，你怎么了？是兰花婆婆的气息，婆婆正在与人交手。此时洛熙心底已经有所猜测，从她回归洛神族的那一日，兰花婆婆就一直在劝她忘掉凌晨。作为洛神族的公主，洛熙未来将会是北元滨州真正的女皇，而她的道侣至少也应该是10大道州的圣子之流。像凌晨这种毫无背景、出身山野的少年，连给洛熙当奴都不够资格。如果当初洛神族不是发生了变故，凌晨这辈子都不可能遇到洛熙。如今他沦为邪魔，兰花婆婆一定会想办法将其镇杀，从而斩断洛熙道心羁绊。兰花婆婆，叶萧眉头轻皱，与洛熙一同落于那一片古林之中。婆婆。紧接着，洛熙绝望凄楚的悲呼声就响彻了整片天地。此时他看到，在那古林中央的地方，有着一堆灰烬洒落，其中一枚冰晶古令闪烁着熠熠光辉，正是兰花婆婆的贴身之物。而在古林四周，还有诸多被烈焰焚烧的痕迹，与之前凌晨施展的那种诡异火焰如出一辙。婆婆，洛熙娇躯一颤，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痛哭流涕。唉，叶萧叹了口气，轻轻将洛熙拥入怀中，
沉声安慰道：“希儿别难过，我保证一定斩杀此魔，为你哥哥婆婆报仇雪恨。”夜宵哥哥，洛熙神情绝望，依偎在夜宵怀中，像是被生生抽光了力气。这一幕若是被凌晨看到，恐怕不用夜宵出手，就会被活活气死了。看来在吞噬了向坤的圣体本源之后，那邪魔的实力恢复了不少。如果能把他引入道宗秘境，或许能借助其中的封印之力将其解决掉，否则一旦被他逃掉……夜宵眸光沉吟，忽然从乾坤戒中取出了那一枚黑铁碎片，早知道就不跟他抢这枚古藏碎片了。夜宵哥哥，闻言，洛熙眼中突然闪过一丝寒彻，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他也没想到，那个一直坐在他们身旁的青年，竟然是凌晨。我能看看这枚铁片吗？夜宵顺势将黑铁碎片丢递到洛熙手中，眼底隐有一丝淡淡的玩味。希儿，这几日你就跟着我吧，我担心凌晨会伤害你。嗡！就在夜宵话音落下的一刹，却见洛熙玉手轻轻印在了他胸膛之上，而夜宵的脸色连同身躯竟诡异地凝固了下来。夜宵哥哥，对不起。洛熙缓缓起身，眼中闪烁着一丝愧疚以及惊人的寒意。我会把凌晨引入道宗秘境，然后帮你除掉他。以这个邪魔的狠辣，他最想杀的一定是夜宵。他不能让凌晨逃走，为夜宵哥哥留下祸患。此时他能感觉到山林尽头有着一缕极为隐晦的寒冰气息，应该是兰花婆婆方才与凌晨交手时留在他身上的印记。希儿，你别做傻事，那邪魔阴险狡诈，最善伪装，刚刚我都差点被他骗了。夜宵哥哥，我已经失去一个哥哥了，我不能再让他伤害你。话落，洛熙蹲在地上，将兰花婆婆的尸灰收入了玉罐之中，抬脚朝着山林深处走去。或是蹲得久了，此时洛熙的脚步竟有些颠簸，一瘸一拐的夜宵哥哥不用担心，百息之内你的寒冰封印就会解除的，这枚洛神令你带在身上，我们随时联络。以洛熙的实力，绝不可能是凌晨的对手，但只要他隐藏在这位邪魔身旁，与夜宵哥哥里应外合，前后夹击，就一定能替天行道，送他归西。看着那道逐渐消失的身影，夜宵脸上的急切也是一点一点凝固了下来。此时他似乎已经看到了凌晨的下场，背后捅腰子这事儿还得是挚爱来干。咔嚓，随着洛熙身影消失，夜宵眼中顿时有金光迸射，而他身上的寒冰封印竟顷刻间破碎了。只见他低头看着手中的寒冰古令，嘴角扬起一抹浅淡温和的笑意。有了这位小青梅跟在凌晨身旁，无论他走到哪，都再难逃脱夜宵掌心了。只是稍稍令夜宵有些失望的是，凌晨的那位天命娇妻似乎一直没有出现。嗡！夜宵摇了摇头，转身朝着天道城中走去。接下来他只需静心等待，等到凌晨打开那一座灵火秘藏，就可以动手将这位天命之人收割了。而他的妹妹造化戒指里的美人师尊都将成为夜宵的掌中之物。按照系统所说，斩杀天命之人将会得到更多的天命铸造值。像凌晨这样的模板很难真正收服，主打就是个不服命运。在他成功从河东游到河西之前，最好是嘎掉，以免多生变故。至于洛熙，若非他背后站着一方上古神族，夜宵也根本不会花费心思收服他。洛神族虽然没落了，但终究是北元滨州最强大的势力。如今这位天命青梅已经对夜宵完全信任，只需稍加养成，就会连人带族统统臣服夜宵。快看，是夜宵神子！天道城中，一众宗族天骄看着那从天而落的白衣身影，眼底皆是一抹浓郁的敬畏。在此之前，他们虽震慑于夜宵的身份，但并非真正敬仰他的品行。可今夜宵以身作则，无惧邪魔的举动，更是令他成为了众人眼中真正的领袖人物。这一刻，正道的光射在了他们的脸上。神子，凌晨他……唉，夜宵轻叹了口气，脸上隐有一丝失落。我辜负了大家的期待，被他逃掉了。神子，这不怪你，实在是那凌晨太阴险狡诈了。是啊，神子敢孤身去追邪魔，这般勇气就叫我等敬畏啊！我建议道宗直接颁给神子一个诸魔小能手的荣誉称号。一众宗族天骄纷纷叫嚷，神情激愤。这一次，若非夜宵神子洞察及时，驱逐邪魔，他们都有可能会遭到此魔毒手。各位，明日就是道宗秘境开启的日子了，早些休息吧。夜宵忽然抬头看向天道楼上，却见顾明月站在窗前，眼眸一眨不眨地盯着他。这种感觉就像是一个深夜在等丈夫偷腥回来的妻子。都解决了。天道楼中，夜宵端着一只酒盏，轻抿着杯中酒水。在其身旁，顾明月一袭黄衣，红唇轻启，随口问道。以他的心性，自然猜到了夜宵所有的计划。这般完美的布局，就连他这位重生至尊都感觉心神惊颤，有种难言的恐惧。夜宵放下酒盏，抬头看向顾明月，
明月对那位凌天道子了解多少？如今凌晨已经完全落入了夜宵棋局之中，可凌天却没有。夜宵虽然猜到了他接下来所获得的机缘，很可能就是与玲珑仙主约定的那一枚轮回地符，却根本不知道这枚地符藏在何处。可顾明月不同，他作为重生之人，一定知晓道宗秘境所有的机缘所在。凌天的轮回之眸能够看到前世轮回，如今你与他结怨，恐怕接下来的道宗秘境，他一定会想办法对付你的。顾明月神色平静，忽然皱了皱眉头。此时他竟在夜宵的眼神中看到了一丝狡黠，这家伙是在试探自己，凭他想要对付为夫，好像有些不自量力啊。夜宵故意装出一副不屑之色，似乎没有将这位道子放在眼里。夜宵，你不要大意，道宗掌控这处上古秘境已久，其中的上古遗族虽然并未臣服道宗，但对凌天一定会有所敬畏。如果他请遗族出手，一瞬间顾明月的身躯就逐渐紧绷了起来，正襟危坐，勾勒出惊人的轮廓，眉宇间蹙着一抹淡淡的凝重。而且凌天手中的那一尊轮回塔并不简单，据说能够封印时光轮回、诸天神魔。这一次他前往道宗秘境，很可能会有大机缘。上一世顾明月虽与凌天接触不多，但这位道子对他却颇为热情坦诚。最终凌天凭借轮回塔力压一众当代天骄，如愿得到了道宗秘境中的大机缘，成为了圣州最年轻的大成妖孽之一。这一次顾明月前来道宗，第一是想观摩大道神臂，看一看他此世命运以及心中所念。第二件事就是为了截取凌天的机缘，从而更快打破涅槃印的封印。大机缘，叶宵眼眉轻挑，微微摇了摇头，多大的机缘，恐怕也难逃明月掌心吧。闻言顾明月脸色一愣，尤其是叶宵眼中的玩味，更是令他心神一颤。以叶宵的心性，怎么可能小觑任何对手？这个家伙明显是在利用自己对他的情愫，在试探他。难不成他知道了自己重生的秘密？哼！一念至此，顾明月未再多言，心底对于叶宵愈发忌惮了。明月在担心什么？难道怕为夫抢你的造化不成？叶宵摇头一笑，忽然伸手握住顾明月的玉手，将他拽到了怀中。我说了，明月想要的东西，我都会帮你夺来。叶宵，你放开我。娘子，天色不早了，要不我们早点休息。叶宵凑到顾明月耳畔，语气轻柔地道：你放心，我就躺着不动。叶宵，你不要太过分。顾明月银牙紧咬，想要挣开叶宵的怀抱。我睡自己的未婚妻也叫过分，这还有没有天理？叶宵不为所动，低头看着怀中的顾明月，还是说明月想让我去睡别人的未婚妻？你……顾明月俏脸一滞，周身突然有一缕缕灵纹升腾而起，眼看已经在爆发的边缘。而叶宵则是缓缓松开手掌，无奈地摇了摇头，看来明月还是对我有所防备啊。罢了，为夫还是一个人睡吧。话落，他根本没有给顾明月张口的机会，直接走向后殿，躺在了床榻上。试探吗？试着试着，说不定就探进去了呢。无耻！顾明月轻斥一声，原地盘坐下来，再未理会叶宵。只要明日他踏上道宗，就能在那一方大道神臂中看清叶宵的真正面容。如果之前一切都是这位叶家神子装出来的，顾明月一定会亲手揭开他的伪装，让他身败名裂，举世不容。天道城外，古林之中，凌晨的身影从天而降，一口鲜血直接喷了出来。以他的肉身，别说虚神强者的全力一击，就算大成之人也能轻易将他碾杀。若非关键之时，幽姬拼上神魂重创，施展出了九幽一族的天赋神通，恐怕他直接就被兰花婆婆一掌击杀了。即便如此，此时他还是感觉浑身血脉内腑都破碎了，伤势极重。当然，凌晨不知道的是，即便幽姬没能将他救出来，叶宵也绝对不会让他死在兰花婆婆手里，否则叶宵之前的种种布局岂不是白费了？小陈，我不行了。幽姬的声音自他魂海之中传来，无比虚弱。原本他刚刚吞下了一株养魂草，恢复了几分神识，结果被兰花婆婆这一掌直接打回了原形。前辈，你千万不能死啊！你死了我怎么打开那座灵火谷藏？闻言，凌晨眼中顿时闪过一丝慌乱。虽然如今他对幽姬已经没有了之前的信任，但凌晨明白，如果没有幽姬的话，他很难走到今日，更不可能融合天地灵火，觉醒无上圣体。眼下到宗秘境开启在即，如果幽姬死了，他还争个几把的造化。我死不了，但可能要沉睡一段时间了。幽姬叹了口气，丝毫没有在凌晨的言语中感觉到关切，只有对造化的无限渴望。你按照我之前说的，找到那处谷藏，虽然开启谷藏的钥匙你没有集齐，但也能破开一部分封印，到时候我会拼尽全力送你进入传承之地。凌晨眼眸微凝，缓缓点了点头。好，那前辈好好休息吧。嗡！就在此时，远处黑暗中再度传来一道嗡鸣声。
只见一道身穿冰蓝长裙的倩影迈步走来，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凌晨心神颤动，本能的想要躲开，脸色却一点点凝固了下来。此时他看到这个突然出现的身影并非别人，而是若曦。只是对于自己这位妹妹，凌晨早已没有一丝感情，全是恨意。方才那个对他出手的老太婆，气息与洛曦十分相似，应该是他的护道者。哥哥，是你吗？洛曦眼眶通红，小心掩饰着眼中的杀机与厌恶。你还有脸来见我？不会是夜宵让你来的吧？凌晨冷哼一声，抬头看向洛曦身后的山林。他很怕夜宵会突然从黑暗中窜出来，直接将他击毙。哥哥，没想到你竟然沦落到了这种地步。洛曦神色苦楚，从乾坤戒中取出一瓶丹药，递到了凌晨手中。如果不是刚刚他们喊你的名字，我恐怕都认不出你来了。闻言，凌晨眼中顿时闪过一丝困惑。灵犀，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在北原听闻哥哥被人诬陷，便一路寻来。我知道当初我不辞而别，你一定很生气，但我有我的苦衷。你的意思是，你是专程从北原来见我的？凌晨眉头轻皱，心底却冷哼一声。夜宵阴险狡诈，已经坑了他很多次了。灵犀此时主动前来，怎么看都像是一种阴谋。我知道以哥哥的脾气，一定会证明自己的清白，找夜宵报仇的。洛曦点了点头，又从乾坤戒中取出那一枚黑铁碎片。哥哥看，这是什么？一瞬间，凌晨的脸色就彻底呆滞了下来，眼眸中隐有一丝震撼。希儿，你是故意接近夜宵的？当然，我不信哥哥是邪魔，可我找不到哥哥，只能是从夜宵身上下手了。哥哥，你和他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凌晨牙关紧咬，看着手中的丹药和黑铁碎片，将在阴虚古墓中发生的事情以及自己的一些猜测添油加醋地说了出来。哥哥的意思是，夜宵为了阴阳神髓，故意诬陷你是邪魔。洛曦心底冷笑，如果不是夜宵将阴阳神髓送给了他，他可能真的就相信凌晨这声情并茂的表演了。不错，夜宵这个阴险小人，方才居然还想挖走小陈。就在此时，幽姬突然张口打断了凌晨，你最好不要让你这位妹妹知晓我的来历，当初林家覆灭的罪魁祸首可一直都没找到呢。凌晨瞳孔紧缩，顿时明白了幽姬话里的深意。按照幽姬猜测，当初覆灭林家的那群人，就是为了找寻他手中的这枚古老石戒。这枚戒中不仅蕴含着幽姬的残魂，还有一道天地灵火。最巧合的是，林家覆灭的时机恰好是在希儿消失后不久，这自然早就在夜宵的算计之中。从夜宵看到洛曦的剧情走向时，就猜到凌晨和幽姬一定会怀疑他与林家覆灭有所牵扯。惊弓之鸟，草木皆敌。如今幽姬身受重伤，凌晨想要踏上道宗，混入道宗秘境，就只能依靠这位妹妹。哥哥，我听夜宵说你身上有一道妖魂。洛曦小心翼翼地看了凌晨一眼，试探着问道：什么妖魂？这都是夜宵污蔑我的。希儿，现在我需要你帮我一件事情。凌晨冷笑一声，暗道一声果然。我需要你帮我进入道宗秘境，只要他能顺利进入道宗秘境，得到第二道天地灵火，就将真正问鼎当代巅峰。以凌晨的境界，若无幽姬相助，即便进入秘境也是举步维艰。而洛曦的出现倒是令他心底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道宗秘境。洛曦眉头轻皱，佯装困惑地看向凌晨，哥哥，以你现在的处境，进去秘境岂不是自投罗网？希儿，实话告诉你，道宗秘境中有一座至尊古藏，只有我能打开，其中封印着一道天地灵火。凌晨默然一语，如果洛曦真的是覆灭林家的罪魁祸首，就一定无法抵挡下灵火的诱惑，而他就能利用这位好妹妹扫清秘境中的阻碍，找到古藏所在。这段时间也足够幽姬恢复伤势了。原来如此，哥哥放心，我一定会帮你进入道宗秘境的。洛曦甜美一笑，眼中却不见一丝温度。此时他能感觉到凌晨对他的戒备可有什么关系呢？他的使命就是将凌晨带入秘境之中，找到至尊古藏。那个时候他就能与夜宵联手，除掉这头妖魔了。好，我就知道希儿妹妹一定会帮我的。凌晨脸上露出一抹欣慰之色，与洛曦相视一笑。走吧，希儿，趁着天色上岸，我带你去一个好地方。第一，天命之子凌晨与天命之女洛曦相互猜忌，情缘斩断。恭喜宿主成功打破反派设定，获得奖励宿命逆转符。宿命逆转符可在一定时间里选定目标，逆转宿命因果，掩盖天机。天道楼中，夜宵听到耳畔传来的系统提示音，脸上顿时露出一抹温和笑意。此时他看了一眼远处闭目盘坐的顾明月，眼中魔意翻涌，嘴角笑容愈发玩味了。有周天眼术，顾明月想要通过大道神臂查探夜宵的今生宿命几乎是不可能的。道祖固然牛逼，但童子哥才是9天10地最大的挂逼。
可有了这一张宿命逆转符，叶萧距离成功攻略这位至尊女帝无疑迈进了一大步。顾明月黛眉轻蹙，像是有所感应，转头看向叶萧，眼眸微微一凝。此时他看到叶萧一手托腮，侧躺在床榻上，正用一种温柔的眸光看着他。你看什么？在他这双重瞳注视下，顾明月感觉他看狗都深情。明月真的是个完美的妻子啊，我都有些迫不及待想去大道神壁中看看我们的姻缘宿命了。顾明月眸光微凛，他还是第一次从叶萧口中听到这样的赞美，竟有些莫名的欣喜。可他真的不怕吗？就不怕暴露魔意，举世皆敌？时间流逝，第二日天色刚亮，天道城中就传来了阵阵破风声。只见一位位古族传人率领着追随者，浩浩荡荡地朝着道山方向而去。此时他们看到，在那虚空之上，有着一条金色的大道延展而下，神辉熠熠。诸多古老的妖兽匍匐在山道两侧，原始山林密布，山岳起伏，仙宫大殿矗立，有混沌玄气汇聚成瀑，自山顶流淌下来，仙雾交织，霞瑞万道。这里像是一处真正的世外之地，各种仙药奇葩绽放，仙岩耸立，灵禽腾飞，美不胜收。而在山岳顶峰，一座座仙殿星罗密布，无数身穿羽衣道冠的修者穿梭其中，忙忙碌碌。道宗秘境今日开启，请诸位古族少主、仙宗传人即刻登山。随着一道低沉宏伟的声音传来，道山之下顿时传来无尽的喧嚣精华。一众宗族天骄踏步走出，直奔山巅而去。此时他们脚下的道阶据说是道祖亲手修筑，每一层都蕴含着不同的大道感悟，幻想磨练。其中一位身穿青衣、鲜颜清纯的少女站在山脚，眸中隐有一丝震撼。她还是第一次见这么多的当代妖孽，每一个气息都雄浑无比，气血惊人。甚至单单这一条道阶中散出的威压，就根本不是于清之能够抗衡的。师妹，我们还是回去吧，以你的实力，别说前往道宗秘境，恐怕连到山都上不去吧。李焚冷笑一声，眼底是一抹淡淡的阴沉。叶萧的身份令他根本生不出一丝敌意，只能是将心中的不甘发泄到于清之身上了。我想试试。于清之摇了摇头，眸光疯狂而执拗。他还记得叶萧神子对他的期盼，大剑仙。如果他连这点困难都无法克服，又如何成为傲立天地、比奸神魔的剑仙强者？噗，小师妹，你可别怪我没提醒你，这道阶神力重若万钧，就算我也不可能登顶，别自取其辱了。李焚嗤笑一声，就在他话音落下的一刹，却见两位道宗弟子从天而降，落在了于清之面前。一瞬间，李焚的身躯就紧绷了起来，喉咙滚动，神色无比恭敬。作为圣州最强大的势力之一，道宗中就算一条狗，也要比他身份尊贵。您是于姑娘吧？两位道宗弟子微微躬身，朝着于清之拜了下去。这一幕更是令李焚呆立原地，眼眸圆瞪，从未感受过如此尊重。那青衣少女是谁？居然值得两位道宗亲传亲自相迎。我是于清之。那就是了，叶萧神子交代了，如果于姑娘到此，可不用参加道宗试炼，直接上山。两名道宗弟子神色温和，让开一条路途。于姑娘，请。什么？闻言，周围一众天骄脸色微凝，眼眸中尽是艳羡。多谢师兄，多谢神子。于清之红唇轻颤，紧跟在两人身后，朝着山巅行去。他能感觉到此地所有宗族传人的眸光皆落在了他的身上，那种掺杂着敬畏、羡慕的目光令于清之道心不停颤动，从未有过的紧张。同时，他卑微的内心似乎正在发生变化，渐渐感受到了权势带来的美妙滋味。师妹，等等我。李焚咽了口水，身躯渐渐挺直起来。此时他看到那些平日里不可一世的古族传人，竟对他露出了一丝讨好笑意。芜湖，起飞。叶萧神子未说让你直接登山，你还是慢慢爬吧。两名道宗弟子眉头轻皱，冷冷看了李焚一眼，顿时令后者脸上刚刚浮现的逼意渐渐凝固了下来。你妈个逼！快看，叶萧神子来了！人群中突然传来一道惊呼声，只见一道白衣身影从天而降，站在了人群之前。叶萧神子看到来人，胡妹儿眸中水光潋滟，腰肢扭动，发出一声娇呼。哼！还不等他靠近，就听天穹之上再度传来一道冷哼声，紧接着一股大道威压从天而降，竟生生将胡妹儿的身影碾压撅在了地上。好机会，兄弟们先来！一众天骄眸光颤动，看着那一颗浑圆硕大、险些将衣裙撑爆的蜜桃，轻轻咽了口水。就在这时，顾明月一袭黄衣从天而降，主动站在了叶萧身旁。此时他并未言语，可眼中的冷意却令一众想要靠近叶萧的娇女望而却步，如坠冰窖。看够了吗？看够了就跟我登山。顾明月冷冷看了叶萧一眼，径直朝前走去。
叶宵摸了摸鼻子，难道这就是所谓的护食？娘子今日也很美。叶宵莞尔一笑，伸手牵起顾明月的玉手，径直从狐妹身前走过，朝着道山之上迈步走去。此时他突然发现，这位女帝竟还有一丝病娇属性，很护食呢。两人身后，王长青等人神色苦楚，看着那两道宛如神仙眷侣般的身影，无奈地叹了口气。方才他们能够感觉到顾明月的气息竟然达到了恐怖的神伦9重，年轻至尊。这夫妻两人联手，试问整个圣州当代，还有谁是他们的对手？紧张吗？顾明月忽然转头看向叶宵，轻声问道。紧张？叶宵脸色一愣，微微摇了摇头，就算与苍生为敌，我也没有什么好紧张的。闻言，顾明月眸光微凛，红唇掀起一抹浅淡弧度，这是打算破罐子破摔了。真正让我紧张的是你啊。就在顾明月内心冷笑之时，又听叶宵默然一语，眼神中竟有一丝淡淡的愧疚。直到此时，顾明月才发现，原来他恨的根本不是叶宵成魔，而是他的冷漠与绝情。上一世，他为叶宵做了无数违背道心之事，心甘情愿，毫无怨言。甚至为了帮他踏上仙路巅峰，顾明月不止一次强行提升修为，损伤根基，就是为了能够完成叶宵的命令。就连先皇古朝的100万将士，也在叶宵的野心之下死伤殆尽，老祖禁语。结果等到他道基破碎，仙朝衰败，失去价值后，叶宵竟然毫不犹豫地丢弃了他，将他道胎吞噬，榨干了最后一丝价值。可此时看着眼前那一张温柔平静的脸庞，顾明月突然感觉眼睛酸酸的。走吧。顾明月突然加快了脚步，像是担心会被叶宵看到他见红的眼眶。山道之上，清风习习，掀起他的发丝，红衣将他的身影映衬得愈发高挑曼妙，凛然如仙。在众人艳羡的眼神中，叶宵与顾明月并肩而行，如履平地，始终以一种淡然姿态朝着山巅行去。渐渐的，两人眼前开始浮现出诸多幻象神景。可在叶宵的重瞳威能下，这种幻象根本没有一丝威胁。只见他轻轻牵起顾明月的玉手，踏过山川大泽，四季荒芜，直到两人的身影一同踏上道山之巅，眼前幻象方才如潮水般退去。顾明月仰头看着头顶逐渐消散的大雪雾霭，眼底竟有一丝淡淡的不舍。结束了吗？此生若是同淋雪，也算与亲共白头。叶宵轻叹了口气，语气中同样有所怅然。此生若是同淋雪，也算与亲共白头。顾明月喃喃一语，眼眸颤动。这一刻，他的心境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心中恨意随雪消融。当，就在此时，前方突然传来一道震耳的钟鸣声。只见一缕大道神纹奔涌而开，演化山河日月，烈焰焚天。紧接着，一连7道钟声响彻天地，顿时引来山间一片精华。大道神钟连响7声，这是圣体资质啊！按照道宗长老所说，这尊道钟中蕴含着一缕真正的大道本源，是为一生万物。任何人在触碰到这个意时，都会引发天道转变，形成自己独有的道途。道转5次，钟响5声，是为天骄之流；6声则为年轻至尊，7声天生圣体，8声大道宠儿，道则灵身。时至今日，万载纪元，精彩艳艳者无数，却无一人能叩响9声钟鸣。9为数之极，也是道的最巅峰。这样的妖孽被称为当世禁忌。就连灵天道子领悟了轮回之力的绝世妖孽，当初也只叩响了8声钟鸣而已。这股气息，叶宵眼眉轻挑，抬头看着虚空上的火焰神纹，嘴角掀起一抹笑意，而他的眸光也逐渐落在了那一尊悬浮山巅的青铜古钟之上。只见此钟足有100丈，其上雕琢着诸多古老苍莽的大道神纹，散发着氤氲神妙的清辉。随着叶宵迈步走出，那一缕缕道纹镜不停变换，仙阙大黄，麒麟祥瑞，更有仙神矗立9天，3头8臂，怒瞪人间。据说当初道祖飞升仙域，曾留下一句大道真言。顾明月神色漠然，忽然张口道：道祖曾说，道生九转，万道归一。万道归一。叶宵眉头轻皱，不知这道祖口中的道究竟是大道的道，还是3000道州的道？你先来还是我先来？我先来吧。顾明月脚步迈步就欲朝着道中走去，却被叶宵一把拽住了。明月，不如我们打个赌。什么？顾明月黛眉轻蹙，眼底隐有一丝戒备。看看我们谁能打破道中极限，谁输了就答应对方一个要求。叶宵神色温和，很认真地重复了一句：是任何要求哦。一瞬间，顾明月脸上就腾起了一抹烟霞，自然明白了叶宵话里的深意。明月不敢吗？是害怕输给我？有何不敢？顾明月默然一语，这尊道中考验的不止修为境界，还有天赋悟性。他堂堂重生至尊，先天道胎，
难道还怕一个当代少年明月可不许反悔？我的要求虽然不过分，但却需要你彻底敞开心啊！闻言，顾明月眼神愈发愤恨，径直朝着大道神中走去。他的要求也很简单，如果他赢了，就让叶萧废掉修为，斩断魔根。这样一来，无论他是真心还是假意，此生都再难逃脱顾明月的掌心了。随着顾明月出现在道中之前，顿时吸引了山巅所有人的目光，而叶萧则是径直走向了那一袭黑衣的青年，脸上隐有一丝玩味。一瞬间，那黑衣青年的脸都绿了，内心不停呐喊：“你不要过来啊！”最终，叶萧也只是站在他身旁，并未言语，顿时令凌晨紧绷的心弦逐渐放松了下来。山巅之上，林天一身灰色长袍，冷眼看着下方的顾明月。此时他也很好奇，这个身上同样有着一丝轮回真意的女子，究竟能叩响几声钟鸣？当然，他更好奇的还是叶萧，这位叶家神子的战力，就连他都望尘莫及。可只要这一次，他能在道宗秘境中得到那一枚轮回地符，顺利踏入大成境界，开启轮回塔第一层封印，掌控其中的9天神魔，那个时候叶萧之流随手可杀。当道宗山巅突然有一道钟声响彻，只见一缕大道神辉升腾而起，像是撕开了纪元万古，连通了一方太古世界。那里有古老凶妖矗立，大禽腾飞，混沌仙霭自天地尽头刮来，神霞弥漫，大道如痕。隐隐间，在顾明月头顶的虚空中，似有一尊黄金法相矗立，地势威严。这是先天之力。一瞬间，道宗之上就有诸多苍老的气息出现，脸上皆是一抹浓郁的震撼。与圣体天骄不同，在任何纪元中，但凡出现先天之体的妖孽，都将是这个时代真正的主角。他们要么有着世人无法想象的背景，要么便是曾经的仙神后裔。当初人间有一位最接近先天的圣人，曾另辟蹊径，以信仰之力铸造不朽金身，妄图打破人族血脉枷锁，信仰成仙。可最终他还是失败了，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如今3000道州也只有地庭的那一位，据说迈出了人间半步，仅仅半步，他就已经盖压人间10万载岁月，苍生共主。当当当，一连10声，大道异象此起彼伏，引来圣州一片精华。无数仙宗之主、不朽教主走出神殿洞府，眺望着道宗方向，眼底尽是骇然。久为数集，实则变数。短短1月，圣州已经出现了不止一次天道异象，大势将至。此时的顾明月黄衣震荡，眉眼如画，肌肤雪润晶莹，闪烁着蒙蒙仙辉。她站在道中之前，就如一尊自神话中走出的无上女帝，仙颜清冷，带着一丝女子少有的威严与高不可攀。10道钟声，林天眸光颤动，心底对于顾明月愈发忌惮了。他也没想到，这位先皇女帝的天赋居然恐怖到了这等地步。越是如此，林天内心反而生出一丝战意。叶萧，到你了！天地俱寂。顾明月忽然转头看向身后的叶萧，红唇轻启，眸中竟有一丝风情流转，红衣翩翩，宛若惊鸿。这一刻，山巅所有天骄的脸色都渐渐呆滞了下来，小心翼翼地咽了口水。就连叶萧也不得不承认，此刻的顾明月的确有着令天地失色的容颜与气质，雍容清冷，所以这一瞥的顽皮才动人心魄。随着叶萧迈步走出，站在那一尊道中之前，周围众人就连呼吸都开始变得压抑。作为如今圣州当之无愧的当代第一，这位叶家神子从出世之日就吸引着3000道州所有的目光。叶家9脉9大序列，这9人无不是真正的圣体神血，当代顶尖。毫不客气地讲，但凡叶晨、叶玲珑、叶璇这些叶家序列随便出来一个，走到哪照样是爹。而叶萧一出世，便是踩着其他8大序列之名，达到了圣州顶峰。尤其是凌晨等人，此时眼底更是闪烁着一抹紧张之色。一个顾明月已经令他道心震荡，不敢匹敌。若是叶萧再叩响9道钟鸣，他怕是道宗秘境也不用进去了，直接回火焰城养老得了。凌晨哥哥不要气馁，你是一个人修行，他们背后都有仙朝世家的，我相信哥哥迟早都能超越他们。若曦站在凌晨身后，周身霞雾升腾，将容貌遮掩。闻言，凌晨心神一颤，缓缓点了点头。是啊，他怎么能因为一时的落寞而有所畏惧？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嗡！就在此时，叶萧突然探出一拳，砸落在了道中之上，整座道山瞬间陷入了死寂。所有人看着那一道白衣挺拔、鲜颜冷漠的少年，眼瞳中皆是一抹期待紧张之色。只是如此半晌之后，这种期待与紧张逐渐被一种茫然所取代。此时他们居然没有听到一道钟声响彻，脸上渐渐露出一抹尴尬之色。就这，唯独顾明月
黛眉轻蹙，心底突然有种淡淡的不安。咔嚓，万众瞩目下，那一尊道钟上突然传来一道诡异的破碎声，紧接着一道裂痕自夜宵拳印落下的地方轰然炸裂，贯穿了整座道钟。仅仅一刹，道山上空就有雷云聚拢，乌光弥漫，宛如末世之景。嗡！道山后方，一道苍老身影迈步走来，一步踏出境，直接跨越山河，出现在了道钟之前。怎么可能？只见他伸出一只枯瘦的手掌，轻轻抚摸在道钟之上。下一刹，这尊道宗传承圣物竟化作片片灵光，消散无形。轰隆隆，天地间狂风大作，雷霆蜿蜒，而那一道白衣身影矗立在雷瀑中央，神色清冷，如魔如神。碎了！所有人，无论是当代天骄还是道宗长老，眼瞳中皆是一抹真正的骇然与不可思议。他们无法理解，一个少年怎么可能一拳打碎这尊道祖遗留下来的神宝？难不成他的天赋已经超脱了人间桎梏？看来娘子你输了啊！夜宵淡然一笑，朝着那一位枯瘦老者微微躬身。夜宵拜见道主。夜宵神子不愧是人中龙凤，老朽佩服。道主轻叹了口气，本就苍老的脸庞愈显沧桑。他摇了摇头，喃喃自语，一步一步朝着道宗祠堂的方向而去。怎么可能？诸位，请随我等前来观摩道壁。见状，剩下一众道宗长老神色苦楚，看向夜宵的眼神尽是惊悸。明月，你可不要忘了我们的约定。夜宵转头看向顾明月，如果说后者之前的10道钟鸣打破了万古定数，那么方才夜宵一拳打碎道钟，就相当于凌驾在了大道之上。孰强孰弱，一目了然。顾明月银牙紧咬，偏偏无从反驳，径直朝着道宗后山走去。我的要求很简单，等道宗秘境结束之后，我们就做真正的夫妻吧，每天就做2件事，1日3餐。既然顾明月的9天玄牝体已经觉醒，夜宵也该开发一条更快乐的修仙路途了。兄弟你切记，如果修仙不是为了快乐，那修个几把仙。哼！顾明月娇躯一颤，耳间的那一抹红润难掩他此刻的紧张与羞怯。与此同时，道山之下，只见那一位身穿布衣的瞎眼老者站在山林之前，一双浑浊暗淡的眼瞳眺望着道山之巅。道中岁，禁忌出，逆天子，灭世途。看来这一世是最好的机会，也是最后的机会了。道宗后山，夜宵与顾明月并肩而立，站在一座古老的石壁之前。此时他们看到这一座石壁竟呈现出一种神妙的紫色，静静矗立在道山之巅，风蚀日刻，布满着岁月的痕迹。这就是大道神壁。夜宵眉头轻皱，眼底隐有一丝诧异。据说这块石壁是当初道祖飞升时的仙台破碎，遗留在人间的最后一道神物，蒙受一缕9天仙机，能够参悟轮回今生仙道法则。从一开始，夜宵就感觉此壁的存在并不合理。如果他当真能参悟仙道，勘破轮回，道宗为何会将这等神物贡献出来，任由圣州天骄历练？你要相信，当一些机缘能够唾手可得的时候，就证明你已经成为了机缘。夜宵，顾明月忽然转头看向夜宵，明眸颤动，竟有些犹豫。在此之前，他一直想要通过这尊石壁看清夜宵的真面目，可此时他突然发现，真到了这一刻，他竟有些茫然。如果夜宵是伪装的，且不说他能不能狠下心来镇杀夜宵，就凭他现在的实力也根本做不到。可如果夜宵并非故意修炼魔道，而是为了救他被魔意所侵蚀，那他这些年的恨意又算什么？你不是一直想要一个答案吗？答案就在眼前。夜宵神色平静，并没有一丝紧张，在其手中宿命神符悄然凝现，转瞬即逝。夜宵神子。就在此时，两人身后突然传来一道惊呼声。只见于青之的身影从人群中走来，清纯的脸庞上带着一抹甜美惊喜之色。于姑娘，又见面了。夜宵眼眉轻挑，悄悄看了顾明月一眼。一瞬间，顾明月心中的那一丝犹豫就彻底消散了，径直朝着大道神壁走了过去。夜宵神子。于青之无奈一笑，总感觉顾明月对他似乎有些莫名的敌意。走吧，一起去看看这尊道壁。从夜宵看到于青之时，就看出了他的天命模板乃是一位剑仙，而且接下来于青之还会在道宗秘境中觉醒先天剑骨，铸就真正的天命之身。这样的剑仙模板上限绝不会低，日后大概就是你指个方向，我指出一剑。好。相比于顾明月，于青之的性情要卑微许多，在夜宵面前更不敢有一丝忤逆，眼瞳中始终充斥着一抹崇拜之色。随着众人走到那一尊神壁之前，按照道宗长老的指示，纷纷散出一缕魂石，没入壁中。顿时间，那一块暗淡的石壁上竟亮起一道道紫色的光晕，逐渐破碎了。远处看去，那一尊石壁就像是一方星宇，光沙流转，神妙莫测。而众人的魂石更像是这方宇宙中的一粒沙粒，自成世界。
系统，周天眼术能够阻隔至尊强者窥探吗？叶宵默然一语，眼睁睁地看着于青之与顾明月走到神壁之前，原地盘坐了下来。此时他的眼中同样有一丝凝重，并非来自顾明月，而是来自万化魔体以及太初神符。他总感觉这两者之间似乎蕴藏着一个天大的阴谋，与当初那一尊祸乱9天的使魔有关。第一，就算天王老子来了，也不可能看到宿主的宿命因果。哦，闻言，叶宵眼眉轻挑，眼底隐有一丝深邃。那你是从何而来的？这一次，系统却并未回应，愈发印证了叶宵心底的一些猜测。只见他迈步走出，同样坐在神壁之前，分出一缕魂石进入了壁中。轰隆隆，一缕黑暗悄然降临，无边无际，将叶宵魂石笼罩。此时叶宵看到，他似乎出现在了一处原始星空中，广袤荒凉。这里就像是创世之初，除了黑暗再无其他。怎么回事？这一刻，就连叶宵心底都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压抑，抬头看向了星空尽头。下一刹，他的眼眸骤然一凝，眼底透露着一抹真正的骇然。他看到，在那无穷无尽的黑暗中，竟摆放着一尊青铜古棺，被一道道金色的锁链捆缚，其上的每一根锁链竟都是一头太古真龙，密密麻麻，足有万条。这尊青铜棺足有100丈庞大，难以想象其中葬下的又是何等可怕的生灵。你终于来了！就在此时，叶宵耳畔突然传来一道低沉漠然的声音，而叶宵浑身的血脉竟不自觉地开始沸腾，一缕缕魔意弥漫而出，像是被棺中生灵所牵引。难道？一瞬间，叶宵心底就有所猜测，眼眸骤然一凝。万化使魔？可如果这尊棺中封印的就是那一尊灭世使魔，叶宵又是谁？难道万化魔体并非只属于这一尊大魔，而是一种传承？就在叶宵心神震荡，在这股魔意指引下，朝着那一尊青铜古棺走去时，整片天地突然爆发出璀璨的光华。叶宵眸光颤动，心底竟生出一种难言的惊恐。他缓缓抬头，看向天穹尽头，脸色彻底苍白了下来。此时他看到，在那星空之上，竟有一双金色的眼眸逐渐睁开，比天还大，其中一缕眸光都如大日西垂，蕴含着无与伦比的神性，像是洞穿了亿万光年，纪元轮回，真真切切地看到了他。怎么可能？生死之际，夜宵魂海中突然传来一声嗡鸣，只见太初祖符凭空显化，徐徐升腾，将那一道眸光阻隔。隐约间，夜宵能够看到，在那祖符光华照耀下，一个个金色的人名，象征着万古陨落的生灵，逐一浮现。大势洪流，万古玄黄，仿佛被这一枚祖符囊括。而夜宵眼前的世界渐渐崩塌破碎，恍如梦境。噗嗤！大道神壁前，夜宵身躯一颤，嘴角顿时流落下一缕鲜血。此时他看到，原本喧嚣的道山早已陷入了一片死寂。除他之外，神壁之前只剩下于青之仍旧盘坐原地，就连顾明月都已消失了踪迹。神子！随着一道低沉喝声传来，夜宵眉头轻皱，转头却见叶苍静静地站在山林之前，眼底隐有一丝忧虑之色。我沉睡多久了？夜宵眸光微凛，沉声问道。哪怕此时他一想到那一双黄金色的眼瞳，仍旧是不寒而栗，有种蝼蚁般的渺小。神子，已经7日了。叶苍苦笑一声，上下打量了叶宵一眼。您没事吧？此时他能感觉到叶宵虚浮的气息，像是刚刚经历了一场恶战。这7日我可有异常？叶宵摇了摇头，缓缓起身，抹了一把嘴角的血迹。没有，神子一直在闭目感悟。哦。闻言，叶宵紧绷的心弦这才悄悄放松了一些，可内心的疑惑却更为浓郁了。他是谁？看到的究竟是轮回，还是今生？嗡！就在此时，叶宵身前的于青之周身突然有一缕缕剑气沸腾，在其眉心，一道银色的剑纹一闪而逝，像是一种印记。叶宵眉头轻皱，心底突然有种淡淡的危机感。这一刻，他似乎感觉于青之的气息似乎发生了变化，体内像是有一股古老恐怖的力量正在复苏。果然吗？从一开始他就猜测于青之很可能是一尊剑仙转世，所以他的体内才会孕育先天剑骨，剑姿逆天。如今看来，他应该也在大道神壁中看到了一些前世过往，苏醒了一部分记忆。夜宵神子。随着于青之眼眸睁开，脸上顿时露出一抹惊喜之色，只是在这一丝喜悦背后，还有一些淡淡的茫然。你刚刚在大道神壁中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一群身穿金色铠甲的人，他们把我包围了，杀不完。于青之眸光惊恐，像是刚刚经历了一场噩梦。他梦到自己成了举世瞩目的剑仙，一剑寒光3000州，斩尽仙神。可最终他似乎落入了某种圈套，
被围困在了一座青铜仙殿之中。走吧，道宗秘境应该已经开启了。叶宵神色温和，并未多问，与于青之一同朝着道宗大殿行去。此时他能看到，在那大殿上方矗立着一扇璀璨的灵门，那里应该就是道宗秘境的入口之地了。至于他的身世，看来想要真正揭开这段过往，只能是从太初祖符下手了。按照系统所说，只要他能集齐9大地符，融入太初祖符中，就能揭开与万化始魔的宿命因果。于青之红唇轻抿，静静地跟在叶宵身后，不言不语。于姑娘，等你成了大剑仙，不会把叶某给忘了吧？叶宵笑着看向于青之，语气平静地道：神子大恩，青之此生不忘。如若有朝一日青之剑道有成，愿来神子身边报恩。于青之脸色一愣，像是鼓起了很大的勇气，忽然从脖间拽下一根红绳，系着一枚青铜剑印。之前都是神子送给青之造化，青之无以为报，这枚剑印请神子收下。话落，他的脸上顿时腾起一抹烟霞，心跳得厉害。如今的于青之不过是个山野小宗的普通弟子，而叶宵这几日带给他的道心震撼，已经无法用言语形容。在于青之看来，叶宵就是那个真正改变了他命运的人，也是第一个相信他会成为剑仙的人。这份尊重与认可，对一个初出宗门、情窦初开的少女而言，杀伤力实在太大了。若非叶宵，他根本没有资格站上道宗，见识这条仙途真正的波澜壮阔。这种眼界与道心的提升，甚至比世上任何的造化灵宝都要珍惜。而他手中这枚剑印，乃是他的半生之物，一直被他当作护身符贴身带着。他希望叶宵神子能够记着他，记着他的承诺。印如剑心，亦如我心。叶宵脸色一愣，无奈地摇了摇头。于姑娘言重了，我是真的觉得你会成为当世剑仙。按照于青之的剧情走向，他会在道宗秘境中遭遇上古彝族追杀，那个时候大概就是叶宵彻底俘获他道心的契机。只是就在叶宵的手掌触碰到那一枚古朴剑印时，眼眸却骤然一凝。此时他能清楚地感觉到一缕仙意自印中迸射而出，像是在抵触他。一瞬间，叶宵眼中就闪过一丝恍然，掌心神纹缭绕，将这缕剑意生生磨灭，握在了手中。如果他所料不错，这枚剑印应该与于青之的身世有所关联。如今这位剑仙少女对叶宵心生感激，竟主动将此印送给了他，以示忠心。叶宵握住这枚剑印，就相当于握住了他的命运。可于青之不知道的是，蝼蚁的忠心最是廉价，我会替你好好保管这枚剑印的，等你成了剑仙之时再还给你。在于青之紧张激动的眼神中，叶宵竟直接将这枚剑印挂在了脖颈之上。这一幕更是令于青之心神震荡，内心有种执念渐渐深入骨髓。走吧。随着叶宵三人走下道山，出现在道宗大殿之前，果然是看到此地早已空空如也。道宗秘境开启，一众宗族天骄自然不会错过这样的机缘。叶宵抬头看向那一座悬浮天际的金色灵门，眼眸微微一凝。透过灵门，他能看到其中连绵起伏的山川大岳，更远处的地方，一片片古老的仙辉升腾而起，符文浩渺，宛如一方上古的世界。叶宵神子。看到叶宵，大殿中顿时走来2位道宗长老，脸上皆带着一抹敬畏之色。无论是之前叶宵打碎大道神钟，还是在道壁之前的顿悟，都令他们见识到了这位叶家神子的可怕天赋。恐怕用不了100年时间，叶宵就能成长为真正的当世顶尖，一方巨擘。2位长老，道宗秘境还能进入吗？叶宵神色温和，毫无生气。原则上是不可以了，道宗秘境已经开启了5日时间。不过，2位道宗长老对视一眼，脸上露出一抹阿谀之色。叶宵神子的话当然是在原则之外。话落，2位道宗长老手掌轻挥，那一尊灵门中顿时喷涌出一抹恐怖的霞光，像是撕开了世界屏障。叶宵神子，请。多谢长老。叶宵轻轻颔首，与叶苍、于青之一同踏入灵门中，消失了踪迹。轰隆隆。与此同时，一处未知的世界，这是小师妹的剑印气息。只见一座青铜仙殿矗立在云穹之上，符文万道，盖压天地。其中一位身穿银白地袍的青年端坐在王位之上，银色的眼瞳中透露着一抹激动与震撼。他的气息无比强大，远比3000道州任何天骄都要恐怖万分。多少年了，小师妹，你终于出现了。只见他缓缓起身，径直朝着仙殿之外行去。师兄这就接你回仙殿，所有欺骗伤害你的人，我都会亲手捏碎他们的头颅。少帝，少帝不可，你的地血刚刚复苏，绝不可走出仙殿。青铜殿中顿时走出一众老者，个个气息雄浑，气血惊天。我不管，我一定要找到小师妹，我绝不能再让她受一丝委屈。地袍青年冷喝一声，一双眼眸如同雷霆大日，
光滑璀璨。此时他的发丝都似在绽放着银白光华，神性盎然。随着他脚步迈出，身后竟仿佛有一尊地影追随，法香惊天。少帝这是要去哪儿？就在此时，仙殿之外突然走出一位老者，身材壮硕，银发银须，浑身像是缭绕着万钧雷霆。大长老来的正是时候，快帮我打开祖殿中的那一方古阵，我要去一趟3000道州。地袍青年神色漠然，有种不容置疑的威严。胡闹！银发老者沉喝一声，眼瞳中雷辉喷涌。你难道不知道我等下界会遭天道反噬吗？无论如何，我也要带小师妹回来。地袍青年不为所动，他等了3000年，好不容易等到了小师妹的一缕魂石气息，又怎么可能错过？别说3000道州，就算九幽冥界，他也义无反顾。小师妹，你是说惊鸿剑仙？于之。银发老者眸光颤动，眼底似有沉吟。以少帝的血脉天赋，即便是一缕魂石前往3000道州，也足够横推天地。对于他们而言，3000道州与下界并没有任何区别，蝼蚁世界。少帝下界可以，但需要答应我2个条件。作为当初9天最年轻的剑仙，于之的剑道天赋曾令无数先天生灵忌惮，在他面前，仙魔妖鬼皆可一剑斩之。也正是因为他的逆天天赋，才会被人算计，最终年纪轻轻就陨落了。如果少帝真的能找到这位惊鸿剑仙的转世之身，对于他们秦族而言，同样是无上机缘。什么条件？第一，少帝不可真身前去，可分出一缕神魂前往。以少帝的血脉天赋，即便一缕神魂也足以横推下界天骄。第二，我族在3000道州留有血脉，如今应该已是长生世家，少帝可将灵族中由他们代为找寻剑仙下落。闻言，地袍青年轻轻颔首，并未反驳。以他的实力，在3000道州，他一缕神识化身，杀天骄也如土狗一般。道宗秘境，夜宵3人身影从天而降，落在了一座仙山脚下。此时，他们能够清楚地感觉到，这方世界的灵气竟比到宗福地还要浓郁数倍。这里四处都有灵物飘荡，大道法则演化真龙古皇之形，呼啸天地。按照道宗长老所说，这座秘境正是道祖成道之地，其中埋葬着诸多上古生灵遗骸，神机遍地。如若有人能够在秘境中寻到一处至尊传承，就将一跃成为当代最强大的妖孽。青之是打算跟我同行，还是自己历练一番？叶宵转头看向身旁的少女，闻言，于青之俏脸上顿时腾起一抹烟霞，眼底却是一抹淡淡的喜悦。青之如此亲昵的称呼从叶宵神子口中喊出来，叫人有些莫名的荣幸呢。神子，我想自己历练一番。于青之深吸了口气，语气平静地道。他虽出身小宗门，从未见过如此恐怖的上古秘境，可在大道神壁中，他似乎看到了宿命一角。无论那位一剑斩杀万千神魔的女子究竟是他的今生还是前世，对于于青之而言，都令他的道心悄悄发生了蜕变。他明白，想要成为那样的人，最起码要有独自面对凶险磨难的勇气。好，这枚传音符你带着，若是遇到危险，可传音给我。叶宵丢给于青之一枚神符，目视着他走入山林，消失在了远处。而他脸上的温和也是一点一点凝固了下来。顾明月是什么时候离开的？他眺望着远处天穹，眼底魂纹缭绕，朝着四面八方席卷。这样的世外秘境，且埋葬着诸多上古巨擘，对于叶宵而言，简直是最美妙的温床。如今，凌天、凌晨应该都已经在寻宝的路上了，而叶宵只需找个安静的墓藏，吞噬这些上古巨擘尸骸中的道法感悟与血骨本源。等到凌晨他们寻到宝物，再寻他们就是了。敌人存粮，我存枪，敌人就是我粮仓。回神子是道宗秘境开启后第3日离开的。叶苍微微躬身，脸上露出一抹无奈笑意。顾女帝好像……叶宵眼眉轻挑，冷冷看了叶苍一眼，有什么话就说。是，顾女帝好像哭得很伤心，她让我守在神子身边。哦。闻言，叶宵脸上却不见一丝波澜。在施展了宿命逆转符后，顾明月看到的宿命之景将会完全相反。换句话说，他看到的很可能是亲手杀死叶宵的场景。如今这位至尊女帝的道心怕是已经彻底乱了，而叶宵只需找个机会再稍稍拨弄一下，就能叫他彻底放下戒备，敞开心扉了。其实相比于系统这道金手指，他的这位未婚妻同样是一个天然的宝库。他重生归来，对于3000道州所发生的大事了如指掌，对于所有秘境造化都有了解。只要叶宵能够成功将他攻略，就能与顾明月结伴，横扫各大秘境，搜罗诸天机缘。更重要的是，但凡秘境现世的地方，往往都会伴有天命之人现身。在看到那一尊青铜古棺以及那一双金色神眸之后，叶宵心底同样感觉到了一种压抑，像是落入了一场万古棋局。只是以他现在的实力，
根本无从触及到那种层次的天地秘密，唯一能做的就是修行。你也去吧。随着夜宵话音落下，径直朝着前方山林走去。此时他能感觉到，在这古林尽头似乎存在着一些奇妙的生机波动。如果他所料不错，这些生灵应该就是传说中的上古彝族了。与此同时，在离开了夜宵之后，于青之的身影也是出现在了一座仙山脚下。此时他看着远处一株闪烁着七彩光华的神草，眼眸中尽是震撼与喜悦。不知为何，在看到这株神草的一刹，他感觉自己浑身的骨骼竟逐渐变得滚烫，甚至此时于青之竟仿佛出现了幻觉，竟在自己魂海中听到了一阵浅淡的呼吸声，像是有人正在他魂海中逐渐醒来。哗啦啦，山林中突然传来一道诡异的破风声。于青之脸色一愣，顺势一躲，竟躲过了身后一只从天盖落的金色灵网。咦，远处顿时传来一道惊疑声。只见一位身穿银色战铠，长相阴雾，背后生着一双银色羽翼的青年踏步走来，身后还追随着一众奇形怪状的生灵。他们中有壮硕高大的牛头生灵，有上半身是美人，下半身却长着一条蛇尾的女子，诸如此类。有意思，居然能躲过我的天罗网。彝族。于青之眉头轻皱，悄悄将那一朵七彩鲜花摘下，握在了手中。此时他的心底同样有些紧张，抬头看向山林尽头，那里隐约可以看到一些年轻赤裸的女子被捆缚着身躯，神情已经呆滞麻木了，像是刚刚经历了轮番的折磨。不错不错，这个长得不错，吃起来一定很美味。银翼青年伸出一条猩红修长的舌头，轻舔了舔嘴唇。下一刹，他手掌轻轻一挥，身后顿时走出两位牛头生灵，笑嘻嘻地朝着于青之走了过来。这两人的境界皆在魂海九重，比于青之足高了4个小境界。同时他们身上的气血之力无比惊人，根本不是人族能够媲美的。叶罗公子，等会儿我们能不能喝点这个少女的汤水？两个牛头天骄咧嘴一笑，一起拽着天罗网将于青之围在中央。对于他们而言，每一次道宗秘境开启，同样是他们猎杀外界天骄的大好时机。尤其是这些年轻美貌的女子，血肉细腻，灵脉旺盛，吃起来有种甘甜的味道，煲汤的话更是鲜美。当然算上这一个，今日就抓够9名人族娇女了，回去做个娇女宴，请姐姐姐夫一起过来品尝一下。叶罗轻轻颔首，举止优雅，可说出来的话却叫人毛骨悚然。你们。闻言，于青之眸光震颤，显然是没想到这些彝族居然残忍到了如此地步，竟以人族天骄为食。此时他看了一眼手中的七彩神草以及一枚金光璀璨的传音符，眼底是一抹犹豫之色。眼前这个叶罗境界在神伦3重，根本不是他能抗衡的。只是他才刚刚离开夜宵神子，如果现在就给他传音求救的话，是不是也太没出息了？于青之深吸了口气，忽然将那一株七彩神草塞入了嘴中，顿时间他的身外就有一缕缕剑气沸腾，将周围虚空斩成齑粉。两名牛头生灵对视一眼，再不敢有一丝犹豫，张开天罗网就欲将于青之囚困。嗡！就在此时，少女手中古剑出鞘，朝前斩落。所有人只看到一缕青灰悠然而逝，而那一张金网镜直接从中撕裂了。这一幕顿时令叶罗脸上的阴邪一点一点凝固了下来，死死地盯着于青之手中的那一柄青色古剑。圣器！他做梦也没想到，一个修为仅在魂海境界的少女手中竟然掌控着一件圣器。该说她是幸运还是不幸呢？于之，你勾结邪魔，还不束手就擒，余族的脸都让你丢尽了。我看你根本不是剑仙，而是一尊十足的剑魔。与此同时，于青之眼前突然浮现出诸多奇怪的画面，他看到了许多陌生的面孔，或阴险冷笑，或满眼失望。不，我没有！于青之怒喝一声，浑身骨骼上竟缭绕起一缕缕暗金色的神纹，一股古老可怖的剑势轰然沸腾，朝着四面八方席卷而去。魂海6重，魂海7重，魂海8重，神伦1重。仅仅一刹，于青之的境界竟踏入了神伦层次。还不等叶罗等人反应过来，就见一缕缕剑气铺天盖地，像是鸿蒙之初那一缕创世的光明，将整座古林尽数斩灭。扑通！于青之身躯一软，直接跪倒在了地上，大口大口喘着粗气。此时他浑身的衣衫都已被汗水湿透，原本清澈的眼神中竟有了一丝淡淡的深邃。这是……他愣愣地低头看向自己握剑的手臂，剑骨。作为一名剑修，于青之曾听师尊说过，剑道一途最强大的天赋就是先天剑骨。方才他吞下那一株神草之后，就感觉骨骼发烫，没想到竟然意外觉醒了剑骨。而且此时于青之有种预感，他体内不只有这一根剑骨。随着他缓缓起身，脸上突然浮现出一抹苍白之色。
他看到叶罗等人的身影早已消失无踪了，只剩下地上一些断肢残骸，宛如炼狱。就连那8名被叶罗擒获的人族娇女，竟也被于青之方才的剑意斩成了粉碎。怎么会这样？于青之神情苦楚，突然想起刚刚看到的那些神魂画面，难道我前世真的是剑魔而非剑仙？嗡！就在他内心困惑茫然无措之时，眼前的碎肉血泊中却突然传来一道嗡鸣声。只见一缕金辉悄然升腾，被于青之一把握在了手中。那是一枚古老的戒指，闪烁着蒙蒙仙辉，流转着一丝奇异的虚空之力。与此同时，秘境中央，只见一座金色的古山矗立，与远处一方大泽遥遥对立。山巅神殿中，一位身穿金袍、容颜绝美的女子端坐在大殿之上，神情慵懒地俯瞰着下方一众彝族生灵。她的气质无比尊贵，金发波浪，背后一双金色的羽翼宛如纯金铸造，神性盎然。在其额上，2只金色的犄角澎湃着惊人的气血波澜，平添了几分妖异。圣女，圣女不好了！就在此时，殿外突然传来一道惊呼声。金袍女子黛眉轻蹙，眼中杀意一闪而逝，何事如此惊慌？叶罗公子的魂位碎掉了。哦，死了就死了吧，有什么大惊小怪的？金袍女子神色雍容，毫不在意。如今秘境开启，3000道州来了不少天骄，他们族中的老祖反复叮嘱，最好不要四处招摇，以免引来不必要的麻烦。叶罗虽是他的弟弟，但不过是个纨绔，只会惹是生非。若非2人同父同母，他早就将其吞掉了。圣女，叶罗公子临行之前偷偷带走了我神山传承之物乾坤太清剑。什么？闻言，那金袍女子豁然起身，身后金翼延展，遮天蔽日。只见她一手探出，手指间细锋利，竟生生插入了殿下之人的头颅中，将其捏成了粉碎。神山当代，随我出征！那是什么？整座秘境突然传来阵阵惊哗声，所有天骄，无论人族还是彝族，皆是神色震撼地看向那一座中央神山的方向。此时他们看到神山中突然亮起一缕璀璨的辉光，其中一位身穿金袍、金发金翼的女子踏步走出，身后追随着无数的彝族天骄。她的气息无比强大，足以媲美年轻至尊。那是夜叉圣女夜棠。她怎么出事了？难道有人招惹了上古神山？完了，看来这一次人族天骄要倒霉了啊！一众彝族天骄眸光惊颤，眼底隐有一丝玩味。他们很想看看究竟是谁有如此胆量，居然敢招惹这位夜叉女。作为上古神山圣女，夜棠体内流淌着一丝真正的夜叉骨血，而这一族据说曾是9天魔族，魔主麾下真正媲美仙神的种族。找到你了！夜棠矗立虚空，眼中流转着一层层诡异的经文，而他的身影径直朝着于青之所在的那片古林奔掠而去，周身气血惊天，杀势沸腾。叶罗死了也就死了，废物一个。可乾坤太清界却是上古神山的传承之物，虚空至宝，绝不能落入别人手中。与此同时，叶萧的身影也是越过山林，出现在了一座古老的石殿之前。随着他魂识散开，眼底顿时闪过一丝玩味之色。此时他能感觉到这座殿中存在着诸多生灵气息，可他们中最强的一人也不过大成一众而已。这一次道宗秘境开启，道主与秘境彝族早有约定，当代之争，彝族强者不可插手。以叶萧如今的实力，除了那些受天道庇护的天命之人，根本无人能够威胁到他。嗡！随着他的身影从天而降，径直朝着石殿中走了过去。远远的，叶萧就听到殿中传来了阵阵热烈的议论声，全是关于上古神山夜叉女出事的消息。闻言，叶萧眼眉轻挑，心底顿时有所猜测，恐怕这位夜叉女即将要追杀的正是于青之。从他的剧情走向上看，于青之正是在被彝族追杀的过程中觉醒剑骨，成就了真正的天命之身。除他之外，凌天、凌晨都有各自的机缘，这会儿怕是已经在寻宝的路上了。你们口中的这位夜叉女很强吗？叶萧推开殿门，露出一抹温和笑意。一瞬间，大殿中的彝族生灵脸色就彻底呆滞了下来，眼眸中尽是震撼。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族天骄居然敢走入他们的族地。算了，我还是自己看吧。叶萧摇头一笑，眼中突然闪烁起一抹惊人的魔意。一瞬间，整座大殿中就有魔纹升腾，化作无尽魔域，将所有彝族生灵尽数笼罩。这是魔啊！还不等一众彝族生灵挣扎，他们的肉身、神魂竟直接被这股魔意侵蚀，腐朽溃散，沦为了叶萧的魔体养料。嗡！短短一刹，叶萧的气息就开始攀升，浩浩荡荡，魔纹交织。同时，这些彝族的魂石记忆也被他尽数吞噬了。
上古神山，夜叉女。夜宵嘴角微扬，眼底魔意惊人。此时他已经知晓，眼前的彝族名为石灵族，肉身坚硬，是上古彝族中最弱小的一类。不过他们口中的夜叉女却是此地最强大的2大势力之一，上古神山的圣女。她的境界达到了神轮9重，战力排在彝族当代第2。唯一那个比她强的是她的未婚夫，彝族真正的王侯人物。按照这些石灵族得到的消息，夜叉女的弟弟之前被人猎杀，丢失了一道无上之宝，而他此时出世就是为了找回这尊宝物，为弟报仇。以于青之的天命气运，自然不可能轻易死在夜叉女手中。这样经典的反派，从来都是为那些天命之人开掘醒用的。此时夜宵并不着急去救于青之，毕竟气氛还没有烘托到位。等到上古神山举巢出动，将于青之逼至绝境，才是夜宵闪亮登场的时刻。英雄救美吗？虽然俗套，但确实好用。而且于青之如今的遭遇，似乎与他在大道神壁中看到的宿命场景颇为相似，被人围杀，绝望陨落。而这或许就是真正令他觉醒前世记忆、剑仙天赋的契机。你以为这是巧合？干，这他妈是狗作者精心安排的巧妙呼应啊！别说话，吻我。这种时候，夜宵强势现身，将于青之从宿命以及今生相同的绝境中救出来，势必会在他道心上留下真正的烙印。无论日后于青之会不会觉醒记忆，都不可能忘记夜宵。上古神山，夜宵摇头一笑，身影渐渐消失在了原地。从这些石灵族的记忆中，他还知晓了一件有趣的事情：上古神山的存在原本就是为了看守其中的一座墓地，其中埋葬的正是上古诸族的强者先祖。所以上古神山并非是一个种族，而是诸多彝族生灵聚集而成。如今夜叉女率领神山当代追杀于青之，而神山强者则被道主震慑，正好给了夜宵可乘之机。嗡，一念至此，夜宵周身顿时有神纹缭绕，周天眼术遮掩生机气息，朝着上古神山的方向行去。一路上夜宵也能看到诸多大战，人族彝族天骄相互猎杀，造化现世。可对于夜宵而言，这里最大的造化除了凌天、凌晨这些天命之人，也就剩下那些彝族先祖的尸骸本源了。反派吗？你指望我临死突破，跨境杀敌？我们当然是要凭借强大的境界、战力正面碾压对手啊！嗡，直到夜宵的身影出现在一座金色的古山之前，脸上顿时露出一抹由衷的笑意。只见此地雾霭升腾，一片片山峰连绵起伏，波澜壮阔。而在诸多山峰中央，一缕七彩光华若隐若现，像是一处封印圣地，透露着无尽的神秘。那里就是上古神山奉为祖地的地方，埋葬着彝族一众先祖古祖。嗡，夜宵神色玩味，悄悄潜入神山之中，出现在了一座破败古老的墓殿之前。下一刹，一缕仙辉悠然斩落，剑气苍茫。而那一尊矗立在殿前的大成年灵，整颗头颅轰然炸裂。还不等他身影倒地，就见夜宵挥手将他的尸骸丢入了乾坤界中，踏入了墓殿中，消失了踪迹。难以想象，一群守墓生灵如今都已成为秘境中真正的主宰。他们的主人，那些被埋葬在此的古强者，又该恐怖到了何等地步？嗡！就在夜宵踏入古墓的一刹，他的脸色渐渐凝固了下来。只见墓中密密麻麻摆放着诸多墓碑，足有数丈高大，透露着无尽的苍茫与荒凉。甚至其中一些墓碑已经被岁月侵蚀，上面的字迹变得无比模糊，而另外一些却闪烁着氤氲光华，神势惊天。夜宵迈步向前，眸光掠过一座座古碑，越看越精。上古夜叉族，夜战老祖，大蛮、蛮众、四壁名将、迦罗天。看着这一位未上古之时赫赫有名的天地巨擘，夜宵心底也是生出了一丝荒凉凄楚之感。岁月如刀，斩尽天骄。无论你是蛮王大巫，亦或者民族战神，最终都难逃时光轮回，埋骨于此。唉，夜宵轻叹了口气，直接盘坐在了墓殿中央，眼中魔纹缭绕，朝着这些彝族老祖尸骸笼罩而去。顿时间，在那一座座棺木中，就有不同的本源之力显化，朝着夜宵汇聚而来。而他的气息也在此刻骤然攀升，浑身乌光缭绕，宛如一尊混沌魔日，盖压万古。嗡！仅仅一刹，夜宵头顶竟有雷云聚拢，直接打破神轮枷锁，踏入了大成境界。放眼3000道州，大成天骄并非没有，而他们中的每一个几乎都是一州领袖，真正的大道独钟。此时夜叉女怕是做梦也不会想到，在他们追杀于青之，欲要夺回传承神界时，他们的祖已经沦为了夜宵的养料。时间流逝，随着圣州天骄陆续降临在秘境中央，他们与彝族之人的冲突也是愈演愈烈。对于圣州天骄而言，此地的强者传承乃是通天的机缘，
可对于彝族之人来说，圣州天骄身上的乾坤戒、灵宝，甚至他们的血肉，皆是造化。渐渐的，众多彝族便在各大小王、公主的率领下，开始猎杀围捕圣州天骄。而在如此规模的围杀下，一众天骄更是心神惶恐，四散逃窜。与此同时，秘境西北，只见洛西玉手轻挥，将身前一头长着雕头的彝族生灵肉身冻结，生生拍成了齑粉。在其脚下散落着诸多尸骸断肢，触目惊心。希儿，好样的！黑暗中，凌晨迈步走来，脸上带着一抹赞赏与欣慰之色。几年不见，希儿的实力居然这么强大了。此时，他们所在的地方乃是一座地底深渊，绵延万里，其中生存着诸多黑暗生灵，无声无息，很是恐怖。如果不是洛西，单凭凌晨一个魂海之人，根本不可能顺利通过这座大渊。按照幽姬所说，在这大渊尽头，就是当初他封印灵火、藏匿宝物的地方了。算算时间，秘境开启已经10日了。此时凌晨能够感觉到，在他的魂界中，幽姬的气息正在逐渐澎湃，远比之前还要恐怖。等到这位上古妖魂苏醒的那一刻，就是凌晨一雪前耻、君临天地之时。就算夜宵在没有护道者前提下，也根本不可能是他和幽姬的对手。凌晨哥哥，洛西眼中闪过一丝隐晦的厌恶，可脸上却露出了一抹浅淡笑意。你说的那处古藏真的在此地吗？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希儿？只要我们能走到大渊尽头，就能看到他了。凌晨神色温和，笑着点了点头。这一路上，他利用洛西斩杀了不少彝族生灵。很明显，如今他这位好妹妹内心里同样对天地灵火有着深切的执念。那我们快走吧。两人相视一笑，一副兄慈媚公的姿态逐渐消失在了黑暗之中。这边随着太古神山倾巢而出，很快就在叶棠的率领下找到了那个抢走了乾坤太清界的人族天骄。只是乾坤太清界本就是空间至宝，能够自成玉界，穿梭虚空，因此即便叶棠能够感知到这美宝界的气息，却迟迟无法将于青之抓住。轰隆隆！就在此时，远处山脉中突然传来了一道震耳的轰鸣声。只见3位上古神山天骄手持灵宝，朝着下方打落而下。顿时间，那一片山林就彻底破碎了，裂痕贯穿。其中一道青衣身影一闪而过，就欲朝着天穹尽头逃窜。快通知圣女，找到他了！一位浑身覆盖着诡异鳞甲的蛇人生灵怒喝一声，张口吐出一团碧绿灵灰，铺天盖地嗡。于青之黛眉轻蹙，手中古剑怒斩而下。此时他的剑意虽将那团灵灰从中斩断了，却未能将其阻拦下来。只见一缕缕阴森邪异的灵纹垂落下来，像是囚笼一般，将于青之所在的整片空间尽数笼罩。于青之脸色微变，眼底隐有一丝困惑。自从他吞服了那一株七彩神草之后，这几日一直在闭关修行，炼化剑骨。可从昨日起，这片山林中就陆续降临了诸多彝族生灵，四处找寻他的踪迹。于青之猜测，他们一定与那个被自己斩杀的银翼青年有所关联。可他想不通的是，为何无论他藏身何处，这些彝族总能找到他？杀！一瞬间，此地就爆发出恐怖的轰鸣声。这3位彝族生灵的境界皆在神轮5重之上，气息强大。随着他们强势出手，3道灵辉法印从天坠落，威能惊人。哪怕以于青之的剑道天赋，在这股神威下都是感到心神震颤，稍稍犹豫就被从天碾落，狼狈坠地。噗嗤！于青之身躯一颤，嘴角溢出一缕血迹。此时他的眼瞳中渐渐有清辉缭绕，变得苍茫而冷漠，甚至就连他的气质都仿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像是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清冷如冰。这时虚空上再度传来了一道轰鸣声，只见一只缭绕着混沌雾霭的掌印从天而降，宛如磨盘一般，将那3位彝族生灵的身躯尽数囊括。仅仅一刹，这道掌印就劈开虚空，砸落而下。而那3位修为达到了神轮5重的彝族天骄，连惨叫都未能发出，就被生生打成了血雾残渣。这一幕瞬间令于青之眸光震颤，缓缓抬头，眼眸骤然一凝。此时他看到，在那虚空尽头，一道黄衣身影踏步而来，神姿鲜艳，眼瞳中是一抹毫不遮掩的冷漠与深邃。顾女帝。于青之喃喃一语，看着地上洒落的彝族尸骸，眼底满是震惊。之前在天道城中，他就感觉到了这位女帝对他的敌意，所以在看到这一袭黄衣以及那一张白皙绝美的容颜时，于青之才会如此惊讶。尤其是此时，顾明月眼中的那一丝睥睨，更是令他有种说不出的卑微。强大、尊贵、绝美，这几乎是一个完美的女子，也是于青之眼中唯一能配得上夜萧神子的女人。这一刻，这位剑宗少女的道心突然痛了一下，卑微的自尊再次被践踏了。
他明白顾明月到此绝不是为了救他，而是在震慑他。我能救你，就能杀你，多谢女帝出手相救。于青之深吸了口气，朝着顾明月躬身拜谢。虚空上，顾明月眸光清冷，看了于青之一眼，转身朝着山林尽头行去。你手中的那一枚古戒是太古神山之物，你最好收敛一些，不然下次可就没这么好运了。随着一道冰冷漠然的声音传来，顾明月的身影顿时消失在了原地。他之所以出现在此，是想要看看这个被夜宵赏识的女子究竟有何特殊之处。方才于青之身上散发出的那一缕剑意，他察觉到了，惊人至极。可在上一世中，顾明月并未记得这个女子曾出现在道宗秘境中，也不曾听说过这样一位剑道妖孽。她就像是超脱在轮回之外，毫无痕迹。顾明月心中竟有些不安，第一次在一个女子身上感觉到了一些压力。在亲眼看到大道神壁中的金氏宿命后，如今顾明月心底有种极为复杂的情愫。他看到这一世的夜宵竟然死在了他的怀中，那一刻痛苦和空虚像潮水一样淹没了他。原来恨和爱一样，都难以割舍。戒指，于青之眉头轻皱，取出那一枚金色古戒，眼眸骤然一凝。此时他终于明白了，为何无论他躲在哪儿，都会被彝族生灵找到。轰隆隆！就在此时，虚空之上再度传来了一道轰鸣声。于青之眸光颤动，转头却见一片金光如同长云盖压，密密麻麻出现在了他视线尽头。最前方，一位身材高挑的女子静静矗立，身后追随着近100名彝族天骄，千奇百怪，气血惊天。他们中有数十丈庞大的山岭巨人，有浑身燃烧着烈焰的骷髅、牛头、蛇人，背负苍穹的3眼生灵，犹如百鬼夜行。可在那一道金袍倩影面前，这些狰狞可怖的彝族生灵却无比温顺，丝毫不敢逾越。逃！一瞬间，于青之直接将那一枚乾坤太清戒收入魂海之中，再不敢施展分毫。而他的身影则是悄悄引入山林中，朝着远处急速逃窜。若非方才顾明月提醒，恐怕此时他就真的是穷途末路了。居然消失了。叶棠双翼颤动，直接落在了那3位彝族生灵的尸骸之前，伸手捏起一块碎肉放入了口中。30息，他一定就在附近，给我封住这座荒山，一寸一寸的找。是，圣女。一众彝族天骄从天而降，周身各色灵辉沸腾，将虚空封禁。顿时间，这片天地就荡漾起无尽的波澜，吸引了周围诸多视线。所有人看着那近100位气息恐怖的彝族天骄，看着他们将山川古树连根拔起，眼底除了震撼，再无其他。这般架势，恐怕就算夜宵神子、凌天道子之流落到他们手中，也会被生吞活剥吧。人群中，一道灰衣身影负手而立，森白的眼瞳中紫纹流转，无比深邃。此时他看着顾明月离去的方向，心底竟有些淡淡的困惑。不知为何，此时凌天总感觉顾明月好像与他的目的一样，都是那一座轮回天府。怎么可能？凌天喃喃一语，当初他之所以拜入道宗，就是为了找寻那一枚轮回地符，完成与玲珑的3个约定。这些年他翻阅古籍，暗中打探，终于查到了这处上古洞府所在。以凌天对轮回之力的掌控，如今也只隐约在秘境中感觉到了一丝轮回本源的气息。顾明月并非圣州之人，又怎么可能知晓道宗秘境隐藏的最大秘密？得想个办法。凌天深深看了一眼叶棠，转身离开了此地。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刚刚那个青衣女子好像与叶宵有着不浅的交情。以这位叶家神子的霸道，一定不会让他死在彝族手中。万众瞩目，生死危机，正是叶宵装逼的大好时机。凌天不指望叶棠能够镇压叶宵，但叶棠的那位未婚夫却号称彝族小王侯，真正的纯血生灵。很快，于青之被上古神山围困，陷入绝境的消息就传遍了整个道宗秘境。嗡！上古神山古墓之中，只见一具具古祖尸骸破开泥土棺木，横七竖八地躺在地，统统化作齑粉灰烬。夜宵盘坐虚空，周身乌光缭绕，将这些尸骸中蕴含的本源魂念尽数吞噬。此时他浑身的皮肤上都有魔纹蜿蜒，像是创世之初湮灭9天的黑暗，每一缕魔纹中都端坐着一方大魔巨擘，而他的气息也在不停攀升，大成1重，大成2重，大成3重。夜宵眼眸豁然睁开，像是2道魔渊撕开虚空，轰鸣不止。送我真名者，轮回中得见永生。只见他眉头轻皱，喃喃自语。这句话是他在吞噬了此地有所彝族先祖残魂后听到的。更令夜宵诧异的是，这些尸骸中的魂石本源极其稀薄，根本不像他想象的那般恐怖，就像是之前已经被人榨干了。轮回永生，夜宵眸光微凛，心底似有猜测，转身朝着古墓之外行去。以这些彝族先祖的实力，居然被人统统斩杀在了秘境之中，可想而知，
那位杀了他们并将他们魂石抽干的强者又恐怖到了何等地步？轮回地府的主人吗？这一刻，叶宵突然感觉3000道州的背后似乎隐藏了许多秘密。更令他好奇的是，凌晨戒指里的那道妖魂又与轮回之主是何关系？他口中难以放下的仇恨究竟是什么？该出去了。叶萧舒展了一下筋骨，无论这座秘境或者道宗中隐藏着什么秘密，等到他撬开凌天脑壳之后，一切都将水落石出。在此之前，他得先去看一看于青之，在他完全觉醒之前，在他道心里留下一道深刻的烙印。看来下一次得找一些新鲜的至尊强者吞噬啊。叶萧眼中魔意消散，嘴角掀起一抹玩味弧度。比如那位日了凌天100年的玲珑仙主。嗡！与此同时，荒山之地，只见一道道灵灰从天坠落，将下方的山林尽数碾成齑粉。虚空中，叶唐端坐在一张黄金灵座上，俯瞰着下方山岳。只要此时于青之感稍稍暴露一丝气息，他就会以迅雷之势将他头颅捏碎。嗡！就在此时，山林尽头突然传来一道震耳的嗡鸣声。只见一缕剑意展开天穹，将一位修为达到了神伦3重的彝族天骄肉身撕裂。血雾弥漫间，一道青衣身影迈步走来，并未逃脱，逐渐出现在了众人视线之中。叶唐缓缓坐直身躯，绝美的脸庞上露出一抹讥讽之色。不跑了，不跑了。于青之摇了摇头，仰头看向这位神山圣女。这里的彝族生灵比他之前斩杀的那几个要强大太多太多了，几乎都在神伦5重之上。尤其是这位金衣女子，更是达到了惊人的9重境界。以于青之的实力，若是不借助乾坤太清界，根本不可能逃脱他们的追杀。可若是他施展这枚古界的威势，就会一直被叶唐标记，毫无活路。跪下，交出乾坤太清界，我让你死得痛快一些。叶唐翘着腿，金裙滑落，露出大片惊人的雪白。此时他的脸色无比冷漠，像是一位高高在上的女皇在审判蝼蚁。闻言，于青之摇了摇头，眼底的悲意逐渐被一抹怨恨取代。刚刚顾明月看他的眼神就是如此，毫无波澜，就好像他的生命在这些圣女、帝女眼中根本没有任何价值，随手就能捏死。凭什么？于青之低着头，娇躯不停颤动，语气平静地道：凭什么？叶唐皱了皱眉头，忽然露出一抹玩味笑意。凭这里是上古彝族，凭我血脉比你尊贵，实力比你强大。话落，叶唐朝着身旁一位皮肤灰白仿佛山岩一般的彝族天骄使了个眼色，后者顿时迈步走出，周身气血沸腾，一拳朝着于青之镇压而下。轰隆隆，可怖的神力倾泻，将于青之所在的山峰生生碾碎了。这一幕顿时令周围一众圣州天骄眸光波荡，轻轻咽了口水。此时他们感觉到这个岩石生灵的境界竟达到了恐怖的神伦7重，媲美诸多仙宗圣子，大叫传人。就在于青之手握古剑欲要朝前斩落之时，却见另外一片虚空中再度走出3位彝族天骄，朝着于青之打落下无数符文法印。这4人的境界皆在神伦7重，此时他们同时出手，就算真正的年轻至尊也很难正面应对。很明显，叶唐此举就是在震慑圣州天骄，让他们知道招惹上古神山的下场。你们！于青之银牙紧咬，手中紧握着那一枚传音神符。他知道，只要他施展此符，眼前的困境就能迎刃而解。可如果他想得到夜宵神子的认可，就必须要有成为剑仙的勇气与实力。嗡！一念至此，于青之眼中当即有清辉缭绕，整个人的气质都变得无比深邃。而他浑身的骨骼突然爆发出七彩的仙辉，剑纹浮沉，像是一尊真仙在复苏。随着他手中古剑斩落，浩荡的剑气贯穿苍冥，像是鸿蒙深处刮来的雾霭，把4大彝族天骄的攻势尽数湮灭了。这一幕顿时令叶唐眼中闪过一丝淡淡的诧异，缓缓低头看向了于青之，这股气息先天剑骨。噗嗤！还不等众人从震惊中反应过来，于青之的身影竟直接撕开虚空，出现在了那一尊炎灵天骄身前。下一刹，他一剑斩落，竟将其头颅贯穿，溅起无尽的血雾，骨渣触目惊心。天地俱寂，所有人看着那一道坠落在地的尸骸，眼底皆是一抹浓郁的震撼。一位刚刚踏入神伦境界的少女，竟然一剑斩杀了一位神伦7重，剑仙之姿，找死！剩下的3位彝族天骄心神惊颤，根本不敢犹豫，纷纷祭出最强大的底牌，震向于青之。一瞬间，这片天地就爆发出璀璨的光华，刺得人眼眸生疼。一道道古老的印法神纹垂落下来，发出震耳的轰鸣。噗嗤！于青之身躯颤动，浑身的血肉骨骼都在崩碎。这一幕令他感到无比熟悉，内心渐渐生出一丝浓郁的怨意。就在此时，
他的魂海中突然传来一道冰冷漠然的声音：“稳住心神。”听到声音，于青之眼眸圆瞪，有种难言的惊恐。从师尊口中，他听过许多蛊魂夺舍的传言，这些蛊魂大都藏身在秘境遗迹之中，一旦遇到心仪的宿主，就会抢占他们的魂海，掌控他们的肉身，完成夺舍。究竟是什么时候？此时于青之根本不知晓，他是何时被邪魂侵蚀的，只感觉遍体生寒，深入骨髓。你的剑骨乃是鸿蒙之骨，有9天10地最强大的剑道感悟凝聚，你要相信你的剑无物不斩，无物不斩。于青之脸色一愣，心底突然生出一种强烈的渴望，连同那一根剑骨都在嗡鸣震颤。你为何要帮我？此事说来话长，还是先解决了眼前的麻烦吧，我不会害你的。好。于青之轻轻颔首，眼神冷冽，就欲斩出这道心通明的一剑。却见此时叶棠忽然起身，朝着他踏步而来。轰隆隆！此时这位神山圣女同样感觉到了于青之气息的变化，心中渐渐生出一丝不安。只见她玉手轻挥，金色的光华宛如江河瀑布，化作一尊金光掌印，撕开云穹，杀势惊天。于青之脸色巨变，内心刚刚生出的剑道信念顿时崩塌了，而他的身影更是被叶棠一手镇压，剑势泯灭，根本没有丝毫还手的机会，一口鲜血直接喷出了出来。敞开神魂，与我融合，我帮你解决眼前的麻烦。就在此时，那一道清冷女声再度传来，充斥着一丝淡淡的急切。与你融合。于青之脸色一愣，明显有些茫然。与你融合，我还是我吗？你我本就是一人。你说什么？于青之眼眸圆瞪，脸上是一抹浓郁的骇然与不可思议。这些事情我过后再向你解释，来不及了，不要抗拒我。嗡！就在于青之内心犹豫不知所措之时，眸光却陡然一颤。此时他看到他身前的虚空突然波荡了一瞬，其中一道白衣身影迈步走出，站在了他身前之处。夜宵神子。于青之惊呼一声，心神不停颤动。像所有普通的宗门少女一样，她也曾幻想过她的道侣是一位盖世的神子，有朝一日踏着七彩祥云而来，为她挡下所有的风霜磨难。这一刻，夜宵的身影就像是一束光，驱散了他心中的迷茫与彷徨，深深镂刻在了他道心上。他是谁？在其魂海中，那一道清冷声音再度传来，带着一丝震惊。其实他这道魂石也才刚刚苏醒，与剑骨同生，所以对于之前天道城以及道宗中发生的事情，他并不知晓。他是夜宵神子。于青之红唇掀起，眼底是一抹淡淡的执拗。今日之前，他从未想过有朝一日能够站在夜宵身旁，像顾明月那样与他并肩，因为他没有资格，没有背景，就连天赋与相貌也根本无法与顾明月相提并论。可在于青之一剑斩杀了那位神伦7众的彝族天骄后，他内心突然生出了一丝淡淡的野望。夜宵神子，于之，我劝你最好不要对他动心思，像这样的人物不可能看上现在的你。那你呢？于青之神色漠然，突然反问了一句：你又是谁？你我本是一人，你是我轮回后诞生的魂石，而我则属于上一世的一缕残魂，就是为了让你知道你是谁。相信我，只要你将我融合，就会逐渐觉醒上一世的记忆以及剑仙天赋。上一世剑仙天赋。于青之眸光颤动，微微摇了摇头，我还没有做好准备，让我再想想吧。话落，他根本没有给那一道神魂张口的机会，直接将其封印在了魂海之中。此时于青之并不确定这道神魂说的是真是假，况且就像他说的，两人融合就会觉醒上一世的记忆，岂不是说于青之就会变成另外一个陌生的自己？轰隆隆，天地间突然传来了一道轰鸣声，只见夜宵迈步虚空，云淡风轻，随手砸落一拳。这一拳落下，整片天地的秩序仿佛被重新演化，浩荡的神辉升腾而起，逐渐将叶棠的那道掌印湮灭。噗！随着一道诡异的破碎声传来，叶棠的脸色陡然变得无比煞白，而他那一条探出的手臂竟直接被夜宵一拳崩碎了，鲜血混着莹莹骨渣洒落下来，整片天地顿时陷入了死寂。此时无论是彝族生灵还是一众圣州天骄，眼底皆是一抹浓郁的震撼与惊悸，只感觉一股寒意顺着脚底升腾，险些将天灵盖掀开。你是谁？叶棠眉头紧锁，鲜血将他衣衫染红，断臂狼狈，与方才那副冷傲高高在上的姿态截然不同。对此，叶宵却并未理会，径直走到于青之身前，微微皱了皱眉头。你没事吧？神子，我没事。万众瞩目下，叶宵此时的关心对于于青之而言简直比之前登临道山还要激动。我之前不是给了你一张传音符吗？为何不用？叶宵神色冰冷，眼底隐有一丝失落，看来于姑娘并未将叶某看作朋友。神子，不是的。
一瞬间，于青之就慌了，红唇紧抿，却不知该如何解释。难不成他要告诉神子，他就是为了能证明自己，让神子多看自己一眼吗？罢了，下次不要再这么见外了，不然我真的会生气的。叶萧摇了摇头，眸光深邃。天命之女，于青之，金手指，先天剑骨，剑仙本魂。剧情走向：天命之女触动宿命记忆，引来本命剑印复苏，剑骨、本魂同时觉醒。9天之上将有地血天骄降临，接引他重归9天。看着眼前的系统面板，叶萧顿时陷入了沉吟。一体双魂，9天剑仙，这个模板他倒是不算陌生，可那个即将降临的地血天骄是什么套路？千里送头，难不成是个纯爱？哼！人族，我乃上古神山圣女，夜叉族长公主。见叶萧并未搭理自己，叶棠脸色愈发阴沉。作为彝族真正的领袖人物，他从未被人如此无视过，内心怒火可想而知。在其身旁，一众彝族天骄围拢而来，眼神惊悸戒备地盯着叶萧。方才一幕令他们脑袋懵懵的，根本来不及反应。无敌的叶棠圣女忽然被人一拳打崩了。叶某的朋友，你也敢动？是嫌命太长吗？叶萧神色清冷，却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叶棠眸光骤凝，像是想到了什么可怕的事情。你是长生叶家的人？他还清楚地记得上一个降临到宗秘境的叶家天骄叫做叶玲珑，那个疯批女子，表面看来温婉恬静，背地里却是个十足的疯子。当初的她仅仅神伦5重，却凭一颗9窍玲珑心算计了整个秘境彝族，令他们自相残杀，趁机夺走了诸多宝物传承。更可气的是，就连叶棠这位彝族第一美人都被她的表象欺骗，哄到床上给日了。这件事，叶棠始终都没敢跟自己的未婚夫提及，这位是长生叶家神子，叶萧神子，你们还不下跪认错？远处山间，一众圣州天骄纷纷叫嚷，压抑了许久的道心，终于随着叶萧的强势降临，彻底舒畅了。这几日，他们东躲西藏，忌惮于上古神山的底蕴与叶棠的可怕实力。如今看着这位高高在上的夜叉女被叶萧神子随手碾压，内心激动可想而知什么。叶家神子，叶棠红唇微张，眼底顿时闪过一丝惊悸。在他看来，能够压制叶玲珑这种疯批，这位叶家神子的实力可想而知。叶萧神子，这或许是个误会。叶棠喉咙滚动，脸上勉强挤出一抹笑意，顿时令整片天地彻底寂静了下来。这还是他们印象中高傲残忍的夜叉圣女吗？怎么在神子面前直接怂了？误会。叶萧眼眉轻挑，缓缓点了点头。只见他手中突然浮现出一柄古剑，朝前斩落。嗡！剑吟骤响，可怖的剑气如潮水一般席卷天上地上。在所有人惊恐的眼神中，但凡触碰到这股剑意的彝族天骄，肉身直接炸裂，神魂尽泯。叶萧，我未婚夫是龙血大泽禁忌天骄敖天，你敢杀我，他不会放过你的。龙血大泽，禁忌王侯。叶萧神色平静，眼底并不见一丝波澜。从之前他吞噬的那些彝族之人魂海中，他早就知晓了这方势力的存在。龙血大泽，上古神山，作为道宗秘境最顶尖的2大势力，两者之间一直通过联姻的方式保持血脉强大。与上古神山一样，龙血大泽中同样生存着许多种族，他们的主人就是叶棠口中的这位禁忌王侯敖天。据彝族生灵所说，这位小王侯乃是太古龙脉后裔，天生神力，而他的境界更是远超彝族当代，在大成层次。不错，叶萧，你敢杀我，我父敖天不会放过你的。叶棠银牙紧咬，躲在一众彝族生灵身后，妄图震慑叶萧。那就连他一起杀了好了。随着叶萧话音落下，一众彝族天骄的脸色顿时苍白了下来。叶萧，你不要太过分，如果你非要战，我上古神山并不怕你，那就让我看看你们的本事。叶萧神色温和，直接迈步朝着叶棠走了过去。嗡！在其周身，一缕缕剑意升腾而起，洞穿苍冥，整片虚空突然被撕裂而开，剑气嗡鸣。只见叶萧手中十剑斩落，可怖的剑辉从天垂下，轻易就将数位彝族天骄肉身斩碎。噗！此时叶萧迈步云穹，云淡风轻，每一次挥剑都能令此地法则变化，像是一片星海在沸腾。此时他甚至没有施展任何剑诀，仅凭阴阳混沌道则就将这些神伦6重、7重的彝族天骄砍杀殆尽。一起出手！叶棠面容苍白，怒喝一声。在其身前，一众彝族天骄纷纷祭出本命灵物、神灵、法印、金丹，一齐朝着叶萧怒砸而去。神子小心！于青之惊呼一声，眼瞳中闪烁着一抹异样的光彩。他没想到神子在剑道一途中居然有如此造诣，
随便一件都蕴含着惊人的法则气息。叶宵眼眉轻挑，微微摇了摇头。下一刹，他仍旧是一剑斩落，直接将那一尊尊灵物神通湮灭，连同一众彝族生灵都炸成团团血雾，神魂尽泯逃啊！这一刻，众人再也按耐不住心底的恐惧，纷纷转身欲要逃离此地。你们逃得了吗？夜宵众瞳中一缕缕金色的光纹弥漫而开，顿时间，这一整片虚空就彻底凝滞了下来。所有彝族天骄仍旧保持着方才的姿势，就连脸上的惊恐都未散去，静立在了原地。众瞳，周围山林间顿时传来阵阵惊哗声。王长青、贺流云等人眼中更是闪烁着一抹浓郁的骇然与不可思议。他们早就知道这位叶家神子觉醒了最神秘的众瞳天赋，却从未见他施展过。如今叶宵以众瞳之力，竟然同时封印了百里虚空，数十位神伦天骄，简直匪夷所思。我怎么感觉神子的战力能够屠杀大成了？王长青苦笑一声，看向叶宵的眼神里竟有一丝淡淡的迷离。白衣十剑，神子无双，这才是叶宵神子真正的实力吗？贺流云同样叹了口气，此时他才真正意识到当日的雷无敌究竟有多幸运。与叶宵神子相比，他们这些所谓的无敌之资，年轻至尊简直可笑。叶宵，你真的要赶尽杀绝？叶棠银牙紧咬，神色逐渐狰狞。他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以叶宵的狠辣，根本不可能放过他。嗡！一瞬间，叶棠的身影就飞掠而出，背后金翼延展，遮天蔽日，燃烧起熊熊烈焰。与此同时，他的手中祭出一尊三叉神戟，以横扫诸天之势，携着万丈神炎砸落下来。天地间顿时掀起一股恐怖的炙热，像是焚烧在神魂深处。这种火焰乃是夜叉一族的本命之火，能够焚人神魂，无声无息。可对于叶宵而言，任何神魂攻势都没有丝毫威胁。嗡！只听一道嗡鸣声传来，叶宵眉心处太初祖符悄然显化，而他的身影竟直接踏入了那层层魂炎之中，抬手握住了那一柄从天砸落的三叉古戟。当！随着一道金铁碰撞的声音响彻，叶棠的脸色陡然呆滞了下来，整个人都在颤抖。他做梦也没想到，叶宵竟然仅凭肉身力量，就将他的本命神火与本命灵宝统统阻挡了下来。嗡！叶棠根本没有一丝犹豫，直接松开了战戟，朝着天穹尽头疯狂逃窜。就在此时，他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了一道刺耳的破风声，只见一缕金光一闪而逝，直接洞穿了叶棠的身躯，将他从天射落。扑哧！在众人惊恐的眼神中，叶棠就如一只禽鸟，被叶宵一戟贯穿，钉死在了远处岩壁上。这一幕顿时令周围一些不属于上古神山的彝族生灵心神震颤，道心都要崩了。他们根本不敢想象，堂堂上古神山圣女，年轻至尊，竟然连这位叶宵神子的一道攻势都难以抵挡。叶宵神子，求求你，饶我一命！叶棠艰难地转过头来，口中鲜血混着内府喷溅而出，眼底再不见一丝桀骜，尽是哀求你不该向我求饶。叶宵立于虚空，一双重瞳金光璀璨，神性盎然。这位姑娘，饶了我吧！闻言，叶棠顿时心领神会，看向了叶宵身后的于青之。如果他早知道这个女子是叶家神子的人，他绝对不敢如此放肆。于青之红唇轻抿，小心翼翼地看了叶宵一眼，有些不知所措。即便如今他已经知晓了自己的一些前世今生，可短时间里还是很难改变怯懦自卑的性情。想杀就杀，无需顾虑。叶宵默然一语，却听叶棠忽然悲呼道：叶宵神子，我被叶玲珑日过，求神子看在叶玲珑的面子上，给我一次机会，我愿意臣服您。一瞬间，整片天地就彻底寂静了下来。诸多圣州天骄脸色一愣，眼神渐渐讥讽。这叶棠为了活命，脸都不要了。叶玲珑性格温婉端庄，怎么可能做出这等荒唐之事？唯独叶宵眼眉轻挑，无奈地摇了摇头。以他对叶玲珑的了解，玩个彝族娘们尝尝鲜，他绝对干得出来。神子，叶玲珑是谁？于青之脸上腾起一抹烟霞，眼神愈发犹豫困惑了。一个疯批女人。叶宵神色漠然，突然握住叶棠的头颅，将她从战戟上撕扯了下来。带我去见见你那位未婚夫。闻言，叶棠脸色一愣，欲言又止。此时他突然有种预感，或许刚刚死掉也不是一件坏事，否则一旦被敖天知晓，他把他给绿了，很可能会被这位龙血禁忌活活撕碎。短短1日，上古神山近100位天骄被叶宵一人斩杀的消息就传遍了整个道宗秘境。无论是人族天骄还是彝族生灵，无不被这位叶家神子的恐怖战力所惊慑。甚至有传言，就连叶棠这位神山圣女都被叶宵活活给射死了。至于是怎么射的，众说纷纭，可无外乎都是用戟
轰隆隆。与此同时，秘境中央，只见一片黑色大泽绵延万里，雾霭缭绕。大泽之畔，一道黄衣身影负手而立，青丝如瀑，凤眸冷漠地看着前方一群浑身布满鳞甲的彝族生灵。龙血大泽，禁止入内。其中一位脑袋扁平、眼瞳竖立的鲛人天骄冷喝一声，看向那黄衣女子的眼神中隐有一丝贪婪与戒备。上古神山居然覆灭了，叶棠被叶萧杀了。顾明月黛眉轻蹙，明显有些诧异。按照上一世的剧情，这些神山生灵应该是死在了凌晨手中，而且叶棠也是在最后的大战中被凌晨临死突破后反杀的。可如今他竟死在了叶萧手中，实在是匪夷所思。你长得不错，不如跟我回去见见我们小王侯，或许能一步登天，成为王的女人。鲛人生灵打量了顾明月一眼，就欲将他就地擒下一刹。他的脸色陡然一愣，眼睁睁地看着顾明月探出一只玉手，裹着无尽的先天之气，将他身躯淹没，碎成了血雾。这一切发生在电光火石间，等到鲛人身后的一众追随者察觉之时，顾明月的身影已经出现在了他们面前。噗噗，只听一道道诡异的破碎声传来，短短一刹，这些彝族生灵的肉身竟统统破碎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凌天得到的轮回机缘应该就在这座大泽之中。顾明月眺望着眼前的血色大泽，稍稍辨认了一下方向，径直朝着大泽中央而去，直到他的气息完全消失，在其身后的虚空中逐渐走出了一位灰衣身影，正是道子凌天。果然吗？从一开始他就感觉这位先皇女帝似乎与他目的一致。如今他现身龙血大泽，强势镇杀了数位鲛族天骄，明显是有备而来。顾明月，要怪就只能怪你不识好歹。凌天眸中灵纹缭绕，同样迈步朝着大泽中央而去。嗡！只见此地一座座金色的神宫殿宇坐落在血泽之上，连绵起伏，壮阔巍峨。此时最中央的神殿中突然传来一道震耳的轰鸣声，可怖的龙气喷涌而出，五彩斑斓，令整片龙血大泽瞬息陷入了死寂。所有大泽生灵纷纷匍匐在地，身躯颤动，大气都不敢多喘一下。叶萧，他居然敢杀我的未婚妻！一位身穿金袍、头生双角的年轻男子端坐殿上，周身龙气浩荡，眼化八方四极，诸天万古。他的气息无比深邃，眉心处有着一枚血色晶莹的鳞片，像是一颗瑰丽的宝石镶嵌在他天灵正中。那两根血色的龙角蜿蜒狰狞，宛如大道真意的凝聚，符文缭绕，轻易就能撕开天地。敖天大人，我们这就去为叶棠圣女报仇雪恨吧。大人，我听说圣女好像没有死，而是臣服了那个叶萧。殿下，一众大泽彝族纷纷叫嚷，气血惊天，其中一些年轻女子更是肤白貌美，千奇百怪。作为龙血后裔，敖天姓嬴，身后追随着300娇女，随时都可供他采捕玩乐。可叶棠是他的未婚妻，日后龙血大泽的女主人，如今居然被一位人族神子给射杀了。难道？突然间，敖天似是想到了什么，身躯猛然一颤。直到如今，他还清楚地记得，曾经有一个叫叶玲珑的女子玩弄了整个上古彝族，险些凭一己之力覆灭了2大彝族圣地。他的心计与智谋根本不是这些彝族天骄可比的，就连敖天也被他耍得团团转，送出了诸多龙族宝物，最终却连他的面都未能见到。骚又骚得很，上你又不肯。每每想起此事，敖天都感觉无比耻辱。敖天兄，好久不见。就在此时，殿外突然传来了一道温和低沉的声音。敖天眉头轻皱，一双褐色眼眸中有一丝阴沉凌天。对于这位道宗道子，他并没有太多好感。相反，道祖镇压上古彝族，将他们当作牲畜一般圈养在此，供人修行。但凡秘境彝族，无不对道宗弟子恨之入骨，偏偏又忌惮道宗底蕴，根本不敢轻易招惹。敖天兄似乎不太欢迎我，亏我还给你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凌天摇头一笑，佯装一副苦恼之色。你能有什么好消息？敖天倚在王位之上，左右各抱着一位彝族美人，肆意揉捏着他们胸前的波澜。我听闻敖天兄的未婚妻好像是被人给射死了。你！闻言，敖天身外顿时有龙纹沸腾，双手猛然用力，竟生生将2名女子的胸膛捏爆了。凌天，你真以为我不敢杀你？只见他缓缓起身，周身符文万道，身后似有一尊血龙真影矗立。我来是想告诉敖天兄，叶萧的未婚妻如今就在龙血大泽中。凌天眼中闪过一丝阴邪，眼前这位彝族竞技战力虽然恐怖，却没多少脑子，是凌天见过最狂妄的人。在敖天眼里，这世上根本没有任何人能够与他媲美，自然也不会忌惮叶萧。什么？敖天脸色一愣，褐色的眼瞳中突然闪过一抹银灰。哈哈哈！叶萧，你杀了我的未婚妻，我便抢了你的未婚妻。敖天兄，我这个消息你还满意吗？哼，凌天，你最好不要骗我，否则我保证你走不出龙血大泽。
敖天冷哼一声，直接率领着一众追随者朝着大殿之外掠去。在其周身，一缕缕神辉符文流淌，宛如一尊少年真龙，傲笑天地。直到敖天等人气息消失，林天方才穿过龙血神殿，出现在了一片赤血大泽前。这里正是他此行的目的地，传言中真龙陨落之地，也是那位上古巨擘的洞府所在。按照玲珑所说，如今林天手中的轮回塔就是这位巨擘的本命之物。他于轮回中得见永生，随便留下的一座洞府都造就了道祖这样的飞升古祖。只要林天能够找到这座洞府，就能凭借轮回塔开启真正的传承。那个时候，林天就能跻身当代竞技之流。当代竞技轮回地符，这便是林天当初答应玲珑的前2个条件。至于第3个条件，可以开始了。林天从乾坤戒中取出一枚传音符，语气冰冷地道，而他的身影则是迈入血泽之中，彻底消失了踪影。很快，龙血大泽竞技王侯敖天出世的消息就传遍了整个道宗秘境。据说他此次出世正是为了向叶萧复仇，如今已经率众在大泽中围攻顾明月，欲要强抢这位仙朝女帝为妻。一瞬间，整个道宗秘境就彻底陷入了沸腾。之前叶萧刚刚屠杀了上古神山百大天骄，射穿了敖天的未婚妻，如今敖天强势出世，欲擒顾女帝。这2人，一个是圣州长生世家神子，当世晋级；另一个则是彝族王侯无敌骄子。他们分别代表着人族与彝族当代最巅峰的战力，从无败绩。可这一次，他们中势必会有一人踩着对方的尸骸登临神坛。嗡！随着一阵阵破风声从天传来，无数彝族生灵、圣州天骄纷纷朝着龙血大泽汇聚而来。顿时间，此地就有灵辉弥漫，大秦灵冕遮天蔽日，震人心魄。与此同时，秘境东北，叶萧看着身前的青衣少女，脸上是一抹温和清浅的笑意。叶萧神子，谢谢你救了我。于青之红唇轻抿，微垂着头，小心翼翼地看了叶萧一眼。跟我就不要客气了，倒是你，下次若是遇到危险，要记得早点传音给我。叶萧伸出一根手指，轻点了点于青之的小脑袋。如此亲昵的举动，更是令这位剑仙少女心跳的厉害。好了，我要走了，你自己小心一些。此时叶萧已经听说敖天出世，正在四处找寻顾明月。对于这位彝族竞技，他还是有些兴趣的，或许是个不错的养料。至于顾明月为何会出现在龙血大泽，按照叶萧的猜测，很可能是与那一座轮回秘藏有所关联。神子也小心。于青之静静地看着叶萧转身，突然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沉声喊道：叶萧神子。叶萧脸色一愣，眼底却不见一丝波澜。如今的于青之已经觉醒了9天剑魂，一体双魂，心中一定有所困惑与恐惧。对于她这样的小宗女子而言，现在所经历的所有事情都颠覆了她以往的认知。青之还有事吗？没。于青之银牙紧咬，轻声呢喃道：神子，如果有朝一日我成为了大剑仙，但忘记了你，你会生气吗？忘记我？叶萧摇头一笑，凶狠狠地盯着于青之。当然，你可是答应过我，成为剑仙之后要来找我的。我知道了。于青之玉手紧握，眼中迷茫渐渐被一抹执拗取代。如果叶萧不在意他的承诺，或许于青之会逐渐接纳他的前世剑魂。可听到叶萧方才所言，于青之心底已经有所决断。他不想成为前世的自己，也不想变成一个陌生的人。他叫于青之，是天剑宗的小弟子，将来要成为大剑仙的人物。看着那一道渐渐远去的白衣身影，于青之忽然举起手中长剑，在他手脖上一笔一画刻下了一个叶字，其中的剑意宛如复古之躯，深入骨血，永不磨灭。这种痛苦瞬间令于青之的脸色渐渐扭曲了下来，可他的嘴角却是一丝浅淡并烟的笑容。叶萧神子，这样我就不会忘记你了。于青之低头看着手腕上那个鲜红的叶字，转身朝着秘境深处行去。此时他心底有一种难言的杀戮欲望。按照那道剑魂所说，他上一世的确是一位9天剑仙，所有的剑道感悟皆在一身剑骨之中。于青之明白，如果他真的想站在叶萧身边，就必须要有与他匹配的实力。时间流逝，随着龙血大泽中降临的天骄越来越多，大泽上方也是陆续爆发出一片片灵微波澜。诸多人族与彝族天骄就叶萧与敖天谁强谁弱展开了激烈的讨论，逐渐演变成两方种族的混战。与此同时，大泽之畔，敖天一身金袍，符文缭绕，眼神冷漠地看着身前那一道黄衣倩影。你就是顾明月。这一幕顿时引来周围山林中一片鄙夷谩骂。顾女帝也是你能看的，待会儿叶萧神子一定会挖了你的狗眼。胡说，敖天小王侯竞技之姿，无敌当世，他看上的女人无人能够逃脱。放你妈的屁，你忘了叶玲珑了。突然间，
彝族方向就寂静了下来。所有彝族生灵浑身一颤，显然也是对叶玲珑这个名字忌讳颇深。完美。敖天轻轻颔首，即便以他的心性，阅女无数，却还是被眼前这位黄衣女子所惊艳。顾明月，我看上你了，从今日起，你就是我的王妃了。闻言，一众圣州天骄脸上顿时露出一抹复杂之色。这敖天还真是如传言中的狂妄。且不说顾明月乃是夜宵神子的未婚妻，她本身也是仙朝女帝，尊贵无比，又岂是一个彝族臭虫能比的？这也就是在道宗秘境中，但凡敖天走出秘境，分分钟就是举足皆徒。顾明月黛眉轻挑，眼底却是一抹淡淡的深邃。方才他已经先一步去了那一处血色大泽，却被其中的龙血神威所阻拦。据他斩杀的一位大泽生灵所说，想要进入那片血泽，就必须身怀真龙性物。放眼整个彝族，拥有真龙性物的只有一人，敖天。以他的天赋手段，如果想要躲开敖天的追踪，轻而易举。顾明月抬眸看向敖天眉心的那一块血色龙鳞，眼底是一抹淡淡的寒彻。他故意现身，就是为了吸引敖天前来，好夺取这枚真龙血灵。还有不知为何，在知晓夜宵斩杀了叶棠之后，顾明月心底总有些淡淡的愤恨，想要看看他落入险境，夜宵会不会不远万里赶来。小王侯慎言，你方才的话如果被我那位未婚夫听到，恐怕整个龙血大泽都将鸡犬不留。顾明月忽然转头看向天穹尽头，嘴角渐渐扬起一抹妩媚弧度。找死！闻言，敖天眼中顿时有杀意沸腾，直接一步踏出，就欲朝顾明月掠来。就在此时，远处人群中突然传来了一道惊呼声：快看，那是什么？好像是夜棠圣女。不对，圣女身上好像骑了个人儿。轰隆隆，天地万里，金光沸腾。只见一道金色身影撕开虚空，双翼遮天，从天而降。顿时间，此处虚空就被金辉照耀，像是一方上古神海，跌宕起无尽的波澜。随着那一道身影落下，山林中当即传来阵阵道吸冷气的声音。所有人看着那一位跪伏在地上宛如牲畜一般的金发女子，眼瞳中皆是一抹难言的震感与不可思议。此时他们看到，在那金发女子身上居然还骑着一个少年，白衣凛冽，鲜颜无双。卧槽，牛逼！这样的出场方式堪称炸裂，竟令人以两族天骄统统沉默了。不愧是夜宵神子啊！贺流云与王长青等人对视一眼，眼底是一抹淡淡的苦楚。谁能想到，堂堂上古神山圣女，年轻至尊夜棠，如今竟甘愿像狗一样跪在夜宵胯下，被他承骑。话说，王兄最近可曾见到狐妹儿？贺流云突然想到了什么，看了一眼周围人群，皱眉问道。作为夜宵的崇拜者，每一次夜宵现世，狐妹儿都不会缺席。可自从进入道宗秘境之后，他似乎已经很久没见过这位仙宗圣女了。之前我好像见顾女帝曾与她进入了同一座古墓。王长青苦笑一声，眼底隐有一丝深邃。顾女帝，一瞬间，贺流云就似想到了什么，身躯悄然一颤。很明显，这位仙朝女帝并非表面看来的那般清冷寡欲啊。夜棠，你在干什么？大泽之畔，敖天看着那被夜宵骑在身下的夜棠，脸都绿了。敖天，夜棠红唇颤动，小心翼翼地看了夜宵一眼，根本不敢有一丝妄动。在遇到夜宵之前，他一直以为敖天的实力已经是真正的盖压万古，当世独一。可在亲眼见识到夜宵屠杀上古神山的生灵后，他的道心彻底崩塌了。在这位叶家神子面前，敖天都显得黯然无光了。找死！敖天神情阴冷，一步踏出，直接撕开虚空，出现在了夜宵身前。随着他一拳砸落，金袍震荡，眼瞳中缭绕着惊人的血气，宛如一尊幼年真龙，朝着夜宵镇压而下。顿时间，那片天地就彻底黑暗了下来，唯独敖天的手掌布满着层层血灵，绽放出璀璨的辉光。夜宵眸光清冽，抬手间好似有无穷神纹汇聚，与敖天拳印悍然碰撞。轰隆隆，万里之地，山林破灭，可怖的裂痕贯穿，将沿途一切统统碾成齑粉。如此惊人的力量波澜，瞬间令在场一众当代天骄心神震荡，头都麻了。下一刹，在众人震撼的眼神中，敖天这位彝族竞技王侯的身影竟直接倒飞而出，跌入了下方大泽之中。天地俱寂，谁能想到方才不可一世、霸道强势的敖天，居然被夜宵一拳砸飞了？这就是装逼的报应吗？而此时，夜宵的身影则是从夜棠身上翻下，朝着顾明月走了过去。在其身后，夜棠雪白的脖肩绑着一根金色的锁链，像条母狗一样被夜宵牵在身后爬行向前。这一幕再度令众人眼眸微凝，对于夜宵欲发敬畏了，别的不说，就调教这一块，夜宵神子绝对是首屈一指。娘子没事吧？
叶宵上下打量了顾明月一眼，露出一抹关切之色。以他对自己这位未婚妻的了解，绝不可能轻易被敖天找到。顾明月此时现身，很可能是以猎物的身份在诱捕猎人。难不成这敖天身上有什么连顾明月都垂涎的造化？叶宵神子玩得真是越来越花了。顾明月神色清冷，明明心底有些淡淡的欣喜，可脸上却没有一丝波澜。自从他知道叶宵出手阵杀了叶棠之后，心情就始终有些烦闷。原本之前顾明月去见于青之，是想将这位小宗少女亲手捏死的，可一想到叶宵之前眼中的哀伤，他最终还是放过了这个长得像她未来婆婆的女子。如今顾明月故意现身引敖天前来，是想借机将其镇压，夺取那一枚血晶龙鳞。可顾明月实在没想到，他还没出手呢，叶宵就赶来了。之前他曾特意打探过，当日于青之险些被叶棠镇杀，叶宵随后才降临的。这么看来，在叶宵心底，他无疑要重要的多。娘子是说他？叶宵脸色一愣，直接握紧手中锁链，将叶棠整个人拎在了虚空。一瞬间，这位神山圣女的脸庞就彻底涨红了，神情渐渐扭曲。娘子误会了，我是着急赶来，才其他逮捕的。叶宵摇了摇头，低头看向了敖天坠落之地。如果娘子不喜欢的话，杀了便是了。还不等顾明月张口，就见叶宵伸手握住了叶棠的头颅。轰隆隆！就在此时，远处大泽中忽然传来一道震耳的轰鸣。叶宵！只见敖天符文缭绕，气血惊天，直接踏着层层水浪出现在了天穹之上。此时他浑身都在绽放着璀璨的血辉，像是一轮太阳，强势绝伦。我咔嚓！随着一道骨骼破碎的声音传来，叶棠眼眸陡然圆瞪，整颗头颅直接被叶宵一手捏碎了。扑通！天地巨寂，所有人看着那如牲畜一般被叶宵随手丢到一旁的神山圣女，只感觉寒意入髓，欲罢不能。原本他们以为敖天已经够霸道了，如今看来，这位彝族禁忌在叶宵神子面前屁都不是。叶宵！顾明月眸光震颤，同样没想到叶宵竟会因为他一句话真的捏死这位彝族年轻至尊。顾明月，是不是非要头破血流才会让你想起最爱我的时光？叶宵神色清冷，眼底是一抹淡淡的无奈与疲惫，非得两败俱伤才证明我爱你。BGM 起 ，Baby， 我们的感情好像跳楼机，让我突然的升空又急速落地。顾明月有些心虚的看向了别处，他好像的确是有些无理取闹了呢，心底有些淡淡的感动。上一世的叶宵可不会因为他放弃任何一位神轮九重的追随者。与此同时，敖天身上刚刚腾起的霸势彻底凝固了下来。叶棠死了。此时他终于明白了，为何叶宵之前并未将叶棠斩杀，而是将他驯服了。这位叶家神子纯粹就是为了羞辱他。轰隆隆！一瞬间，这位彝族小王侯的脸色就彻底狰狞了下来，周身符文涌动，气息冰冷到了极致。叶宵，我要宰了你，把人给我带上来。就在敖天即将爆发之时，又听叶宵忽然张口说道，而他身上的霸道杀机又被叶宵给强行打断了。干！敖天脸色一愣，心底突然生出一抹淡淡的不安。就在此时，远处天穹传来阵阵锁链碰撞的声音，所有人抬头看去，眼眸骤然一凝。此时他们看到，在那大泽深处，一道身材魁梧的青年手握着一根黑色的锁链，拖拽着一群年轻生灵迈步走来。众人身后还跟随着一位身材曼妙、手持皮鞭的金袍女子，正是叶苍与姬如梦。早在叶宵听说敖天率众围追顾明月之时，就暗中传音叶苍与姬如梦，叫他们率领追随者将整个龙血大泽当代天骄统统抓来。以两人的天赋战力以及一众阴虚古教弟子，这些彝族生灵根本没有太多反抗的余地。毕竟龙血大泽中真正能打的都追随敖天离开了神殿。小王侯救命啊！我不想死啊！敖天，你妈个逼，你惹他干什么啊？一众大泽生灵痛苦流涕，所有人的胸膛竟被那一根锁链洞穿。随着叶苍轻轻一扯，众生灵脸上顿时露出一抹痛苦之色。我说什么来着？小王侯慎言。顾明月红唇掀起一抹浅淡弧度，眼神讥讽地看了敖天一眼。这一幕更是令周围一众圣州天骄轻叹了口气，眼底隐有一丝艳羡。夫唱妇随，这两口子真是无时无刻都在秀呢。你！敖天牙关紧咬，还不等他张口，就见叶宵手掌轻挥，叶苍都杀了吧！噗嗤！一瞬间，虚空之上就爆发出团团血雾。只见叶苍手掌猛然一握，竟然直接拽动锁链，将那近百名年轻生灵拽至身前。下一刹，他一拳灌落，霸体神形轰然显化，竟直接将这百名彝族天骄的肉身统统砸成了粉碎。整片天地顿时陷入了死寂。
所有人看着那一片被鲜血染红的天穹，以及那一道矗立在血雾中的壮硕青年，心神不停震颤。叶苍，继叶玲珑之后，一众彝族生灵心底终于又多出了一个梦魇。就连王长青这些古宗传人、仙宗圣子眼底都是一抹真正的忌惮。一拳砸碎百名彝族肉身，这位叶家霸体的肉身力量简直匪夷所思。可他仅仅是叶家第5序列，叶家比他掉的还有足足4人。啊啊！敖天仰天怒吼，直接撕开虚空，出现在了叶萧身前。我要一根一根打断你的骨头。此时他的身上一股大成灵威盖压天地，犹如真龙。一条臭泥鳅也敢觊觎本神子的女人。叶萧神色漠然，大手探出，直接握起整片虚空朝前砸落。虚空大手印，这门至尊法还是他从臭弟弟身上薅来的，也不知此刻的叶凡有没有很想他。而叶萧众瞳中同样有神纹奔涌，将时光错乱，万古封禁。叶萧，你找死！敖天平生最忌讳的就是有人说他是泥鳅不错，他的本体与真龙毫无关系，而是一头上古血魔蛟。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龙血大泽中捡到了一枚龙灵，其中竟蕴含着一滴真龙精血，被敖天融入了自己体内。正是凭借这一枚龙血真灵，他化龙角，生龙灵，有了一丝龙族真形，一路站上了彝族巅峰。这些年，敖天虽被愚弄过，但从未败过。嗡！只见他手掌探出的一刹，整条手臂上竟覆盖起一层致密的血色龙鳞，指甲尖锐，气血沸腾。仅仅一刹，这位彝族禁忌就撕开了众瞳神威。敖天小王侯，牛逼！这一刻，周围无数彝族生灵暗淡的眼瞳中再度浮现出一抹希冀，这才是他们印象中那个无敌吊炸天的敖天王侯啊！吼！两道攻势碰撞的一刹，一声龙吟震荡山河，日月沉沦。而叶萧的虚空掌印竟被敖天生生撕裂，碎成了漫天灵灰。论力量，我可从没输过。敖天冷喝一声，血发飘荡，仿佛又找回了往日的自信。哦！闻言，叶萧脸上却不见一丝波澜，手掌猛然一握，5000神魔威力轰然颤明。在其身后，一尊神魔法相破开云穹，好似自太古鸿蒙走来，随着叶萧拳印轰然震下。一瞬间，天地都像是在这一拳下破灭了，黑暗蔓延，万古枯竭。这是什么力量？敖天脸色巨变，竟在这一道拳印下感觉到了一缕先天气息。此时他根本不敢犹豫，眉心血灵爆发出熠熠神辉，而他体内更是有一股古老的龙气在复苏，尽数汇聚在了他手臂之上。咔嚓！即便如此，在叶萧拳印落下的一刹，这位彝族禁忌的眼中仍旧是闪过一抹茫然与惊骇，整条手臂竟直接破碎了，鲜血混着骨渣迸射而开，而敖天的身影再度从天跌落，坠入了大泽之中。嗡！这一次，叶萧却没有给敖天喘息的机会，陆仙古剑横斩而下，剑气茫茫，直接将下方的那片大泽搅成了齑粉。这个家伙，顾明月眸光轻颤，自然感觉到了叶萧愈发强大的实力与肉身力量。很明显，叶萧应该也在秘境中有所机缘，实力已经凌驾在大成之上了。突然间，顾明月心底竟有些颓然。他好不容易迈入大成境界，以为能够在境界压叶萧一头，结果又被他给甩在了身后。顾明月隐隐感觉到，这一世的叶萧似乎比上一世还要可怕。逃！周围天地，原本那些看热闹的彝族天骄突然四散而逃，被叶萧的强势完全震慑。就在此时，龙血大泽中突然翻涌起层层水浪，只见一个个巨大无比的水泡自泽底升腾而起，咕噜咕噜，像是被什么至阳之物煮沸。这是什么？众人面面相觑，眼神中渐渐闪烁着一抹期待。万众瞩目下，大泽中再度走出一道身影，浑身血焰缭绕，符文万道，而他眉心的那一道血灵上更是喷涌出惊天的气血波澜，宛如一尊人形真龙，不可一世。叶萧想杀我，凭你也配？嗡！对此，叶萧却没有一句废话，手中陆仙剑气嗡鸣，湮灭苍穹。在其头顶，一尊古仙虚影徐徐显化，恍惚间仿佛有一缕剑意自九天垂落，斩尽仙神，无始无终。仙诀！敖天冷厉的脸庞逐渐呆滞了下来，轻轻咽了口水。我杀你，一剑足矣。随着叶萧话音落下，他竟真的举起手中古剑，朝着敖天轻轻斩落。虚空震荡，只见叶萧古剑斩落的一刹，那一尊仙影眼中竟缭绕起一缕深邃可怖的魔纹。天地万里，剑气轰鸣，整座龙血大泽都似在这一剑之下被生生斩断。不！敖天脸色煞白，竟在这道剑意中看到了尸骸万里，仙人斩首。一瞬间，他的无敌道心就破碎了，浑身龙鳞道数，七窍中皆都有鲜血流落。不！生死之际，
敖天体内的真龙血脉像是被彻底激发，惊人的气血自他天灵盖上喷涌而出，化作一尊真龙之形，而他的身躯竟逐渐膨胀，龙鳞、龙爪、龙尾生长而出，狰狞可怖。这一刻，所有彝族生灵眼中再度闪烁起一抹希冀，感觉浑身的血脉都在沸腾。在这股龙威镇压下，他们根本没有一丝反抗的余地，忍不住想要跪拜。噗！可在叶萧剑意斩落的一刹，那一尊百丈龙影镜直接从中破碎了，可怖的血气喷溅而开，同时一缕剑气直接洞穿了层层血霭，眼看就要将敖天头颅贯穿。叶萧！顾明月惊呼一声，美眸中闪过一丝慌乱。他故意现身，引敖天出手，就是为了他眉心的这道真龙血灵。如若叶萧一剑将他斩碎了，他做这一切岂不是白费了？嗡！一瞬间，叶萧手中的古剑就停滞在了敖天眉心之前，而他的眼中则是闪过一抹深邃，嘴角扬起一丝淡淡的玩味。从一开始，他就猜到顾明月现身是为了什么，身躯猛然一颤，好像受到了极大的反噬。叶萧！顾明月眸光颤动，眼底是一抹真正的关切。如此恐怖的剑意贸然收回，可想而知叶萧此刻承受的剑气反噬该有多恐怖。此时他心底有一些淡淡的愧疚，毕竟方才他的确有着自己的心思，未敢告诉叶萧这枚血灵真正的用途。呼！敖天喉咙滚动，浑身血气尽散，整个人直接瘫软下来，扑通一声跪在了叶萧身前。如果这一剑斩下，今日他必死无疑。嗡！还不等敖天从震惊中反应过来，就见叶萧突然探出2根手指，轻易地插入了他眉宇中央。在所有人惊悸骇然的眼神中，叶萧手指轻轻一抠，竟直接将他那枚本命龙鳞抠了下来。啊！剧烈的痛苦伴随着一道鲜血喷溅而出，将叶萧身上的白衣染成血色。这一刻，整片天地寂然无声，所有人无论人族、彝族，脸色都是彻底苍白了下来，被叶萧的狠辣所惊慑。叶萧！敖天咬牙切齿，小心遮掩着心中杀机，浑身龙威尽散。我们说好了，你抠了我的龙鳞，可就不能杀我了。神子，我愿意臣服你。哦。叶萧脸上露出一抹玩味之色，手掌轻轻抚摸着敖天的头颅。这一幕虽令敖天无比羞耻，却仍旧是装出一副享受讨好之色。噗嗤！下一刹，叶萧掌心中突然有灵纹明灭，可怖的神力盖压下来，直接将敖天的头颅拍成了粉碎。死！天地四处顿时传来阵阵倒吸冷气的声音。神子俯卧顶，一掌碎天灵。敖天小王侯！无数彝族生灵绝望痛呼，寒意入髓，偏偏一动都不敢动。连号称当代无敌的敖天都被这位叶家神子随手拍死了，他们这些垃圾根本连挑衅叶萧的勇气都没有，都杀了。随着叶萧蓦然一语，叶苍脸上顿时露出一抹残忍之色，头顶苍天凌厉，霸体神形瞬间开启，而他的身影更是冲入人群中，虎爪司空，龙首怒啸，竟比彝族生灵还要凶残恐怖。甚至一些离得近些的大日圣宗以及道宗天骄都被这位杀红眼的叶家霸体当场撕成了粉碎。逃啊！一瞬间，此地所有生灵皆朝着四面八方逃窜而去，生怕遭到殃及。明月，你好像一直在故意躲着为夫，怎么是在大道神壁上看到什么了吗？叶萧身影从天而降，站在顾明月身前，露出一抹玩味笑意。你是想要这枚龙鳞吧？顾明月眸光闪躲，竟有些不敢直视叶萧的眼眸。有时候他甚至有些怀疑，究竟是他重生了，还是叶萧？为何无论自己做什么，好像都瞒不过他？这条泥鳅身上除了这枚龙鳞，也的确是没有什么值得惦记的了。叶萧摇头一笑，低头看着手中的龙鳞，只见其中一道血色龙影蜿蜒游走，像是大道神机演化，神妙非常。娘子故意现身引出敖天，是想借我的手除掉这条泥鳅吧？我……闻言，顾明月心神颤动，心底竟有些淡淡的紧张。以叶萧的性情，最痛恨被人算计，此时他当面问出，恐怕是不打算轻易放过自己。娘子好歹毒的心思，居然连自己的夫君都算计。叶萧皱了皱眉头，我该怎么惩罚你呢？叶萧，你不要太过分。顾明月银牙紧咬，却没有太多底气。相比于叶萧，他这点歹毒实在太不值一提了。他怎么好意思说自己的？无论是凌晨还是向坤，都被他算计的体无完肤，众叛亲离。这会儿他倒装出一副大义凛然的模样。再说了，他的确是在算计叶萧，却并非是想让他与敖天大战，只是想看看叶萧会不会像救于青之那样来救自己，只是这个借口。顾明月实在难以启齿，哪怕如今他已经不那么痛恨叶萧了，也远远没有到毫无保留的地步。啪！就在顾明月心神愤恨之时，却见叶萧突然伸出一只手掌，狠狠拍在了他屁股之上。
即便隔着一袭黄衣，这一道巴掌声仍旧是清脆悦耳，弹性惊人，传遍了整片虚空。一瞬间，周围众人的脸上就露出一抹诧异之色，纷纷停下脚步，看向了顾明月的方向。而在感觉到屁股上传来的那股火辣辣的疼痛，顾明月的脸色也是一点一点呆滞了下来，红唇颤动，清冷白皙的脸庞上顿时腾起一抹璀璨的烟霞。叶萧，啪啪啪，一连3道巴掌声，直接将顾明月眼中的怒火生生给拍灭了。此时，这位仙朝女帝浑身血肌都红润了起来，耳尖脖梗通红一片，羞恼愤恨，又有一种难以启齿的酥麻感觉。她堂堂仙朝女帝，未来的至尊强者，居然被叶萧当众打屁股教训。下次再敢算计为夫，可就不是这样打了，要脱下裤子来打。叶萧忽然压低了声音，恶狠狠地道：女人吗？天天生气瞎尖琢磨，多半是惯的，打一顿就好了。叶萧，顾明月银牙紧咬，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前世今生，他都从来没这样羞恼过。诺。就在此时，叶萧却将手中那一枚血色龙鳞递到了他的面前。一瞬间，顾明月脸上的愤恨就渐渐凝固了下来。原本他还以为在被自己算计之后，叶萧一定会心怀怨恨，可他实在没想到，他竟会主动将这枚血灵递给自己。不要！叶萧眼眉轻挑，做事就欲将龙鳞收回。嗡！见状，顾明月赶忙一把夺了过来，生怕他会反悔似的。恭喜宿主赠予天命之女太骨血龙鳞，获得万倍奖励返还。太骨血龙妖丹，炼化可感悟杀戮道则，觉醒真龙威压。叶萧，你就不问问我要这枚龙鳞做什么吗？顾明月眼中闪过一丝复杂，此时他突然发现，这一世的叶萧好像真的对他没有丝毫防备。当初他降临仙皇古朝，知晓了自己修为尽废，不仅没有退掉婚约，反而7日一次准时为他送来诸多珍宝灵材，甚至就连叶家的祖传圣物镇魂石，叶萧都毫无保留地送给了自己。可如果他知道自己恢复修为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他复仇，不知又会作何感想。你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如果做不成，那就告诉我，为夫帮你做。叶萧神色温和，看着眼前的系统面板，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杀戮道则，光是想想，他就能猜到融合这枚妖丹后，他的战力将会变得多强。而且，这道真龙威压对于人族修者而言，除了装逼或许没有太多威势，可对于妖族以及这些彝族生灵，却是真正的血脉压制，无上威能。太古血龙，作为10大祖龙之一，这尊血龙的本命神通就是杀戮，算是10大祖龙中最残忍残暴的存在。突然间，叶萧似乎想到了什么，眼眸骤然一凝。如果说他融合了这枚祖龙妖丹，算是彻底成为了叶家真龙，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叶凡身旁站着一尊活着的真龙？叶萧听到叶萧所言，顾明月眼眶微微泛红，谢谢。话落，他直接转身离开了此地，朝着大泽深处奔掠而去。此时他的心情很是复杂，已经完全不知道该爱还是恨叶萧了。这种时候，顾明月明白，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修炼，只有当他足够强大，才能应对接下来发生的所有变故。神子，随着顾明月离去，原本喧嚣的龙血大泽也是逐渐陷入了安静。只见叶苍、姬如梦两人静静地站在他的身后，眼瞳中皆是一抹浓郁的敬畏。如梦，我让你做的事情做得如何了？这位阴虚圣女领悟的是梦幻之道，在某些方面，她要比叶苍这样的莽夫有用得多。神子都已经布置妥当了。姬如梦轻轻颔首，附在叶萧耳畔轻语了几句。闻言，叶萧眼眉轻挑，嘴角顿时扬起一抹浅淡弧度。之前洛熙曾暗中给他传音，告知了叶萧关于凌晨的一些行踪。按照洛熙所说，那一座封印灵火的墓葬并不在秘境中央，而是在秘境边陲的一座大渊之中。可在吞噬了上古神山一众彝族老祖的残魂之后，叶萧已经知晓，当初彝族诸族与轮回之主大战时，这位轮回巨擘身旁还追随着一头大妖，是一尊浑身燃烧着黑色烈焰的凶禽。他身上的火焰对于任何彝族而言都是一种灾难。如今叶萧虽不知晓幽姬为何会离开轮回之主，但很明显，他口中所谓的不甘应该与此有关。叶萧降临到宗秘境，可不仅仅是为了收割这些天命之人的。上古神山龙血大泽底蕴深厚，族中一定有诸多至宝。道主与彝族有所约定，不许彝族强者对圣州天骄出手，但他可没约定彝族强者不能对彝族出手啊。以上古神山对轮回之主以及那尊黑焰大妖的恨意，如果让他们知晓凌晨的下落以及他的种种恶行，下场可想而知。掘人祖坟，吞人祖魂，凌晨简直丧心病狂。作为反派，我们是有原则的，绝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除了针线统统带走。叶苍，
把这头血蛟处理一下，不能浪费了，等会儿烤着吃。叶宵抬头看了一眼远处苍穹，眼底隐有一丝淡淡的深邃。此时他能感觉到，在那片虚空中正有几道古老强大的气息隐藏。很明显，龙血大泽的强者已经降临了此地。看方才顾明月离去的方向，那一座轮回古葬应该就在大泽深处。作为他的未婚夫，叶宵当然要想个办法帮他拖住这些龙泽强者，以免坏了顾明月的计划。是。叶苍咧嘴一笑，扛起那一尊蛟龙尸骸，将他拖拽到了岸上。而叶宵则是走入山林之中，原地盘坐了下来。系统炼化太古血龙妖丹。随着叶宵话音落下，顿时感觉一股澎湃的炙热顺着他浑身经脉流转而开，而他的气血更是在此刻彻底沸腾，周身血焰滔滔，龙威浩荡。隐隐间，在其头顶之上，一尊100丈血龙像是自太古洞穿而来，将他身躯盘踞。轰隆隆，天地万里，龙吟震荡。而叶宵的身影竟逐渐被一缕缕杀戮血线缭绕，气息逐渐攀升。大成3重，大成4重，大成5重。仅仅一刹，叶宵的境界就彻底迈入了大成5重层次。在其周身，一片片血灵狰狞覆盖，像是真龙降世，透露着万古的苍茫与霸势。圣州边陲一座小山村中，只见一道银发银须、身材壮硕的老者豁然起身，银色眼眸中透露着一抹浓郁的震撼与惊悸，抬头眺望着道宗的方向。大师尊，您怎么了？就在此时，他的身后突然传来一道少年声音，莫名有些熟悉。这股气息是祖龙气息。银发老者眉头轻皱，转头看向身后的少年。此时他的脸上明显有些凝重之色，心底轻叹了口气。大师尊，发生什么事情了？少年挠了挠头，他还是第一次见这位大师尊露出这样的神色。自从他误入这座神秘山村，已经足足有3年时间了。按照诸位师尊所说，这里的时光流速与外界有所不同，乃是真正的修行宝地。在这3年时间里，他更是追随4位师尊修行了诸多神通术法，知晓了不少人间救命。法儿，你之前说挖你至尊谷的那个少年叫什么名字？银发老者摇头一笑，与少年并肩朝着村中走去。此时他的脚步略显颠簸，竟是个瘸子。叶宵，少年正是当初逃离叶家的叶凡。听到银发老者所言，眼底顿时闪过一丝浓郁的怨恨。原本他作为叶家庶出绝，醒至尊谷，本以为能够借此机会登临序列之位，证明自己。可谁知叶宵爷孙竟然如此无耻，将他魂石肉身封印，趁机挖走了他的神骨。也正因如此，叶凡才因祸得福，铸就混沌神体，凌驾在圣体之上。按照诸位师尊所说，混沌神体乃是万古无一的体质，就算在9天之上，也是真正的禁忌天赋。这3年来，叶凡每时每刻都在想着走出山村，他一定要当着3000道州、亿万宗族的面，揭开这位叶家神子的真面目，亲手刨开他的胸膛，拿回属于自己的那一根至尊骨。之前你4师尊算过一卦，说你乃叶家真龙，不过叶家还有一尊魔龙，会是你命中劫数。银发老者沉吟片刻，终于是说出了心中最大的顾虑。方才我察觉到圣州方向有一道祖龙气息复苏了。祖龙？叶凡脸色一愣，显然是对这个称谓有些陌生。不错，按理说以3000道州如今的大道规则，是绝不会出现这等太古血脉的。银发老者苦笑一声，苍老的眼瞳渐渐有所决断。凡儿，你也跟随我炼体3年了，从明日起我便传你一道真正的至尊法。至尊法？闻言，叶凡脸上顿时露出一抹激动之色。大师尊，是什么至尊法？真龙至尊法。随着银发老者话音落下，他浑身的皮肤上竟浮现出一道倒银白色的鳞甲，而他的气息更是变得无比深邃，像是轻易就能撕开时光。老龙头，你又在发什么疯？山村中顿时传来一道怒骂声，只见一位容貌端庄、身材火辣的美妇骂骂咧咧地走了过来。她的长相极美，青丝罗髻，明眸皓齿，浑身散发着一种成熟的风韵。看到来人，银发老者身上的霸势顿时一凛，露出一抹憨厚笑意。二师尊。叶凡躬身一拜，脸上同样是一抹敬畏之色。他的4位师尊中，就属这位二师尊性格最为火爆。别说叶凡，就算其他3位师尊惹恼了他，也会被暴打一顿。所以寻常大家都叫他风二娘。凡儿，到我这儿来，师尊又给你炼了几枚宝丹，快趁热吃了。村头处，另一位蓬头垢面、邋里邋遢的干瘦老者招了招手，手里握着一只酒葫芦，一笑露出满嘴发黄的牙齿。哼，老邋遢，你又打算让凡儿给你试丹？就在此时，一道震耳的魂音突然自众人魂海响彻，只见一道白衣身影从天而降，落在了叶凡身后。那是一个长相俊朗的中年男子，两鬓斑白，神采奕奕。3师尊，
四师尊，你这个臭哑巴，我怎么能拿我宝贝徒弟试药呢？老邋遢冷哼一声，又朝着叶凡灿然笑道：宝贝徒弟，你放心，这次肯定不会让你欲火焚身了。来来，把这些丹药吃下去，你相信我，你是混沌神体，毒不死你的。好了，老龙头挥了挥手，打断了众人的吵闹。我打算从明日起开始传授法尔本命神通。闻言，剩下三人眼眸微凝，脸色逐渐凝重了下来。龙老大，为何这般着急？还有不足半年，便是祭上学宫祭祖的日子了。随着老龙头话音落下，三人眼中明显闪过一丝淡淡的阴森。祭上学宫，就连叶凡脸上都浮现出一抹期待之色。听大师尊的意思，这是准备让自己出事了。凡儿，你既然拜了我们为师，有些事情我们也不瞒你了。祭上学宫中有一件东西，师尊们需要你带回来。老龙头神色沧桑，整个人的气息突然变得无比阴邃。什么东西？叶凡脸色一愣，作为人间最大的修行圣地，祭上学宫向来讲究有教无类，无论是宗族传人还是凡民百姓，都可进入学宫修行，因材施教，乃是人间信仰之力最为浓郁浩荡之地。到时候我会告诉你的，去吧。今日好好休息一日，明日一早来瀑布下找我。老龙头挥手打发掉叶凡，脸色一点一点凝重了下来。大哥，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白衣男子的魂音再度传来，而老龙头则是轻叹了口气，语气喃喃地道：我察觉到了第二尊祖龙的气息。什么？怎么可能？三人眸光惊颤，一脸的茫然与不可思议。天道崩塌，留给我们的时间怕是不多了。这一次祭上学宫开启，或是我们最后的机会。老龙头叹了口气，一双褐色的眼瞳中仿佛倒映着一方古老的世界，超脱在3000道州之外。大哥，凡儿虽然是混沌神体，但毕竟才跟随我们修行了3年，若是贸然前往祭上学宫，3年怎么了？混沌神体兼容百族之长，以我们4族的天赋，难道还教不出一位禁忌之姿？老龙头冷哼一声，眸光深邃地看着那一道朝着村口走去的少年身影。况且你们不相信自己的眼光，难道还不相信那一位吗？他把叶凡带到我们面前，就证明这个少年是改变我等命运、圣州格局的契机。山村入口，只见一棵数丈高大的柳树随风摇曳，柳叶如眉，风和日煦。一位身穿黛青长裙、青丝如瀑的女子端坐在树枝上，玉足赤裸，轻轻摇晃着。柳前辈，叶凡眸光颤动，朝着那青衣女子微微躬身，眼底是一抹复杂难言的情愫。当日他从叶家逃离，一路躲入了这片山脉之中，可他身上的血气还是引来了山中一尊大成妖兽，被追杀至此，第一次遇到了眼前这位带发女子。叶凡永远无法忘记初见她时的那一抹惊艳，宛如从天折落的仙，误入凡尘。他只是转身的功夫，那一尊大成妖兽就吓得屎尿横流，瘫倒在了地上。你叫什么名字？叶凡。叶，好熟悉的姓氏。就这样，叶凡跟在带发女子身后，一路回到了青山村中。以后你就在这里修行吧，他们都是很好的人。那是叶凡第一次见到4位师尊，他并不知道4位师尊的真正名讳，只知道大师尊姓龙，是个瘸子；二师尊姓岳，性格火爆疯癫；三师尊是一位丹师，姓殷，外号老邋遢。可他炼出来的丹药，每次药效都有偏差，像是毒丹。四师尊是个哑巴，可他的神魂却无比强大，也是4人中最温和的一人。这3年来，叶凡一直跟随4位师尊修行，可这4人教导弟子的方式却是极为古怪。大师尊整日叫他站在万丈瀑布之下，不许他施展任何圣体灵威，仅以肉身抗衡水势。二师尊每日都会给他准备一种神妙的血液沐浴。三师尊拿他试丹，四师尊则是陪他下棋。整整3年，叶凡一直都重复着这4件事，渐渐失去了耐心。若非当初叶萧给了他一只乾坤袋，里面装满了功法神宝，他怕是早就按耐不住寂寞，逃离此地了。前辈，师尊们答应传我神通了。叶凡脸上露出一抹灿然笑意，眼底是一抹深深的执念。祭上学宫，作为叶家子弟，他虽然只是一个庶出之人，可眼界阅历根本不是寻常古族天骄可比的。这座学宫乃是圣州乃至3000道州最负盛名的修行圣地，无他，就是因为祭上学宫有教无类，无论出身，但凡人族皆可入学修行。而这座学宫的主人更是被世人尊称为夫子，传道授业，媲美古之圣人。放眼3000道州，唯一能与祭上学宫相提并论的，只有大梵佛州的那座佛山。在那里，即便是罪恶满盈的魔头大妖，只要一心皈依，都会得到佛祖宽恕，袈裟护体。所以3000道州始终流传着这样一句古话：学宫会信仰，佛山聚香火。以叶萧的性情，一旦学宫出事，他势必降临，那里也将是叶凡报仇雪恨，当着圣人之面揭开叶萧险恶面目的地方。
哦，带发女子缓缓起身，转头看向叶凡，露出了一张美轮美奂的绝世仙颜。此时她微蹙着眉头，仙颜清冷，是一种看尽红尘万古的漠然与厌倦。前辈，我可能不久之后就要离开青山村了。哦，带发女子不为所动，仿佛天性如此，不食烟火，不染尘缘。只见她玉足轻点，从天而降，落在了叶凡身前。下一刹，在叶凡惊悸震撼的眼神中，她轻轻点落一指，触在了叶凡眉心之前。嗡，天地万里，仙辉升腾。此时叶凡只感觉一股灼热自眉心一闪而逝，宛如一片柳叶铭刻在了他魂海深处。前辈，一瞬间，叶凡就感觉他的混沌神体都似在蜕变。如果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回来。话落，带发女子径直转身走入了那一棵柳树之中，逐渐消失了踪影。是，前辈。叶凡眼眶泛红，朝着大柳树深深一拜，朝着山村中走去。其实他早就察觉到，无论柳前辈还是他的4位师尊都不是人，甚至他们5人并非同族，身上气息各不相同。之前从大师尊口中，叶凡也听到了一些关于柳前辈的消息，他似乎在等一个人断了自己的轮回路。柳前辈，我知道现在的自己还很弱小，等我夺回至尊骨，身体大成，我一定会帮你完成心愿。叶凡深吸了口气，脑海中渐渐倒映出一张满是嘲弄的脸庞。叶萧，这一次我要亲手刨开你的胸膛，一根一根敲碎你的骨头。与此同时，道宗秘境。阿嚏！叶萧眼眸睁开，周身龙威浩荡，震荡苍冥。在其周身，一缕缕杀戮血线缭绕，像是一尊太古的龙神，屠尽万古。在融合了这枚真龙妖丹后，他体内的神魔威力已经突破到了1万之数，力量足以横扫当代，媲美天机。只见他缓缓抬头看向虚空之上，嘴角隐有一丝玩味。神子，肉烤好了。就在此时，远处一缕肉香飘散而来，叶苍与姬如梦站在山林之外，早已等候多时。哦，叶萧眼眉轻挑，缓缓点了点头。原本他还以为他宰杀敖天，当众挖他龙鳞，烤他肉身的举动，一定会激怒龙血大泽中的那些老东西，逼他们出手。这样，叶萧就能名正言顺地施展底牌，召唤叶家诸祖，屠杀秘境遗族了。可他实在没想到，这些老东西居然这么能忍，始终不敢对他出手。叶萧走到敖天身前，发现这位彝族禁忌如今已经烤至金黄，滋滋冒油。他随手扯下一根龙爪，入口酥脆娇嫩，皮肉紧致，美味多汁。不错，下次让老祖去蛮荒大洲抓点真龙血脉回来养着，想来口感应该更好一些。叶萧赞叹一句，眼中却始终有所戒备。如此良久，他仍旧未能等到龙血大泽强者出手，不免有些意兴阑珊。走吧。神子，我们接下来去啊。上古神山。随着叶萧话音落下，叶苍与姬如梦的脸色几乎瞬间呆滞了下来。上古神山。神子啊，您刚刚把人家圣女羞辱了，又当众捏爆了她的头，现在又要去上古神山，牛逼！轰隆隆，秘境边陲，大渊之中，凌晨眸光惊颤，与洛熙躲在一处山岩之后，小心遮掩着气息。此时他们看到，在那大渊上方密密麻麻掠来了诸多的彝族生灵，气息皆在大城之上。怎么可能？难道我们暴露了？凌晨看了一眼身旁的洛熙，心底有些困惑。按理说，如果洛熙想要杀他，直接将行踪透露给叶萧便是了，根本无需勾结彝族。洛熙，以你的实力，能不能拦下这些大城生灵？闻言，洛熙眼中顿时闪过一抹讥讽，微微摇了摇头：“哥哥，我最多只能拦住一人。”此时他愈发坚信，眼前的凌晨根本不是他的哥哥，因为他的凌晨哥哥绝对不会让他以身犯险。看来只能求助幽姬了。凌晨轻轻颔首，眼中顿时闪过一丝阴森。如今他对幽姬和洛熙都已经失去了信任，若非现在他还需要2人清理渊中这些彝族生灵，怕是早就单独前往那一处谷藏了前辈。很快，凌晨手中的魂戒中就传来了一道略显迷茫的声音：“小陈，到古藏之地了。”“没有，前辈，我们遇到了一些麻烦。”凌晨苦笑一声，越是这种时候，他越要耐心伪装，绝不能跟幽姬撕破脸面。麻烦？幽姬语气中明显蕴含着一丝怨意。之前他刚刚为凌晨挡下了那位神秘强者的一道掌印，不仅将夜宵神子赠予他的那株大药生生吐了出来，还损伤了神魂本源。如今他伤势尚未恢复，凌晨居然又将他强行唤醒了。这一刻，幽姬突然想起之前夜宵所说的话，再这样下去，他恐怕还没等到凌晨成长起来，就要被他活活耗死了。前辈，你也不想我死在这里吧？这里突然来了很多大城生灵。大城生灵？幽姬喃喃一语，同样有些困惑。
当初他为了防止有彝族生灵发现大渊中隐藏的秘密，不惜耗费无数心血，在此地布置了诸多禁制法阵。任何生灵只要踏入渊中，就会被此处封印压制，修为跌落到天机之下。在这无尽岁月中，这座大渊被众多彝族视作禁地，从不敢轻易踏足。如今这些突然出现的大城彝族，怕是来者不善啊！你先走吧。幽姬轻叹了口气，到了此时，他也没有任何退路了。只要凌晨能够进入那处古藏，融合第二道天地灵火，就能借助其中的灵宝神材，为他炼制一些恢复神魂的丹药。好，前辈，你一定要小心一些。话落，凌晨根本没有丝毫犹豫，悄悄与洛西朝着黑暗中掠去。直到他们气息完全消失，幽姬的身影方才自虚空中出现，本就模糊的脸庞愈显暗淡。下一刹，他的眼中突然燃烧起熊熊明炎，宛如一片怒海汪洋，朝着那一群彝族生灵席卷而去。嗡！可怖的炙热悄然弥漫了整座大渊。只见一道道黑色的火焰神纹自虚空中逐一浮现，像是一张遮天的大网，将一切光明尽数笼罩吞噬。作为当初幽姬的藏身之地，这里的每一道禁制都与他血脉契合。在这座封印大渊中，别说大成强者，就算天机生灵也不可能是他的对手。一瞬间，那一众彝族生灵的脸色就彻底苍白了下来，还不等他们反应过来，就被这股明焰禁制焚成了虚无，渣都不剩。嗨！幽姬身躯一颤，整个魂体愈发暗淡，像是一阵风就能吹散。他站在原地，沉默了良久，这才转身朝着大渊尽头行去。凌晨，这是最后一次了。嗡！与此同时，大渊之上，两名背生双翼、发丝金黄的夜叉族老者脸色突然大变，彼此对视一眼，慌忙朝着上古神山的方向飞掠而去。方才那股气息，他们感觉到了，与族中记载的关于轮回之主以及他身旁那尊大妖的火焰气息无比相似。原来，近日上古神山中的传言是真的，那尊大妖和他的传承者居然重新回到了秘境。如此一来，上古神山诸祖尸骸被决出，吞噬的罪魁祸首就彻底找到了。这样的手段的确与无尽岁月前诸祖的死状极其相似。时间流逝，等到两位夜叉长老回到上古神山之后，这座无上圣地彻底陷入了恐慌之中。当初轮回之主携手那一尊魔焰大秦，几乎横扫了整个彝族，残杀了所有彝族大能，否则他们也不会被道祖镇压圈养在此无尽岁月。如今大妖传人重回秘境，先是吞噬了所有彝族老祖的尸骸本源，又现身在了那一座禁地大渊中，绝无可能毫无目的。偏偏道宗与上古神山龙血大泽有所约定，大成之上的强者绝不可对任何外界天骄出手，否则就会被道宗清算。那个大妖传人虽是邪魔，手段残忍诡谲，但上古神山并没有真正的证据证明他的种种恶行，心中恐慌可想而知。山主，他敢吞老祖们的尸骸，就一定敢吞我们。那座禁地大渊中一定隐藏着什么秘密。如果那尊冥妖复活，以上古神山与他的仇恨，后果不堪设想啊！神山大殿，一众彝族强者神色惊悸，惶恐不安，太可怕了。哪怕上古神山山主黄金夜叉族族主叶牙，此时都是紧皱着眉头，一脸的阴沉与苦楚。叶唐死了，敖天也死了，可对于上古神山而言，那个神秘的冥妖传人才是真正可怕的存在。按照上古神山古籍记载，这尊大妖很可能是一尊通天凶魔，最喜吞人神魂血脉。当初彝族108祖皆被吞光了魂石，死不瞑目。如今他卷土重来，对于任何神山生灵而言，都是一种难言的震慑。哼，还有那个叶萧，居然敢杀我神山圣女，山主，索性悄悄派人把他杀了，嫁祸给那个冥妖传人。大殿中，一位大成巅峰的牛头老者沉喝一声，神色狰狞地道：“牛臂长老慎言。”叶牙眉头轻皱，冷冷看了那牛头长老一眼。一个冥妖传人已经够令他的头疼的了，若是再去招惹那位叶家神子，上古神山怕是离覆灭不远了。山主好像遇到麻烦了，不如说出来让我开心开心。就在此时，神殿之外突然传来一道温和平静的声音。只见一道白衣身影迈步走来，脸上是一抹云淡风轻的淡然。一瞬间，整座大殿就彻底安静了下来。所有人看着那一位背负双手、容颜清俊的人族少年，眼眸皆是渐渐圆瞪，充斥着骇然与不可思议。人族，你是何人？叶牙豁然起身，一股斩道境修为盖压下来，将整座神山大殿崩裂出无数裂痕。他实在没想到，一个人族少年竟然敢大摇大摆地走入殿中，在他们面前耀武扬威。虽说道宗与各大彝族约定，所有彝族强者不可对当代天骄出手，更不可插手当代之争，可这个少年的举动还是令一众神山长老怒不可遏。挑衅，这是赤裸裸的挑衅啊！我是谁？
白衣青年神色温和，忽然转身走向了那位牛头长老。这位长老刚刚说什么？牛婢眉头紧缩，铜铃大小的眼瞳中尽是愤懑。他的脾气很是火爆，这一点从他的名字上就能看出一二。如今被一个来历不明的人族少年如此挑衅，内心愤恨可想而知。我说那叶家神子叶萧卑鄙无耻，残忍嗜杀，实在是罪大恶极。哦，长老一句话居然用了3个成语，看来是有点文化，但是不多啊。白衣青年轻轻颔首，忽然摇头一笑，卑鄙无耻，残忍嗜杀我认，但罪大恶极，你算什么东西？轰隆隆，还不等他话音落下，竟直接一拳砸落，神魔法香轰然凝现，体内1万神魔威力嗡鸣沸腾，天地崩塌，乾坤倒逆。噗！随着一道诡异的破碎声传来，那修为达到大成巅峰的牛头长老甚至没来得及发出一声惨叫，直接炸了，鲜血骨渣四溅而开，浓郁的血腥气息悄然弥漫了整座大殿。你是叶萧？叶雅眼眸圆瞪，内心掀起惊天波澜。什么？他是叶萧？闻言，一众神山长老更是眸光震颤，看着那碎了一地的牛头长老，只感觉一股寒意顺着脚底升腾，直贯天灵。关于这位叶家神子，如今彝族可谓无人不知。他不仅当众屠杀了一众神山天骄，更是在龙血大泽之畔强势镇杀了敖天小王侯，真正的无敌之姿。之前众人还对叶萧的实力有所怀疑，认为人族阴险狡诈。叶萧作为叶家神子，手中一定有诸多远超境界的神宝灵物，以此镇压了叶唐与敖天。可在亲眼看到他一拳打碎了一位大成巅峰的神山长老后，众人这才发现，这哪是无敌之姿啊，这他妈纯粹是禁忌之姿啊！大殿之外，姬如梦与叶苍眸光震颤，脸上皆是一抹苦楚之色。此时他们尚未走入大殿，就被殿中站着的那些奇形怪状的彝族长老的气息震慑了。可叶萧神子非但没有一丝慌张，居然还敢当众打爆了一位牛头长老。叶萧，你真以为我不敢杀你？短暂的震惊过后，叶牙怒喝一声，背后双翼延展，掀起无尽的风潮。此时他的眼瞳迸射着无穷金光，像是2轮太阳，灼热灿烈。你不敢？叶萧摇了摇头，神色始终平静。以叶牙的境界，如果他想出手，根本不会说半句废话。他顾虑的不仅仅是道主，还有叶萧的身份与底牌。在任何人看来，叶萧敢独身前来上古神山，都不可能是来送死的。而一旦叶牙贸然出手，打破了与道宗的约定，下场可想而知。当然，即便叶牙出手，也根本不可能威胁到叶萧。他的至尊法袍足以抵挡下任何斩道强者的攻势，而叶萧手中还有诸多叶族诸祖赠予的保命底牌。你，叶牙脸色一滞，就连气势都略显萎靡。叶萧，我上古神山并不欢迎你，请你现在就离开。闻言，殿中一众长老脸上顿时闪过一丝愤恨，看向叶萧的眼神愈发阴碎了。哦，原本还想帮山主解决掉那位名妖传人的，看来山主是打算坐以待毙了。叶萧一脸惋惜地摇了摇头，就欲转身朝着殿外行去。等等！一瞬间，叶雅脸色就变了，眼底是一抹淡淡的阴沉与诧异。你说什么？我来是想跟山主做个交易。叶萧温和一笑，像叶牙这样的神山之主，斩道强者，他更在乎的并非血脉亲情，而是先图利益，无上地位。他只有是神山之主，才能享受这片天地最精纯的灵气，最珍贵的造化。而一旦神山覆灭，他即便能逃出升天，也将失去一切。这条仙途哪有什么永恒的敌人，永远只有永恒的利益。什么交易？叶牙眉头轻皱，竟在这个白衣少年身上看到了一种睥睨之势，枭雄之姿。我帮上古神山除掉那个名妖传人，上古神山帮我看住龙血大泽。叶牙脸色一愣，明显有些不可思议。就这么简单？我凭什么相信你？那个名妖传人之前在天道城中吞了一位圣地圣子，我与他有些过节，所以我也不想看到他越来越强。叶萧眸光清冷，眼底隐有深邃。我杀了敖天，夺了他的真龙血脉，龙血大泽一定会想办法夺回来的。我可不想再与那名妖传人大战的时候被龙血大泽的人偷袭。闻言，叶牙顿时陷入了沉默。上古神山与龙血大泽同为秘境顶尖势力，底蕴相当。可一旦他们对龙血大泽出手，势必会沦为众矢之的，失去彝族敬畏。当然，山主也可以不信我，等出了秘境，我有的是办法弄死那个名妖传人。叶萧静静地看着叶牙，并不着急。他相信叶牙一定会做出正确的决定，从而落入他接下来的圈套。你想让我做什么？如此良久，叶牙忽然看向叶萧，张口问道。很简单，我需要山主率领所有神山强者围攻龙血大泽，将他们拖在大泽之中。随着叶萧话音落下，
叶牙以及一众神山长老脸上顿时露出一抹诧异之色。就这，不需要我们出手攻打龙血大泽，只要将他们困住就可以。不错，不过山主得向我保证，他们族中连一只苍蝇也飞不出来。叶萧点了点头，眼底却是一抹淡淡的阴沉。以龙血大泽的底蕴，上古神山想要将他们困住，势必要倾巢而出，否则一旦龙血大泽奋起反抗，上古神山很可能会面临覆灭的凶险。这种时候，顾明月就能在大泽深处为所欲为。叶萧相信，以顾明月的聪颖，一定能猜到这一切的缘由，知晓叶萧的良苦用心。如此一来，叶萧不仅能趁机收割一波女帝好感，还能收割一波神山底蕴。至于凌晨，本来就是叶萧的猎物，如今叶萧重新给了他一个人设，也算是榨干了最后一份价值。接下来这场棋局也就到了收网的时候了。师尊、妹妹、造化，我统统都要。你确定以你的实力，能是那位冥妖传人的对手？此时叶牙心底已经有所决断，他除了相信叶萧，根本没有其他任何退路。一旦那冥妖传人得到禁忌大渊中的机缘，再想将他灭杀，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了。山主是在关心我吗？叶萧嗤笑一声，眼中讥讽毫不掩饰。哼！叶牙并未多言，朝着殿中一众长老使了个眼色：诸位长老准备一下，所有大城之上的强者，统统随我前往龙血大泽。四长老，你留下来看守神山。是。大殿之下，一位红发碧眼、身材婀娜的蛇人女子躬身一拜，她的境界在天机巅峰，根本不是当代之人能够抗衡的。有她镇守神山，配合山中大阵，就算洞虚强者也不敢造次。山主是不是忘了一件事？叶萧无奈一笑，眼中渐渐露出一抹贪婪。那冥妖传人倒是不足为虑，可他身上还有一道冥妖残魂，气息恐怖。为了以防万一，山主最好是给我一些保命的底牌啊。叶牙脸色一愣，咬牙切齿地道：你想要什么底牌？比如能困住那位冥妖残魂的宝物。闻言，叶牙手掌轻挥，只见一根金色的灵羽从天动落，悬浮在了叶萧身前。这是我的一根本命神羽，能够斩杀任何天机生灵。叶萧神子，我就在龙血大泽等你的好消息了。话落，叶牙直接迈步走出，率领着一众神山强者，浩浩荡荡地朝着大泽方向掠去。此时他已经想好了借口，就以敖天、叶棠齐齐陨落为由，逼龙血大泽交出当初两人订婚时所收的各族贺礼。顿时间，神山上空就有乌云聚拢，神禽大妖展翅腾飞，而叶萧三人则是站在殿中，眺望着那一片远去的乌云，脸上并不见太多波澜。斩杀任何天机强者。叶萧看着手中的神羽，若有所思。只见他缓缓转身，看向身后那位上古神山四长老，语气温和地道：长老，这根神羽真的这妖牛逼吗？当然。蛇人长老神色傲然，一双褐色树瞳中尽是忌惮。神子大概对黄金叶插族不太了解，这一族的始祖曾追随过九天魔主，屠过仙神。山主的一根本命真羽，相当于洞虚强者的全力一击，只要那头冥妖不是全盛之时，挥手可杀。不过你切记，这根真羽只能施展一次，要把握好机会。哦。闻言，叶萧轻轻颔首，嘴角渐渐扬起一抹浅淡温和的弧度。四长老在什么境界？我天机巅峰，不值一提。蛇人长老摆了摆手，故作谦虚。可就在他话音落下的一刹，整个人却突然愣在了原地。此时他看到叶萧手中的那一根金色真羽正在爆发出璀璨的光华，其上铭刻着诸多古老的符文，像是大道语法的感悟。这道气息使一出现，就令整座大殿掀起了无穷波澜。叶萧神子，你在干什么？是。叶萧并未回应，直接将那一根真羽射向了这位天机长老。与此同时，他眉心处一缕神纹悄然显化，太初祖符升腾而起，将整座大殿囊括其中，阻隔下了所有阵法波澜。天地间顿时有神纹照耀，像是一柄开天的古剑，煌煌惊世，斩尽苍生。卧槽！一瞬间，那蛇人长老的头儿都麻了，青丝舞动，浑身妖气翻涌，想要抗衡。他做梦也没想到，叶萧身上竟然有如此恐怖的宝物，居然阻拦下神山法阵的威能。噗！在那根真羽斩下的一刹，他整颗头颅轰然炸裂，竟真的被这一根灵羽贯穿，血骨盈盈。咕噜！这一幕更是令殿中一众神山弟子心神震颤，浑身都凉透了。就在此时，叶苍却忽然转身关上了神殿大门。叶萧神色温和，众瞳中神光迸射，将此处虚空尽数禁锢。随着他迈步走出，一股大成五重的威压横碾下来，顿时令殿中一众神山天骄脸色大变，欲哭无泪。你不要过来啊！顿时间，神殿中爆发出璀璨的灵辉，无数符文法印从天打落，掀起万丈波澜。
只见叶萧与叶苍两人拳印横落，所过之处，所有神山天骄肉身炸裂，神魂尽泯，断肢血骨洒落一地，宛如一处生灵土场，触目惊心。如今的上古神山，强者尽数跟随叶牙去了龙血大泽，仅剩下一些老弱病残以及这位天机巅峰的四长老。在任何人看来，一位天机巅峰足够震慑任何外界天骄，可叶牙还是低估了叶萧的野心与图谋。他根本不知晓叶萧让他围攻龙血大泽的真正意图。作为道宗秘境的霸主，龙血大泽的职责就是镇压那一处轮回秘藏。如果此时轮回谷藏现世，你猜龙血大泽最恨谁？从一开始，叶萧就没打算真的与上古神山联手，也没打算让他们从龙血大泽回来。轰隆隆，随着殿门重新打开，一股浓郁的血腥气息扑面而来。而叶萧则是在一位神山生灵的带领下，一路朝着后殿走去，那里正是神山宝库所在，是这方彝族势力真正的底蕴之地。神子，就是这里了。噗嗤，叶萧随手一掌落下，直接将那夜叉青年的脑袋砸成了粉碎。去找找还有没有活口。随着叶萧话音落下，叶苍与姬如梦顿时转身朝着其他大殿走去，而他的身影则是迈入了眼前一座金碧辉煌的古殿中，消失了踪影。此时他能感觉到这座殿中有一股极其恐怖的神魂封印，这种封印力量当然不是任何神山青年能够破开的。可对于叶萧而言，有众瞳以及太初祖符这样的无上神宝，任何封印对他而言都没有太大的威胁。童子出品，必是精品。嗡！下一刹，只见一缕金光升腾而起，叶萧眉心太初祖符熠熠生辉，将所有魂纹封印尽数压制。而那一扇不知尘封了多久的大门，终于是缓缓打开，其中神辉缭绕，宝气氤氲，各种灵宝神材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当叶萧三人的身影出现在神山之下，这座往日的彝族圣地早已是一片死寂。神子，接下来我们去何处？叶苍周身血气缭绕，他的境界竟在这种杀伐中有了明显的提升，隐隐有了触及神伦巅峰的势头。你们先离开秘境，叶苍，你去找八祖，让他在秘境入口等我。叶萧从怀中掏出2只装满灵材宝物的乾坤袋，分别递给了叶苍与姬如梦。以他们的境界，此时已经很难帮到叶萧什么了。叶家作为叶萧最大的依仗，诸位老祖虽是他真正的底牌，但叶苍这些当代之人也将会追随叶萧的脚步，真正踏上天地巅峰。一人强不算什么，一族强才是真的强。多谢神子。叶苍与季如梦对视一眼，眼底皆是一抹浓郁的欣喜与敬畏。随着两人离去，叶萧眼底也是渐渐闪过一丝深邃。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既然钱财到手了，接下来他也该去履行承诺，收割凌晨这位邪魔了。龙血大泽广袤无尽，可怖的血雾升腾而起，大泽中不停有水泡翻涌，像是埋葬着一方大事。顾明月站在中央一片血泊之前，青丝飘扬，凤眸清冽而深邃，周身先天符文闪烁，将一切毒霭血气尽数抵挡。这里他之前已经来过一次了，却被此地的真龙血气所阻拦。按照那些大泽生灵所说，此处的封印是曾经一位无比强大的真龙强者所布置，除了真龙血脉，无人能够闯入。如今顾明月虽然得到了这枚真龙血灵，可他毕竟不是真正的轮回传人，一旦贸然触碰封印，不知会不会引来龙血大泽的戒备与追杀。轰隆隆，就在顾明月内心沉吟之时，远处那一片龙血神殿上方突然传来阵阵恐怖的嗡鸣声。顾明月脸色一愣，转头看去，眼眸骤然一凝。此时他看到一位位灵光璀璨的身影矗立在天穹之上，周身符文缭绕，气血惊人，为首之人是一位身穿黄金长袍，背生双翼的中年男子，一双眼眸仿佛黄金浇灌，神性盎然。太古神山夜叉王。顾明月黛眉轻蹙，喃喃一语。按理说上古神山与龙血大泽乃是世代姻亲，并无仇怨。如今道宗秘境开启，各大彝族被道主禁足，本不该如此兴师动众。何况之前叶萧强势镇杀了叶唐与敖天，应该会令两大彝族同仇敌忾才是。如今上古神山气势汹汹而来，明显是来者不善。难道突然间顾明月似乎想到了什么，脑海中渐渐倒映出一张清俊温和的脸庞。叶萧。除此之外，他根本想不到任何人有胆量算计一方彝族霸主。对于他这位未婚夫，顾明月再了解不过了，他的手段与心计足以媲美那些仙宗古祖、大教圣主。可如果是叶萧所为，他的目的又是什么？顾明月低头看着手中的真龙血灵，眼眸骤然一凝。难不成他是为了拖延龙血一族，为自己创造夺宝的机会？叶萧。顾明月红唇掀起一抹浅淡弧度，心底竟有些感动。他很想现在就去到叶萧身边，问清楚事情的始末。可上一世
他明明对自己很是冷漠。顾明月深吸了口气，压一下心底涟漪，抬脚朝着那层层血雾中走去。无论如何，他此行真正的目的都是眼前的这座轮回古葬。作为一个众生者，即便顾明月已经渐渐对叶宵放下了防备，但他永远坚信一个道理：实力才是掌控命运的关键。叶宵的天赋始终令顾明月有所忌惮，而他想要改变命运，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打开涅槃印的封印。嗡！一念至此，顾明月再不犹豫，直接踏入那层层血雾中，消失了踪迹。以他前世的经验，这些上古传承秘境中一定会蕴藏着诸多考验历练，有凌天在前开路，也省去了他诸多麻烦。这一点他还是从叶宵身上学到的。嗡！顿时间，此地就有血纹翻涌，一缕恐怖的轮回真意悄然弥漫。而顾明月眼前竟浮现出一座诡异的魂桥，其上矗立着一道道盖世无双的身影，有身高100丈的黄金巨人，有布满鳞甲的真龙大帝，有3头6臂笼罩在黑暗中的魔影，隐约间在那魂桥尽头似有一尊黑色的大殿矗立，像是一座太古旧墟，葬尽诸天万族。轰隆隆！与此同时，龙血神殿，只见一位血发男子眸光微厉，像是有所感应，转头看向了大泽深处。叶牙，你到底什么意思？敖甲，难道我说的不够清楚吗？既然敖天与叶棠齐齐陨落了，当初他们2人订婚，你龙血大泽收取的贺礼，是不是应该分我上古神山一半？叶牙神色漠然，丝毫没有理会这位大泽霸主眼中的急切与杀机。叶牙，天儿和叶棠陨落，你不想着为他们报仇，居然惦记他们的贺礼？敖甲怒喝一声，满头血发飘荡，气血惊人。当代之争，生死由命，况且敖天当日就死在大泽之畔，我也没看你出手啊。叶牙语气讥讽，毫不退让。你，叶牙，难道你要掀起我们2大势力的不朽战吗？你可要想清楚后果。如今的彝族已经被道宗圈养，失去了自由，甚至敖甲与叶牙心底都清楚，道宗每隔100年打开一次秘境，就是为了放圣州天骄进入，猎杀彝族天骄，世世代代压制他们。这样的手段倒是与9天那些家伙颇为相似。这位道主的身份或许并不像世人想象的那般简单，如今叶牙居然兴师动众，前来龙血大泽挑衅，简直愚蠢。一旦他们2大彝族开战，最终的下场就是被道宗彻底镇压，再无翻身之日。敖王误会了，我只想拿回属于我上古神山的灵宝。叶牙摇了摇头，并没有真的要与龙血大泽鱼死网破，毕竟他只答应帮叶宵拖住这些龙血强者，并非想要彝族自相残杀。哼，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敖甲冷哼一声，朝着身后一位龙血长老使了个眼色，你去血泽看看。是。就在那龙血长老欲要离开之时，却被几名神山长老阻拦了下来。叶牙，你到底要干什么？在敖王没有归还灵宝之前，龙血大泽一个人也别想离开此地。什么？闻言，敖甲眸光颤动，心底突然有所猜测，难不成这叶牙是故意将他们困在此地？可他的目的是什么？好好，那就让我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话落，敖甲一步踏出，直接撕开虚空，出现在了叶牙身前。而他那2只手掌更是化作血色龙爪，掌心血纹喷涌，朝着叶牙镇压而下。轰隆隆，2人身影碰撞的一刹，那一片虚空顿时模糊破碎了。可怖的灵威席卷，将万里之地尽皆笼罩。此时，叶宵的身影则是出现在了那一座古老的大渊之前。他低头看着下方的黑暗，一双金色重瞳光华璀璨，封印尽致，尽收眼底。轮回之主幽姬，这2人之间究竟有何关联？叶宵神色漠然，总感觉这座大渊中隐藏的秘密很可能比他想象的还要恐怖。到了大渊深处，凌晨气喘吁吁地站在一座破败的青铜古门之前，眼底难掩激动与振奋。在其身前，一座隐藏在黑暗中的宫殿静静矗立，雾霭缭绕，透露着无尽的苍茫。此时他能看到大殿之前洒落着无数白骨尸骸以及诸多神宝碎片，方圆万里一缕缕火焰阵纹弥漫，宛如上古禁域，神明进行。终于在历经了无数艰难险阻、诬陷追杀之后，凌晨如愿找到了这一座封印着灵火的古殿。按照幽姬所说，这座殿中不仅有一道天地灵火，还有当初他封印在此的无数灵宝造化。虽说幽姬始终未曾提及他究竟为何会将这么多的宝贝封印在道宗秘境，但管他的呢，现在统统都是我的了。天命在我。小陈。就在此时，他的耳畔突然传来了一道略显虚弱的声音，只见一缕幽光一闪而逝，重新落入了魂界之中。我这道魂体或许撑不了多久了，等你打开古殿，一定要尽快融合灵火，突破大成境界。前辈放心，我会尽快帮你炼制一些恢复神魂的丹药。凌晨神色漠然，
就连语气中都没有一丝感情。早在幽姬怀疑他私吞阴阳神髓之时，两人心底就已经生出了嫌隙。当日夜宵降临，公然招揽幽姬，更是彻底触碰了凌晨的逆鳞。虽说最终幽姬并未真的背叛凌晨，但有些东西一旦出现裂痕，就再难恢复如初了。如今凌晨即将得到此地的灵火古藏，幽姬对他而言已经失去了大部分价值。不过在真正融合第二道灵火之前，凌晨自然不会跟他翻脸，他还需要幽姬护道，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变故。呼，凌晨深吸了口气，手中浮现出一道黑色的罗盘，破碎不堪，由4块黑铁碎片组合而成。而他的身影当即走到那一扇青铜古门之前，将手中罗盘印在了中央一处凹槽上。嗡，下一刹，整座青铜古门突然爆发出银色的辉光，只见一道道神纹以罗盘为中心，朝着古门四处弥漫而开，像是一方星海在点亮。轰隆隆，随着一道轰鸣声传来，青铜殿门徐徐打开，喷涌出七彩的霞光。这一刻，凌晨整个人都升华了，微微仰头，露出一抹享受之色。此时他突然感觉，似乎无论经历多大的困境，他终究会化险为夷，达成所愿。今日之后，他会让整个圣州知晓谁才是真正的天命禁忌。夜宵、姬如梦，他们终将成为自己的踏脚石，铺就他这条万古地图。希儿，你在殿外等我。从一开始，他就没有完全相信这个妹妹。如今古藏开启，接下来他就要闭关融合灵火，将洛熙留在殿外，以免多生变故。幽姬已经从沉睡中苏醒了，在这座大渊封印中，就算夜宵降临，也根本不可能威胁到他。哥哥是不相信我吗？洛熙眸光冷漠，脸上却闪过一丝淡淡的失落。希儿，这古藏中禁制颇多，与你的寒冰体质相克，你暂且留在外面，我很快就会出来。哦，洛熙点了点头，并未多言。可就在凌晨转身的一刹，却听身后突然传来一道急促的破风声，紧接着一股刺骨的寒意席卷而来，直刺凌晨腰间。小陈，小心！生死之际，幽姬的身影直接踏出古界，出现在洛熙身前。可怖的名言席卷而开，一股阴碎沧桑的气息当空碾落，将洛熙的身影直接撞飞了出去。扑哧，一瞬间，这位洛神族长公主的胸膛就彻底塌陷了，口中鲜血混着内腑喷溅而出，无比凄惨。虽说如今幽姬的境界仅在大成巅峰，却也不是他一个神伦之人能够抗衡的。果然，就像夜宵哥哥说的那样，眼前的青年根本不是凌晨，而是被这道蛊魂夺舍的傀儡。哼，不自量力！凌晨神色狰狞，眼底却是一抹淡淡的悲意。当初林家覆灭，他侥幸逃得一命，遇到了幽姬。那时候，凌晨心底只有2个愿望：找出覆灭林家的罪魁祸首，为林家307名族人报仇雪恨；另外一个就是找到希儿。如今，他虽如愿见到了这位青梅竹马的妹妹，却已是物是人非。只是，就在洛熙身影即将坠地之时，身后却突然荡起一缕涟漪。只见一双白皙纤细的手掌自虚空中探出，将他揽入怀中。一瞬间，凌晨的脸色就彻底苍白了下来，眼瞳中倒映出一道白衣挺拔的身影，浑身寒意入髓，根本无从遏制。小陈，走！幽姬沉喝一声，同样不敢有丝毫犹豫，裹住凌晨的身躯，朝着那一座古殿疯狂逃窜。洛熙看着那一道浑身魔意渐渐消失的身影，冰蓝色的眼瞳中有一丝愤恨。夜宵哥哥，此时他蜷缩在夜宵怀中，浑身紧绷，像是一只受惊的猫咪，乖巧可怜。若非夜宵及时降临，恐怕今日他的下场比死都要痛苦。原本等到那邪魔融合此地传承时出手，就可万无一失。现在好了，不仅被他逃进了大殿，你还受了重伤，下次还敢不敢任性了？夜宵瞪了洛熙一眼，轻轻将他嘴角的血渍擦掉，又从怀中掏出了一枚早已准备好的7品丹药，用力塞入了他的口中。此时夜宵的举动虽然粗鲁，却令洛熙感觉到了一种久违的温暖。夜宵哥哥生气了呢？可他明明更担心自己的伤势。嘻嘻，刀子嘴豆腐心。嗡！顿时间，洛熙就感觉一股恐怖的灵韵席卷全身，而他胸口的伤势竟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愈合，就连境界都有了突破的迹象。之前他跟随凌晨一天被打8顿，现在跟着夜宵哥哥只吃丹丹不吃苦。嘤，恭喜宿主赠予天命之女7品丹药金刚冲元丹，获得万倍返还奖励。仙丹9转大结丹，服用后瞬间提升2个大境界，持续时间1个时辰，用以保命杀敌，无任何毒副作用。夜宵眼底闪过一丝深邃，不着痕迹地将大结丹药收入了乾坤界中。1个时辰提升2大境界，这不纯纯的装逼神器。如今凌晨已经走投无路了，就连幽姬这位上古妖魂气息也是虚弱无比，明显是被凌晨折腾的不轻，不足为虑。
可那位灵天道子才是这座秘境真正的主人，他的专属造化，源自当初那位横推了整个彝族的轮回之主。有了这枚九转大结丹，叶萧不仅能轻易将它收割，或许还能趁机俘获顾明月。这世上大概没有比执子之手，死生契阔更令人向往的吧。热血杀伐靠的是气运，逆风翻盘的永远是天命之人。反派嘛，当然是步步为营，占尽先机，杜绝一切风险。哥哥别生气了，以后洛西乖乖听话就是了。洛西吐了吐小舌头，软软糯糯的，眼中是一抹毫不掩饰的愧疚。原本他是想亲手将凌晨送走的，如今看来他还是低估了这头妖魔的警惕与实力。在这儿等着，看我待会儿怎么收拾你。该死！林夕这个贱人果然跟叶萧有勾结。大殿深处，凌晨神色狰狞，脸色无比煞白。他虽然一直在提防洛西，却没想到还是被他和叶萧给算计了。这一路上，凌晨利用洛西镇杀了诸多彝族生灵，始终观察着洛西的一举一动，从未见他有任何异常。如果没有洛西在幽姬沉睡的这段时间，他根本不可能走到此地。可如今叶萧突然降临，又令他陷入了惶恐与绝境。前辈，你应该能拦住叶萧吧？凌晨眸光扫过眼前的大殿，眼眸骤然一凝。此时他看到这座大殿很是简单，墙角堆满了灵石、仙材，墙壁上挂满了各种灵宝法器，琳琅满目。大殿最中央的地方，一尊青铜古鼎静静悬浮，其中似有一团金色的火焰上下浮沉，仿佛轻易就能焚尽万古。幽姬轻点了点头，眼底却是一抹苦楚之色。按理说，以他大成巅峰的境界，根本无惧任何当代之人。可在看到叶萧的第一眼，他内心里就生出了一种难言的不安。以这位叶家神子的心性手段，又怎么可能将自己置身危险之中？叶萧早就知晓了他的存在，此时现身明显是有备而来。那就请前辈拦住叶萧，我会尽快融合这道灵火的。凌晨深吸了口气，迈步朝着那一尊青铜古鼎走去。按照幽姬所说，这一道被他封印在此的灵火，乃是上古灵火榜上排名第一的太古地炎，地境强者陨落之后本身血脉感悟形成的无上地火。而凌晨原本融合的那一道虚无吞炎，则是一道神魂火焰，排名第三，可焚神魂，杀人无形。两大灵火相辅相成，只要他能将其融入体内，就将是真正的当代禁忌。放心吧，这里有我布置的封印之力，叶萧短时间里是不可能进来的。幽姬默然一语，漆黑的眼瞳中影有一丝沧桑。当初他想尽办法逃离此地，本想着日后有机会再回来收取造化，谁成想最终他还是没能挣脱命运枷锁，陨落在了一场惊世阴谋中。如今他只盼着凌晨能顺利融合太古地炎，安稳离开此地，找个荒山大泽闭关修行，凭借这里的灵材丹药，也足够他踏入洞虚，甚至斩到境界了。嗡！就在幽姬话音落下的一刹，虚空中突然波荡起一缕涟漪，只见一道虚空大手印从天坠下，掌心神纹万道，混沌阴阳。一瞬间，凌晨的脸色就彻底苍白了下来，浑身银白色的烈焰升腾而起，在其身后更是有一尊银光圣影浮现，宛如一尊上古大帝，烈焰焚烧。焚天圣体，作为一名圣体天骄，若非凌晨出身贫寒，如今至少也是一位年轻至尊。据说这道圣体源自上古时期的一位人族大帝炎帝，真正的巨擘人物，一旦圣体大成，一缕眸光便可焚尽万古。轰隆隆！可在那道虚空掌印落下的瞬间，凌晨头顶的圣影竟轰然溃散了，而他的身躯更是被碾压在地，浑身骨骼发出阵阵诡异的破碎声，根本不在一个层次。该死！凌晨牙关紧咬，眉心处裂开一道缝隙，只见一团银白火焰迸射而出，朝着那一道掌印湮灭而去。小陈，在其身旁，幽姬惊呼一声，转身看着那一道迈步走来的白衣身影，眼眸骤然一凝。哪怕以他的神魂造诣，此时竟丝毫没有察觉到叶萧究竟是何时降临的。此时他突然明白了，原来之前凌晨说的都是真的，阴阳神髓的确不是被他私吞了，很可能是落入了这位叶家神子手中。也就是说，从那时候起，凌晨就已经落入了叶萧的圈套。一念至此，幽姬心底顿时生出一丝寒寂，深入骨髓。前辈考虑的如何了？要不要弃暗投明，臣服于我？叶萧迈步走来，云淡风轻，脸上带着一抹温和笑意。唉，幽姬轻叹了口气，挥手打落下一道名言，将凌晨头顶的虚空掌印磨灭。叶萧神子，如果我臣服于你的话，你能否放凌晨一条生路？闻言，凌晨的脸色顿时狰狞了下来。前辈你不能。叶萧摇了摇头，前辈应该明白，放虎归山这种事儿可是先途大忌啊。之前他放过凌晨，是因为这位天命之人还有更大的价值。猪嘛，当然是要养肥了杀。如今洛西已经亲眼看到凌晨化魔
对于叶宵完全信任。而这座灵火秘藏也出事了，凌晨算是彻底耗尽了光和热。可他毕竟是天命之人，受天道庇护，叶宵又怎么会给他任何崛起的机会？既然如此，叶宵神子得罪了。幽姬神色苦楚，眼中渐渐有所决断。下一刹，他的身上忽然有滔天的明炎沸腾，整个身躯竟化作一尊遮天蔽日的黑色大秦，可怖的妖气掺杂着无数火焰神纹席卷，欲要将叶宵压制。我说过了，我的耐心很有限，前辈一再庇护凌晨，又得到了什么呢？叶宵轻叹了口气，眼底渐渐有魔纹交织，他再度抬起一只手掌，紧握成拳，10000神魔威力轰鸣，直接将身前的烈焰符文统统碾成了齑粉。大成五重，幽姬惊呼一声，浑身都凉透了。短短1月时间，这位叶家神子的境界竟突破到了大成五重，这是何等逆天的天赋，就连幽姬也从未见过。万古独一，叶宵，你残忍嗜杀与魔合一。幽姬银牙紧咬，轰然探出一双燃烧着明年的妖爪，撕裂天穹，朝着叶宵镇压而下。小臣逃。闻言，凌晨眼中虽有不甘，却不敢犹豫，直接抱起那一尊青铜古鼎，就欲逃离此地。前辈看好了。这个时候，叶宵也不打算再继续隐瞒了，眼中魔意翻涌，万化魔域凭空显化，逐渐将整座大殿笼罩其中，再无出路。一瞬间，整座大殿就被黑暗侵蚀，一枚枚黑暗符印闪烁苍穹，将时光大道统统破灭，像是坠入了一方魔域。这是……幽姬与凌晨的脸色一点一点凝固了下来，眼瞳中透露着无尽的骇然与不可思议。晚辈就是魔。叶宵神色温和，可说出来的话却令幽姬如坠冰窖，万念俱灰。叶宵，你果然是魔。凌晨身躯一颤，整个人如坠冰窖。他怀疑过叶宵阴险狡诈，怀疑过叶宵残忍嗜杀，唯独没想到这位叶家神子竟然真的是魔。就连幽姬眼底都是一种难言的惊悸与苦楚。堂堂叶家神子，正道领袖，竟然是魔。突然间，他又想到一些不堪的过往，绝美的脸庞上露出一抹无奈笑意。难道这就是命运吗？无论他如何挣扎，最后的下场都一样嗡。叶宵并未多言，众瞳中神纹缭绕，金光迸射，一瞬间，这片虚空就被彻底禁锢。哪怕只是一刹，却令幽姬心神震荡，惊声嘶喝：“小臣小心！”噗！随着叶宵一拳砸落，他浑身的骨骼、血肉都在沸腾，没有任何留手。你！凌晨眼眸圆瞪，这般重瞳神威令他胆寒，浑身都在颤抖。不，我不能死！凌晨低头看向手中的太古地岩，下一刹，他竟直接将那一尊古鼎朝着叶宵横掷而去，挡在了头顶上方。当！只听一道天音震荡，金色的烈焰席卷而下，将虚空焚烧模糊。凌晨深吸了口气，径直迈步走入了那层层烈焰之中。啊！痛苦的惨叫声当即响彻了整座大殿，而凌晨身上的衣衫、血肉竟直接被这道金色火焰焚成了灰烬。此时他矗立在烈焰之中，就连发丝都在燃烧。偏偏他的一双眼瞳中仿佛倒映着一股古老而苍莽的地势。我为炎帝，当镇压一切敌。轰隆隆！这一刻，凌晨终于放下了所有顾虑，以凡人之躯开辟地岩圣体。魂海7重，魂海8重，魂海9重，神轮1重，神轮9重。仅仅一刹，凌晨的境界就跨越了一整个大境界，达到了神轮巅峰，媲美年轻至尊。对此，叶宵脸上却不见任何波澜，像是早有预料。天命之子，临死突破，再正常不过了。可惜，即便凌晨觉醒圣体神威，可他与叶宵之间的差距仍旧是无法弥补。只见叶宵那一条探出的手臂上突然有血纹缭绕，杀势更盛。此时他浑身的皮肤都像是在绽放血光，背后一尊真龙法相矗立，傲视古今。幽姬眸光震颤，竟在这道龙影面前感觉到了一种源自血脉的恐惧。怎么可能？如今3000道州天道崩塌，仙人高踞9天，垂钓万族。万载以来，人间早已没有超脱至尊的强者出现，就连那些古地巨擘，如今也躲藏在深山墓穴，生怕被人窥见。叶宵身上的龙血神威，明显已经超脱了生灵范畴。在有些人眼中，这样的族血可比地境血脉更为珍贵。我命由我不由天。焚天神怒法莲！凌晨怒喝一声，金银两色灵火开始交织，在他头顶演化成一尊法莲神印。在这股炙热恐怖的气息下，叶宵感觉肉身、魂海都在崩塌。此时他有种预感，凌晨的这道攻势足以屠杀大成生灵，不愧是天命之人。叶宵眼神清冽，俯瞰着下方凌晨，他一步踏出，拳印砸落，像是一尊太古的血龙，洞穿时光而来，根本不给凌晨施展底牌的机会。
10000神魔威力轰鸣颤动，杀戮、混沌、阴阳、寒冰4种无上道则尽会在这一拳之中。虚空破碎，乾坤逆转。这一刻，幽姬竟在夜宵拳印之下看到了域外之景。这个少年竟凭肉身力量打碎了域界屏障。小陈，此时幽姬眼中明显闪过一丝犹豫，最终还是不愿看到凌晨陨落，朝着夜宵奔掠而去。嗡！就在此时，在他头顶之上，一缕鸿蒙清辉悄然绽放，像是一张无形的大网，将他禁锢原地。其中，一枚青色的古令浮沉天地，如同混沌深处开天辟地的那块青石雕琢而成，道法自然。扑哧！以幽姬的实力，在这股太初神魂镇压下，都是瞬间被碾落在地，本就暗淡的魂体愈发模糊。轰隆隆！与此同时，夜宵的拳印终于落在了那一道尚未成型的法莲之上。扑哧！此时凌晨脸上的逼意还未消散，就彻底凝固了下来，眼睁睁地看着夜宵将法莲洞穿，出现在了他头顶上方。不对，这剧情不对。以夜宵的嚣张性格，不是应该等自己彻底凝聚火莲，再堂堂正正碾压自己吗？夜宵，你无耻，有种等我融合完灵火。傻逼！这一次，夜宵再未给凌晨喘息的机会，一拳砸在了他头颅之上。噗！凌晨眼眸瞪大，透露着无尽的不甘与怨恨，整个身躯轰然炸裂。而夜宵周身当即有魔光呼啸，将他的血脉、圣体本源尽数吞噬嗡。与此同时，一金一银2道灵火徐徐升腾，悬浮在大殿上空。第一，恭喜宿主完成天命之人首杀，获得奖励，天命铸造值 5%， 总 9%。第一，恭喜宿主成功击杀天命之人，获得奖励，焚诀、准地诀。第一，恭喜宿主成功击杀天命之人，获得奖励，生命神髓、仙药。第一，恭喜宿主成功击杀天命之人，取代他的宿命因果，1月之内将有天命之女主动现身。哦，夜宵眼眉轻挑，暗道一声果然。之前他就猜测凌晨的宿命情缘很可能跟秘境中的这道天地灵火有关，如今他既然落到了夜宵手中，自然就成了夜宵的因果剧情。走天命之子的路，让天命之子无路可走。虽说斩杀这位天命之子的过程有些复杂，但收获也是显而易见的。就单单这5点天命铸造值，就相当于绑定5位天命之人。接下来夜宵只要将凌天收割，就能抽取第1道天道宝箱，心底不免有所期待。前辈，现在你考虑的如何了？我可是诚心诚意想要你追随。夜宵转头看向幽姬，却见这位上古大妖早已放弃挣扎，神情木讷。如果幽姬真的轻易背叛了凌晨，夜宵或许早就将他杀了。但这位大妖始终忠贞，即便被凌晨误会羞辱，也没有放弃本心。当然，夜宵真正在意的还是他心底隐藏的那个秘密。此时夜宵有种预感，幽姬的陨落一定牵扯着一段真正惊人的旧秘，很可能与如今的天地格局有所关联。唉，幽姬轻叹了口气，微微摇了摇头。凌晨已死，是非对错他已无心分辨。况且他的这道神魂已经是真正的油尽灯枯，除非能够在短时间里找到一株仙药，否则再没有恢复的可能了。他不想到死再背负一个叛徒的罪孽。夜宵神子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我是不会臣服一个魔的。魔？夜宵摇头一笑，云淡风轻，眼瞳中透露着一丝深邃。前辈觉得什么是魔？魔当然是残忍嗜杀，无恶不作。可前辈有没有想过，那些所谓的仙也在屠杀生灵，铸就仙徒？夜宵神色肃然，身上仙辉凛冽，与头顶的魔域格格不入。可是这些年前辈与凌晨应该也掘了不少的古墓旧坟，杀了不少生灵修者吧？幽姬哑口无言，眼神有些闪躲。他明白夜宵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这条仙途中根本无人能独善其身，要么成为猎物，要么就要踩着无数尸骨踏上天巅。待我成帝，自有大儒为我辩经。还是说前辈觉得我滥杀无辜，无恶不作了？夜宵眸光死死地盯着幽姬，神辉熠熠，霸道至极。没有。在这一双重瞳注视下，幽姬只感觉心跳的厉害睥睨冷漠。与凌晨相比，眼前这位叶家神子无论心性还是天赋都要强大太多太多了。人中之龙，枭雄之姿。这1月时间，幽姬已经不止一次被夜宵的心计手段所惊慑，甚至就算凌晨死了，或许也是夜宵的一种谋略。死无对证，他会永远背上杀害向坤以及邪魔之名，被世人所唾弃。而夜宵这位真正的魔，却以救世主的姿态成为了世人心中的英雄。难道前辈就甘心九幽一族湮灭在历史长河中吗？看着幽姬眼中的迷茫，夜宵忽然轻声说道：
一瞬间，幽姬的眼神就变得阴森狰狞，可怖的妖气在其周身缭绕，名言翻涌，法相天地。此时他才恍然记起，他不是什么残魂孤魄，老死无依，更不是什么纯良善女，一生寂寂。他是洪荒大妖，身上流淌的是妖帝血脉，是战天斗地不败神禽，蛮荒共主啊！幽姬缓缓闭目，两行清泪自眼角流淌下来，苦涩至极。这些年他追随在凌晨身边，用心呵护他的成长，竟渐渐磨灭了心中傲气。唯有看到夜宵，他才隐约看到了一种希望，一种真正傲立天地，漠视苍生，征伐9天的霸势。前辈追随我，我保证1月内帮你重塑肉身，1年内恢复巅峰修为。随着夜宵话音落下，整座大殿顿时陷入了一片死寂。然后我们一起拿回属于九幽一族的一切。按照夜宵的了解，当初的九幽一族一夜飞升，消失在了蛮荒大洲。可他们作为妖族共主，如今蛮洲的诸多大妖仍旧对这一族死心塌地。幽姬的出现势必会令蛮洲妖族格局大变，或许夜宵就能趁机掌控这方曾经的天地霸族。九幽一族，幽姬拜见神子。幽姬深吸了口气，恭恭敬敬地朝着夜宵拜了下去。如若神子不弃，幽姬愿祭献神魂，与神子立下主仆之契。这是幽姬的投名状。他明白，像夜宵这样的枭雄之姿，绝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人。既然如今他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了这位叶家神子身上，也就没什么好顾虑的了。哦，夜宵眼眉轻挑，缓缓点了点头。懂事成熟，黑丝这样的美妇谁不喜欢？嗡！随着一声嗡鸣响彻，幽姬眉心顿时有一缕魂光升腾，朝着夜宵魂海落来。顿时间，两人之间就有了一种特殊的感应，与魂印相似。主人，幽姬神色恭敬，对于夜宵，他是从心底感觉敬畏。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九幽一族究竟发生了什么吧？还有，夜宵打量了一眼眼前的大殿，这座秘境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你和轮回之主是什么关系？此事说来话长。幽姬轻叹了口气，将当初秘境中发生的事情一一说出。你的意思是，这里曾是轮回之主的道场，这些彝族都曾是他的奴仆？夜宵皱了皱眉头，如果事实如此，那为何这位轮回之主最后会将所有彝族先祖镇杀？不错，他们中很多种族来自旧墟。旧墟，单单一个名字就令夜宵感觉到了一种难言的苍莽气息。此时他仿佛看到了诸多巨人身影，大妖大青，成片灰白颓败的仙殿倾塌，断壁残垣，神树枯枝。大地之上，白骨堆叠，万物枯竭，荒凉无尽。是一处隐藏在3000道洲却超脱道洲的神秘大墟。据说那里是万物生灵的起源之地，天道凋零，当初9天动乱后，不少种族古祖回归了旧墟。幽姬眸光深邃，脸上一片肃穆。后来轮回之主似乎发现了什么秘密，开始疯狂地炼化这些旧墟生灵。如今你看到的彝族是当初轮回道场最弱小卑微的生灵。秘密，我曾偶尔听轮回之主提起，他曾去过旧墟，并在那里找到了永生的答案以及人族崛起的契机。幽姬无奈一笑，我担心有朝一日他会将我也炼化，便偷偷逃离了这处道场，前往了3000道洲。原来如此吗？虽说此时夜宵仍旧不知晓轮回之主究竟做了什么，但对于这位上古巨擘却有了更多了解。旧墟、万族、永生，这样3个字眼放在一起，很难不让人热血沸腾。那九幽一族呢？如今夜宵既然收了幽姬为仆，就得弄清楚他的敌人究竟是谁，提早布局。我族。幽姬身躯一颤，像是想到了什么可怕的事情。沉默良久后，幽姬忽然看向夜宵，语气低沉地道：我怀疑现在的地主或许就是轮回之主。什么？哪怕以夜宵的心性，在听到这个秘密时，还是感觉到了一丝震惊。轮回之主就是地主？难不成他已经掌握了永生的秘密，找到了那一条重回旧墟的道途？我也只是猜测，当初我逃离轮回道场后，一直未敢现身，生怕连累族人，直到1000年之后，轮回道场突然成了道祖的修行之地。我也曾怀疑道祖就是轮回之主，所以直到他飞升9天之后，才敢回到蛮洲。当时我的境界已经突破到了至尊，令九幽一族实力大增，彻底成为了蛮洲共主。然后幽姬沉默了许久，嘴唇不停颤动。九幽一族迎来了最黑暗的时光，地主登基，成为3000道洲的主宰，而我九幽一族作为妖族共主，由我前往圣州觐见。之后地主告知几位道州主宰，人间天道崩塌，未来将再无人能飞升9天，他将打造登仙台，助众人一臂之力。这个秘密3000道洲只有寥寥几人知晓，而我九幽一族便是其中之一。我永远也忘不了当初我族举族踏上登仙台的那一幕，那是一个很大的仙门，矗立在天地尽头，雕琢着无数古老的符文。可踏入仙门的那一刻，整个世界顿时黑暗了，
那种力量像是一轮很大的磨盘碾过，至尊也不过蝼蚁，顷刻间就破碎了。是我父皇在生死之际护住我一缕神魂，将我送回了3000道州。我也不知是如何落入了林家的那枚魂戒中，陷入了沉睡。或许是其中那一缕灵火气息冥冥中指引了我吧。话落，幽姬眼神空虚，整个人像是耗光了力气。其实他也不确定那一尊仙门背后究竟是什么，甚至不确定这到底是一场阴谋，还是飞升就是如此。等到他苏醒过来，3000道州早已物是人非，而他也不过一缕残魂，再难改变什么。所以你怀疑是地主算计了3000道州的诸多巨擘强者？叶萧神色凝重，他相信幽姬说的都是真的，可他总隐隐感觉事情并非幽姬看到的那么简单。那一座仙门究竟是什么？地主又在图谋什么？如今都是谜。当初究竟有没有人飞升9天，我并不清楚，但我打探过曾经那些登上登仙台的势力，如今都已在3000道州除名了。幽姬轻轻颔首，小心翼翼地看了叶萧一眼。与地主为敌，即意味着与3000道州为敌。换成任何一个人，在知晓了幽姬身上背负的仇恨之后，恐怕都会毫不犹豫地舍弃他。毕竟如今的地主是真正的天地共主，成道之人。我知道了。可令幽姬诧异的是，此时叶萧却只是点了点头，脸上并不见太多波澜。地主固然恐怖，可叶萧终有一天会面对这位人间主宰。在任何世界，上位者都不会允许变数的出现，而叶萧就是这场大事真正的变数。前辈先在魂界中休息，等离开秘境后，我会帮你恢复肉身。叶萧弯腰捡起地上那一枚古老的黑色戒指，将其中属于凌晨的魂石抹除，戴在了自己手上。这枚魂戒与普通乾坤戒最大的区别就是它能藏匿生灵。同时，叶萧将那一道生命神髓也放入了魂戒之中。有这一株仙药温养，最起码能保证幽姬神魂不灭。这是感觉到这道神髓中蕴含的恐怖生机，幽姬眸光颤动，对于叶萧愈发敬畏了。10年了，整整10年，他从没像此刻吃得这么好过。嗡！叶萧手掌轻挥，将此地的灵宝、神材统统收入了魂戒之中，而他的眸光这才落在了那2道天地灵火之上。在收割了凌晨这位天命之人后，叶萧已经吞噬了2大顶尖圣体，大日圣体以及焚天圣体，而他的万化魔体距离3转也只剩下3道圣体本源。此时叶萧已经开始期待魔体3转将会觉醒怎样的逆天神通。随着叶萧原地盘坐，众瞳中顿时迸射出一缕缕金色的神纹，将那一金一银2道天地灵火尽数囊括。在他修为踏入大成境界后，这双众瞳也是觉醒了第3奥义神威。相比于第1奥义时空禁锢，第2奥义永恒放逐，这众瞳第3奥义并非公式，而是能将世间一切力量融入这一双眼瞳之中。天地灵火作为3000道州最恐怖的火焰力量，当初炎帝正是凭此登临9天，创建无上火域，镇压仙神。只要叶萧将这2大灵火融入众瞳中，随便一缕眸光都能轻易焚杀大成。与此同时，古殿之外，洛希看着殿中突然奔涌的魔翼与火焰波澜，冰蓝色的眼瞳中尽是愤恨与无奈。此时他能想象叶萧在经历何等惨烈的大战，心底不免有些担忧。直到古殿中突然走出一道白衣身影，洛希紧绷的心弦这才彻底放松了下来，直接朝着叶萧扑了上去。哥哥，你没事吧？没事。叶萧摇头一笑，2只眼瞳竟呈现出2种截然不同的色彩，神秘深邃。只见他从怀中掏出一枚青铜古令，递到了洛希手中。这是我从凌晨尸骸中找到的，应该是林家的族令，留给你当个念想吧。哥哥。洛希眼眶泛红，小心翼翼地将那一枚林家族令收了起来。此时他心底突然有些空落落的，凌晨死了，兰花婆婆也死了，他好像也没有什么理由能继续跟随在叶萧身边了。希儿，接下来秘境中或许会爆发一场动乱，你先回道宗等我，过后我会派人送你回洛神族。叶萧的脸色渐渐凝重了下来，算算时间，顾明月与凌天应该已经进入轮回谷藏了。按照幽姬所说，如果轮回之主就是如今的地主，恐怕这座古藏中的传承势必会极其惊人。唯一令叶萧有些困惑的是，若是如此，轮回之主为何会将轮回地伏放于秘境之中，而他的本命神宝轮回塔又为何会落入玲珑仙主手中？哥哥，你都知道了。洛希小脸一愣，有些心虚地低下了头。他从没说过自己来自洛神族，叶家作为人族领袖，一定对他们这些古神族血脉很抵触吧。叶萧脸色一愣，伸手揉了揉洛希的小脑袋。洛希，你记住，从凌晨死的那一刻起，我就是你这个世上唯一的哥哥了。不管你是谁，将来是谁，我都是你哥哥。哥哥。洛希眸光颤动，心底最后一丝顾虑彻底消散了。只见他轻轻依偎在叶萧怀中，心底喃喃道：可是哥哥，我不想只做你的妹妹呢。嗡。就在此时，
叶萧身上的传音符中突然亮起了一缕灵辉，紧接着顾明月的声音就在他魂海中悄然响彻：“叶萧，你能来帮帮我吗？”叶萧轻轻将洛熙放下，眼瞳中影有一丝深邃。他也没想到顾明月竟然会主动向他求救，这说明如今这位至尊女帝的确已经放下了对他的防备。作为轮回传人，凌天才是这座秘境中的主角，哪怕顾明月天命之身在他的专属机缘面前仍旧是有所不敌。哥哥，怎么了？洛熙俏脸一愣，明显感觉到了叶萧周身散发的凛冽杀机。此时他看到叶萧的眼眸中仿佛有无尽的仙辉迸射，神霞弥漫，一道道火焰神纹在其中显化，犹如一片太古的深渊，可化焚天的烈焰。没事，走吧。话落，叶萧牵起洛熙的小手，入手冰凉软糯，朝着大渊上方行去。兄弟，你切记，再甜的女孩子也会有咸的地方。我们不是多情，是想在3000道州都有一个温暖的家啊。与此同时，龙血大泽，只见一座金色的古门显化天穹，透露着无尽的苍茫与神机。其中那一条璀璨的魂桥，像是一条轮回的路，连通着纪元与幽冥彼岸。出事了！大泽上方，敖甲看着那一尊徐徐浮现的轮回大虚，脸色早已是一片煞白。此时他突然明白了，上古神山究竟为何降临？他们竟是为了吸引龙族的视线，趁机打开轮回之门。这座神门究竟通往何处，就连敖甲也不知晓。可他们龙血大泽世世代代皆背负着一个使命，绝不能让轮回之门现世，否则就将是彝族的末路。叶牙！敖甲怒喝一声，浑身血气轰鸣，眼中最后一丝顾虑彻底消散了。他只有先解决掉这些神山强者，就能举全族之力猎杀那个打开了轮回之门的人。就算以敖甲的实力，此刻也根本无法踏入轮回之门，甚至就连道主也绝不会阻拦他猎杀轮回传人龙血大泽。随我出手，杀光这群神山叛徒。敖甲，你听我解释。叶牙眸光颤动，心底突然生出一种难言的不安。此时他突然意识到，上古神山很可能陷入了一场天大的阴谋。无论是诸祖坟墓被掘，还是冥妖传人现世，很可能都是那位夜宵神子的布局杀。敖甲身躯轰然破碎，化作一尊百丈血蛟，朝着一众神山生灵怒撞而去。一瞬间，这片天地就爆发出恐怖的轰鸣，厮杀声、怒吼声响彻天穹，无数尸骸断肢从天坠落，恐怖的血腥气息即便隔着很远依旧清晰可闻。虚空之上，夜宵神色漠然地看着眼前的一幕，眼底并不见一丝波澜，而他的身影则是径直踏入轮回之门，消失了踪迹。轮回古藏，这里就像是一方破败的古仙府，无数破碎的石柱、古殿罗列其中，断壁残垣，巨大的青石上铭刻着诸多古老复杂的纹路。远处看去，山河大地裂痕贯穿，像是经历一场旷世的大战。而在古葬最中央的地方，一根通天的黑色石柱静静耸立，上方连通着一方金色神玄。隐隐间，在那神玄之中，仿佛有一张张狰狞诡异的脸庞不停闪烁，无声嘶吼。更可怕的是，在那石柱四处缠绕着诸多金色的枷锁，符文万道，宛如游龙蜿蜒，仿佛在镇压着太古的大凶。顾明月，你果然在跟踪我。此时，凌天站在一座废墟之上，一双紫白色的眼瞳中灵纹流溢，神性盎然。他的气息明显比之前强大了许多，迈入了大成境界。在其眼瞳中，一枚枚轮回符印浮沉嗡鸣，随便一缕眸光都像是轮回的演化，六道齐现。顾明月黛眉轻蹙，伸手抹了一把嘴角的血迹。他也没想到凌天的动作居然如此迅速，这么快就融合了此地传承在这位道宗道子身上。顾明月能够感觉到一股极为恐怖的轮回气息，就连他都无比忌惮。嗡！下一刹，他玉手轻挥，虚空中好似有无数仙纹弥漫，仿佛一颗颗流星坠落。若是在外面，你或许还有一丝胜算，但现在……凌天摇头一笑，云淡风轻，根本没有将这位同为大成一众的仙朝女帝放在眼里。这里是轮回古藏，每一缕气息都蕴含轮回真意。如今他已经找到了玲珑仙主口中所说的轮回地符，并将其融入了魂海之中。在这里，他就像是一尊神明，掌控一切。嗡！面对顾明月的强大宝术，凌天眉心顿时浮现出一枚古老符印，迸发出浩荡恐怖的轮回波澜。这一下，整片虚空都像是在沸腾，轮回之力犹如怒海狂潮，将一切湮灭。只是，就在此时，凌天眼中突然闪过一丝淡淡的诧异，眼眸骤然一凝。只见顾明月掌心一缕金色神辉悄然浮现，像是先天烙印，破灭诸天。轰隆隆，顿时间，凌天施展的轮回真意就彻底溃散了。而顾明月的身影则如一尊绝世的女帝踏步而来，一世独立。哼，
倒是我小觑你了。林天冷哼一声，再不敢有丝毫犹豫，头顶一尊金色的古塔凭空显化。然后在顾明月惊悸的眼神中，古塔中竟有一只漆黑恐怖的掌印镇压而下，轻易就将他的先天之力尽数泯灭。噗嗤，顾明月身躯一颤，直接从天跌落，嘴角再度有鲜血洒落。他缓缓抬头看向那一尊金色古塔，脸上是一抹从未有过的凝重。此时他看到一尊无比魁梧的身影渐渐自古塔中走出，乌光缭绕，足有数丈庞大。在其周身，一缕缕混沌气息弥漫而开，凶威浩荡，像是一尊自洪荒走来的妖魔。吼！直到他的身影完全显化，顾明月方才看到，那竟是一只浑身长满黑毛的恐怖魔猿混沌天生，而他的气息更是达到了可怕的洞虚巅峰，根本不是当代之人所能抗衡。人间的气息啊！魔猿深吸了口气，露出一抹享受之色，而他那一双血腥色的眼瞳渐渐落在了凌天身上。轮回传人，死！在顾明月略显诧异的眼神中，他直接一步踏出，朝着凌天奔掠而去。轰隆隆！而他踏过的虚空瞬间破碎模糊，神力惊天。于荣，你想造反吗？凌天神色漠然，眉心轮回印记散发出璀璨的光华，而那魔猿脸上顿时露出一抹痛苦之色，眼神愈发狰狞愤恨，脚步逐渐停滞了下来。顾明月，我最后给你一个机会，臣服于我。凌天低头俯瞰着顾明月，眼底是一抹睥睨深邃。在彻底融合了轮回地符之后，他终于如愿打开了轮回塔的第一道封印。而这尊混沌魔猿就是轮回塔第一层中封印的妖魔。按照玲珑所说，轮回塔9层9道封印，越往上被封印的妖魔实力越强，血脉也更加恐怖。夜宵，凌天已经得到轮回传承，打开了轮回塔封印，你快点离开道宗秘境。顾明月手中突然捏起一枚传音符，语气清冷地道。他实在没想到，凌天手中居然还掌控着如此恐怖的底牌。即便夜宵战力逆天，可在这一尊混沌妖魔面前，仍旧显得太过渺小了。不知死活！凌天冷哼一声，手掌轻轻一挥，而那一尊混沌魔猿顿时迈步走出，一拳朝着顾明月镇压而下。轰隆隆，天地万里，神莲四起，魔猿于容一拳砸落，宛如一方魔日从天盖压，崩灭万古。唉，顾明月轻叹了口气，凤眸中隐有一丝无奈。方才他被凌天算计，被此地的轮回真意所伤，这才不得已给夜宵传音求救。可不知为何，在看到这尊洞虚妖魔的一刹，他先想到的竟然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夜宵。以他对这位叶家神子的了解，夜宵绝不会令自己置身任何险境。而顾明月想要打败这尊魔猿，唯一的办法就是强行解开涅槃印，恢复至尊修为。只是那样一来，他势必会被涅槃封印反噬，修为尽失。且不说这里还有一个道宗道子虎视眈眈，就单单龙血大泽中的那些彝族强者，察觉到此处动静后，也不可能放过自己。嗡！顾明月眼中神纹流转，就欲解开涅槃印。就在此时，他身前的虚空突然波荡起一缕涟漪，只见一道白衣身影徐徐浮现，周身灵光璀璨，仙韵盎然。夜宵！顾明月美眸骤凝，眼底倒映着一抹骇然与不可思议。无论前世今生，夜宵始终都是一个极为谨慎的人。这一世，他的身上虽然有很多变化，但他算计凌晨的手段还是令顾明月感到惶恐。他从来都不会让自己陷入任何困境，所走的每一步路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可此刻，这位最善伪装的叶家神子竟真的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与那一尊混沌魔猿相比，此时夜宵的身形显得极为渺小。可在顾明月心底，这一刻的夜宵比天还高。为什么？顾明月红唇颤动，眼眸中渐渐有雾水升腾。他根本想不通，此刻夜宵还能有什么图谋，值得他付出生命的代价？爱吗？嗡！夜宵神色清冷，并未理会身后的顾明月，同样探出一只手掌，在其体内10000神魔威力轰鸣震颤，道骨复苏。而他身外渐渐有一缕缕魔意缭绕，像是鸿蒙尽头诞生的第一缕黑暗，邪恶深邃。在顾明月震惊的眼神中，夜宵的境界竟以一种堪称恐怖的速度迅速攀升。大成6重，大成9重，天机1重，天机9重，洞虚1重，洞虚5重。仅仅一刹，夜宵的气息就达到了洞虚5重的可怕境地，而他的拳印也终于是与鱼龙魔猿轰然碰撞。轰隆隆，天地震荡，一股肉眼可见的力量波澜顷刻间席卷了万里之地，山川仙殿进化齑粉，可怖的裂痕贯穿而开，就连周围虚空弥漫的轮回真意都在这股力量波澜下彻底溃散了。噗嗤，夜宵身躯一颤，整个人直接倒飞而出，被顾明月双手揽在了怀中。夜宵，此时这位仙朝女帝
白皙绝美的脸庞上早已挂满泪痕，混着嘴角的血字滴落下来，在叶萧白衣上绽出一朵朵鲜艳的花。这一幕更是令他突然想起了大道神壁上的场景。此时叶萧眼中的魔意就如一柄尖刀，深深插在了顾明月心上。他明白，叶萧强提境界靠的就是体内被道蛊压制的魔意。叶萧竟真的为他选择坠魔，用命在乎他安危。原来他竟爱得如此深沉。明月，你先走。叶萧缓缓起身，脸色苍白而凝重。不，我不走。顾明月摇了摇头，心底渐渐有所决断。原本他想要截取凌天机缘，是为了更快解开涅槃印的封印，从而镇杀叶萧。可如今他心中的恨意早已荡然无存，有的只是愧疚以及对叶萧深入骨髓的爱意。他能逃走，可叶萧呢？以他如今的魔意，即便击杀了这尊混沌魔猿，可一旦踏出到宗秘境，就将彻底沦为举世不容的魔头。除非叶萧，如果我失去修为，你还会要我吗？顾明月红唇轻启，轻声问道。他明知这个问题很是愚蠢，可还是想要一个答案。即便这个答案很可能是假的，他都不会再有任何怨言。当然不会了，谁会傻到娶一个累赘媳妇啊？叶萧摇头一笑，眼神玩味地看向顾明月。此刻他嘴角的鲜血尤为刺目，伸手温柔地将顾明月额前乱发绕至耳后。傻瓜，为什么总是怀疑我？放心吧，有我在，永远不会有人能伤害你。轰隆隆，一瞬间顾明月心神就彻底崩溃了，眼泪簌簌滴落，相顾无言。他明明可以骗自己的天命之女道心动摇，宿主加把劲，即将解锁修仙新姿势。道心动摇吗？叶萧眸光清冽，并不意外。说到底，此刻的顾明月还有一道底牌尚未施展，只有他真正陷入绝境，才是叶萧彻底打开他道心的契机。这股魔意。虚空之上，于荣眉头紧锁，一双血腥眼瞳死死地盯着叶萧。不知为何，在这个少年身上，他竟感觉到了一种源自血脉的压制。呵呵，真是感人啊！凌天啧啧惊叹，紫白色的眼眸中尽是讥讽。叶萧，原来你才是那个隐藏在天道城中的魔。凌天道子似乎也不干净啊。叶萧不为所动，早在他踏入轮回之门时，就用老祖赠予的符箓法阵将这处古葬彻底封印了。一来是担心凌天逃脱，二来则是防止彝族强者闯入此地。以他如今的修为，想要镇杀这尊洞虚妖魔或许有些困难，但他想镇杀凌天轻而易举。只要凌天陨落，轮回塔就将成为无主之物。无论是洞虚大魔还是圣境大魔，在叶萧的万化魔体面前都只能俯首称臣。顾明月说的不错，他从不会将自己置身于任何险境之中。哼，只要杀了你们，谁又知道我能掌控这些混沌妖魔呢？凌天冷笑一声，朝着鱼龙魔猿使了个眼色，还愣着干什么？给我杀了他们！哦，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叶萧温和一笑，白衣凛冽，超然如仙，周身魔意愈发浩荡。呼啸之间，仿佛有亿万魔影自太古走来，静静地矗立在叶萧身后。黑色的大雾开始升腾，天地仿佛彻底黑暗了下来，只剩下无尽的绝望与混乱。这是……于荣眸光震颤，轻轻咽了口水，浑身都在颤抖。就在此时，凌天眉心的轮回地符再度发出一声嗡鸣，顿时间，于荣的神色就变得无比狰狞，被这古轮回法则所驱使，朝着叶萧与顾明月奔掠而来。只是，就在叶萧脚步迈出，欲要出手之时，却听身后突然传来了一道温柔清冽的声音：“夫君，交给我吧。”叶萧眼眉轻挑，眼底隐有一丝深邃。在其身后，顾明月周身突然有灵辉缭绕，眼中渐渐闪烁起惊人的波澜。此时他每一寸皮肤上都有仙纹演化，宛如一尊上古的女仙，仙肌清香，肉骨退凡。娘子，你涅槃印作为顾明月最强大的底牌，这枚神印中蕴含着他上一世的全部的修为感悟。可同样的，顾明月强行打开涅槃印，一定会承受极大的反噬。夫君，杀凌天！顾明月一步踏出，气息已是大成巅峰，在其脚下，一片片先天祥瑞升腾而起，万道开合。等到他第二步落下，整座轮回古藏顿时掀起惊天的波澜，而顾明月的一双眼瞳早已变得漠然深邃，犹如两颗神星缭绕亿万神纹。第三步落下，他眉心竟浮现出一道金色的仙印，熠熠生辉。而顾明月的境界更是直入洞虚，身畔虚空亮起层层地纹，将诸天磨灭。虚空颤鸣，先天气息与地势交织，仿佛一颗颗星辰不停坠落。而顾明月眉心的印记顿时剥离下来，璀璨夺目，蕴含着世间最玄妙的道语法。怎么可能？凌天脸色苍白，同样被顾明月的气息所震慑。三步洞虚，而且
这位仙朝女帝的气息还在疯狂攀升，隐隐有突破至尊的迹象。于荣，快杀了他！轰隆隆，于荣神色狰狞，强忍着心中惊悸，一拳砸落，宛如天地倾覆，将顾明月身影笼罩。只是此时的顾明月脸色却无比平静，素手轻挥，蒙蒙仙灰弥漫而开，而他头顶的涅槃金印更是垂落下万道符文，流转着大道的气息。轰隆隆，可怖的力量仿佛一座座神山大岳盖压下来，可在这股力量波澜触碰到涅槃印时，却诡异的消散了。顾明月迈步虚空，黄衣震荡，那一张白皙绝美的脸庞上是一种睥睨天地的霸势。嗡！与此同时，叶萧的眸光也是落在了凌天身上。下一刹，他同样迈步走出，直接撕开虚空，出现在了这位轮回传人身前。叶萧，你！凌天脸色大变，眼睁睁地看着叶萧掌心亮起亿万乌光，朝前碾落。黑色的雾霭夹杂着混沌阴阳的气息，将方圆百里之地尽数囊括，宛如一尊灭世的磨盘，轰隆隆碾碎一切。不，我不能死！凌天怒喝一声，掌控轮回塔从天而降，将他身躯囊括。此时他能清楚地感觉到虚空中正有一缕缕诡异的魔意，疯狂地朝着他体内侵蚀，要将他拽入真正的万劫不复。当随着一道震耳的天音响彻，叶萧拳印落下，身后万魔齐笑，将轮回塔上的光华尽数破灭。而凌天的身影瞬间倒飞而出，口中鲜血混着内腑喷溅而出。隐隐间，他似乎看到一尊天外的魔影撕开了人间纪元，正用一双冷漠阴邃的眼眸俯瞰着他。噗嗤，仅仅一缕眸光就令凌天道心震荡，血脉骨骼尽数崩碎。太可怕了！原本凌天以为只要他融合轮回地符就能当代无敌，可今日看到叶萧与顾明月，他才真正意识到自己的渺小。这夫妻两人，一位是天生至尊，地势惊人，另一位则是万古大魔，人间至暗。很难想象10年、100年之后，这世间还有谁是这对夫妻的对手，甚至他们中的任何一人都有掌天之姿，万古独尊。叶萧，我就算死也要让你付出代价。凌天神色狰狞，眉心轮回地印徐徐升腾，化作一条条大道枷锁，朝着叶萧缠绕而去。顿时间，整座轮回古藏就彻底沸腾了。古藏中央那一根撑起天幕的黑色石柱上，更是崩裂出一道道恐怖的裂痕，其中一缕缕璀璨的金光迸射而开，神威浩荡，将那无数符文枷锁尽数破碎。叶萧眼眉轻挑，抬头看向那即将打破封印的黑柱，心底顿时有所猜测。此时他能感觉到这根黑柱中竟流转着一丝地威，远比寻常地气还要恐怖。极道地冰吗？相比于轮回地符，原来这根被封印的黑柱才是此地最大的造化。可稍稍令叶萧有些不解的是，如此恐怖的神宝究竟是被谁封印在此的？地符我也有啊。叶萧神色温和，眉心同样有神辉迸射。只见太初祖符凭空浮现，朝着凌天动落而下。怎么可能？一瞬间，此地的轮回封印就被彻底压制，而轮回地符上的光华更是逐渐湮灭了下来，重新落入了凌天魂海之中。还不等凌天反应过来，就见一只纤细修长的手掌洞穿虚空，出现在了他头顶之上。紧接着，那一只手掌竟生生刺入了他天灵盖中，将那轮回地符抠了出来。啊！痛苦绝望的惨叫声顿时响彻了整座古藏。叶萧掌心魔纹喷涌，再没有给凌天丝毫喘息的机会，将他的肉身神魂尽数吞灭。B， 恭喜宿主成功击杀天命之人，获得奖励：天命铸造值 5%， 总 14%。B， 恭喜宿主成功击杀天命之人，获得奖励：轮回道则。B， 恭喜宿主天命铸造值达到 10%， 可选择抽取天道宝箱。抽取。叶萧低头看着手中染血的轮回地符，眉头轻轻一皱。他看到眼前这枚地符并不完整，仅是一半。而在他触碰到这枚地符的一刹，却能清楚地感觉到一股若有若无的神魂波动。有意思，轮回传人居然有2个。嗡！就在叶萧暗暗沉吟之时，魂海中突然掀起一道惊天的嗡鸣。只见一尊通体金色的宝箱徐徐降临，缭绕着七彩的仙霞雾霭。顿时间，叶萧眼中就闪过一丝期待之色。这种系统出品的宝物，大都凌驾在大道规则之上，乃是叶萧真正的底牌。咔咔，随着大道宝箱缓缓打开，一片绚烂的金光喷涌而出，神霞万道，将他的整座魂海尽数笼罩。这是……叶萧魂念一动，将所有金光尽数驱散。其中，一枚黑色的石头浮沉天地，铭刻着诸多古老复杂的神文，像是天地诞生。鸿蒙深处的那一块大道青石，弥漫着一种远超灵力的神妙力量。B，
恭喜宿主成功解锁盘古石，可破任何域界屏障，封印阵法。同时，宿主无论上界下界，皆不受大道法则压制。听到系统的提示音，夜宵眸光微凛，暗道一声果然。以太初祖符的威势，倒也能轻易破除阵法封印。可域界屏障却是真正的大道规则，别说夜宵一个大成之人，就算至尊、地境强者，也根本不可能轻易打破。否则，当初地主也不可能用一座飞升仙门，就诓骗了无数道州巨擘了。如今夜宵得到这枚盘古石，便可轻易穿梭于3000道州与下界之地，甚至只要他能找到9天的入口，随时都能飞升仙域。童子出品，必属精品。此时夜宵已经有些期待，下一次抽取天道宝箱又能得到何等逆天的神宝造化了。轰隆隆！与此同时，于荣的身影从天砸落，将下方的神山古殿尽数碾碎。虚空之上，顾明月仙颜冷漠，发丝晶莹，一片片仙纹在其周身交织，隐有一缕大道清香在弥漫。下一刹，他根本没有给于荣起身的机会，玉手轻挥，亿万符文从天坠落，宛如一场流星火雨，将一切湮灭。这是他上一世所修行的大道宝术万道地诀，每一颗星辰中都蕴含着不同的大道法则，地势滂沱，先天道胎，道法天成。巅峰时候的顾明月，凭借这一尊道胎推演出了108种大道法则，被誉为3000道州第一妖孽。就连上一世的夜宵，表面上也要比他暗淡一些。随着那一颗颗大道神星坠落，大地之上顿时腾起无尽的烟尘，而于荣庞大的身躯更是溅起层层血雾，浑身骨骼尽碎，血肉模糊。明月，就在此时，夜宵却轻呼一声，笑着摇了摇头，留他一命。顾明月凤眸微凛，转头看向夜宵，却见此时凌天身影早已消失无踪，而那一尊轮回塔也彻底落入了夜宵手中。好，顾明月并未多问，眼底却是一丝淡淡的惆怅。此时他能感觉到自己的境界正在逐渐跌落，一旦他修为尽失，就将彻底沦为累赘。那个时候，夜宵想要逃离道宗秘境，躲开龙血大泽的追杀，唯有将他舍弃。嗡鸣声中，夜宵众瞳魂纹交织，将轮回塔中属于凌天的印记尽数抹除。顿时间，这尊古塔就迸射出无尽的波澜，轮回真意四溅而开，像是要挣脱夜宵的掌控。一件灵宝也敢反抗？夜宵神色漠然，周身乌光弥漫，大雾四起，逐渐将轮回塔笼罩其中。仅仅一刹，这尊天命神宝就彻底安静了下来，被夜宵直接收入了魂海之中。与此同时，他能感觉到一股神妙的神识感应悄然凝聚。第一，恭喜宿主成功炼化轮回塔，取代天命之子凌天的宿命因果，找到剩下的半枚轮回地印后，便可解锁仙主玲珑剧情。夜宵身影从天而降，落在于荣破碎的身躯之前。此时，这尊混沌大妖已经被顾明月打得半死，可真正令他畏惧的却并非顾明月，而是眼前的夜宵。在这个白衣少年身上，他能感觉到一种源自血脉的压制，像是天生魔翼，万魔之主，根本无从忤逆。若非方才凌天以轮回枷锁掌控他，于荣绝不敢轻易对夜宵出手。于荣拜见主人。于荣挣扎起身，血骨盈盈，无比凄惨。随着他身外一缕缕魔纹升腾，直接化作人形，朝着夜宵深深拜了下去。即便如此，他的身躯仍旧是极为魁梧，足足有2人高大，身上穿着一件破碎的黑色铠甲，苍莽古老，无形中给人极大的震慑。于荣，夜宵摇了摇头，这个名字不好，让人一听就知道你是妖魔。此时他心底有很多关于轮回之主的疑惑，需要于荣回答，但当务之急是先离开道宗秘境。请主人赐名。看你长得如此英武，霸道非凡，以后你就叫小黑子吧。于荣嘴唇颤动，终究是未敢多言。夜宵身后，顾明月嘴角掀起一抹清浅弧度，抬头看向了谷藏中央的那一根黑色石柱。夜宵，我的境界坚持不了太久，我先帮你压制魔翼。他之所以选择强行解开涅槃印，不仅仅是为了镇压于荣，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帮夜宵遮掩身上的魔翼。否则一旦他走出轮回古藏，势必会暴露身份，即便能侥幸逃出秘境，也将是真正的举世不容。明月，你怎么样？我们还是先离开此地吧。夜宵眉头轻皱，尤其是顾明月眼中的苦楚，更是令他眸光颤动，有些莫名的心疼。我没事。顾明月摇头一笑，玉手轻挥，根本不给夜宵拒绝的机会，掌控涅槃印从天坠落，将他身影笼罩其中。嗡！一瞬间，此地就有仙灰弥漫，而顾明月身上的仙纹神辉迅速暗淡，就连境界都在不停跌落。明月，夜宵，我只能用涅槃印暂且掩盖你身上的魔翼，无法真正将其压制。日后你要小心，不要再轻易施展这种力量了。顾明月轻叹了口气，周身一朵朵大道青莲绽放，
像是扎根在混沌深处，镇压一切邪祟。其实他还有一种办法能够真正压制叶宵身上的魔意，9天玄牝体。只要他能与叶宵阴阳交融，就能与他命运交织，共同抵抗魔意侵蚀。可如今两人身陷绝境，很难一起走出道宗秘境。他不想以此要挟叶宵，更不想他为了自己葬身此地。这一世他没有死在叶宵手中，就已经是一种解脱。明月，你这是什么意思？话说得如此决绝，是要跟为夫断绝关系吗？叶宵眸光清冷，沉声问道。嗡。此时顾明月并未回应，整个人仿佛化身混沌，一缕缕先天之力流转而开，小心将叶宵身上的每一缕魔意掩盖。叶宵，对不起，就当是我对你的补偿吧。噗嗤，时间流逝，直到叶宵身上的乌光尽数被一缕缕仙辉取代，顾明月身躯悄然一颤，嘴角顿时流落下一缕鲜血。此时他的气息已经彻底萎靡了下来，修为尽失，而那一枚涅槃印更是暗淡无光，重新坠入了他魂海之中。明月，叶宵伸手将顾明月揽入怀中，眼神无比温柔。你怎么样？叶宵，那根石柱应该才是此处最大的造化。顾明月伸手指了指远处的黑色石柱，苍白的俏脸上隐有一丝期待，应该是一件地冰。哦。叶宵轻轻颔首，直接抱起顾明月，朝着那一根黑色石柱走去。嗡。在其头顶，盘古石徐徐升腾，垂落下无尽的符文神辉。一瞬间，石柱上捆缚的封印枷锁就彻底破碎了，崩裂出诸多裂痕。一块块碎石脱落下来，露出其中一尊金色的战戟。这是大荒镇世戟。于荣站在叶宵与顾明月身后，脸上是一抹苦楚之色。叶宵眼眉轻挑，转头看向于荣。你认识此戟？回主人，轮回之主有3大神宝，地府物轮回、荒脊镇诸天、古塔封神魔，其中这尊大荒镇世戟更是蕴含镇压天地的无上地威，是人间最强大的极道地兵之一。于荣神色肃穆，像是想起了什么可怕的事物，眼底尽是忌惮。哦。闻言，叶宵心底却愈发困惑了。按照幽姬的猜测，如今的地主很可能就是曾经的轮回之主。若是如此，他又为何将自己的3件本命之宝封印在秘境之中？他在掩饰什么？莫名的，叶宵感觉3000道州的背后很可能还隐藏着一个惊天的阴谋，关于成仙，也关于众生轮回。噗噗，随着叶宵心念一动，盘古石浮沉天地，将大荒镇世戟中的封印尽数破开。可怖的神性宛如汪洋大海浩荡奔涌，将一切灵力法文顷刻镇压。此时叶宵有种预感，即便不施展任何灵力招式，这一戟落下也足够轰杀任何大成生灵。主人小心，极道地兵皆有灵智，是不会轻易背叛原主的。就在叶宵手掌探出，欲要将这柄通天的大戟握于手中之时，又听于荣惊呼一声，充满着无尽惶恐。如今的他早已被轮回古塔封印，一旦叶宵陨落在此，他也将被禁锢在轮回秘境，难见天日。与轮回之主甚至灵天不同，眼前这个少年虽是人族，可身上却流淌着祖魔的气息，这样的主人更值得于荣等人追随，是吗？叶宵神色漠然，不为所动。只见他手掌触碰到大荒镇世戟的一刹，一股恐怖的轮回神力贯穿而来。以叶宵的肉身实力，在这股神力下仍旧感觉心神震荡，整条手臂轰然炸裂，血骨淋淋。叶宵，顾明月惊呼一声，却见叶宵脸上并不见一丝波澜，而他的2只眼瞳竟呈现出金银2种不同的色彩，将整片虚空禁锢。在其胸口，先天道古翁鸣颤动，绽放出七彩的神霞。与此同时，叶宵那一只握戟的手掌中，亿万魔纹席卷而开，将大戟中的轮回真意尽数吞噬磨灭。这是……一瞬间，于荣的脸色就彻底呆滞了下来，眼眸圆瞪，心底最后一丝不甘彻底消散了。吞天魔功，传言天地初开，鸿蒙中孕育的第一缕黑暗诞生出灵智，成为了开天辟地第一尊祖魔。他名万化，修吞天魔功，吞万灵而生，乃是9天大劫的开端，又被诸天万族称为不祥。于荣做梦也没想到，有朝一日他竟能见到活的魔祖。更可怕的是，他竟然轮回在了3000道州。此时于荣隐约看到了这方天地最终的结局，万物枯竭，黑暗蔓延，所有生灵尽皆陨落，尸骸成山。轰隆隆，随着叶宵手掌猛然一握，那一尊大荒古戟顿时发出震耳的轰鸣，竟真的被他从轮回神旋中拔了出来，神辉沸腾，6道重现，一股荒凉古老的气息悄然弥漫，而大荒镇世戟更是逐渐缩小，化作10尺长短，几风吞吐，符文缭绕，宛如一尊9天真龙，锐不可当。这一刻，叶宵眼前仿佛浮现出一方仙阙，万古沉沦，无尽的尸骸血海瓢泼而落，
亿万亡魂柱就正式神封。极道帝兵作为轮回之主的本命神宝，这尊地戟乃是真正的功法神物。就连于荣此时站在这尊古戟之前，都有一种难言的惊恐，血脉凋零。好漂亮的古戟！顾明月红唇轻抿，眼底同样是一抹震撼之色。一件极道帝兵已经是3000道州最顶尖的造化，甚至一些道州霸主、长生古族都不曾掌控帝兵，更遑极道帝兵。所谓极道，顾名思义，乃是人间至极，大道极巅。万古以来，只有真正顶尖的大帝强者，耗费10万载光年，以地势温养，方才有可能铸造一件极道帝兵。而每一尊极道帝兵的现世，都将改变人间格局，大势开合。喜欢吗？夜宵神色温和，将那一柄黄金大戟递到顾明月身前。虽说这柄神戟的品阶威能、杀伐大势都要比轮回地符与轮回塔强大，但对于夜宵而言，这种功法宝物的价值远远不如另外2件轮回之宝。更何况顾明月的先天道胎可推演万道，再配合这柄极道帝兵，战力必然成倍攀升。给我！顾明月眸光颤动，一脸不可思议地看向夜宵。前世的夜宵自私到了极致，一切灵宝造化到了他的手中，绝无可能再让给别人。眼前这尊古戟是真正通天的神物，远比一方不朽势力的底蕴还要恐怖。可夜宵就因为自己的一句夸赞，竟将这尊神戟送给自己了。这一刻，顾明月只感觉眼眶滚烫，轻轻将脸贴在了夜宵怀中。夜宵，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你是我的未婚妻，将来也将是我的妻子，我不对你好对谁好？夜宵摇头一笑，云淡风轻，将大荒镇世戟塞到了顾明月手中。拿着吧，我修剑道，这戟在我手中多少是有些暴殄天物，何况你也得学学如何握戟啊。顾明月脸色一愣，俏脸上腾起一抹烟霞，狠狠瞪了夜宵一眼。夜宵，谢谢你，可是你带着我是走不出道宗秘境的。谁说的？明月是不相信为夫吗？夜宵神色温和，眼底却是一抹桀骜与睥睨。我说了，只要我活着，就不会让你受到任何伤害。轰隆隆！就在夜宵话音落下的一刹，轮回古藏上空突然崩裂出无数的裂痕。隐隐间，他似乎看到无数彝族身影矗立在天穹之上，密密麻麻，宛如洪流一般将天地封锁。小黑子，你先回轮回塔。夜宵神色肃穆，挥手将于荣收入轮回塔中。如今凌晨死了，将来他想要施展吞仙魔功，势必还需要新的背锅之人。这些轮回塔中的封印妖魔，皆是真正的上古大凶。有些事情他们做起来，远比夜宵更得心应手。第一，恭喜宿主赠予天命之女大荒镇世戟，极道帝兵，获得万倍返还奖励。太虚剑藏，太虚剑藏，大成境界可召唤10柄绝品圣剑，洞虚境界可召唤100柄至尊古剑，虚神境界可召唤1000柄地剑，圣人境界可召唤万柄极道地剑，至尊境界可召唤10万仙剑。哪怕以夜宵的心性，在听到这道剑藏的可怕威能后，都是忍不住露出了一抹无奈笑意。你能想象10万仙剑从天斩落的场景？纵观3000道州，地气已是至高神物，而仙气更是只存在于传说之中，根本无人见过。10万仙剑，想想就叫人有些热血沸腾。夜宵，你先放我下来，我想到一个好主意。顾明月眸光苦楚，同样被头顶的无数彝族身影所震慑。此时他隐约感觉到一些极为古老的气息正牢牢锁定着此处古藏。哪怕夜宵战力逆天，此时仍旧保持着洞虚境界的修为，可这样的实力，他又能坚持多久呢？一旦夜宵被这些彝族强者围困，最终的下场就是身死道消。与其如此，倒不如将顾明月留在古藏中，吸引彝族视线，这样夜宵就能凭借手中底牌逃离秘境，重回圣州。明月就别想逃走了，你才是我仙途最大的机缘。如果你死了，这仙途就索然无味了。夜宵摇了摇头，眼神逐渐变得肃穆。这话他倒不是瞎说的，作为夜宵绑定的第一位天命之女，顾明月返还给夜宵的造化已经不计其数。况且作为一个众生者，这位仙朝女帝对于3000道州所有的秘境机缘皆有了解，只要夜宵能够将它彻底攻略，就相当于掌握了所有造化的出世时间。这样的地方向来都会与天命之人有所牵扯。盘古石与太虚剑藏已经证明了童子哥的无敌，只要他能猎杀绑定足够多的天命之人，就能彻底铸就天命之身，摆脱反派设定。夜宵，一瞬间顾明月眼中就有雾水升腾，红唇颤动，偏偏不知该如何反驳。这个世上没有人比他更懂爱一个人的滋味了。上一世他就是这样为夜宵付出一切的，可最终他得到的是一只冰冷毫无温度的手掌，轻易撕碎了他的肉身，以至于此时他像是活在梦里一样，毫不真实。走吧，我的境界应该还能维持1个时辰，
足够了。叶萧莞尔一笑，一手抱着顾明月，一手紧握陆仙古剑，朝着古葬入口行去。嗡！龙血大泽。敖甲神色阴沉地看着眼前的金色大须，眼底同样是一抹惊悸之色。当初道祖于此得到机缘，一夜成帝，镇压3000遗族，而他更是借用一道真龙血脉封印了轮回古葬。这座古葬中究竟有什么，敖甲并不知晓。龙血一族只负责镇守此地，不许任何生灵闯入其中，并得到道祖承诺，可借助此地的真龙血气修行。不过据龙血一族最古老的那位老祖所说，当初道祖离开此地时同样受了不小的惊吓，像是看到了什么可怕的秘密。如今轮回大虚重现秘境，即意味着龙血一族失职。若敖甲不能将这位轮回传人镇杀，恐怕整个龙血大泽甚至整个彝族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在其身后，叶牙神色阴沉，浑身伤痕密布。叶牙，待会儿知道该怎么做吧？敖甲冷冷地看了他一眼，同样没想到一个当代之人居然敢算计整个彝族。敖王放心。叶牙轻轻颔首，眼中的杀机比敖甲还要凛冽几分。轰隆隆！就在此时，整座轮回大虚轰然破碎，万丈金光升腾而起，而那一尊金色神玄更是打破秘境枷锁，出现在了道宗上空。隐隐间，所有彝族强者皆能看到一道白衣身影，怀抱着一位绝美女子迈步走来，凛然如仙。嗡！整座圣州突然掀起惊天的波澜，所有古族、仙宗中皆有古老的气息复苏，朝着道宗方向看去。而在看到那尊金色神玄的一刹，所有古族眼中皆闪烁着一抹浓郁的震撼与不可思议。这股气息，圣州中央地庭之中，一道金袍青年负手而立，俯瞰着山河大地，一双金色的眼瞳中并不见太多波澜。出事了，可惜太迟了。轰隆隆！与此同时，道宗中同样传来阵阵急促的破风声。只见一位位圣州天骄神色慌张地从秘境入口逃窜而出，脸色煞白，像是遭受了极大的惊吓。而道主以及一众道宗长老的身影也是从天而降，落在了秘境入口之前。秘境中发生什么了？其中一位道宗长老一把拽住一位古族天骄，沉声问道：长老，我不知道，彝族疯了，统统朝着龙血大泽去了，好像是有什么宝物现世，可一旦有圣州天骄靠近大泽，就会被当场镇杀。什么？闻言，一众道宗长老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唯独道主神色漠然，负手看着那一尊通天彻地的金色神玄。打开道宗封印，从此刻起，谁也不许下山，也不许任何人上山。随着道主话音落下，整座天地顿时变得无比混乱。什么？凭什么？违令者杀无赦！人群中，叶苍与季如梦对视一眼，脸色皆有所苍白。此时他们大概猜到道宗秘境中的变故一定与神子有关。临行前，叶萧曾专门交代，让叶苍离开秘境后，请八祖前来道宗。如今道主封印道山，明显断了神子退路，罪该万死。呵呵，道主是在顾虑什么吗？就在此时，远处天穹突然传来一道温和笑声。听到声音，道主眸光轻颤，脸上却露出一抹和蔼笑意。灵仙老祖，好久不见。只见一道白衣老者从天而降，浩然天成，正是叶家八祖叶灵仙。我叶家神子尚未走出秘境，不知道主封印道山意欲何为。叶灵仙气质儒雅，可说出来的话却令道主心神一颤，脸色渐渐阴沉了下来。八祖，这里是道宗，道宗又如何？还不等叶灵仙张口，又听一道清冷空灵的女子声音自天穹尽头传来。紧接着，一尊白玉灵辇破开虚空，出现在了道宗上空。看到来人，道主眼中顿时闪过一丝淡淡的惊悸，比之前看到叶灵仙还要震撼。龙血大泽。叶萧矗立虚空，白衣出尘，怀抱着顾明月，神色平静地看着身前的一众彝族强者。叶家神子，果然是你！叶牙牙关紧咬，眼中杀机毫不掩饰。若是寻常，他根本不敢对这位神子表露一丝杀机。可这一次，他被叶萧愚弄，围困龙血大泽，不仅丢尽颜面，更是陨落了无数族人长老。新仇旧恨已经渐渐令叶牙失去了理智。山主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叶萧摇了摇头，云淡风轻。此时他面前的虚空中足足站着近千名彝族生灵，个个气血惊人。哼，牙尖嘴利。叶牙冷哼一声，转头看了一眼身旁的敖甲，像是在等待他的命令，把他擒下。敖甲神色桀骜，身后顿时走出数十位大成生灵，朝着叶萧围拢而来。这里是龙血大泽，是龙血一族的巢穴，无论这个少年是谁，今日都插翅难逃。叶萧，快放下我！以你的实力，想要冲出包围，未必做不到。顾明月眼眶通红，轻声哀求道：求求你了。嗡！对此，叶萧却并未回应，
一双重瞳中突然有烈焰焚烧，一瞬间，那数十位大成生灵的脚步就停滞在了原地，脸色苍白而恐惧。他们缓缓低头，看着那从脚底升腾的金色烈焰，发出阵阵痛苦而绝望的惨叫声。仅仅一刹，这些彝族生灵的肉身、神魂就被彻底焚成了灰烬。天地俱寂。此时，所有彝族生灵看着那一位白衣出尘、怀抱美人的少年，眼底皆是一抹浓郁的震撼。他是洞虚境。叶雅嘴唇颤动，竟在叶萧身上感觉到了一丝洞虚威压。怎么可能？之前叶萧降临万古神山时，才刚刚大成境界而已，怎么一转眼就成了洞虚强者？突然间，叶雅心底就生出了一种难言的寒意。当日，他率领神山强者前往龙穴大泽，留下4长老镇守山中。原本以为凭借神山大阵足以应对一切凶险变故，如今看来，4长老这会儿怕是已经凉透了啊！不愧是轮回古藏。敖甲轻叹了口气，眼底同样是一抹惊悸。还不等他张口，就见叶萧一步迈出，白衣飘荡，众瞳中烈焰翻涌，竟主动朝他们走来。叶萧，你真的想清楚了？顾明月红唇颤动，突然抬头看向那一张近在咫尺的清俊脸庞。以他对这位叶家神子的了解，一旦他决定的事情，就很难再改变了。顾明月，你最好闭上嘴，否则等出了秘境，就不是打屁股那么简单了。叶萧恶狠狠地瞪了顾明月一眼，眼底隐有一丝深邃。方才他故意等古藏崩碎，弄出那么大的动静，就是为了引起整个圣州的注目，令道宗投鼠忌器。以叶家诸位老祖的脾性，这种时候一定不会坐视不理，最起码那守在道山下的八祖一定会在第一时间现身。况且如今叶萧炼化盘古石，随时都能打破秘境禁制，逃离此地。他之所以与彝族厮杀，就是为了彻底打开顾明月的心结，令这位至尊女帝放下所有顾虑。任何时候，死生契阔这4个字都比誓言更有分量，尤其是对于顾明月而言，这4个字的价值曾经比他命都重要。叶萧，顾明月忽然笑了，轻轻踮起脚尖，吻在了叶萧唇上。这一幕更是令周围一众彝族生灵心神震荡，嘴巴怒张。死我曰啊！这叶萧简直目中无人。如果今日我们能活着离开秘境，日后无论你……嘘！还不等顾明月话落，就见叶萧突然比了个噤声的手势，语气平静地道：“为父一直都相信你。”轰隆隆，一瞬间，顾明月的道心就彻底崩溃了，眼神中倒映着一抹愧疚与刻骨的深情。我一直都相信你，原来他竟爱得如此坦荡深沉，只怪上一世自己一心想要证明天赋，始终在拼命修行，忽略了他道心的变化。不会了，叶萧，再也不会了。哪怕这一世他最终还会死在这位叶家神子手中，顾明月也没有遗憾了。第天命之女道心沦陷，恭喜宿主打破剧情设定，获得奖励先天至阳之体。叶萧眸光深邃，脸上终于露出一抹由衷的笑意。很明显，这个奖励纯粹是为他接下来的修炼做准备的。9天玄牝遇到先天至阳，必然是一场天崩地裂、酣畅淋漓的大战。双修很快乐，一直双修岂不是就能一直快乐了？叶萧，你是在挑衅我等？敖甲怒喝一声，一双眼眸中血纹沸腾，像是一方血海跌宕起无尽的波澜。所有长老听令，随我出手，震杀此子！哪怕敖甲境界在洞虚巅峰，此刻仍旧不敢有一丝大意。顿时间，数十位彝族强者踏步走出，气息浩荡，朝着叶萧围拢而来。挑衅你们！叶萧眸光清冽，胸前道骨嗡鸣，在其头顶，一尊金色的大须徐徐浮现，流露出惊人的剑气波澜。下一刹，在众人惊悸的眼神中，那一尊大须中竟有一柄柄古剑斩落，像是自太古时代洞穿而来，铺天盖地。这等场景很难用言语形容，就连敖甲、叶雅2位洞虚9重的强者，在这股剑势下都是感觉心惊胆战，纷纷祭出本命法宝，试图抵抗。2人身后，数十位彝族强者同时出手，大印神纹、灵宝法咒从天盖压，将叶萧与顾明月的身影湮灭。与此同时，那白柄至尊古剑展开虚空，轻易将无数彝族生灵头颅洞穿，血骨磨灭。一滴滴蕴含着无上威能的鲜血滴落，重若万钧。顷刻间，大泽上方就漂浮起诸多尸骸碎骨，万里血泊，太可怕了！这一幕顿时令周围所有彝族生灵心神崩颤，遍体生寒。噗嗤！而叶萧的身躯同样被一众强者攻势震荡，血脉起伏。此时他白衣染血，剑须轰鸣，竟莫名有几分悲壮孤绝的意境。就是现在！敖甲沉喝一声，周身血气翻涌，就欲朝叶萧掠去。就在此时，叶萧胸前的骨骼突然绽放出一缕七彩的光华，像是斩灭苍生的劫光，震慑诸天。唉！大泽深处突然传来了一道低沉苍老的叹息声。下一刹，
只见一只遮天的掌印从龙血神殿中探出，缭绕着无尽的血灰，轻易就将虚空禁锢，朝着叶宵与顾明月镇压而下。这是至尊镜。叶宵，小心！顾明月脸色大变，根本没想到龙血大泽中竟然沉睡着一位至尊老祖。他挣扎起身，眼瞳中仙纹缭绕，天灵盖处再度有气血喷涌，竟欲强燃血脉，为叶宵换取一线生机。别动！叶宵手臂紧勒，顿时打断了顾明月的动作。他好不容易才攻略了这位至尊女帝，当然不会让她成为废物。在其眼瞳中，一块诡异的黑石逐渐显化，眸光所过，就连虚空都在破灭。叶宵，他是至尊镜。顾明月嘶吼一声，奋力挣扎。我们都会死，与其如此，何不活下一人？我是至尊镜，我可以杀他。至尊镜又如何？顾明月，有时候活下来的人才最痛苦啊。叶宵神色温和，将顾明月的脸颊轻轻按在胸膛上。我说了，谁也伤不了你。叶宵，顾明月娇躯一颤，欲言又止，最终缓缓闭上眼睛，静静地依偎在了叶宵胸前。此时他突然释然了，与上一世的自己一刀两断。轰隆隆，随着那一道血掌从天而降，整片天地顿时黑暗了下来。可怖的至尊威能垂落，将虚空大地统统碾成齑粉。所有人眸光惊恐地看着这一幕，神魂都要破裂了。这是……叶牙喉咙滚动，他突然想起了上古彝族流传了万年的传说。据说当初轮回之主屠尽万族先祖，唯一留下了一头老蛟，将他锁在洞府中看守灵宝神材。只是这万载岁月，叶牙从未见过这头老蛟出世，一直以为只是一个传说。如今看来，眼前这位突然出现的至尊强者，很可能就是龙血大泽的先祖。吼！天地间突然有妖辉迸射，万丈血云遮天蔽日，滚滚血气翻涌间，一道略显佝偻的身影迈步走来，死气沉沉。那是一个白发老者，形容枯槁，像是耗尽了寿元。在他鼻梁上有一道血洞早已干涸，身上衣衫简朴，像是一位再普通不过的凡人老朽。此时他探出一只手掌，头顶一双血角布满厚重的角鳞，深褐色的树瞳中尽是森冷。老祖！敖甲等人眸光肃穆，朝着老蛟躬身一拜。这位老祖始终一直沉睡在大泽之下，许久不曾现世。如今龙血一族已经是真正的生死末路，这才惊扰了他。下一刻，就在叶宵头顶盘古石逐渐点亮之时，他的脸上却突然露出了一抹浅淡笑意，缓缓转头看向了远处天穹，眼眉微微一挑。而那一头至尊老蛟眼底同样闪烁起一丝浓郁的震惊。嗡！只见一缕天光突然自远处动落，像是一颗天外神星贯穿万里而来。仅仅一刹，那一道血色掌印就被生生贯穿，化作漫天血纹破灭。在所有人惊恐的眼神中，一尊青铜古鼎徐徐浮现，悬于半空，散发出恐怖而浩荡的炙热波澜。这一幕顿时令一众彝族强者心神震颤，寒意入髓。一位至尊老祖的全力一击，居然被人遥隔万里，一顶镇压。如此恐怖的强者，简直颠覆了诸多彝族生灵的认知。唯独敖甲与老蛟眼瞳中透露着茫然与不可思议。这里是道宗秘境，而他们所做的一切也是奉道主之命。究竟是谁居然能力压道主，打开秘境封印，降临此地？一头老泥鳅居然也敢对我仙儿宝贝出手！随着一声清冷威严的声音传来，只见一尊白玉灵辇从天而降，而那拉辇的妖兽竟是2条百丈金蛟，头生龙角，已在化龙之境。其中一位身穿黑裙，点缀着暗金神纹的美丽女子迈步走来，肌肤如琉璃般晶莹细腻，泛着淡淡的银辉。她的长相极美，与顾明月相比也不遑多让，天生一股慵懒的气质，双眸深邃，头戴赤金霞冠，一头青丝如瀑，清冷而高雅。最重要的是，她是一位至尊，气息浩荡炙热，比那头龙血老蛟还要恐怖。只见她深深看了叶宵一眼，美眸中顿时闪过一丝关切之色。宵儿宝贝，你没事吧？宝贝。顾明月俏脸一愣，尤其是叶宵脸上的无奈之色，更是令他心底生出了一丝淡淡的危机感。与于青之相比，眼前的女子无疑要尊贵得多。况且圣州强者虽多，可如此年轻的女至尊，她却是平生仅见，足以与长生世家老祖相提并论。好啊，叶宵，你居然偷偷吃上软饭了，快让我看看，伤到没有？黑裙女子一步踏出，直接落到了叶宵身前，玉手轻轻托起她的脸庞，丝毫没有在意顾明月眼中闪烁的杀机，细细打量，你吃药了？叶宵挠了挠头，很少会露出如此温顺的一面。什么也别说了，快，先把这些丹药吃下去。话落，黑衣女子忽然从怀中掏出7、8只玉瓶，倒出一堆丹药，在顾明月诧异的眼神中，统统塞进了叶宵口中。更可怕的是，这些丹药的品阶似乎都在7品之上，堪称无上造化。
可如今这黑裙女子却随手拿出了一堆像喂糖豆一样喂给了叶宵，眼中满是宠溺与关切。宵儿宝贝，我说过多少次了，不要乱跑，不要乱跑。你想要什么你告诉我，只要是3000圣州的造化，我都可以给你找来。还不等顾明月张口，又听那黑裙女子苦口婆心，当众开始教育起叶宵来。你父亲那个混蛋一走了之，你母亲又下落不明，我可怜的孩子，你如果有个3长2短，你让我怎么活？说着说着，黑裙女子眼角竟有泪水流落。孩子，这一刻顾明月彻底愣在了原地，红唇轻张，眼眸中尽是茫然。突然间，他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眼眸骤然一凝。上一世他曾听闻叶宵身边有一位美艳妇人，却始终不曾知晓她的身份。如今看来，这一位应该就是了。你就是明月吧？我隐世多年，一直没有时间去见见你。不错。就在顾明月沉吟之际，却见那黑裙女子转头看向了他，再度掏出一只玉瓶递到了顾明月手中。你伤势不轻，先把丹药服下，等此件事了，你跟宵儿一起跟我回宗门。年轻人不好好调养身子，将来怎么生孩子？这……顾明月神色茫然，俏脸上烟霞升腾，有些无措地看向了叶宵。听到了吗？以后要好好珍惜身子，你还要给我生孩子呢。叶宵笑容温和，赶忙替顾明月接下了丹药。你到底是谁？大泽之上，龙血老蛟脸色凝重，同样在这个黑裙女子身上感觉到了恐怖，甚至单单那2头给他拉碾的金蛟，血脉都要比他强大。我是谁？我叫江河。江河。一众彝族生灵面面相觑，显然是对这个名字有些陌生。哦，平日里圣州那些仙主、圣主都叫我丹圣。随着江河话音落下，整片天地顿时陷入了死寂，就连顾明月眼眸中都是一抹真正的骇然与不可思议。丹圣之名，3000道州无人不知。相比于寻常仙主、大教圣主，这位丹圣的地位无疑要高得多。毕竟这世上无人愿意得罪一个能叫人起死回生的丹师，更何况还是一位至尊丹师。只是上一世顾明月只听闻丹圣性情古怪，所有向他求丹之人都需要付出代价，且他从未出世，一直隐居在深山大渊中。他与叶宵又是如何认识的？甚至不惜与道宗为敌，闯入秘境之中。不过此时他倒是明白了，叶宵手中为何总有用不完的丹药。其实这一点顾明月是真的误会叶宵了。他手里的丹药的确有很多是江河给的，但大部分都是他抢的。方才你打了我一掌，那我便还你一掌。话落，江河直接探出一只白皙纤瘦的手掌，朝着那头老蛟镇压而下。嗡！顿时间，此处虚空就翻涌起惊天的波澜。江河掌心一缕缕神妙的紫色神纹交织沸腾，可怖的炙热几乎将天地焚烧成一片虚无，像是一片紫色火海，取天代之。这是天地灵火。龙血老蛟神色巨变，浑身血脉沸腾，像是要被这重重紫焰焚成虚无。只见他怒笑一声，周身弥漫出无尽的血气，而他眉心一滴嫣红古老的鲜血徐徐显化，化作一尊100丈血龙冲霄而起。对此，江河脸上却不见一丝波澜，玉手横推，携着那漫天紫炎垂落下来，将所有一切统统磨灭。不！龙血老祖绝望嘶吼，苍老的眼瞳中渐渐浮现出一抹阴邪决绝之色。我做一切皆是受道。嗡！还不得他话音落下，就见一缕仙辉从天穹尽头斩落，竟直接洞穿了老蛟眉心，将他神魂破灭。紧接着江河的掌印方才落下，瞬间将他尸骸焚烧，血骨成灰。天地俱寂。此时所有彝族生灵眼中皆是一抹真正的绝望与无助。堂堂至尊龙祖，他们眼中宛如神明一般的存在，竟被这些圣州强者肆意宰杀，连抵抗都做不到。而这一幕更是令叶宵眸光微凛，眼底隐有冷冽。在9天那些仙道巨擘、万古神族眼中，3000道州又何尝不是蝼蚁？此时他又想到了之前在大道神壁中看见的那一尊龙印古棺，以及那一双比天还要辽阔的金色眼瞳。叶宵有种预感，他的穿越以及祖魔重生很可能并非巧合。叶宵，那头老蛟刚刚说。顾明月凤眸清冷，黛眉紧蹙。如果此处封印是道主所为，那他处心积虑一次次打开秘境又是为何？无妨。叶宵摇了摇头，转头看向天穹尽头，只见那里道主与叶灵仙并肩而来，脚下神霞万里，很快就出现在了大泽上方。其实从叶宵进入大道神壁之时，就隐约感觉到了道宗的图谋。那块石壁能看透世间天骄的前世今生、根骨资质。有没有一种可能，道宗是以此为由在找寻某个人？哦，那你和江河前辈？顾明月小心翼翼地看了叶宵一眼，如今他已经对叶宵彻底放下戒备，共经生死。可不知为何，他反而越怕失去他了。他是我父亲的红颜知己，一直以来对我极为关照。叶宵无奈一笑，
总感觉他那个失踪的老爹当年似乎欠了不止江河这一个情债。哦，她是你小妈。顾明月顿时心领神会，眼底突然闪过一丝狡黠。那你之前说的于青之是像谁？叶萧低头看着怀里的顾明月，眸光肆意而贪婪。娘子可别忘了之前我们在道中面前的赌约。叶萧，我修为尽失，身体恐怕承受不住你，无妨，可以会帮你调养身体的。叶萧嘴角微扬，牵起顾明月的手掌，朝着叶灵仙、江河走了过去。哼，太不像话了，这些彝族居然公然打破与我道宗的约定，对叶萧神子出手，简直是死有余辜。道主沉喝一声，缓缓收起手中古剑。江丹圣、八祖，幸亏你们来得及时啊，否则我道宗就将铸就大错了。哦，江河与叶灵仙对视一眼，并未多言。他们顾虑的根本不是一个道宗道主，只是道主居然敢封印道山，斩断叶萧退路，证明他有与叶家开战的底气。换句话说，道主很可能也只是一个棋子，他的背后一定站着一个真正与叶家实力相当的势力。放眼3000道州，唯一有此底蕴的，恐怕也只有帝庭了。哼，彝族违背约定，我以道宗之主的名义，罚你们300年内不许踏出大泽半步，否则……等一下。叶灵仙摆了摆手，清瘦的脸庞上始终是一抹儒雅之色。如果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对我叶家神子出手，那我叶家岂不是成了人人揉捏的软柿子？道主觉得我软吗？闻言，道主眸光颤动，神色谦卑。八祖说笑了，对于这位叶家八祖，他自然是如雷贯耳。据说叶灵仙年少时并未修行，一心读书，于书籍文典中参悟浩然之力，一步至尊。放眼3000道州，至尊有很多，但一步至尊靠的却是真正通天的悟性与机缘。别说一个小小的骄族，便是道宗敢对仙儿出手，也定是鸡犬不留。叶灵仙默然一语，顿时令道主身躯紧绷，眼神逐渐阴沉了下来。这一次还不等他张口，就见叶灵仙一掌盖压，朝着大泽中万千生灵怒印而下。轰隆隆，这一掌很是普通，甚至没有任何至尊法则流淌。可在这道掌印坠下的一刹，所有生灵无论老幼妇儿、洞虚、神伦，统统炸成了血雾。万里大泽竟被鲜血染红，尸骸遍野，触目惊心。道主说是不是呢？道主眸光惊颤，勉强挤出一抹笑意。这一次是我道宗失责，道宗愿意补偿神子，让神子在道宗宝库中任意挑选3件宝物。10件。你……道主牙关紧咬，最终在叶灵仙与江河冰冷的眸光中缓缓点了点头。10件至宝，即便对道宗而言也是真正的损失。仙儿，你还有什么要做的吗？叶灵仙抬头看向叶萧，在感觉到他身上弥漫的那一缕洞虚气息后，眉头轻轻一皱。这种强行提升修为的手段势必会对根基有所损伤，不过有丹圣江河在此，倒也无需太过担心。作为3000道州丹道造诣最高的至尊强者，江河其实才是叶家一众老族眼中最合适的叶家媳妇。只是当初叶萧的父亲一意孤行，娶了那位魔道女子，方才辜负了江河一片真心。如今这位丹圣将一切心思倾注在叶萧身上，从小就对他宠爱有加。这些年叶萧每日修炼的灵丹神材悉数是由江河炼制。对于叶家而言，江河已经算是族人，而非盟友。叶萧忽然低头看向那一座龙血神殿，与顾明月一同朝着大殿走去。从一开始他就没打算放过任何一方彝族势力。龙血大泽上古神山虽被道宗圈养，但族中底蕴仍旧不是寻常势力能够媲美的。兄弟你切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同样的，有米自有巧妇来炊，别矫情，使劲干。哼！见此一幕，道主神色愈发阴沉。这叶家祖孙真是一脉相承，雁过拔毛，贪得无厌。如果换成任何一方势力，道主都不会咽下这口恶气。偏偏叶家的底蕴根本不是道宗能够招惹的。单单一个江河，这位丹圣虽隐世许久，可他只要站出来招招手，3000道州照样会有无数巨擘强者愿意为他驱使，就为能得到江河一个人情。巅峰之时，江河的声威比万宝商会还要恐怖。如今看来，叶萧很可能已经得到了轮回之主的传承，接下来的事就不是他这位道主能够左右的了。嗡！随着众人离开道宗秘境，重回道宗之中，顿时引来山中一片惊哗。尤其是叶萧与顾明月脸上的苍白，更是令众人心底有所猜测。神子，叶萧哥哥，叶萧公子，叶苍、洛熙、于青之顿时围拢而来，而叶萧脸上却突然闪过一丝诧异。此时他能明显感觉到，在他踏出道宗秘境的一刹，脖颈间的剑令上竟传来了一丝灼热，其上一道金色神纹缓缓浮现，朝着剑柄处蔓延。很明显，那位9天来敌应该就要到了。
对于叶萧而言，3000道州中的妖孽或许不值一提，就算天命之人在他面前也没有太多威胁，无非是肥瘦的差距。可这位9天之人却超出了道州桎梏，不得不慎重一些。按照叶萧对这方天地秩序的了解，任何上界生灵踏入下界都会被天道法则反噬压制境界修为，境界越高，所受到的压制越恐怖。而这或许就是叶萧斩杀这位天外来敌的契机。当然了，你指望我一个反派正大光明的去跟一个9天之人单挑？噗嗤！只要他敢现身，叶萧保证他连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走吧，我带你们去挑选神宝。叶萧神色温和，抬头看向道主，道主，跟我来吧。在众人诧异的眼神中，道主径直转身，带领着叶萧几人朝着道宗宝库方向走去。叶萧公子，你的伤势？于青之眼瞳中闪烁着一丝忧虑，在他觉醒剑魂的那一刻，道心就彻底坚定了下来。他要成为叶萧口中的大剑仙，但他永远不会成为另外一个自己。无妨，看来青之此行也有不小的收获啊。叶萧上下打量了于青之一眼，同样感觉到了他身上凛冽深邃的剑意。那位9天之人应该会顺着剑令找到于青之，可如今这枚剑令在叶萧手中，也就意味着他会比于青之更早见到此人。承蒙公子庇护，此恩永世不忘。于青之眸光闪烁，在叶萧那一双深邃温柔的眼瞳注视下，只感觉心跳的厉害。希望下次再见，青之能更上一层，完成与我的约定。于青之悄悄看了顾明月一眼，却见这位仙朝女帝神色清冷，似乎并未将她放在眼里。如今顾明月已经对叶萧放下了所有戒备，再不需要后者证明什么了。这样的心境反而令他冷静了下来。以顾明月对叶萧的了解，这于青之身上一定有什么吸引他的机缘造化。走吧。众人跟随在道主身后，一路来到道宗宝阁。还不等道主张口，就听叶萧语气平静地道：一人挑选一件宝物，选适合自己的，不用跟道主客气。你……道主手掌紧握，他已经忘了上一次这样忍气吞声是什么时候了。道主，当初道祖真的飞升仙域了吗？叶萧忽然转头看向道主，神色认真地问道。那一枚破碎的轮回地符似乎印证了叶萧心底很多猜测。可轮回之主、地主、道祖三者之间究竟是何关系，就连叶萧一时也分辨不清。不过只要叶萧能够按照地符中的感应找到剩下半枚地符，重回玲珑仙主被封印的境地，或许一切就将真相大白。一瞬间，道主眼中就闪过一丝冷冽，缓缓点了点头。道祖飞升，此乃3000道州有目共睹。哦。闻言，叶萧并未多言，率领众人走入了宝库。哇！顿时间，洛熙、于青之脸上就露出一抹震撼之色，就连叶苍、姬如梦眼底都是一丝淡淡的诧异。此时他们看到这座宝阁中足足陈列着10尊木架，分别陈列着丹药、功法、神宝以及天材地宝。叶萧眼眉轻挑，眸光扫过整座大殿，最终定格在了一件黑色战铠之上。这尊战铠的品阶在至尊器范畴，虽是一件下品至尊器，却也是难得的防御至宝。在其旁边还摆放着一柄黑色大锤，足足数丈庞大，缭绕着一缕缕暗金色的神纹。如今叶萧掌控轮回塔，就相当于掌控了其中被封印的9大神魔。小黑子身上的战铠已经破碎不堪，只要叶萧给他换一身装备，这位混沌魔猿势必能再现往日风采。咦？就在此时，顾明月眼中突然闪过一丝诧异，径直走向了那一座摆满了天材地宝的骨架。这一幕顿时令叶萧心底有所猜测，顺着顾明月的眸光看了过去，只见那里一方金色的罗盘摆放在木架顶端，早已落满灰尘。以顾明月的气运，能够吸引他的宝物一定不是凡物。嗡！就在顾明月手掌处碰到罗盘的一刹，一缕先天金辉悠然升腾，垂落下七彩的光华。一瞬间，道主眼中就闪过一丝凛冽，刚欲迈步向前，却被叶萧阻拦了下来。道主不会是反悔了吧？这是我道宗的传承之物。传承之物？我记得道宗的传承之物应该是一副上古神图，况且此地灵宝虽多，却不见一件绝品至尊器，道主不会早已命人将真正的宝物藏起来了吧？叶萧摇头一笑，哪怕面对这位圣州巨擘，也没有丝毫胆怯。哼！闻言，道主脸色一滞，终究是未再多言，眼睁睁地看着顾明月将那一尊古老罗盘收入囊中。多谢道主馈赠的灵宝。叶萧轻轻颔首，与顾明月等人一起离开了此地。道山之下，叶萧与顾明月并肩而立，笑容温和地看着眼前的于青之、洛熙等人。这一次道宗之行堪称收获颇丰，叶萧不仅击杀了2位天命之人，还绑定了2位天命之女。接下来于青之与洛熙就将返回各自的宗门发光发热。等到他们真正踏上当代顶尖，
就该是为夜宵奉献的时候了。那就劳烦八祖将于姑娘和洛熙送回宗族了。夜宵朝着叶灵仙微微躬身，即便江河不来，他也打算带着顾明月去一趟太上丹宗。无论是顾明月的伤势，还是幽姬重塑肉身，都离不开江河的帮助。既然顾明月已经完全放下了心中戒备，夜宵也该帮他尽快恢复修为了。一位至尊未婚妻，这口软饭他不香吗？哥哥，洛熙眼中闪烁着一抹泪光，脸上满是不舍。在其身旁，于青之虽然在笑，可眼中同样是一抹悲意。可他们都明白，想要真正追随夜宵，就必须要有当代顶尖的实力。为此，他们也该返回宗族，努力修行了。去吧。夜宵挥了挥手，与顾明月一起跟在江河身后，踏入了那一尊白玉灵辇中。其实以他的身份，完全可以为于青之找一个更强大的剑宗修行。只是，如今他的身上还背负着上一世的因果。这种因果与顾明月不同，而是完全独立的两个人格。于青之虽然未曾接受前世剑魂，但两魂共用一个魂海肉身，长此以往，难免会多生变故。一个9天之人降临在3000道州，在他眼里，下界生灵与猪狗有何区别？可对于于青之而言，这些猪狗中却有他朝夕相伴的同门师兄弟，教导他修行的师尊。你说，如果这些人死了，于青之还会让这道剑魂存在吗？那个时候，他会恨透所有漠视他师门亲人的人枭。你和明月的修为是怎么回事？白玉灵辇中，江河皱眉看了看夜宵与顾明月。此时他能感觉到夜宵的境界已经重新恢复到了大成层次，却没有像他想象的那般被丹药反噬。何仪，明月体内有一道封印，之前为了救我强行打开，导致修为尽失，你能帮他恢复吗？夜宵看了一眼顾明月，却见这位仙朝女帝正襟危坐，一副紧张之色。对于他而言，江河不仅是人间丹圣，更是夜宵的小妈，顾明月未来的半个婆婆。以江河对夜宵的宠溺，如果知晓他之前所做的事情，一定会生气吧。只要不是死的就没问题。江河神色清冷，突然伸手握住顾明月的手腕，细细查看。咦，下一刹，他的脸色陡然一愣，意味深长地看了萧儿一眼，看来萧儿日后有福了。闻言，顾明月俏脸红润，自然明白江河指的什么。他的9天玄牝之体，乃是9天10地最玄妙的双修体质。如今他既然与夜宵平安离开了道宗秘境，接下来他也该兑现承诺，利用这道圣体助夜宵彻底压制魔翼了。一念至此，顾明月脸颊愈发滚烫，就连耳间都是一抹烟霞之色。嗡！1日之后，白玉灵辇突然撕开一片云幕，落在了一处云雾尽头。此处浩瀚广袤，星罗密布，根本不像人间之地。只见一株参天的古树矗立在云雾深处，像是撑起了一方天地，星河壮阔，灵韵空灵。而白玉灵辇镜直穿过层层神境法纹，坠在了古树之巅一片壮阔的神宫大殿之前。无数古老的妖兽盘踞殿前，齐齐抬头看了过来。此时他们眼中并无凶厉，有的只是灵智与祥和。在这里，各种老药仙葩生长，混沌神瀑一挂一挂滚滚流淌。几名身穿白衣的青年自殿中走来，谈笑风生，宛如仙阙中的灵童，自由随性。以顾明月的心性，在看到这座仙宗之时，内心都有所震撼。这里就像是一处真正的世外之地，灵韵蒸腾，仙禽飞舞，万事祥瑞。这里是太上丹宗，何以隐世之地，我也是第一次来。夜宵笑着解释一句，牵起顾明月走出了灵辇。师尊，您回来了。太上丹宗长老弟子不多，仅有寥寥10数人，却足以震慑万千宗门。江河喜静，否则以他的丹道造诣与威望，只要放出收徒的消息，顷刻就能堆出一方顶尖底蕴。就在夜宵的眸光落在远处一位白衣弟子身上时，两人眼眸同时一凛。紧接着，夜宵嘴角就扬起一抹浅淡温和的弧度，而那白衣青年却慌忙低下了头，悄悄躲在了人群之后。宵儿，你四处逛逛，我先帮明月恢复修为。老六，你躲什么？过来。江河招了招手，而那躲在人群后方的白衣青年身躯一颤，轻轻咽了口水，哎腰。只见他突然捂着肚子，脸色无比煞白，露出一抹痛苦之色。师尊，我肚子疼，不行了。话落，他径直转身朝着山下跑去，很快就消失在了踪里。这一幕顿时令夜宵脸上玩味更浓，朝着他追了上去。何仪，不用了，我自己随便溜达溜达。天命之子，韩长生，金手指，天机屏，模板，狗道长生流，身份，太上丹宗6弟子。剧情走向，韩长生凭借天机屏催化万物的能力，成功拜入太上丹宗，被丹圣真传，3年时间领悟丹宗万方。狗在人中秘密炼制丹药修行，后离开丹宗，误入荒天古州一方邪门，被第2位师尊囚禁成丹奴。请问宿主？
猎杀，绑定。看着那一道逐渐消失的身影，叶宵眼中顿时有魔纹闪烁。作为江河的六弟子，这个韩长生竟在3年时间领悟了万张丹方，简直妖孽。而他手中的天机瓶更是种植药普灵材的无上神物，怪不得这家伙的境界竟然达到了恐怖的大成2重。这样的实力可比寻常年轻至尊都要恐怖。如果叶宵能够将他俘获，岂不是就相当于得到了一个永动机？自己种自己炼自己吃丝，只是狗盗留天命，向来是来无影去无踪，最善伪装逃匿。方才他看到叶宵时流露出的惊恐不像装的，恐怕已经动了离开丹宗的心思。从剧情走向上看，韩长生最终会在荒天古州遭遇劫难，或许那里就是叶宵捕获这位天命打工人的契机。系统绑定。怎么可能？叶宵怎么来了？丹宗后山，韩长生在自己的寝殿中来回踱步，眼底隐有一丝慌乱。他始终坚信2个完全陌生的人在大千世界中重逢的概率微乎其微，如果重逢就一定是别有目的。虽然这些年韩长生伪装得很好，藏拙装傻，但这样的变故仍旧是令他寝食难安。不行，太上丹宗不能待了。韩长生深吸了口气，简单收拾了一下行李，又从乾坤戒中取出9张神符贴在身上，这才悄悄溜出寝殿，朝着山下疯狂逃去。哐啷，半晌之后，叶宵的身影突然自远处走来，看着眼前空空如也的寝殿，眼底并不见一丝波澜。如此7日，当江河的身影现身大殿，脸色竟有所苍白。何仪，叶宵脸上隐有一丝关切，明月他，你这未婚妻不简单啊，不出半月你就能与他双修了。宵儿不是我说你，这样的双修圣体你不趁早用还等什么？草草就变强的事儿，你啊就是太纯洁善良了。江河狠狠瞪了叶宵一眼，与他一起走入了大殿之中。方才他以丹火之道为顾明月恢复经脉修为，却发现这位仙朝女帝不仅拥有玄牝之体，竟还孕育着一尊先天道胎。更可怕的是，他的魂海中有一道印记，其中澎湃的力量比江河还要恐怖，天生至尊。何仪，实不相瞒，其实我这次前来丹宗还有一事相求。叶宵手掌轻挥，从魂戒中取出生命灵髓，我想请何仪帮我炼制一枚重塑生机、恢复肉身的丹药。哦，江河黛眉轻蹙，明显有些困惑。宵儿，你要重塑肉身的丹药干什么？出来吧。闻言，叶宵并未回答，手中魂戒上顿时亮起一缕氤氲灵辉。只见幽姬的身影凭空显化，朝着江河微微躬身，拜见丹圣公子。一瞬间，江河眼中就闪过一丝冷冽。妖族，何仪，幽姬与我神魂契约，是自己人。萧儿，不是我说你，虽然我也想让你多娶几个媳妇，但妖魔之类最费身体。这女子长相妖艳，丰腰肥臀，一看就是欲望极强之人。你年纪还小，吃不消的。随着江河话音落下，幽姬的脸色顿时呆滞了下来，红唇颤动，欲言又止。何仪，你误会了。叶宵无奈一笑，从小到大，江河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亲自前往叶家，为他洗髓伐骨，关怀备至。这位人间丹圣哪都好，就是有些唠叨。误会什么？我看他一道魂体就很好，等会我炼制几枚7品铸魂丹，保证他魂体不灭，肉身有什么好诉的？江河摆了摆手，根本不信叶宵的说辞。年轻人血气方刚，一旦这妖族女子恢复了肉身，一会儿本体一会儿妖体的，想想就很刺激。何仪，她是九幽一族。叶宵轻叹了口气，顿时令江河眸光颤动，脸色渐渐凝重了下来。九幽族，这一族不是。何仪，此事说来话长，幽姬就拜托你了。叶宵朝着幽姬使了个眼色，齐齐躬身拜下。罢了，你们年轻人要自己掌握分寸，你跟我来吧。江河沉默片刻，与幽姬一起朝着后殿走去，而叶宵则是舒展了下腰肢，端坐在了大殿上方。他已经派了叶家、阴虚古教中的诸多强者前去找寻9大地符的下落。相比于灵宝造化，叶宵对于这9枚地符的兴趣无疑更大一些。毕竟这9大地符关乎着叶宵的身世秘密，以及万化魔体的宿命因果。不是说了，师尊是不会见你的。就在此时，大殿之外突然传来一阵嘈杂声。求求师兄，让我见丹圣前辈一面吧，我大老远从风雪神城而来，请丹圣前辈救我家小姐一面。我看你晕倒在山下，见你可怜才带你上山，为了些丹药饭食，你再纠缠别怪我不客气了。丹圣前辈，素闻前辈丹道超绝，可逆天改命，我家小姐阴毒入体，命在旦夕，请前辈出手救救我家小姐。听到殿外的吵闹声，叶宵顿时露出一副饶有兴趣的神色。阴毒入体，求丹续命，有没有想到什么？让他进来。随着叶宵轻喝一声，整座大殿顿时安静了下来。只见一位身穿粉色长裙，头上梳着2只羊角辫的少女跌跌撞撞地闯入殿中，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求丹圣大人救救我家小姐。我不是丹圣。叶萧摇了摇头，顿时令那少女脸色一愣，本就苍白的脸色越发没有血色。你，不过我可以救你家小姐。叶萧温和一笑，眼瞳中渐渐有火焰席卷，惊天射地。这是灵火。小姐有救了，小姐有救了。可我为什么要救她呢？闻言，那粉衣少女脸上的喜悦顿时凝固了下来，忽然深吸了口气，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如果公子能救我家小姐，我愿拿出100家商行1万灵石答谢。100家商行1万灵石。叶萧眼眉轻挑，神色慵懒。你口气倒是不小，一个仅有魂海境的少女，竟能一路从风雪城来到太上丹宗，背后不可能没有强者庇护。单单太上丹宗所在，就根本不是寻常势力能够知晓的。这个少女很可能有着极恐怖的背景。若是如此，又何须他一个魂海之人前来求丹？公子，我家小姐乃是万宝商会大小姐苏清言，桃儿所言句句属实，请公子即刻与我前往风雪神城，再晚恐怕就来不及了。粉衣少女神色焦灼，眼底尽是哀求。之前她曾听族中老祖说起，想要压制苏清言体内的寒毒，就必须要找到一道天地灵火。放眼圣州，唯一融合了灵火的强者，就是太上丹宗丹圣江河。桃儿做梦也没想到，眼前这位年轻公子竟融合了2道灵火。看来他在太上丹宗的地位应该不低，至少是个亲传。哦，闻言，叶萧的身躯渐渐坐直起来。万宝商会大小姐，万宝商会为何会派你一个魂海之人求丹？公子，此事说来话长，请公子一步，我在路上向公子解释。桃儿急归急，可礼数举止端庄得体，一看就是来自真正的世家古族，为表达诚意。公子，这是风雪神城10家商行的地契。风雪神城，你别告诉我，你家小姐已经嫁人了吧？此时叶萧突然想到了一个最近爆火的女主模板，眸光微微一凛。大女主强爽复仇流，和离后我再嫁长生神子，手撕渣男，逆袭仙途。桃儿嘴唇轻抿，缓缓点了点头。走吧，希望你不要骗我，否则我保证你和你家小姐会死得很惨。叶萧站起身来，径直朝着殿外行去。如果他的猜测是对的，那么这位苏家大小姐的气运恐怕也不低啊。而她很可能就是凌晨的那位命中道侣。天命情缘相比于丹圣江河，同样融合了天地灵火的凌晨，无疑更容易见到。如果凌晨顺利融合了第2道灵火，势必会在道宗秘境中大放异彩，成功吸引桃儿的注意，而他也就不用千里迢迢赶来太上丹宗，出现在叶萧面前了。宿命这东西的确玄妙莫测，环环相扣。兄弟你切记，心中无女人，拔剑自然神。上岸第一剑，先斩意中人，但富婆除外，因为富婆能让你原地上岸，甚至上天。多谢公子。桃儿喜极而泣，慌忙擦了擦眼角的泪水，转身朝着大殿之外奔去。等合一出关了，你告诉他我去一趟风雪神城。叶萧朝着殿下的丹宗弟子交代了2句，与桃儿一同走出大殿。只见桃儿玉手轻挥，一尊金色的鼓楼凭空出现，足有数丈高大，雕梁画栋，恢宏壮阔。叶萧眼眉轻挑，心底不禁暗叹一声，不愧是万宝商会，连一个小小的婢女都拥有如此恐怖的飞行神宝。如今顾明月与幽姬都已闭关修行，叶萧正好趁此机会出去打个野，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前来丹宗之时，叶萧曾问过顾明月关于那方罗盘的事情。按照顾明月所说，这方罗盘中蕴含着一缕先天道运，以及与9大地府同源的气息。只是如今这方罗盘并不完整，缺少了最为核心的天池。如果叶萧所料不错，这尊古宝的出现应该意味着某一个与地府有关的天命即将现世了。只要叶萧找到这位天命之人，或许就能利用他找寻9大地府的下落。公子，请。黄金神楼冲天而起，宛如一束金光照耀天穹，直奔风雪神城而去。而桃儿则跪在楼中，静守焚香，为叶萧沏茶添酒，极尽阿谀。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叶萧席地盘坐，轻抿了一口杯中茶水，神色慵懒地道：风雪神城他倒是有所耳闻，在圣州北部苦寒之地，这方势力虽有些底蕴，但远无法与仙宗、大教相提并论，隶属云梦仙府。苏清言既是万宝商会大小姐，按理说即便挑选夫婿，也不应该挑选这样一个2流势力。除非一瞬间，叶萧心底就有所猜测，对于这位苏大小姐愈发期待了。公子，我家小姐命苦，母亲早亡，又被人暗算中了不解之毒。桃儿抹了一把眼泪，将苏清言的身世命运一一说来。哦，闻言，叶萧脸上却不见太多波澜，心底的一些猜测彻底得到了印证。按照桃儿所说，苏清言虽是苏家长女，但她的母亲却出身卑微，是个小族女子，生苏清言时难产死了。之后，
苏家家主另娶一位不朽古族嫡女为妻，生下了2女儿苏念。苏清言成年后便被苏家远嫁风雪神城，为苏念登临商会传人之位让出了道路。原本以苏清言的清寡性子，离开苏家也未尝不是一件幸事，远离纷争，自由安逸可好景不长。这位风雪神城少城主竟与云梦仙府圣女有段旧情，段家不敢招惹万宝商会，只能硬着头皮娶了苏清言这位独女。两人结婚3年，段峰虽对苏清言无比尊敬，却从未碰她一下，生怕被这位苏家大小姐体内的剧毒毒杀。对此，苏清言仍旧未曾在意，终日读书写字，清心寡欲。可最近苏清言突然发现，段峰竟私自变卖了他诸多陪嫁，在风雪城外修建仙宫神殿，供他与云梦仙子偷欢。一气之下，苏清言体内寒毒爆发，危在旦夕。啧，好惨一女的！公子，求求你一定救救我家小姐，桃儿做牛做马报答您。起来吧。叶萧神色漠然，盯着手中茶盏，陷入了沉思。此时他考虑的并非是救不救苏清言，天命之女没那么容易死的。他真正考虑的是如何利用苏清言打开万宝商会的门户。以这方商会的底蕴，如果叶萧能够将其掌控，日后无论修行还是攻略其他天命之人，都将事半功倍。作为3000道州最大的商会，万宝商会真正恐怖的可不仅仅是他们的财力，还有那一张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嗡！2日之后，当黄金鼓楼从天而降，叶萧眼前也是出现了一座古老神城，银装素裹，匍匐在万里雪幕之中，苍莽而恢宏。公子到了。桃儿跟在叶萧身后，朝着城中走去。此时他脸上明显有些紧张，毕竟太上丹宗虽然神秘，但云梦仙府同样是圣州顶尖。不知眼前这位丹宗弟子能否震慑段家与云梦圣女，救小姐逃脱苦海啊？就在此时，叶萧忽然低头看向手中一枚古老剑令。此时他看到那一道神秘经文已经攀爬至剑令中央，很明显，那位天外来人应该就要降临了。风雪神城，段家大殿。只见一位身穿绣金长裙、青丝高盘的女子迈步走来，神情冷傲，径直走入了大殿之中。此时的段家白绫高悬，一片肃穆，诸多仆人穿梭在大殿之间，忙忙碌碌，准备着一些丧衣、纸钱。如此，这女子的一身华丽金袍就显得格外刺目。秋烟，你怎么来了？殿中顿时传来一声惊呼，一位身穿金袍、容貌俊朗的青年赶忙迎了出来，正是风雪神城少主段峰。我听闻苏姑娘不行了，亲自过来送她一程。玉秋烟红唇微扬，与段峰对视一眼，眉眼暧昧。他们两人早就相识，段峰天赋不弱，已经踏入了神伦6重，仅比玉秋烟低了一境。而且他修炼的风雪神诀乃是段家传承神通，肉身坚硬，宛如坚冰。在某些方面，他的确是出类拔萃，天赋异禀。只是风雪神城毕竟是云梦仙府的附庸势力，起初玉秋烟只是玩玩，并未想要真的嫁给他。可这些年，段峰送了他诸多灵宝神材，大方至极，逐渐令玉秋烟放下了心中顾虑。秋烟啊，你来了。就在此时，两人身后突然走来一位中年妇人，身材臃肿，肥头大耳。此时她的脸上明显带着一抹谄媚之色。快进来，伯母。玉秋烟微微躬身，落落大方。这一幕更是令那中年妇人喜笑颜开，越发满意。还是秋烟识大体，懂规矩，不像一些人仗着家世，从不将我段家放在眼里。母亲，不要说了。段峰苦笑一声，朝着身旁一位段家婢女使了个眼色，去，请夫人过来，就说玉圣女来看望她了。是。很快，殿外就传来了一阵剧烈的咳嗽声。只见一位身穿灰衣、鲜颜苍白的女子撑着一把竹伞走了过来。她的长相极为清秀，身形纤瘦，眼眸深邃而孤冷，有种病恹的柔弱。而她的手掌以及裙下的玉腿皆笼罩在白丝之中，闪烁着莹莹辉光，莫名多出一些风韵。苏清言，秋烟圣女来看你了，还不赶紧拜见圣女？段峰之母程氏冷哼一声，按规矩她应该拜我才是。苏清言站在殿外，看着满院的白绫，眼底尽是苦楚。放肆！程氏豁然起身，指着苏清言怒骂道，你还以为你是苏家大小姐呢？你父亲母亲都不管你了，还在这摆什么架子？母亲。段峰轻叹了口气，唯唯诺诺的模样看得苏清言一阵恶心。这些年他苟活在段家，受尽屈辱，就是不想再回苏家，陷入无尽的争端。可段家却愈发猖獗，竟卖掉了他的嫁妆，讨好玉秋烟。如今他还没死呢，段家竟就悄悄开始准备他的后事了。段峰，我今日来是要与你和离，你签了吧。苏清言将手中一纸婚契丢到了段峰面前，将我的嫁妆归还给我，从此我们再无关系。什么？闻言，程氏与段峰脸上顿时露出一抹阴沉之色。青言，别胡闹了，
我是不会签的。你是拿不出这么多的零食吧？段峰，你作为一个男人，竟然拿着我的嫁妆讨好玉秋烟，你就不觉得丢脸吗？苏青言冷笑一声，目视着这对母子的丑恶脸庞，感到无比恶心。段峰。闻言，玉秋烟黛眉轻蹙，一脸诧异地看向段峰，他说的是真的？放屁，我家芳儿怎么会卖你嫁妆？苏青言，你不要在这挑拨离间。程氏大步走来，狠狠一巴掌抽在了苏青言脸上，噗嗤，顿时间苏青言就被打翻在地，嘴角鲜血滴落，在冰雪上绽放出一朵朵鲜艳的花。小姐！就在此时，大殿之外突然传来一道惊呼声，只见桃儿快步跑到苏青言身旁，将她从地上搀扶了起来。小姐，你没事吧？桃儿，你怎么回来了？苏青言轻叹了口气，微微摇了摇头。段峰，嫁妆我可以不要，和黎叔你还是签了吧。青言，我是不会签的。来人，送夫人回房休息。段峰冷哼一声，将手中黎书揉成一团，丢在了地上。他又不是傻子，一旦和离，苏家必然怪罪。而他只要再等几日，熬死苏青言，就能正大光明地霸占他手中的财宝商行，迎娶玉秋烟。苏小姐，如果我是你，我就不会这么任性。这么冷的天，以你这副病躯，离开段家址会冻死在荒山野岭之中。玉秋烟红唇轻启，眼底的威胁毫不遮掩。你们不要猖狂，我请来了丹宗传人为小姐治病，小姐很快就会好起来的。随着桃儿话音落下，整座大殿顿时寂静了下来，就连苏青言苍白的脸庞上都是一抹诧异之色。丹宗传人。玉秋烟与段峰对视一眼，眉头紧锁。整个圣州只有一个丹宗，太上丹宗，可他们从未听说这方丹宗有什么传人，更没有见过丹宗弟子出世。公子，请为我家小姐主持公道。桃儿深吸了口气，朝着殿外深深拜下。顿时间，所有人的眸光都汇聚在了殿门方向。在众人震撼惊悸的眼神中，一道白衣身影迈步走来，纤颜束发，神情温婉。那一双漆黑深邃的眼瞳并不见一丝温度，宛如一位少年仙神超脱出尘。你是丹宗传人？玉秋烟黛眉轻蹙，沉声问道。单单这少年的一缕眸光都令他心神震颤，不敢有一丝忤逆。不是。白衣青年摇了摇头，顿时令段峰等人紧绷的心神渐渐放松了下来。而桃儿眼中则是闪过一丝失落，雾水升腾。原本他还想用丹宗的名头吓吓段峰、玉秋烟这对狗男女，谁知这位公子居然如此坦诚，竟否认了丹宗传人的身份。噗嗤，玉秋烟嗤笑一声，冷冷看向桃儿，你敢骗本圣女，不知死活。下一刹，他玉手轻挥，就欲朝着桃儿脸上扇去。在圣州北地，云梦仙府就是唯一的主宰，无人敢逆。嗡！可就在他的手掌即将落下之时，却见那白衣青年同样伸出一只手，轻易握在了他手腕上。还不等玉秋烟反应过来，就听一道清脆的断骨声悄然响彻，而玉秋烟的脸色顿时扭曲了下来，发出一声痛苦的惨叫。啊！你可知我是谁？玉秋烟银牙紧咬，嘶声怒吼道：你敢伤我，云梦仙府不会放过你的。哦。叶萧神色漠然，嘴角掀起一抹玩味弧度，猫戏老鼠一般看着玉秋烟。小小云梦仙府也敢与我叶家为敌？什么？叶家？天地俱寂，整座段家大殿突然陷入了死寂。只见玉秋烟身躯一颤，直接跪在了叶萧身前。整个圣州同样只有一个叶家，长生叶家。无论眼前这个少年是谁，只要他是叶家之人，哪怕只是一个庶出子弟，都不是云梦仙府能够招惹的胆。敢问公子名讳？叶萧。随着叶萧话音落下，玉秋烟两眼一黑，直接瘫软在了地上。在其身下，大片黄色的水渍流淌而出，将身下冰雪融化，腾起片片雾霭。扑通！与此同时，段峰等人的身影也是踉跄跪地，不停颤抖。唯独程氏皱着眉头，一脸困惑。叶家？什么叶家？啪！下一刹，段峰直接原地跳了起来，一巴掌将他扇晕了过去。叶萧神子饶命，签了他。叶萧拖着玉秋烟的身躯，就像在拖拽一头牲畜，丢在了段峰身前，指了指地上的和离书道：是。段峰喉咙滚动，直接咬破手指，在和离书上签字画押。噗嗤！就在段峰双手捧着和离书，抬头看向叶萧之时，却见一只手掌从天震下，直接将他头颅砸成了粉碎。在其身旁，玉秋烟刚刚睁开的眼眸瞬间瞪大，浑身一颤，嘴角竟有鲜血流落。神子饶命！神子饶命！都是段峰骗我的。苏姑娘，你觉得呢？叶萧转头看向苏青言，神色温和地道：请神子为青言主持公道。苏青言微微欠身，
眼中的深邃冰冷与那一张柔弱苍白的脸庞形成鲜明的对比。他隐忍软弱了18年，最终换来的却是任人欺凌、含冤受辱。这一刻，苏青言忽然明白了，想要在这个修仙世界中生存下去，就需要像这位叶家神子一样强势杀伐，将所有欺凌自己的人统统杀掉。如今他已经命在旦夕，还有什么好顾虑的呢？不要！嗡！叶萧并未多言，指尖剑气嗡鸣，朝着玉秋烟眉心动落。叶萧，你霸道！玉秋烟脸色煞白，周身渐渐有灵纹升腾，在其头顶仙皇大鹤，古阙神楼齐齐浮现，云梦如霞。可在叶萧剑意落下的一刹，这些神经法像统统被磨灭了，而玉秋烟的脸色也是一点一点凝固了下来，头颅轰然炸裂，血渣四溅。咕噜，就连桃儿都被眼前的一幕彻底惊呆了。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些在他眼中至高无上的圣女少主，在这位夜宵神子面前，竟如猪狗一般被肆意宰杀，毫无还手的余地。桃儿，你是怎么请来这位夜宵神子的？苏青言先言苦楚，看着那滩倒在血泊中的一对狗男女，只感觉心神舒畅，从未有过的轻松。我也不知道他是夜宵神子啊。桃儿揉搓着衣角，一副惴惴不安的模样。苏姑娘，夜宵走到苏青言身前，将那一纸离书递到他的手中。两人手掌触碰的一刹，苏青言顿时慌张地收了回来。夜宵神子不要误会，我有毒。哦，夜宵轻轻颔首，眼底是一抹少见的诧异。天命之女，苏青言，金手指，天毒体，模板，大女主穿越复仇流，身份，苏家大小姐，万宝商会传人。剧情走向，苏青言本是清北大学科技专业高材生，意外魂穿异界，成为天生毒体的苏家大小姐，被妹妹苏念及其母亲诬陷逼迫，离开苏家，嫁入风雪城，后因渣男夫君懦弱背叛，结识身怀灵火的命定男主，以灵火将体内天毒炼化成丹，觉醒天毒神体，自此决心离开段家，凭借前世经验经营自己的商行，研发科技与狠活，逆天崛起，打脸前夫与万宝商会。请问宿主是否绑定穿越科技女未来富婆？此时叶萧很想问苏青言一句，小姐姐玩王者吗？你咬我妲己吧。按照苏青言的模板，天毒入体，生命垂危大概是他唯一的弱点，否则就凭他的身份背景以及前世的阅历知识，就足够他在这处修仙世界为所欲为。绑定，但凡此时叶萧犹豫一秒，都是对富婆和穿越者的不尊重。苏姑娘的事我已经听桃儿说了。叶萧突然牵起苏青言的玉手，轻轻将他手上的白丝手套退了下来，握在了他手腕之上。夜萧神子，一瞬间苏青言脸上就腾起一抹烟霞，眼底尽是惶恐。从小到大，所有人都忌惮他身上的剧毒，连跟他说话都小心翼翼的。可眼前这位夜宵神子不仅毫不在意，甚至还吞下了他的白丝。苏姑娘可能误会了，你并非是毒液入髓，恰恰相反，你体内的天毒将是你日后修行的最大倚仗。叶萧放下苏青言的玉手，语气平静地道：其实他懂个今儿的单道啊，纯粹是按照苏青言的剧情走向推测的。什么？闻言，苏青言美眸惊颤，一脸的不可思议。以苏家的底蕴，也曾为他找寻诸多有名的丹师治病，其中一半被他体内的天毒当场毒杀，另一半则是在回去的路上突然暴毙。久而久之，苏青言灾星的名声就传遍了整个圣州，而他也因此失去了苏家族人的信任，最终在成年之际被草草嫁到了风雪神城。天毒之体亘古罕见，我也只在叶家族册中见过一些简短的记载。据说此体大成，可毒杀仙神，前提是苏姑娘得先学会克制体内的天毒，不能让它伤到自身根基。叶萧沉吟片刻，忽然抬头看向苏青言，我倒是有个主意，就是不知苏姑娘愿不愿意尝试了。叶萧神子的意思是，我能掌控体内天毒。苏青言捂着嘴唇，眼底隐有激动。当然了，不过需要苏姑娘付出一些代价。叶萧轻轻颔首，众瞳中逐渐有火纹缭绕，神妙非凡。我需要苏姑娘敞开魂海，由我将一道天地灵火封印在你体内，以灵火之力压制你的天毒。神子的意思是要送我一道天地灵火。苏青言眼眸圆瞪，明显有些困惑。可为什么？姑娘有没有考虑过重回苏家？叶萧神色坦然，并未隐瞒自己的图谋。与于青之、洛熙不同，苏青言魂穿于此，对于人心更为了解，也更理智。与其骗他，倒不如坦诚一些，各取所需。神子的意思是……苏青言眸光微凛，顿时明白了叶萧话里的深意。以他的经历而言，这世上的一切都是明码标价的。叶萧的坦荡和毫不掩饰的图谋，反而令他放松了下来。这一刻，他竟久违的在这个陌生的世界里
感觉到了一种源自灵魂的契合。可能要让神子失望了，就算我能压制毒体回归苏家，也很难有所作为。我的好妹妹苏念不仅有一众长老支持，还是云台传人，这方势力神子或许不太了解，乃是一方隐世仙宗，擅长堪舆心道，谋算天运。我曾听苏念亲口说过，他有5位同门师姐弟，除了小师弟尚未下山，其他4位师姐皆已回归宗族，任何一人都有主宰一州的背景。听到苏清言所言，叶萧神色没有多大的变化，可心底却有惊喜。苏念作为如今万宝商会的传人，同样是3000道州真正顶尖的妖孽，背景无上。而他那个尚未下山的小师弟，岂不是有5位妖孽师姐？我的5位绝世师姐，难道在苏姑娘眼里，我叶家还不如什么一州主宰？叶萧失望地摇了摇头。叶萧神子，我不是这个意思。突然间，苏清言就愣住了，不可思议地看向叶萧。叶萧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他会作为自己的靠山，重回苏家，拿回属于自己的一切？按道理，苏清言才是苏家嫡长女，本该得到苏家传人之位，奈何她天生体弱，母族弱小，这些年只能想方设法保命，根本没有空余的精力去图谋商会。可如果叶萧鼎在他的身后司云台这方势力，我确实不太了解，但我可以向苏姑娘保证，如果姑娘想回苏家的话，叶某将会是你最忠实的朋友。这位云台小师弟大概率是一位天命之人，像他这样的模板，无论心计实力都会比凌晨这种废柴崛起刘强大许多，又有5位绝世师姐庇护，气运可想而知。只是不知道这位云台小师弟的金手指是什么，是适合当个寻宝鼠，还是成为叶萧魔体的养料？此时叶萧已经在暗暗思索，该如何把他引下山来了。叶萧神子，苏清言眸光震颤，陷入了沉吟。他明白叶萧此举是为了利用他掌控万宝商会，可如今苏清言已是穷途末路，连生命都难以维持。叶萧的出现或许才是他这条仙途真正的开端。在亲眼见识了叶萧的强势以及玉秋烟、段峰对他的态度后，苏清言已经彻底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个世界弱肉强食是唯一的生存法则。要想得到尊重、敬畏，要么成为盖世的强者，要么拥有至高无上的背景。当然，就算苏姑娘不回苏家，这道灵火我也会送给你保命。不过那样一来，苏姑娘日后就要独自面对你妹妹和苏家的敌意了。叶萧屈指一弹，虚无吞炎顿时垂落下来，将整座大殿笼罩其中。顿时间，周围一众跪在地上瑟瑟发抖的段家族人就被焚成了虚无。与此同时，段家后殿同样传来了一道愤怒的嘶吼声，一股洞虚巅峰的威压垂落下来，可怖的神力崩灭天地，像是要将整座风雪城砸成粉碎。这是……苏清言心神震颤，心底顿时有所猜测。以这位叶家神子的心性，既然敢当众说出心中想法，显然是没打算放过段家任何人。苏小姐不必担心，是我的一个仆人。如今的小黑子在得到了叶萧赠予的2件至尊器后，战力更为恐怖，足以比肩斩道强者区区段家一锤子的事儿。至于苏清言，叶萧相信他会做出最正确的选择。毕竟一个魂穿之人压抑了这么多年，最想要做的就是逆袭打脸。况且苏清言应该明白，如今无论他回不回苏家，苏念都会想法设法将他杀掉。神子，您真的愿意为我与苏念以及云台为敌？不是为你，是为我们。来都来了，难道苏姑娘不想与叶某一起去看看9天的风景？叶萧眸光深邃，眼中的睥睨更是令苏清言心神颤动，缓缓点了点头。在他看来，叶萧口中的来都来了，是来到了这个世上。可对于苏清言而言，这来都来了4个字却有更重要的意义。叶萧神子如果这么说的话，清言可就要误会了。神子对我这么好，我该如何报答呢？苏清言展颜一笑，眼神里竟多出一丝妩媚，要不以身相许得了。叶萧深深看了苏清言一眼，苏姑娘，我有未婚妻了。哦，那神子介意多一个吗？苏清言眸光灼热地看着叶萧，不像装的。这一幕更是令桃儿嘴巴张开，一脸的不可思议。这还是平日里那个柔弱清寡的小姐吗？怎么在神子面前完全换了一个人一样？苏姑娘，你还是敞开魂海吧，我先帮你压制天毒。叶萧神子只想让青言敞开魂海吗？叶萧无奈地摇了摇头，眼中魂光闪烁，根本没有给苏清言反抗的机会。啊！顿时间，苏清言的脸色就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苍白了下来，在其周身一片片碧绿雾霭徐徐升腾，又被这股灵火之力渐渐压制，尽数没入了丹海之中。第一，恭喜宿主赠予天命之女虚无吞炎，获得万倍奖励返还。虚无道火，先天之火。叶萧瞳中一缕紫色神纹一闪而逝，嘴角顿时掀起一抹隐晦弧度。仲童之所以被认为是叶家传承中最神秘恐怖的天赋，就是因为它能融合任何力量。
有了这一道先天之火，如今叶萧的一缕重瞳神辉都能轻易焚杀任何大成生灵。按照叶萧的猜测，苏家那些长老之所以支持苏念，无非是因为苏青言毫无背景，而以叶萧的背景声威，一旦他降临苏家，势必会引来整个苏家的震动。那时候苏念再想对付苏青言，唯一能够指望的就是他的那些师弟师妹了。时间流逝，此时的段家大殿早已是一片死寂。叶萧静静地看着殿中盘坐的苏青言，脸色早已恢复了往日的冷漠。对于这位老乡，叶萧自然不会放下一丝戒备，所以他早就在那倒虚无吞言中做了手脚。一旦苏青言日后敢对他有一丝忤逆，叶萧会毫不犹豫地引爆他体内的灵火，让他万劫不复。随着苏青言气息渐渐澎湃，他的身外也是有丝丝缕缕的火焰神纹缭绕，宛如一尊通天的漩涡，将所有天毒尽数逼入了丹海之中。一瞬间，苏青言头顶就有雷云聚拢，法则交织，而他的眼眸也是在此刻骤然睁开，闪烁着一抹诡异的幽绿色彩。神轮一重，神轮二重，神轮九重。在被天毒压制了10数年后，此刻苏青言浑身的经脉都已被叶萧疏通顺畅，而他的境界更是在数息之间突破到了神轮9重，迈入了年轻至尊的行列。天毒神体。叶萧眸光清冽，此时他似乎已经看到一位独尊屹立苍穹，脚下万物枯竭，生灵成灰。苏姑娘，恭喜，多谢神子赐火，大恩无以为报，即便此生无法与神子夫妻相称。苏青言深吸了口气，朝着叶萧深深拜了下去。此时他眼底隐有一丝狡黠，整个人像是得到了新生。未婚妻怎么了？等到他成为万宝商会的主人，就能利用这方财族打造属于他的科技帝国。而想要征服叶萧这样的男子，光靠美貌可不行，要靠技术。过几日等你彻底掌控了虚无吞炎，我再传你一门帝诀。叶萧与苏青言并肩站在飞行神楼上，俯瞰着下方的风雪古城。之前他镇杀凌晨之时，得到了这位天命之子的本命帝诀焚诀。对于叶萧而言，有重瞳这样的逆天天赋，想要融合天地灵火，根本无需修炼焚诀，倒不如7日后将这门帝诀送给苏青言，或许能换一道更为恐怖的仙经。帝诀。苏青言眸光颤动，忽然伸手揽住了叶萧的胳膊，轻轻将头依偎在了他臂膀之上。神子，你这样下去的话，青言怕是很难把持得住自己呢。作为一名穿越女，苏青言的修炼天赋或许不如那些所谓的帝女、圣女，但论撩人的技术，这些修真世界的女子怎么可能跟她相比？一门帝诀，就算在万宝商会里，也是真正的无价之宝。叶萧居然就这样送给他了，这种背景无上、仙颜神姿的男人，真的很难让人拒绝呢。上一世，苏青言家境贫寒，一心学业，虽也羡慕别人谈情说爱，却始终没有遇到一位如意之人。如今他好不容易穿越到修仙世界，原本以为背靠万宝商会就能肆意妄为，找上10个8个男宠，结果他居然天生毒体，沾人就死。除了叶萧，苏青言根本想象不到有任何当代青年能够抵挡得下他体内的天毒。嘤嘤，天造地设。两人身后，桃喉咙滚动，欲言又止。小姐怎么好像突然烧起来了呢？叶萧神子，我这样抱着你，你的未婚妻不会生气吧？能成为神子的未婚妻，想来一定是世上顶美的人儿吧？不像我，天生毒体，从没被人真心爱护过。苏小姐还是好好想想，接下来该如何夺回苏家传人之位吧。叶萧神色漠然，缓缓抽回手臂，走入了神楼之中。苏青言银牙紧咬，恨恨地瞪了叶萧一眼。他承认他对叶萧是很心动，但这位叶家神子好像根本撩不动。圣州东方，长生秦家。只见此地山岳连绵，混沌雾霭徐徐升腾，一片片紫雷倾泻下来，凝练出大道符文，遮天蔽日。各座山岳之间有七彩的霞光喷涌，大殿洞府罗列其中，很是神秘。与长生叶家一样，秦家在圣州的地位同样至高无上。据说秦家先祖在太古纪元就凭借一道先天神雷打破了血脉枷锁，飞升上界，而他留在人间的血脉子嗣，单单凭借这道祖血硬币就成为了圣州最为顶尖的长生古族。甚至圣州向来有所传言，这位秦祖飞升之前将自己的本命雷种留在了人间，同时他还留下了一道真正惊天的造化，庇护秦家10万载岁月，长盛不朽。如今秦家当代更是有一位滴血妖孽，不仅血脉返祖，觉醒了与秦祖一样的圣体，还以当代之身融合了那一枚无上雷种，被誉为无敌之姿。此时秦家祖祠，一众秦家长老族人神色肃穆，看着眼前一尊数丈高大的金身法相，眼底尽是惊悸。族主，你是说先祖法相显灵，给你降下了魂婴地旨？不错，
秦家族主秦天是一位相貌威严的中年男子，浓眉方脸，一袭金色长袍绣绘万道雷纹。就在前日，秦家祖祠突然有雷音震荡，神霞喷涌，而他魂海中更是出现了一个神秘声音，极为模糊，充斥着难言的地疑。这在秦天看来是先祖对秦家的召唤，更是他们举族飞升的神迹。什么？难不成先祖是准备接引我等前往9天？是了，先祖显灵，这是大吉吧？族主，先祖都说什么了？我没听清，不过玄儿血脉返祖，或许他能与先祖魂念沟通。秦天摇了摇头，忽然转头看向祖祠之外，只见那里一道银辉从天倾泻，浩荡轰鸣，其中一道身穿银白长袍、面容俊朗的青年迈步走来，他的眼瞳呈现出一种璀璨的银色，漠然而桀骜，在其眉心，一枚银色印记宛如第三只眼瞳，充斥着无尽神性。父亲，您找我。随着银眸青年迈步走来，周围所有秦族之人纷纷躬身拜下，眸光敬畏。玄儿，你来了。秦天轻轻颔首，脸上洋溢着一抹傲然。秦玄作为长生秦家神子，乃是秦家近万年以来天赋最强之人，就连秦家诸祖也认定秦玄将是秦家走向辉煌的契机。先祖神像显灵，你试试以太玄雷种以及圣体血脉，能否与先祖魂念沟通？哦。闻言，秦玄银眸微凛，缓缓点了点头。他此生最大的梦想，就是像先祖那样，以无上雷法打破天地桎梏，成为当世雷帝，飞升9天仙域。如今先祖显灵，或是他血脉蜕变，真正觉醒仙道因果的机会。嗡！随着秦玄手掌探出，掌心中顿时有雷纹游走，轻轻触碰在了秦祖法像之上。顿时间，祖祠中就有大道仙音震荡，一尊金色法阵自秦祖眼瞳中显化而出，诸天变幻。隐隐间，众人似乎看到，在那法阵尽头，正有一道金光身影迈步走来，神圣超然，像是一尊仙即将降临在秦家之中。嗡！就连秦家诸祖此刻都被这股气息惊慑，一个一个自洞府墓穴中苏醒，缓缓站了起来。这是一众秦族强者心神震颤，眼瞳中尽是骇然与激动。难不成在时隔10万年后，秦祖竟要重回秦家祖地？嗡！与此同时，秦玄魂海中也是响起了一道威严声音。只见一缕金光自法阵中垂落下来，逐渐与秦玄眉心的雷种融合。一瞬间，这位秦家神子身上的气息就彻底沸腾了。大成1重，大成2重，大成3重。仅仅一息，他的境界竟直接踏入了大成3重层次，浑身雷纹奔涌，像是一位上古的雷神，不可一世。于之，剑令。秦玄眉头轻皱，忽然转身眺望向圣州中央的方向。此时他能感觉到，那里正有一缕淡淡的魂石感应，与他眉心雷种呼应。圣州中央，只见一座黄金鼓楼从天而降，径直落在了万宝城中。宝城四处，群山矗立，唯独城门之前是一望无垠的湖泊，波光粼粼，霞辉升腾。从天上看去，这座神城宛如一个硕大的聚宝盆，前有水，后靠山，占尽地利人和。那是大小姐的太玄神楼。大小姐回来了。顿时间，宝城中就传来了阵阵惊哗声，所有修者凡民纷纷跪在地上，神情激动，竟对苏青言有着近乎狂热的崇拜。当初苏青言穿越至此，在这座城中生活了18年，以他的学识、眼界，随随便便创造出来的小玩意儿，就足够这些修真世界的生灵疯狂了。看来苏姑娘在万宝城中还挺受欢迎的。叶萧深深看了苏青言一眼，语气平静地道。下一刹，他眸光微凛，低头看着脖颈上悬挂的那一枚剑令，眼中隐有一丝寒彻。此时他看到这枚剑令中央的金色神纹几乎已经到了剑柄的位置，也就证明那位天外来敌应该就要降临在3000道州了。可真正令叶萧感到意外的是，此刻这枚剑令竟散发出一种诡异的灼热，这是不是意味着有人正在感应此令的位置？来了吗？叶萧眸光冷冽，并没有一丝波澜。他们喜欢有什么用呢？神子又不喜欢。苏青言轻叹了口气，红唇轻抿，可怜兮兮地看着叶萧。轰隆隆，最终太玄神楼直接坠落在了宝城中央一座白玉砌造宫殿之前。这里就是万宝商会主人苏家所在，亦是3000道州大半财富的出处。宫殿恢宏，占地万顷，通体由老山神玉打造，点缀着诸多七彩的神晶，尽显奢华天地间，隐有神纹闪烁，勾连四合，像是一方星辰法阵，将整个苏家笼罩其中。哪怕以叶萧的境界，在这座神阵面前都有一种惊悸之感。大小姐，您怎么回来了？就在此时，白玉宫殿中突然走出数道身影，脸上皆是一抹诧异之色。为首之人乃是一位头发花白、面容枯瘦的老者，
苍老的眼瞳中隐有森冷。四长老，苏青言自神楼中迈步走出，看着眼前这些面色不善的苏家族人，语气清冷地道：“我回自己家，难道还要经过四长老同意？”哼！苏东岳冷哼一声，根本没有将苏青言放在眼里。如今苏家家主苏玄烨早已不问商会之事，终日钻研其道，修身养性，将苏家与商会全权交由二小姐苏念。此时苏青言重回苏家，明显是来者不善，以卵击石啊！大小姐慎言，现在的苏家可不是你家了，你家在风雪城段家。宫殿中突然传来一道玩味笑声，只见一位身穿碧绿罗衣、容貌清丽的少女迈步走来，出现在了众人身前。绿萝。苏青言黛眉轻蹙，眼底尽是阴沉。这个逼少女正是她妹妹苏念的贴身婢女，3年未见，一个丫头居然比苏家四长老还要猖狂。我与段峰已经和离，此次回家就是要向父亲禀明此事。其实从小到大，苏玄烨对于苏青言还是极为袒护的，奈何苏青言的身子实在太不争气，被苏念母女扣上灾星之名，失去了苏家一众长老的信任。和离。闻言，苏东岳与绿萝对视一眼，眼神愈发讥讽。苏青言，还要我说的再清楚一点吗？今日是司空古族少主司空星河与我苏家传人苏念小姐订婚之日，我苏家不欢迎你。绿萝摇了摇头，朝着苏东岳使了个眼色，劳烦四长老。哦，苏家不欢迎我，那不知欢不欢迎夜宵神子呢？苏青言眼中闪过一丝狡黠，眼底压抑的愤怒渐渐变作一抹嘲弄之色。他早就受过这种被人羞辱嘲讽的日子了，以前他没办法，可现在他背后站着3000道州第一妖孽长生叶家神子夜宵，这种时候别说几个苏家家奴，苏青言甚至迫切的想要看看苏念母女脸上的神色。什么？绿萝脸色一愣，忽然抬头看向太玄神楼方向，只见那里一道白衣身影迈步走出，风神俊朗，眸若天渊。咕噜，一瞬间绿萝的脸色就彻底苍白了下来，心底渐渐生出一丝不安。拜见夜宵神子，这位长老，不知叶某可否有资格参加苏小姐的订婚大典？夜宵神色温和，看都未看绿萝一眼，语气漠然地道：神子大驾光临，乃是我苏家的荣幸。苏东岳喉咙滚动，赶忙躬身拜了下去，夜宵则是从他们身前走过，径直朝着苏家大殿走了进去。青言，你作为长姐，该去给苏念小姐送份贺礼。是，神子。苏青言莞尔一笑，紧跟在夜宵身后走了进去。此时他终于明白了，前世那些小仙女们为何拼了命的想要嫁入豪门。有时候一个姓氏就是常人难以逾越的高山。四长老。大殿之外，绿萝与苏东岳面面相觑，他们有种预感，今日的苏家注定不会太平。快去通知家主，当初苏青言嫁入风雪城苦寒之地，乃是苏念与其母司空月一手安排。如今苏青言和离归来，最想报复的一定是苏念母女。此时苏家大殿，只见2位衣着华丽的青年男女手捧酒盏，朝着殿中一众宗族之主躬身行礼。多谢诸位叔伯，前辈能来参加我与星河表哥的订婚宴。苏念身穿红裙，眉眼如画，朝着身旁的司空星河抿嘴一笑：表妹，日后一定会好好对你的。司空星河长相俊朗，温文尔雅，不着痕迹地看了一眼大殿上方的苏家主母，也是他的好姑姑司空月。哼，苏念小姐国色天香，司空少主人中之龙，般配，太般配了。是啊，别看司空公子牙口不好，但天赋实力都是圣州首屈一指，苏念小姐找了个好夫婿啊。殿中众人抚掌叹息，极尽阿谀。好热闹啊！就在此时，殿外突然传来了一道温和笑声。下一刹，一阵震惊哗声轰然响彻，所有人看着那一道迈步走来的白衣少年，脸上皆是一抹难言的震撼与不可思议。这是夜宵神子，不愧是苏家，连夜宵神子都来参加苏念小姐的订婚宴了。夜宵神子，苏念脸上更是露出一抹惊喜，竟射下身旁的司空星河，朝着夜宵走了过去。显然他也没想到这位长生神子今日竟会现身苏家。听闻苏念小姐订婚，我特意来送份贺礼。话落，夜宵抬头看了一眼司空星河，手掌轻挥，只见一缕青光从天坠落，发出震耳的轰鸣，顿时令在场众人的脸色彻底苍白了下来。当，随着一道震耳的钟鸣声传来，整座大殿霞光沸腾，其中一尊青铜古钟从天而降，震向司空星河。夜宵，司空星河浑身颤动，脸色顿时苍白了下来。在其周身，一缕缕灵光升腾而起，像是一颗星辰，妄图将古钟阻挡下来。轰隆隆！可在司空星河手掌触碰到古钟的一刹，他身上所有的光华尽皆湮灭了。
而他的身影更是被那谷中囊括，扣在了大殿中央。整座大殿突然陷入了一片死寂，所有宗族之主面面相觑，逐渐将眸光落在了司空月身上。订婚宴，送终。更可怕的是，堂堂司空少主，神伦七众的绝世天骄，在夜宵神子面前竟连一丝反抗的余地都没有。夜宵神子，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万宝商会和叶家好像没有仇怨吧？大殿之上，司空月缓缓起身，沉声问道。在其身旁，一众苏家长老对视一眼，同样是一脸困惑。万宝商行之所以与司空一族联姻，就是为了利用这方北元滨州的古族开辟北元商行。如今10大道州中，只有3州未有商会涉足：北元滨州、蛮荒大州以及天雷海州。这3州的主宰皆不是人族，分别是古神族、妖族以及海族。如今夜宵突然降临，强势镇压司空星河，难不成是对苏念小姐有什么想法？以长生叶家的底蕴，若是苏念与夜宵神子联姻哦，看来苏夫人对我这个贺礼不太满意，那我换一个。夜宵轻轻颔首，将青铜骨中收回，露出其中一道七窍流血的身影。此时的司空星河整个人都麻了，脸上尽是惊恐。作为司空古族的少主，司空星河在北元同样有着赫赫威名，可在夜宵面前，他就像只蝼蚁，被随手镇压了。哦，司空月眉头轻皱，又见夜宵挥了挥手，顿时间，大殿之外就传来了一道低沉的脚步声。只见一位身穿灰衣、面容苍白的少女迈步走来，静静地站在了夜宵身后。一瞬间，在场所有苏家强者的脸色就彻底呆滞了下来，嘴唇颤动，欲言又止。苏家大小姐苏青年，苏青年，苏念更是惊呼一声，心底渐渐生出一丝寒寂。她怎么回来了？看夜宵神子的模样，似乎是在庇护这位苏家嫡长女。夜宵神子，你究竟要干什么？我苏家虽不是修真世家，但也不是好欺负的。司空月面色阴沉，死死地盯着苏青年。我与青年小姐一见如故，听她说了一些悲惨的过往，觉得应该为她、为苏家做些什么。夜宵神色温和，云淡风轻。此时他身上好似有光照耀，宛如一尊少年神明，见不得世间苦难。哼！闻言，司空月眼神愈发狰狞，语气漠然地道：夜宵神子插手我苏家家事，是不是有些过分了？求夜宵神子为我做主。就在此时，苏青言突然朝着夜宵躬身拜下，神情凄楚。哦，夜宵眼眉轻挑，对于苏青言愈发满意了。相比于顾明月，这位穿越女更懂夜宵的心思，聪颖懂事，与夜宵一拍即合。苏念母女诬陷我为灾星，逼我嫁入风雪城，与段家勾结，侵吞我母亲留下的商铺地契，暗中给我下毒，险些将我毒杀。既然段家已经被夜宵神子覆灭，便是死无对证。苏青言想要重回苏家，掌控万宝商会，就必须要将苏念母女赶尽杀绝。什么？随着苏青言话音落下，殿中众人眸光惊颤，看向司空月的眼神终宁有恍然。怪不得啊，司空月安排苏念与自己的外甥订婚，恐怕不仅仅是为了开辟北元商行，很可能是想彻底掌控万宝商会。胡说八道！诸位长老还愣着干什么？司空月怒喝一声，尤其是众人眼中的意味，就如一根针深深扎在了他心头。闻言，一众苏家长老却露出一抹为难之色，显然并不想与夜宵为敌。苏夫人好手段啊，看来用不了多久，万宝商会就要改姓司空了吧？夜宵摇头一笑，看似不经意的说辞，却令司空月面色大变。夜宵神子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解？不如神子与我前去后殿。我觉得苏青言能给神子的，苏念同样能给。苏念嫣然一笑，眼底隐有深邃。他是云台出身，对于人心谋算更为精通。此时苏念已经猜到了夜宵的目的，却不敢真的与这位长生神子撕破脸面。无非就是灵宝、美色这2样苏念都有，比苏青言更多。能给。在其身旁，司空星河脸色煞白，轻轻咽了口水。大庭广众，他的未婚妻居然要给夜宵。哦，夜宵神色愈发玩味，缓缓点了点头。这一幕更是令苏青言娇躯紧绷，无比紧张。与苏念相比，苏青言既无背景，亦无母族倚靠。夜宵想要掌控万宝商会，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拿下苏念。此时苏青言突然慌了，如果夜宵将他舍弃，他就真的是一无所有了。苏念小姐是打算用财宝还是美色打动叶某？夜宵忽然张口，眸光平静地看向苏念。如此直白的问话，顿时令苏念俏脸腾起一片烟霞，欲言又止。苏小姐把叶某当成什么人了？我今日到此，只为还青言一个公道。随着夜宵话音落下，整座大殿落针可闻，而苏青言眼中的慌张更是一点一点凝固了下来，眸光颤动，眼眶微微泛红。前世今生，
他从未遇到任何一个愿意如此庇护他的男子。苏清言虽自负天赋，心计不弱于苏念，甚至以他的穿越之身，将来更会在这方修仙世界大放异彩。可这些叶萧并不知晓，需要时间积累。此时听到叶萧所言，他突然有种知己的感觉，在这方冰冷的异世界里，感觉到了一种久违的温暖。在苏清言看来，这种精神层次的共鸣，有时候比肉身带来的快乐更为直接强烈。苏清言娇躯轻颤，口中发出一道压抑喘息，两只眼瞳微微上翻。你……苏念银牙紧咬，尤其是此时苏家一众长老的态度，更是令他有种难言的不安。以叶萧的身份，如果他真的强顶苏清言，苏家势必会投鼠忌器。相比于司空古族，长生叶家才是苏家最坚硬、理想的盟友啊！呵呵，叶萧神子，稀客啊！就在此时，大殿之外突然传来一道和蔼笑声，只见一道身影迈步走来，出现在了大殿中央。那是一个中年男子，容颜清俊，一袭朴素青衫，发丝随意洒落在肩上，在其身后，苏家四长老苏东岳神色拘谨，不着痕迹地看了叶萧一眼，拜见家主。顿时间，大殿中就传来阵阵拜喝声，所有宗主、教主、不朽族主纷纷躬身拜下，目露敬畏。苏玄烨作为万宝商会真正的主人，这位苏家家主的境界虽只在洞虚层次，可他麾下却有诸多至尊门客，忠心耿耿，是3000道州身份最显赫的存在之一。这些年，苏玄烨隐于大事，谈其论道，已经许久不曾现身。苏家主，叶萧眸光清冽，并没有一丝畏惧。此时，两人相对而立，同样的云淡风轻，人中之龙。青言回来了。苏玄烨轻轻颔首，上下打量了苏青言一眼，瘦了，看来这些年你在风雪城吃了不少苦。父亲。苏青言神色冷漠，并未有太多波澜。他魂穿于此，对于这些苏家之人并没有太深刻的感情。苏玄烨虽对他很是关爱，但终究是默许了苏念母女送他前往风雪城的举动，单单这一点就够苏青言记恨了。既然你跟段峰和离了，那日后就回苏家吧，正好为父最近空闲，你随我下棋作画，好好休息休息。苏玄烨笑着点了点头，朝着众人挥了挥手，诸位。父亲。还不等苏玄烨张口，就见苏青言忽然踏前一步，站在了叶萧身旁。此时他的脸上隐有一丝浅淡笑意，肆意而风情。我这次回来是打算拿回属于我的传人之位。什么？一众苏家长老眸光颤动，眼底隐有震撼。他们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苏青言是想借助叶萧神子的威势，挑战苏念母女的地位。苏青言，苏家传人可不是谁都能当的，最起码要有修行天赋与经商头脑。你？司空月嗤笑一声，语气冷漠地道：修行天赋吗？苏青言不为所动，一步踏出，周身顿时有神纹奔涌，一股浩荡的炙热波澜悄然席卷了整座大殿。而司空月与苏念脸上的嘲讽顿时凝固了下来。神轮九重，这个境界已经是真正的年轻至尊，放眼3000道州都配得上一句妖孽之名。怎么可能？苏青言天生寒毒，自小体弱，甚至曾有苏家老祖预言他活不过周岁。若非苏玄烨整日以天才神宝为他续命，但凡苏青言不是苏家嫡女，恐怕也早就毒发身亡了。当初司空月将其送去风雪城，就是想断了他神才灵丹，让他自生自灭。谁成想苏青言居然如此命大，不仅活了下来，还勾搭上了叶家神子。这3年风雪城的林荫小道，怕是每日都挂满了白霜了。就连苏玄烨眼底都是一抹诧异之色，皱眉陷入了沉思。天地灵火，以他的眼界阅历，自然猜到了这道灵火的来历。可即便叶萧赠予了苏青言一道天地灵火，彻底压制了他体内的毒液，可前提是苏青言能够承受融合灵火的凶险与痛苦。不知我算不算有修炼天赋？苏青言先言清冷，一脸挑衅地看向司空月。如今的苏念也不过才神轮7重而已，如何与他相比？这一众苏家长老摇头苦笑，看向苏青言的眼神已经不像之前那般抵触了。一位融合了天地灵火的年轻至尊，如果这样都不算有天赋，还有谁算有天赋？纵观苏家万载岁月，他们也从未见过任何一位传人如此妖孽。怎么可能？大殿之下，苏念脸色苍白，低头看向手中一枚玉令，眼底渐渐有所决断。哼，苏家是商贾之族，有修炼天赋并不代表懂财经商道。司空月冷哼一声，面色铁青。即便苏青言摆脱了天毒束缚，踏入了神轮9重，可他的心计谋略又怎么可能与苏念这位云台传人相比？哦，夫人的意思是，如果我比苏念更懂经营财道，这苏家传人就是我的了。苏青言点了点头，忽然抬头看向了苏玄烨。父亲，是这样吗？既然你母亲说了，那你就与你妹妹比一比吧。
苏玄烨默然一语，顿时令司空月的脸色彻底阴沉了下来。此时他能明显感觉到苏玄烨以及众多苏家长老态度的改变。年轻至尊，神子红颜，这样的天赋背景的确要比苏念更有优势。也好，苏念、苏青哥，你两人各自抽取一家商铺，以7日为限，看你们谁能赚取更多的灵石。司空月从乾坤戒中取出一堆地契，交给了身旁的苏东岳4长老。是。苏东岳走到苏念、苏青言身前，任由两人各自抽取了一张商铺地契，重新交回了苏东岳手中。苏青言小姐抽的商铺是万宝城东的玉兰厢房，苏念小姐抽的则是城中央的万冰宝阁。整座大殿悄然一静，紧接着阵阵无奈的苦笑声就响了起来。一间胭脂厢房如何能与灵宝阁相比？单单一件灵宝的价值恐怕就抵得上厢房数月收益。今日殿中所有宗族皆不可插手这场比试，否则就是与我苏家为敌，与我苏玄烨为敌。苏玄烨深深看了一眼司空月，起身走到殿下。叶萧神子，不知可否给苏某一个颜面，借一步说话。叶萧轻点了点头，与苏玄烨一同朝着殿外行去。大殿之中，苏念看向苏青言，红唇微微掀起。姐姐，有时候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呢。哦。苏青言莞尔一笑，毫不相让。看来我的运气不错，否则也不会得神子青睐了，不像某些人白给都不要。你，苏青言，我看你还能嚣张多久？苏念银牙紧咬，恨恨地看着苏青言走出大殿，消失了踪迹。在其身旁，司空星河同样是一脸愤恨，眼底隐有一丝阴沉，方才叶萧当众将他镇压，一种险些令他原地升天。这对于司空星河而言简直是奇耻大辱。更可恨的是，苏念为了讨好这位叶家神子，居然主动白给。这件事如果传扬出去，日后他还怎么在北原装逼？星河表哥，北原那边的事情应该没问题吧？苏念深吸了口气，看向司空星河道。他之所以同意与司空星河订婚，就是为了能打破北原荒地，成功将万宝商会的生意做到滨州之中。如此，苏家一众长老以及苏玄烨就能真正见识到他的手段与魄力，放心将万宝商会交由他掌管。我父亲已经亲自前去与古神族交涉，他们肯定会给我司空一族几分面子的，毕竟我司空一族在北原也是至高的古族。司空星河神色傲然，语气冷漠地道：那我就等表哥的好消息了。苏念红唇轻抿，眼底闪过一丝淡淡的阴沉。如果换成其他任何人，他都不会如此紧张。可叶萧作为长生叶家神子，近日在圣州可谓出尽风头，恐怕单凭一个司空星河很难真正与他抗衡。是时候了。苏念眸光冷冽，低头看着手中的白玉仙令，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相比于苏家的背景，他背后的那方师承才是3000道州真正恐怖的存在。云台每一次有传人下山，都会凭一己之力改变整个人间的格局。如果他能请到小师弟下山，凭他的心计与天赋，随随便便出手，或就能打破眼前困境。苏家后殿，叶萧与苏玄烨并肩而行，像是两位多年未见的老友，谈笑风生。叶萧神子是如何与青年相识的？桃儿前往太玄丹宗求药，恰好我在，便去了一趟风雪城。叶萧并未隐瞒，这种事只要苏玄烨想查清楚，他随时都可以撬开桃儿的脑袋。哦，我听闻之前丹圣江河曾现身道宗，难道是为了神子？苏玄烨眸光轻颤，露出一抹诧异之色。当初他也曾前往太上丹宗，带了无数灵宝造化，为苏青言求丹问药，结果江河连见都未曾见他。如今看来，这位叶家神子的含金量还在上升。何姨自小就对我颇为照料，我能有今日，也多亏了何姨18年来每日送来的丹药淬体。叶萧随口一语，像是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闻言，无论是苏玄烨还是他身后追随的2位苏家长老，眼底皆闪过一丝浓烈的震惊。他们知道叶家很强，长生世家地来止步，可他们还是没想到叶家居然与丹圣江河有如此交情。神子觉得这一次我苏家能否把商行开到北原滨州，司空古族在北原还是有一定地位的。苏玄烨不着痕迹地看了叶萧一眼，言中深意不言而喻。苏念与司空星河订婚是为了开辟北原商道，如今叶萧突然降临，已经打乱了苏家计划哦。叶萧眼眉轻挑，心底突然有所猜测，苏玄烨这个老狐狸恐怕早就猜到了司空月的图谋。他之所以隐世放权，很可能是在利用司空一族，等到北原商行开辟，或就是他卸磨杀驴的时候了。北原吗？我倒是有几个普通朋友，不过既然司空一族在北原如此尊贵，此事应该无需叶某插手。叶萧摇头一笑，与苏玄烨步入殿中，相对而坐。不知神子可懂其道？略懂，看来神子也是同道中人，正好与我对弈一盘。苏玄烨轻轻颔首，
拈起一子落下，神子觉得这仙道一途究竟是才重要，还是天赋重要？财阀吕的，叶某觉得这四者缺一不可。叶萧沉吟片刻，方才落子。以苏玄烨的心性，若无通天谋略，又如何将苏家带至如今的高度？与这样的人对弈，远比厮杀更为凶险，乃是真正的道心较量。如若今日苏青言还是曾经那个寒毒入体、奄奄一息的苏家嫡女，苏玄烨一定不会问叶萧这样幼稚的问题。他在权衡，也在犹豫。毕竟叶家对苏玄烨而言是天大的良机，同时也是无尽的凶险。这些年苏家能独占商道，通吃人间，背后一定少不了帝庭的推波助澜。只是人心这东西从来都没有满足的时候。苏玄烨看似无欲无求，实则是以退为进，在谋算破局之法。这种时候叶萧主动送上门来，又怎能不令他心动？可帝庭他招惹不起，叶家他同样招惹不起，所以苏玄烨以其为局，考验的是叶萧的道心与态度。神子睿智，不过我心里倒是有个疑问，想要神子解惑。苏玄烨忽然抬头看向叶萧，眼底隐有深邃。这些年万宝商会看似富甲天下，实则每一年都是入不敷出，神子觉得此事是何原因？哦。闻言叶萧脸色一愣，装出一副困惑之色。苏家主乃商道奇才，叶某不过是个晚辈，仅凭几分宗族余威，不知天高，如何能为家主解惑？哼，神子不必谦虚，你的事我也有所耳闻。你我年龄虽有差距，但苏某从未将神子看作晚辈，更像是个朋友。苏玄烨摇头一笑，给人一种如沐春风之感。越是如此，叶萧对于这位苏家家主反而越忌惮了。既然家主如此抬举，那叶某就说说自己的一些看法。叶萧正襟危坐，脸色忽然凝重了下来。我觉得此事的原因在于天地格局，盛世财阀不过权者走狗，乱世盟友才能并肩天地。轰隆隆，一瞬间苏玄烨眼中就闪过一缕惊人的波澜，看向叶萧的眸光越发震撼，又带着一丝淡淡的欣赏。而他那一只捏着棋子的手掌迟迟未曾落下。如此半晌，苏玄烨方才笑着摇了摇头，一子落定，叶萧神子，你输了。家主棋艺精湛，叶萧佩服。叶萧神色温和，丝毫没有理会苏玄烨眼中的深邃。该说的话他已经说了，至于苏玄烨如何抉择，就看他自己的野心了。人既然有欲望，就会有破绽。如果最终苏玄烨做了错误的选择，那他的下场只有死路一条。从叶萧见到苏青言的那一刻起，万宝商会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好久没有遇到像神子这样的对手了，年轻有为啊！苏玄烨喟叹一声，亲自为叶萧斟了杯茶。神子觉得明日的比试，青言就几成胜算。我与青言小姐一见如故，自然相信她能大获全胜。叶萧轻抿了一口杯中茶水，好茶。如果青言输了呢？商贾之道尚可钻研，可天赋这东西不是人人都有。即便青言小姐输了，我想她也是苏家未来能否摆脱困境的契机。话落，叶萧缓缓起身，朝着苏玄烨微微躬身。苏家主，叶萧这几日便叨扰了，神子客气了，你能来苏家是苏家的荣幸。苏玄烨拍了拍手，远处顿时走来一位苏家婢女，送神子去休息。而他的脸色也在叶萧身影消失的一刹，逐渐阴沉了下来。大长老觉得此子如何？深不可测。在其身后，虚空悄然一颤，传来了一道低沉漠然的声音：深不可测。苏玄烨盯着眼前的棋局，一个人陷入了沉思。叶萧所言句句在理，直指苏家命脉。说到底，苏家之所以会受人制约，就是因为苏家血脉平庸，从未出现任何一个仙道奇才。甚至在外人看来，苏家门客众多，强者如云。可苏玄烨明白，这些人都不过是图谋苏家财富，一旦生死存亡，他们只会自保，绝不会为苏家拼命。苏青言融合灵火，踏入神轮9重，乃是苏家万载以来天赋最强之人。如今叶萧出世，叶家势必不会久居帝庭之下。如果苏家能趁早与他交好，日后便是从龙之功。当然，为了保险起见，苏青言最好能怀上叶家血脉。在苏玄烨看来，这世上没有任何誓言能比得上血脉因果。可苏念同样是他嫡血骨肉，背后又有司空古族以及云台传承，这两大势力的底蕴或许不如叶家，但云台之人的心计同样叫人忌惮。罢了，就看他们两人谁更幸运一些了。苏玄烨苦笑一声，打乱棋局，按照方才叶萧落子重新复盘。这边叶萧回到寝殿，从怀中取出一枚寒冰古令，眼底魂光一闪而逝。仙儿，哥哥，你终于想起我了，我有一件事需要你帮忙。云台位于天玄道州东北方向，此地是一片茫茫大雾所笼罩的山脉，古林茂密，山岳巍峨。
无尽的云霞在交织，混沌气息与诸天契合，像是开天辟地之时遗留的一块原始世界山脚之下，匍匐着诸多凶厉恐怖的大妖，气息浩荡，就连至尊强者轻易也不敢踏足。山巅之上，只见一片片白玉仙阙连绵万里，仙鹤腾飞，祥瑞万道。无数身穿白衣的俊美青年穿梭于大殿之间，神情肃穆，道法自然。他们的气息并不算强大，可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种自信超脱之意。云儿，你五师姐向师门求救，应该是遇到了麻烦，正好你的问心局久久未破，就下山历练去吧。大殿之上，一位白衣宽松、白发如雪的老者默然一语，低头俯瞰着殿下的少年。少年一袭布衣，相貌普通，唯独那一双漆黑深邃的眼眸，像是两颗星辰流转，在其周身，一缕缕七彩霞光喷涌浮沉，整个人宛如一块上古仙玉，天生祥瑞。师尊，各位师叔伯，山下人心叵测，我一个大成之人如何立足？闻言，那布衣青年心神惊颤，潸然泪下，竟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求师尊不要赶我下山。你！这一幕顿时令殿中一众云台强者眸光颤动，脸色顿时铁青了下来。陆云，你下山代表的是我云台传承，切莫丢了我云台的脸面。白发老者咬牙切齿，似乎早就猜到了眼前的局面。只见他手掌一挥，一只装满灵宝符箓的乾坤袋从天而降，落入了陆云手中。嘿嘿，谢谢师尊，我就知道师尊不可能舍得我下山送死，就是不知道诸位师叔伯是不是也为宗门未来考虑啊？我如果死了，下去见到诸位先祖。你给我闭嘴！为首一位清瘦老者怒喝一声，同样从乾坤袋中取出一些灵丹宝药，砸在了陆云脸上。见状，殿中其他云台长老纷纷效仿，神色无比幽怨。很明显，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被陆云敲诈了。哎呦，疼！诸位师叔伯砸得爽吗？反正我是挺爽的，要不你们再爽一会儿。陆云一脸贱笑，毫不在意众人眼中的怨恨。畜生啊，我云台世外仙府，代代卓然，怎么出了你这样一个畜生？云台大长老拂袖叹息，愤然离去。云儿，闹够了没有？云台仙主沉喝一声，眼中道纹闪烁，不怒自威。自从陆云上山，一众云台长老隔三差五就会被他敲诈勒索，百般戏弄。为此，云台仙主也是无比头疼。偏偏这小子天赋异禀，云台心术3000卷，他竟一年悟尽。无论是帝王心经，亦或凡人术，他都游刃有余。如今苏念传音求救，正好借此机会磨一磨陆云的性子，叫他以身入局，红尘历练。师尊，陆云脸色渐渐肃穆了下来，朝着云台仙主躬身一拜，徒儿下山，归期未定，师尊多多保重身体。你上山晚，未曾见过你的5位师姐，如今他们都已是人间鼎鼎有名的人物，我已传音给你4师姐，让她在圣州边陲等你，顺便给你当个代步坐骑，带你游历圣州。云台仙主手掌轻挥，只见一缕金光将陆云身躯缭绕，朝着山下推去。4师姐，坐骑。陆云眸光颤动，倒吸了口气，事情好像突然变得有趣起来了呢。与此同时，太上丹宗，只见一缕七彩的霞光升腾而起，大道神鹰此起彼伏。江河手中捏着一张信笺，眼底隐有一丝玩味。他缓缓抬头，看着那一道自神匣中走来的黄衣倩影，眼眸骤然一凝。